不！林毅突兀的大喊一声，顿时招惹来了班级里的一片目光。就连林毅的校花同桌苏婉宁都诧异地看向了从梦中惊醒过来的林毅，旋即掩嘴轻笑。林毅茫然地打量眼前熟悉的教室、熟悉的同学，还有身边熟悉的苏婉宁。林毅迅速明白过来，自己重生了。他没理会其他人嘲笑的目光，声音沙哑地朝着旁边的苏婉宁问道：“今天是几号？”苏婉宁茫然，下意识说道：“2014年1月4日啊，你怎么了？”林毅心底一震，迅速抬头朝着教室中央的钟表看去，双瞳猛地皱缩起来。14点13分，居然只剩下1分钟了，还有1分钟，时间就要来到14点14分了。2014年1月4日14点14分，这个林毅永生难忘的时间。那一刻，难以想象的诡异将会降临蓝星，所有人都会在一刹那之间觉醒一个神秘的职业，蓝星将彻底进入全民转职的时代。那时候，杀戮不再被禁止，生存成了所有人唯一的目标。自己的同桌苏婉宁却是被诡异强行变异成了杀人不眨眼的诡异恶灵。诡异恶灵存在的目的便是杀戮人类，杀掉诡异恶灵，这是通天灵塔对于人类的第一个考验。可这苏婉宁对林毅来说不能杀。在情窦初开的青春岁月，他暗恋了苏婉宁好多年。他本以为自己能够在大学之后正式展开追求，可是没想到全民转职时代先大学一步降临。上一世，他眼睁睁地看着变异成了诡异恶灵的苏婉宁被众人击杀，却什么也做不了。更让林毅难以接受的是，前世濒死的苏婉宁躺在他的怀中，猩红的双眸却满是温柔地看着他，颤抖地说出了那句藏在苏婉宁心中多年的4个字：“我喜欢你。”他居然也喜欢自己。这4个字让前世的每个深夜，林毅都承受着撕心裂肺的剧痛。因为这个原因，林毅的前世始终浑浑噩噩，整个人就像是一个躯壳，只剩下了沉沦2字。除了这一点，林毅还有一个理由必须救下苏婉宁。身为重生者的他很清楚地知道，诡异恶灵是隐藏职业，转职之后实力极强。既然他能够重生一次，那么这次他必须救下苏婉宁，改写前世结局。林毅热血沸腾了起来。林毅，你睡觉就安静睡觉，不许影响其他同学。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课堂之上，数学老师正在对林毅的行为进行着无奈的指责。林毅数学成绩极好，所以数学老师平时也只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林毅现在可没时间搭理数学老师。林毅正在迅速回想当诡异降临时的一切细节。指针转动，时间还有30秒。林毅猛然想起，诡异恶灵的诞生是通过人类胸前突然出现的诡异脓包产生能量控制人类意识，最终产生脓包的人类意识沉沦，变成诡异恶灵，只能在脓包的控制下进行杀戮。也就是说，只要在这脓包形成前将其破坏，变成诡异恶灵的人便可以恢复理智。时间不多，自己必须争分夺秒。迅速扫视一圈，林毅一把抢过苏婉宁手中的钢笔。时间仅剩10秒。苏婉宁茫然地瞪大了眼睛。林毅，你要干什么？林毅知道现在解释再多没用，苏婉宁恐怕不会理解的。他在心中默数着时间。下一刻，林毅猛然抬起手臂，同时10秒时间已到，诡异轰然降临人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改变全世界的节点到来。轰！一瞬间，汹涌如潮水一般繁杂又陌生的知识突兀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之中。原本明亮的天空瞬间变得昏暗无比，狂风席卷，乌云压迫。在那层层迷雾之中，一座通天高塔轰然拔地而起。林毅面前的苏婉宁逐渐改变了模样，血雾喷发，将他包裹在其中，朝着他的脑海涌去。一个冰冷机械的声音骤然在蓝星所有人的脑海之中响起：所有玩家请注意，欢迎来到全民转职的时代。恭喜，你已经进入华夏青年16至30岁服务器，现在将随机在所有玩家附近诞生诡异恶灵。若是不想被恶灵吞噬，那就利用好你们的职业，击杀恶灵，努力活下来。记住，小心红色，恶灵满身都充满着血腥的猩红。记住，记住，记住，恶灵不死，死的就是人类。对于第一个击杀恶灵者，通天灵塔将给予丰富的奖励。冰冷的系统声音还没有结束，杂乱的电子声音突然打断了系统的播报声，2道声音交错播报，显得有些混乱。恭喜黑暗猎人林毅完成全服首杀，奖励称号第1滴血。瞬间，所有服务器中的玩家都震惊了。什么鬼？击杀诡异恶灵？在大部分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居然有人在系统播报都还没说完的情况下就完成了首杀。他是未卜先知不成？黑暗猎人林毅，无数人记住了这个名字。叮！恭喜宿主林毅觉醒天秀操作外挂。一道突兀的声音响彻在林毅的脑海。
宿主可通过天秀操作震惊全服玩家，获得金碳值，兑换各种强力奖励。新人礼包已到账，神速搭建拉弦技巧。林毅直接愣住了，这个在前世可是没有的，莫非是对于他这个重生者的福利？叮！宿主全服手杀行为成功震惊全服，获得金碳值1000。目前可兑换弧形剑顶级版，是否兑换？兑换成功。现在林毅没时间去仔细研究外挂的功能，他顺手点击兑换之后，连忙将心绪拉回现实世界。此时他手中的钢笔已经刺入了苏婉宁胸口上刚刚生长出来的脓包之内。苏婉宁扑闪着他的眼睛，瞳孔之中满是惊恐地看着发生在他面前的这一幕。此时的苏婉宁原本柔顺的黑发已经变异成了血液一般的鲜红，她本就白皙的脸庞更显苍白了起来，双瞳也变成了妖艳的猩红色，整个人充满了诡异的气息。苏婉宁同样也听到了系统的播报声，自己居然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诡异恶灵，自己要被杀死了吗？或者说自己已经被林毅杀死了吗？第2章必须杀掉诡异恶灵。这时候林毅立刻贴近了苏婉宁，手掌在苏婉宁剧烈颤抖的后背轻抚，尽量用自己平和的语气低声道：别害怕，你不会死，你已经不是恶灵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苏婉宁完全是懵掉的状态，自己现在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班级之中的同学也有些不知所措，但系统神通广大，只用了一瞬间就让所有人接受了全民转职时代的设定，并且将杀掉诡异恶灵作为了他们的新手任务。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苏婉宁的前桌，那是一个健壮的体育生，他叫雷正义。他猛然起身，有些兴奋地高喊道：卧槽，什么情况？老子转职成了喋血战士，小说的内容成现实了，老子肯定就是主角了吧？哈哈哈！等会儿，系统说的灵异，难道是咱们班那个数学疯子灵异？那个干瘪瘦的废狗还能手杀？拉倒吧，他看见恶灵都得吓得拉裤兜，你说是吧灵异？雷正义嗤笑着扭过头去想要嘲讽一番灵异，却恰好看见了满身猩红的苏婉宁，整个人直接吓飞了出去。你是鬼啊？诡异恶灵在这！桌椅板凳骤然倒地的稀里哗啦声音吸引来了全班大部分的目光，所有人在看到苏婉宁模样的时候皆是吓了一大跳。此时的苏婉宁身上满是猩红，就仿佛她刚刚残忍地杀害过千百个人一样，让所有人胆颤心惊。全班大部分人都瞬间和苏婉宁拉开了距离，他们的眼神之中充满着惊恐和畏惧。他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3学生，哪里经历过这种事情？只有林毅脸色淡然地将苏婉宁胸前的钢笔拔出来扔掉，然后缓缓站在了苏婉宁的身前。苏婉宁此时脑子仿佛一团浆糊，下意识地抓紧了林毅的衣角。雷正义浑身颤抖着朝着林毅嘶吼道：林废狗，你后面那可是诡异恶灵，快杀了他！你没听见系统的播报吗？这诡异恶灵就是 BOSS， 他不死，死的就是我们。此时很多同学手中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全民转职之后，现实完全游戏化，每个人都会觉醒游戏界面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所有玩家都可以查看自己各项数据、游戏任务、游戏背包等等。这些武器就是自动出现在背包之内的新手武器。他们拿着武器，颤巍巍地举在身前，警惕地朝向着林毅和苏婉宁的方向。听到雷正义的话，林毅缓缓摇头，沉声道：诡异恶灵已经死了，现在的苏婉宁就是普通的人类，他不会再威胁到你们的。雷正义一愣，有些不可置信的再次打量了一番苏婉宁。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脑海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杀掉，杀掉，必须杀掉诡异恶灵。听到这声音的雷正义顿时坚定了双眼，不管怎么说，玩网游的时候按照任务来完成，总不会出错吧。雷正义啐了一口，满脸愤怒地朝着大骂道：放屁，这诡异恶灵明明还活得好好的，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转职成了喋血战士，你别惹我，我今日必须杀掉这个恶鬼，替全班同学除害。雷正义的话瞬间得到了班级内不少同学们的支持。他们虽然还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没人想跟这种浑身猩红的怪物待在一起。对，就是。你怎么确定他不会再害人？刚刚那个系统都说让我们杀掉诡异恶灵，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莫非你也是恶灵？所以你才会向着恶灵说话？你若是再不让开，我们连你也杀。平时就是个只会数学的书呆子，这时候居然强硬起来了。你没被打傻吧？快杀了那东西，好可怕，我不想死。林毅冷眼看着这些同班同学丑恶的嘴脸，这幅画面前世的林毅已经看过也一次了。苏婉宁虽是公认的校花，但因为先前的一些传闻，同样被全班人所排挤。前世的林毅被这帮同学毫不犹豫地将他抛弃掉，就连为他说话的同学也被排挤在外。可以说，
现在重生的林毅对于这些自私自利的同学没有任何的好感。林毅身后的苏婉宁感受到了所有人针对他的恶意，猩红的眼泪从他的眼眶里缓缓流出。他低头看着自己逐渐变得猩红的指甲，那可怕的颜色让他有些绝望。或许他们说的是对的，自己很危险，很可能马上就会暴起杀人。他天性为善，不愿因为自己而让别人丧命。他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林毅，他那宽阔的肩膀仿佛已经是他依靠能够的唯一港湾了。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这个港湾一直都在。苏婉宁突然轻声呢喃道：“你让开吧，林毅，不要让他们也伤了你。”我的确变异了。林毅当然不会让开，他只是坚定地说了3个字：“相信我。”林毅在心中沟通了一番系统，将自己刚刚获得的称号亮在了头顶。下一刻，诡异的事情发生，就像是网游一般，林毅的头顶浮现出4个字：第一滴血。林毅冷冽的目光扫过和他对峙的众人，冷笑道：“你们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我就是刚刚完成首杀的林毅，这就是我的系统称号。连系统都说我完成了诡异恶灵的首杀，你们凭什么还要杀掉苏婉宁？”所有同学看着林毅头顶上的称号，全都陷入了沉默。突然，一个平日里便十分妒忌苏婉宁的女生眉莲阴阳怪气的开口呵斥道：“谁知道她还会不会再变异？说不定这种诡异恶灵和猫一样有9条命呢。万一她一会突然再次变异，我们怎么办？”眉莲的话语瞬间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赞同，一时之间，群情激愤的怒吼声响彻班级之内。没错，就是现在这诡异的情况，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呢。你凭什么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必须杀掉这苏婉宁，杀掉诡异恶灵。第3章，独家啊！真正的加点路线，犹如魔鬼的呐喊一般，尖锐刺耳的口号声在班级内回荡。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响起，但是很快就会被其他人亢奋的喊叫声掩盖。大家别冲动，万一不会变异，我们岂不是杀错了人？林毅注意到了，是那个角落里的小胖子，他在帮自己和苏婉宁说话。自己的前世也是这个小胖子帮自己求情，遭受到了全班的排挤。站在最前面的雷正义发现全班居然这么多人支持自己，顿时狞笑一声，紧握住了手中的长刀。林毅，你也听见了吧？少数服从多数，你若是再不让开，我可要出手了。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不顾同学情分。同学情分？林毅冷笑一声，前世种种浮现眼前。你们还是别侮辱同学这2个字了。林毅其实压根懒得和他们说话，此时呵斥几句只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他迅速在脑海中打开了自己的天赋点分配界面，下一刻，他的所有属性点数据出现在虚空之中，除了林毅，没人可以看见这些数据。林毅，等级1，目前自由天赋点数2，体质1，力量1，智力1，精神1，敏捷1，幸运0。全民转职时代，天赋点是提升自己实力的关键之一。选择适合自己职业的加点路线尤为重要。林毅这一世转职的职业与前世相同，叫做黑暗猎人，是一个利用弓箭进行攻击的远程职业。在前世，黑暗猎人普遍选择加点力量和敏捷，林毅却有不同的看法。所有人都认为黑暗猎人的主要输出方式应该是弓箭的攻击力，林毅在前世却经过大量计算得出一个颠覆世俗的结论：黑暗猎人后期利用被动技能黑印，输出效率会更高。黑印被动技能，黑暗猎人的弓箭会有一定概率附加黑暗腐蚀效果，每秒对敌方单位造成3点伤害，持续10秒。有一定概率3点伤害。前世的人们在看到这2处字眼的时候，瞬间就把这个被动技能打入了冷宫。伤害极低不说，这个成功的概率还模糊不清。有没有可能100箭都无法触发一次黑印？黑暗猎人基本上相当于浪费了一个被动技能。但是前世的林毅早就已经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将这一切计算清楚了。这个游戏系统所说的一定概率其实是 20%。 最恐怖的是，林毅在实验之中还发现了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发现，那就是天赋点之中最为特殊的属性点幸运，它居然可以影响黑印的概率，最高甚至可以提升到 100%。 幸运是一个很特殊的属性，它不会随着等级的增长增加，只能用极其宝贵的属性点去提升。在前期偏偏相差一个属性点就是这一般的差距，很多好奇点了幸运的玩家都在全民转职时代活不过3天。不过林毅有自信，依靠他的实力去弥补属性点上的差距。被动技能的伤害数值则是受到自身最高血量的影响，血量越高，黑印伤害越高。等到血量提升起来，黑印每秒甚至可以扣除上百的血量，10秒就是上千。看起来还是不多，对不对？但是林毅这个开挂玩家，他提前知道黑暗猎人的30级技能无限黑印，
这个技能让黑印 buff 可以无限叠加，当概率提升、伤害提升，黑印可以开始叠加之后，黑暗猎人这个职业才是真正的无敌。所以，黑暗猎人真正正确的加点应该是加体质和幸运。这个结论，林毅绝对是全服唯一一个知晓的人。这个信息差将让林毅的黑暗猎人更早的展现锋芒。林毅心底盘算的同时，已经沟通了系统界面，完成了自己的加点。是否确定将自由天赋点数添加在幸运和体质上？确认成功。在全民转职时代，转职后的人类受到攻击并不会直接受伤，而是如同网游一般扣除血量。血量扣除完毕之后，玩家将被抹杀，也就是彻底死亡。所有人的初始血量都是100。由于林毅提升了体质的天赋点，他的初始血量便提升到了高人一等的120点。别忘了，林毅头顶上这个称号可不是光能显摆的。作为首杀奖励，它的作用十分恐怖。第一滴血，佩戴者全属性加成 10%。所以，在称号的加成之下，林毅此时的血量已经高达132点，比其他人足足多出32点。前期大家的攻击力大多在10点左右，所以这32点血量至少可以让林毅多抗住起码3次攻击，这已经是极大的优势了。林毅嘴角勾起一枚笑容，从背包之中召唤出了那把属于自己的新手武器，一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长弓。新手的长弓，等级普通，可用等级1，攻击力5，功能无，附赠无限剑带。林毅从腰间的剑带摸出一根剑矢，缓缓拉开了手中的长弓。看到林毅居然掏出了一把长弓，他对面的雷正义顿时露出了猖狂得意的笑容。哟，弓箭手，那你可惨了！你这种远程攻击的脆皮职业，最怕可就是我这种近身战士哦。而且咱们班级内这么小的区域，我看你怎么躲闪我的大刀！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哈哈哈！雷正义狂笑着嘶吼一声，赫然朝着林毅冲了过来。林毅神色依然淡然，平静地站在原地，轻笑一声，低声道：“杀你还需要躲？”第4章神速搭建拉弦技巧。让全班震惊的是，此刻雷正义的速度完全已经超过了一个普通高中生的速度。林毅倒是并没有惊讶，他知道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因为转职之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第二便是因为喋血战士的初始被动技能冲锋，当喋血战士朝着敌人冲锋的时候，他的速度会提升 10%。这个被动可以说是所有远程职业的噩梦。近战职业本就比远程职业的初始敏捷要高，在前期大家的攻击力都很弱，你黑暗猎人几剑根本秒不掉喋血战士。喋血战士哪怕扛着黑暗猎人的剑雨都能成功近身，一旦被近身，黑暗猎人搭建拉弦的动作就会被无限打断。这也是黑暗猎人被称之为前期最弱职业的原因之一。雷正义看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林毅，狰狞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垃圾，去死吧！看我为民除害！林毅身后的苏婉宁满脸惊恐地看着雷正义，朝着林毅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雷正义手中那长刀更是闪烁着让人脊骨生寒的凉意。他更加慌张了，他没想到这些人当真会痛下杀手。林毅，你快跑呀！别管我了！苏婉宁想要将林毅推开，让他躲开那骇人的长刀，可是他根本推不动林毅。此时的林毅站如一棵劲松，目光深邃地盯着面前急速而来的雷正义，瞄准了他的右腿。诡异降临之后，哪怕黑暗猎人的剑射中了你的腿，或者喋血战士的长刀朝着你的头颅砍去，你除了扣掉血量以外，也不会有任何的器官上的实质伤害。不过冲劲是依然存在的。唰！林毅搭建拉弦的速度几乎快到其他人都看不清楚了。林毅自己心中也惊叹不已，这就是外挂给予的神速搭建拉弦技巧吗？果然牛逼！林毅猛地拉满了手中的长弓，长弓犹如弯月一般，蕴藏着爆发性的力量。咻！长箭射出，那枚离了弦长箭精准地朝着雷正义的右腿射去。第一箭，林毅在心中默念，箭矢的强有力的冲劲直接打断了雷正义朝着林毅冲锋而来的步伐。啊！疼！咦？不疼。雷正义朝着自己的右腿看去，箭矢已经消失不见，除了微弱的痛觉，雷正义已经没有任何中箭的感觉。咦？我的腿怎么还是好好的？哈哈！林毅，你这废狗力气也太小了吧！就凭你这样的，还想和我为敌？做梦呢吧！雷正义没有注意到头顶上飘过的扣血字样，更没有注意到耳边响起的提示，狂妄已经充斥了他的脑海。雷正义身后的班级同学也针对这一幕发出了惊呼。哇，雷正义这么猛，以凡人之躯硬刚剑矢，牛逼！雷正义，快杀了这2个恶灵，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安全。
雷正义耳畔不断响彻着同学们的叫好声，这种受人追捧的感觉当真是太美妙了。林毅看出了雷正义瞳孔之中的兴奋，冷笑一声，瞬间再次搭箭拉弦，又是一箭爆射而出。一箭射出之后，便是另外一箭迅速补上，不曾停歇。雷正义任凭这些箭矢射在自己的身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狂笑着林毅冲去。太轻了，还是太轻了，你小子是没吃饭吗？为什么拉弓一点威力都没有啊？雷正义不知道的是，他自己的血量已经被疯狂扣除。警戒！您已经被扣除了11点血量。哪怕机械的播报声不断在雷正义的耳边响起，但由于林毅射箭的频率太快，此时雷正义耳边的系统播报声已经重叠在了一起，让雷正义根本听不清楚。现在的雷正义，他一心只想早点一刀把林毅的脑袋劈砍下来。几乎是眨眼间，雷正义已经冲到了林毅面前，高高举起了手中的长刀。你个诡异恶灵，给老子死！今日老子就是全班的英雄！雷正义眼中有光，似乎已经在期待救下全班同学之后自己左拥右抱的画面了。自己果然是主角。林毅则是仍然在默数着箭数，一箭接着又一箭。第8箭。现在雷正义的血量只剩下不到20点，也就是还需要2箭。可此时雷正义的长刀即将落下，林毅已经没有时间了。所有同班同学都紧张地盯着这一幕，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全民转职时代之前。他们认为这一刀若是劈砍在林毅的头颅之上，林毅绝对活不下来。有些胆子小的女生甚至已经用手捂住了眼睛，不敢看接下来那血腥的一幕。第5章惊艳，震撼众人的弧形剑。不要啊！角落的小胖子刚刚起身想要呼喊，却被一旁的高个男生一巴掌扇倒。除此以外，没人帮林毅说话，也没人阻拦雷正义。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所以可笑的不得不选择牺牲掉林毅。林毅身后的苏婉宁拼了命的想拉走林毅，却怎么也拉不动。他不知道的是，脓包被破坏的诡异恶灵没有任何的转职加成，力量和其他人相比乃是天差地别。而且他的血量是固定的10，哪怕只有一击，也会让瞬间苏婉宁死亡。这些林毅十分清楚，所以他绝对不会退让半步。林毅看着即将落下的长刀，心中毫无畏惧，依然神情淡然地拉起了下一根箭矢。苏婉宁见状，终于彻底选择了放弃。算了，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苏婉宁没有跑，而是缓缓把自己的脸贴在了林毅的后背，双臂轻柔地环住了林毅的腰。至少在死亡前，他还可以享受1秒钟温暖的拥抱。下一刻，叮！教室内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起。苏婉宁想象之中的剧痛却没有降临，她有些诧异地睁开眼睛，抬起美眸朝着上方看去。苏婉宁赫然看见上一秒还凶悍如一头猛兽一般的雷正义，此时连掌刀都已经拿不住了。苏婉宁震撼地捂住了自己的红唇，颤声呢喃道：发生了什么？班级之内原本的助威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愣住了。苏婉宁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其他班级同学虽然看见了，但是他们没看懂。怎么回事？这原本100%会砍在林毅头颅之上的大刀，怎么突然被震开了呢？不知道啊，我也没有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是雷正义没拿稳手上的刀吧。这雷正义简直是太废物了。班级同学没看懂，还以为是雷正义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刚刚林毅使出的正是他一开始在外挂内兑换而来的弧形剑。电光火石之间，林毅的箭矢先是朝着雷正义手中的长刀射去，用强大的震荡力量震击了雷正义的手腕。那根箭矢把雷正义手中的长刀震开之后，并没有落地，而是如同鬼魅一般的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弧线，再次朝着雷正义的后脑射去。一根箭矢攻击了雷正义2次，这就是弧形剑的强大。雷正义茫然地看着脱手的长刀，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我的刀怎么掉了？林毅眼神淡漠，没有多说，没有解释，只是继续拉起长弓，带走了雷正义最后的血量。雷正义却还不知道，想要弯腰捡起自己的长刀，可他的手指却从长刀上径直穿过。什么？我的身体？雷正义懵了，他的身体怎么会变成虚幻的了？而且所有的力量都正在被抽离出他的体内，包括他的生机。雷正义满目惊恐地看着面前的林毅，疯狂地嘶吼道：你到底做了什么？林毅目光平静地看着他，缓缓开口道：诡异降临之后，现实与游戏世界模糊不清，所以血量就是你的生命。你不感觉疼痛，不代表没受到伤害。现在你的血量已经被扣除完毕，所以你的下场就只有死。雷正义满脸的恐惧，他想要抓住面前的林毅，可是他做不到。他瞳孔变得猩红，疯狂地朝着林毅嘶吼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林毅淡漠：我说了，你会信吗？我刚刚说过，苏婉宁已经对你们没有威胁了，我已经杀掉了诡异恶灵，你信了吗？
雷正义又扭头看向刚刚那些支持他的同学，试图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救救我！你们谁来救救我？可是并没有任何一人伸出援手。林毅平静地看着这一幕，向这个可怜的出头鸟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再见吧，下辈子别当傻子，别在其他人叫好几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林毅想要保护苏婉宁，面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同学，只能杀鸡儆猴。就雷正义这种急躁的性格，就算林毅不杀他，他恐怕也在这诡异的世界里活不了多久。随着林毅话音落下，雷正义充满不甘和悔恨的脸庞彻底化作烟尘消散。这一幕更是如同雷击一般刺激了所有人的内心。一个大活人这么就死了，甚至连一具尸体都没有留下。一些胆小的女生甚至已经吓晕在地上，就算是胆大的男生也双腿颤抖着，双目无神，很难接受发生在他们眼前的这件事实。那个刚刚阴阳怪气的梅莲更是颤抖着用手指指着林毅，满脸骇然道：你居然敢杀人！对于这种傻逼问题，林毅当真是有些懒得回答。林毅用凶厉的目光扫向梅莲，声音如同万丈寒冰一般，开口道：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你若再拿你那个脏手指着我，下一个死的就是你。梅莲立马吓得缩回了手，迅速躲进了人群，但是在确定林毅看不见他之后，目光透露出点点恨意。现在的林毅在他们的眼中和杀人恶魔无异。所有的同学都和林毅保持着距离，目光之中满是提防和畏惧。对此，林毅没有任何反应。全民转职的时代，虚伪的同学情他根本就不需要，没有出手杀掉所有人已经是他仁慈了。林毅始终觉得，虽然全民转职时代不禁止杀戮，但人要有自己的底线。他不会是圣母，但也不会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招惹他的人，他不会心慈手软；无辜的人，他也不屑于去牵连。第6章，通天灵塔，幸存者。5分钟之前，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此时突兀出现的通天灵塔之上，一群幸存者正盯着满墙的直播画面进行着讨论。他们来自其他的平行世界，他们同样经历了林毅正在经历的全民转职时代。他们最终通过厮杀，成功登上了通天塔，成为幸存者。一个金发碧眼的灯塔国女人饶有兴致地盯着监视器，一边举起一颗葡萄塞进嘴里，一边开口问道：你们说这次44号平行世界，哪个服务器会率先首杀？一旁灰熊国的男人斩钉截铁道：肯定是我们灰熊国青年服务器啊！一个诡异恶灵对于我们来说可不算什么吧？樱花国的男人冷笑一声，插嘴道：可笑！你们灰熊国那种没有脑子的大块头，怎么可能会发现诡异恶灵的致命弱点呢？要我说，还得是我们大樱花帝国。这时候，一个机械的电子声突然响彻通天塔内：恭喜华夏青年组服务器率先首杀，使用时间0.87秒，打破纪录，华夏区获得积分奖励100分，不到1秒钟，首杀只用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这怎么可能？所有人的目光顷刻间全都聚焦在了华夏国青年组的服务器上。灯塔国的女人瞬间瞪大了眼睛，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通天灵塔的播报声就像是一个巴掌打在了她的脸上。什么？不可能！一定是通天灵塔搞错了。她猛然扑到了监视器前，想要重新确认一番。可当她看到监视器上林毅将钢笔从苏婉宁胸口的脓包拔出这一幕时，灯塔国女人瞬间一阵头晕目眩。居然是华夏！莫非他们又要出现一个龙阳秋那种的人物？灰熊国的男人双手扶额，不可思议几乎写满了他的脸庞。上一秒还在洋洋得意吹嘘着自己大樱花帝国的男子，此时正脸色铁青地翻看着其他平行世界的记录。在今日之前，首杀的记录是3分钟，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成绩已经是极限了。可现在呢？事实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华夏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数字，0.87秒，简直是一种降维打击。等一下，哈哈哈哈！你们看，华夏国居然还内讧了起来！那个满脸落败的灯塔国女人突然指着监控器尖叫道：她所说的正是林毅和雷正义对峙的画面。灯塔国女人张狂地说道：这人杀得快又如何？被一群人围住，他必死无疑。可惜还没等他得意几分钟，雷正义便死在了他的眼前。刚刚还气宇轩昂的灯塔国女人瞬间面如死灰。她看见了什么？她的嘴巴微张，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这不可能！她想象不到，一个被喋血战士近身的新手黑暗猎人居然还能完成反杀。他嘲笑华夏的一句句话都像是巴掌一般抽回在了他自己的脸上。灰熊国和樱花国都朝他投去鄙夷的目光。嚣张？让你嚣张！一直以来，灰熊国和樱花国乃至于其他国家对于华夏这个流传千年的龙之国度还是比较敬畏的，但灯塔国的这个女人明显是有些飘了。
砰！华夏国楼层内，华夏幸存者小队的队长龙阳秋猛地一拍桌子，豁然站起了身。此刻，龙阳秋的脑袋都快要伸到直播的监视器之中了。他面前监视器显示的画面正是灵异诡异的那一件。龙阳秋看得很清楚，但他第一次怀疑起了自己的眼睛。他不可置信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声音沙哑道：“刚刚灵异用出的，莫非是弧形剑？”没人能够回答他，在场所有华夏幸存者都陷入了沉默。他们也看见了，一箭双雕，一箭完成了2次攻击。灵异只用了一箭，不仅打断了雷正义的攻击，更是再次射掉雷正义11点血量，简直是精彩至极，教科书一般的弧形剑。有人惊叹，但也有人表示不屑。的确是弧形剑，但是对于咱们这种级别的高手来说，弧形剑恐怕并不是什么可以称赞的绝技的。现在一个黑暗猎人若是连弧形剑都不会，可是会被耻笑的。龙阳秋却是满脸激动地摇了摇头：“你可别忘了，你也说了，对于咱们这种高手来说，咱们都经历多少次厮杀了。而他呢？这灵异只是刚刚觉醒3分钟的黑暗猎人。3分钟！”龙阳秋比出3根手指头，满脸不可置信地抖了抖手。他甚至刚刚射出过8箭而已，他就领悟了弧形剑。你、我，或者是在场的所有人，谁能做到？绝顶天才！龙阳秋的脑海之中只有这4个字。其他幸存者听着龙阳秋的话，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龙阳秋扭过头，朝着身旁还在发呆的队员大喊道：“还愣着干嘛？我要这个灵异的所有资料，从他出生开始，全部，越详细越好。就现在，这次我们华夏恐怕能出一位狠人了，或许能够让我们的排名再次上升。”很快，灵异的资料都被送到了龙阳秋的面前。龙阳秋紧皱着眉头，翻阅着面前的资料。通天塔是全知全能的，只要付出交易点，任何人的资料都能轻松获取。但龙阳秋有些不懂，倒不是说他看不懂字，而是从这些资料看起来，这个灵异从大多方面来看都是极为普通的。运动能力、敏捷、射击天赋等等，这些从他这18年表现出来的程度上看，都没有任何亮眼之处。要说特殊之处，也就只有数学上的天赋了。高考数学卷已经难不住他了，现在他研究的是大学的高数。可是数学在全民转职时代也不能帮助他过副本吧？刚刚他用出了弧形剑，我还以为他专门练习过，可是居然并没有，甚至他都没有练过弓箭的经历，除非那次他7岁去游乐场玩的玩具也算的话。你们说，就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怎么会拥有那种临阵不乱的决策能力呢？他又是怎么满脸云淡风轻的射出那么漂亮的一件弧形剑呢？难不成他是用数学算出来的不成？龙阳秋揉着有些发胀的太阳穴。就在龙阳秋头疼的时候，他身旁的华夏幸存者副队长尤婉用系统调出了此时灵异的数据，突然发现了灵异天赋点上分配的异常。他连忙把这一点指给了龙阳秋：“龙哥，你看这灵异的加点。”龙阳秋连忙朝着那加点看去，双眼顿时瞪得溜圆，顿时有些傻眼。其他人见状，连忙也凑了过去。当他们看清资料上的文字时，全都愣住了。体质，幸运，为什么是体质？又他妈为什么是幸运？龙阳秋这种见多识广的幸存者队长也懵了。历代有其他玩家选择加幸运吗？龙阳秋诧异问道。很快，尤婉给出了答案：有，但是大部分人都因为前期属性相差太大，没能够活过5个副本以上，所以我们没有关于幸运属性的太多数据。根据我的猜测，幸运恐怕是合技能释放的概率、开箱这些有关吧。可惜前期生存难度太大，数据样本太少了。龙阳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生存难度大，他还是很看好现在的灵异的。难道灵异也要因为属性的差距而饮恨吗？这家伙怎么胡搞？他难道真的觉得这是一场游戏吗？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炼狱啊！与此同时，通天灵塔内其他楼层，通天灵塔之上开放的楼层虽然不多，但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楼层，楼层内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在不下副本的日子，所有幸存者的日子还是比较舒服的。除了各个国家的楼层之外，还有一个所有国家的公共楼层。自从灵异出现之后，所有分散在公共楼层的幸存者们全部返回了各自的楼层，开始了对灵异的追踪和研究。虽然现在通天灵塔内还没有出现各个国家竞争的副本，可是这种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所以必须要提前进行准备。而这个灵异在全民转职时代降临的短短3分钟内，接连出了2次风头，自然是会引起所有国家的注意。此时的泡菜国，这个灵异真的不是我们泡菜国人吗？金城沃大口吃着泡菜，一脸期待地说道。泡菜国楼下的樱花国内，樱花国的幸存者队长梅川苦茶盯着监视器之中的画面，冷声说道：“居然是弧形剑，很好，灵异是吧？我记住你了。”
所有人听好，把一台直播画面锁死这个灵异，我要知道他接下来的所有操作。这人很有可能是我樱花国未来最大的敌人，甚至比那个安德鲁福还要难缠。第7章天秀操作外挂。灵异并不知晓，此刻通天灵塔正有很多人在盯着他。前世的他还没有接触到那个层次，就已经被杀掉了。此刻的灵异正在聆听系统的播报声。全民转职时代注意事项：一、你们身体已经被彻底游戏化，血量、攻击力，你们所有的属性都将以数据的形式呈现。2、请时刻注意自己血量的情况，这代表着你们的生命。3、所有玩家可以在系统界面之中查看任务、属性面板、武器数据等，无限的可能等待着你们的探索。4、所有物品可存储在背包之中，同种物品占据同一个格子，每个格子上限为9999件，背包数量目前为20个格子，后续可消费开启。5、注意，死亡就是永久的死亡，没有复活，大家且活且珍惜。6、你们已经困在了一定区域之中，不可随意的离开。7、明日早晨8点，所有人将进入第1次全民灾变副本，请大家做好准备。宣读完毕，请各位好好享受这可能是你们最后的夜晚吧。有了雷正义莫名其妙被灵异斩杀的经历，所有人开始都仔细探查着系统界面中的介绍，生怕错过什么涉及自己生命的讯息。他们可不想像雷正义一样死得莫名其妙。这些东西灵异都是门清，所以趁着这时候，灵异简单查看了一番他体内唯一的新东西——外挂。原本他的惊叹值在兑换完弧形剑之后就已经全部花费完毕了，可是灵异此时骇然发现自己居然还有150点的惊叹值，怎么回事？灵异连忙去看惊叹值明细，发现居然有一群他不认识的人对他的操作表示了惊叹。这些人大部分都有一个奇怪的前缀，比如华夏幸存者、樱花国幸存者、灯塔国幸存者等等。可是这些人是谁？自己为什么会惊叹到他们？灵异把明细拉到最后，还发现了苏婉宁和其他同学的名字，不过他们的贡献很少，只有1点惊叹值。而其中有一个华夏幸存者小队队长龙阳秋队的人，居然一下子就给他贡献了10点惊叹值。灵异懵了，难道说还有自己这个众生者都不知道的东西？是因为外挂觉醒，自己才能够窥探1、2？很快，灵异放弃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此时并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还是抓紧看看从这个天秀操作外挂上还能获得什么吧。外挂的组成还是很简单的，除了显示惊叹值数量的界面，就只剩下一个兑换商店了。灵异打开兑换商店，当时就愣住了，这也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他不认识的任务和看不懂的技能，什么安德鲁福的劈砍技巧需要130惊叹值，再比如金城沃的控蓝技巧需要200惊叹值，这些是便宜的，还有贵的，比如安德鲁福成名绝技喋血断头台需要惊叹值5万，简直是琳琅满目。不过这些技巧明显还不是很适合现在的灵异，灵异能够兑换的并不多。终于灵异找到了一个他感兴趣的无敌闪避技巧，成功率高达 99%， 不好用你砍我。这名字让灵异嘴角一抽，但不得不说闪避技巧的确十分刚需，而且这闪避技巧只需要150惊叹值。没有任何犹豫，灵异直接选择了兑换。叮！恭喜宿主成功兑换无敌闪避技巧第1层。灵异怎么回事？怎么货不对版呢？灵异连忙查看起来，当时就被气得不轻。无敌闪避技巧分期第1层150惊叹值。 PVE 玩家对战电脑可闪避1到10级小怪攻击，成功率 80%。 PVP 玩家对战玩家可闪避2人级以下的简单攻击，成功率 80%。 解锁下一层300惊叹值，这不是坑爹吗？150点惊叹值居然还是一个阉割版，太过分了吧。可惜这个外挂明显没有维权的客服渠道，灵异也只能选择吃了这个哑巴亏。冷静下来的灵异仔细一想，其实这第1层现在的他也算是够用了，此时也只能先考虑下一步了。刚刚系统宣布的规则他听到了，其他基础规则不说，其中第6条规则让灵异心思微动。6、你们已经困在了一定区域之中，不可随意的离开。一定区域内，这个区域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呢？是教室，还是学校，还是城市呢？灵异迅速点开地图，此刻的地图和前世的地图有很大的区别，除了校园以外，其他地方都是灰暗的。灵异瞬间懂了，系统所说的一定区域必然就是学校了，这一点恐怕也只有灵异能够想到了。其他人就算是看到了地图，恐怕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含义，毕竟他们没有见过正常版本的地图。既然如此，灵异突然有了一个疯狂的计划。灵异从沉思之中回过神来，身旁的苏婉宁正在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他的脸登时就红了。那个，你看我干嘛？看到林毅这副模样，苏婉宁顿时就笑了。想不到刚刚那个冷酷杀神一般的林毅，还有这么可爱羞涩的一面。还莫等苏婉宁回答，林毅已经拉过身旁的苏婉宁，无视梅莲和其他同学畏惧的眼神，直接朝着窗边走去。林毅始终把苏婉宁保护在自己身体的内侧，保证就算班级中有其他黑暗猎人或炫灵法师偷袭，也无法伤害到苏婉宁。透过窗户，林毅隐约可以看到，此时教学楼的外面爬满了古怪又巨大的蚂蚁。这蚂蚁仿佛全身长满了尖刺和硬甲，大小也是寻常蚂蚁的100倍。那一只蚂蚁若是站起来，恐怕比人都高。被林毅拉着的苏婉宁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顿时大惊失色。这是什么东西啊？在见到蚂蚁的那一瞬间，林毅却是眼前一亮，自己的运气居然这么好。教学楼附近刷新的怪物居然是突刺冰蚁。突刺冰蚁，等级5，生命值50，攻击力30，技能前扑并撕咬，每次可造成150%攻击力的伤害。这是一种极为孱弱的前期小怪，非常适合他们现在刷经验。林毅迅速环顾了一周班级，有的人在研究系统界面的数据，有的人在嚎啕大哭，有的人双目无神的在发呆，更有甚者，居然在这时候朝着自己暗恋的女孩表白了。俩人想着反正可能也活不过明天了，居然此时已经抱着开始了互啃，想要享受这最后的时光。上一世这一夜林毅是抱着苏婉宁尸体哭泣度过的，但是这一世有了先前的经验，他必然不会再浪费时间，而且他有必须要变强的理由。第8章，前世最强。现在的苏婉宁没有职业，只是一个行走的躯壳，半死不活的诡异恶灵。苏婉宁虽然活着，但是只要被攻击触碰到，就会立刻死亡。任谁看来，恐怕都会觉得苏婉宁活不了几天的。可是作为重生者，林毅前世在系统的论坛上看到过一个特殊道具——转职锁。转职锁可以让玩家2次转职，从初级职业转职成为更强大的高级职业。更重要的是，这把转职锁可以帮助诡异恶灵转职成一个隐藏职业——死灵术士，一种可以召唤死灵的强大职业。但转职锁的获取难度同样是极高的。据目前林毅所知晓的唯一一种途径，就是获得前3次副本的全服第1评价。每次副本全服第1都会有所奖励，这奖励之中便包括了转职锁的一个部件，集齐3个转职锁的部件就可以获得转职锁。注意，不是3次，而必须是前3次，因为从第4次开始奖励会更换。虽然也是极为珍贵的道具，但是那些东西对于林毅来说都如同废铁，所以想要获得前3次副本的全服第1，他必须把他的实力提升起来。这个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暴风雨的前夜同样不能浪费。在这之前，林毅需要找到一个队友。林毅没有犹豫，因为他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了选择，那就是为他说话的小胖子。小胖子名叫唐俊仁，平日里在班级之中也是不受人重视的小透明，甚至以雷正义为首的一帮男生还给他起了一个唐丑人的外号，原因自然是他不太出众的外表。但是林毅很清楚，全民转职的时代里最没用的东西就是颜值了。此时的唐俊仁正呆呆地坐在角落之中，研究着自己刚刚转职的职业内容。林毅穿过人群，仍然是将苏婉宁护在身侧，朝着唐俊仁走去。所有注意到林毅动态的学生全都连忙躲开，生怕林毅这个杀人狂魔突然暴起，将他们全部杀害。林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就是要所有人畏惧他，不要靠近他，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苏婉宁。苏婉宁只是茫然地跟着林毅行动，他甚至至今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个世界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巨变。唐俊仁察觉到林毅的到来，诧异地抬起了头，看向林毅。林毅没有过多废话，他直接朝着唐俊仁伸出手，表情冷淡地开口说道：“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队伍。”听到林毅的话，唐俊仁微微一愣，肥胖的脸上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颤巍巍地指了一下自己，确认道：“你确定吗？我很胖，行动也不是很方便，会不会拖累你？”林毅果断摇头：“你以后会变成很厉害的人，你和我合作，我们会更顺利地活下去。”这并不是林毅在给唐俊仁画饼，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林毅的上一世，唐俊仁在后来成为了整个华夏青年服务器的最强放逐骑士，他是整个服务器内最坚实的盾牌，只要有唐俊仁顶在前面，所有在他身后的人都可以放心的输出，是所有人都争抢的合作队友。但他始终独身一人，不曾有过固定的队友。林毅知道，那是因为在他弱小的时候经历过太多的欺骗和排挤，让他产生了恐惧的阴影。现在林毅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林毅会在唐俊仁对他自己最没有信心的时候，帮他更好的建立信心，帮助他更快速的成为上一世的那个最强放逐骑士。而且有唐俊仁在，苏婉宁的安全也会更有保障。听到林毅的话，唐俊仁的脸上充斥着不可思议，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
从小到大，他都是一个自卑的人。听到林毅和唐俊仁的对话，那些一直注视着林毅的同班同学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音。这林毅是变异之后脑子有些不清楚了吗？居然想要和这种拖油瓶当队友，看来变异的越强越影响脑子啊！我倒是觉得他是想要把唐俊仁骗走杀掉，因为唐俊仁比较胖，肉更多，哈哈哈哈！周遭鄙夷的声音不断，那些侮辱的字眼也让唐俊仁再次开始怀疑自己，失落的低下了头。林毅目光凶狠的回头扫视了一圈，那些说闲话的同学立马闭上了嘴。如果我再听见有人在背后嚼一句舌根，我不介意送你们去见雷正义。林毅的声音冰冷的在教室内响起。那些同学纵使打心底里瞧不起林毅，但是先前林毅展现出来的实力的确让他们感到畏惧，所以林毅的话没有人再胆敢反驳。这个教室内陷入寂静。第9章6大职业。林毅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过头去再次看向唐俊仁，他的手仍然伸在空中。他心中很清楚，对于唐俊仁这种一直不太受重视、心思敏感的人，猛灌鸡汤很有作用。林毅将心中能够想起来的鸡汤句子一股脑全都说了出来。你难道就想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面蜷缩一辈子吗？这里给你的不叫安全感，而是退缩，而是避让，更是懦弱。可是你睁眼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他们不值得你畏惧。世间已经大雨滂沱了，所以你更要藏好你的懦弱，好好的走下去。我希望那些犹如倾盆大雨一般的鄙夷和攻击都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我想成为你可以放心把后背交给我的那个人，你也会是我在这诡异的转职世界之中最信任的伙伴。我们一起好好活下去。果然，林毅这一番鸡汤攻击起效果了，唐俊仁直接愣住了。林毅说的话深深烙印在了唐俊仁的心中。唐俊仁从没想过会有一个人如此坚定地向自己伸出手掌，而不是拳头。他更没有想过有一个人会想要当他的伙伴。伙伴吗？好。终于，唐俊仁伸出他胖乎乎的手，坚定地握住了林毅的手掌，露出一抹羞涩的憨笑。改变未来整个全民转职时代的一次握手，便在这间教室之中悄然无息地发生了。通天塔内，龙阳秋的眉头一直紧皱，就没有放松过。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唐俊仁的资料。一旁的队友心疼地提醒龙阳秋，同时递上一杯咖啡。别看了，龙队，这资料你都来来回回看了3遍了，我都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看的。这唐俊仁没有亮点，没有一丝一毫的天赋展现，甚至性格上还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软弱，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这种没营养的鸡汤居然都信，甚至体型太胖，我看他活动都费劲。这种人恐怕是活不过3次副本。龙阳秋不悦地摆了摆手，拒绝了队友递上来的咖啡，冷哼道：我还能不知道这些？可就是因为这些，我才更是想不明白林毅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小胖子当队友。全民转职时代里面，伙伴是最重要的东西，能否从一个个惊险刺激、困难重重的副本之中存活下来的关键就是有没有一个好的伙伴。可是林毅的选择居然如此草率。龙阳秋当真不想刚刚燃起的希望火苗再次破灭。灯塔国有精彩绝艳、天神降临的喋血战士安德鲁·福，泡菜国有魔力滔天、法术卓绝的炫灵法师金城沃，樱花国有隐秘黑暗、杀人无形的上忍暗影刺客梅川苦茶，灰熊国有奶量惊人、眼光毒辣的荣光牧师伊芙莲斯基。华夏国呢？都说华夏有他狂刀怒斩雪一雕的龙阳秋，可是龙阳秋自己心里清楚的明白，自己和安德鲁·福比起来仍然是差了一个境界的。龙阳秋哪怕拼了命的努力，也追赶不上安德鲁·福的天赋，这是先天的差距，龙阳秋也没办法。所以龙阳秋明白，现在华夏急需一个真正的天才。他以为林毅会是那个人，可是现在他开始动摇了。林毅只凭一句话就能够震慑全班同学的这一幕，全部落在了角落的一位少年眼中。只是那少年眼中不是恐惧亦或羡慕，而是嫉妒和疯狂。这少年名叫蒲怀，他和林毅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此时的蒲怀已经研究明白了系统界面之中的好友系统，正在疯狂地添加着班级之中的同学为好友，并且在不断地发送着消息，似乎在谋划着什么。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不曾离开林毅，他的眼神犹如一头正在觅食的野兽，充满着狂野和血腥，还有疯狂的杀意。蒲怀相信，如果他现在杀死这个林毅，他一定可以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如今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只有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更好的活下去。蒲怀自诩是一个聪明人，他很满意自己的计划，而自己的职业更是可以很好的配合自己的计划。这就是天命。林毅当然不知蒲怀此时的想法，此时他也正在添加好友。林毅已经教会了苏婉宁和唐俊仁添加好友的操作，3人成功实现了互加好友。林毅，在我们小队之中的私聊是不会被听到的，所以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会选择在小队频道之中说。唐俊仁，收到。
苏婉宁，好。林毅看到两人可以顺利的接收和发送私聊讯息，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在队伍之中开口。林毅，现在我要简单给你们介绍一下全民转职的时代，职业一共分为6种。林毅分别是黑暗猎人、放逐骑士、喋血战士、荣光牧师、暗影刺客、炫灵法师。每个职业有每个职业的特性，比如唐俊仁转职的放逐骑士。唐俊仁闻言连忙正襟危坐，认真还是听讲。说实话，刚刚他并没有研究明白自己的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林毅，放逐骑士最大的功能就是保护，它属于一种坦克职业，它的被动技能也非常强悍。当放逐骑士举起盾牌的时候，放逐骑士可以根据身后队友数量获得减伤效果，最高是 20%。 唐俊仁，毅哥， 20%是不是有点少啊？林毅却缓缓摇了摇头。林毅，不少，千万不要小看这 20%。 在后期几乎没有一个职业可以迅速解决掉一个举盾的放逐骑士。虽然放逐骑士偏向于保护类型，但这个职业也并非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不过确实是近战之中最弱的。唐俊仁，那进攻能力最强的是哪一个职业？林毅的回答没有半点犹豫。林毅，暗影刺客。林毅，三大近战职业之中，暗影刺客近身攻击能力最强，接着是喋血战士，最后是放逐骑士。不过防御能力这三者就是要反过来了。林毅，三大远程职业之中，炫灵法师攻击能力最强，而且拥有很强的范围攻击能力，接着是黑暗猎人，最后就是辅助能力最强的荣光牧师了。唐俊仁和苏婉宁缓缓点头，逐渐在接受着这些他们先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在他们眼中，林毅仿佛一本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疯狂地替他们扫清着前方的未知障碍。林毅还指导唐俊仁完成了天赋的加点。按照前世唐俊仁的表现来看，林毅为他选择了全体制的加点，于是唐俊仁的血量瞬间暴涨到了140点，比林毅还要多出8点。林毅想的是，既然唐俊仁并不擅长进攻，那便让他把防御做到极致，这也是他前世成为最强坦克的原因之一。林毅注意到苏婉宁的眼底闪过一丝落寞，或许是他看到其他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职业，可自己只是一个让人厌恶和嫌弃的恶灵。林毅抬起手，轻轻地拍了拍苏婉宁的肩膀，柔声说道：“你肯定也可以转职的，我保证。而且你放心吧，你以后一定也会变得强大无比，到时候可能还需要你罩着我呢。我相信你。”苏婉宁原本落寞的心情瞬间被林毅的话语一扫而空，甜美的笑容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谢谢你，是你救了我，如果不是你，我恐怕……苏婉宁此时已经从最开始的茫然之中缓过来一些，也终于开口对林毅表达了感谢。他对于林毅的感觉一直都有些不一样，那是一种特殊感，是那种人群之中就可以一眼注意到的特殊。可惜因为一些往事，苏婉宁不敢表露情绪，更不敢和林毅有更多的接触。林毅轻笑一声，并没有在意苏婉宁的感谢。他没有告诉苏婉宁他想要转职需要多大的难度，毕竟就算苏婉宁知道，现在的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既然简单的扫盲已经结束，接下来就要开始刷怪升级了。走吧，现在我们需要出去练练手了。第10章，我要去刷怪。唐俊仁和苏婉宁的眼神之中都闪过一丝迷茫。练手？此时的林毅却已经自顾自拉着苏婉宁起身。林毅仍然是悉心的将苏婉宁护在身前，然后他便带着苏婉宁和唐俊仁朝着教室的木门走去。木门这里没有任何人敢聚集于此。他的行动迅速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注意，有的女生颤声问道：“你们要做什么？系统不是说了吗？我们都被限制在这里了，不能离开，离开很有可能会死的。”林毅瞥了那女生一眼，没在意。他或许也是好心提醒自己，可惜好心有余，脑子不足。林毅一把拉开木门，径直的迈步走了出去，苏婉宁和唐俊仁紧随其后。虽然他们两人不知道林毅要干什么，但是潜意识告诉他们，跟着林毅总是没有错的。教室的角落，蒲怀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然后迅速躬身跟了上去。教室外，林毅仔细聆听着身后的声音。当微弱的脚步声响起时，林毅冷笑了一声，装作没听见一般，继续朝前走去。果然，那人还是不死心，和前世一样，非要杀掉自己不可。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林毅心狠手辣了。虽然林毅不是一个随意杀人的刽子手，但那些和他有仇的人，他一个也不会放过。离开教室，既是因为林毅要去刷怪练级，同时也是林毅悄然布下的一个可怕的陷阱。林毅的行动同样引起了通天塔内所有幸存者的注意。这是要干什么？他居然选择现在就去刷野升级，他疯了吗？第一天晚上居然是可以出去刷级的吗？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呢。这小子真的确定自己能够打得过那些诡异变异之后的生物吗？1级而已，毕竟还是太弱了，连一个主动技能都没有，
第一个主动技能可是要5级才能解锁。华夏国的直播间内，不少幸存者都发出了惊呼。龙阳秋也被林毅的操作吓住了，他看向自己身旁的副队长尤婉，嘴唇微干，艰难地开口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43个平行世界之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做过吧？”尤婉迅速翻看着自己手中的资料，片刻之中确信地点了点头，回复道：“没错，他是全球的第一个。毕竟第一天全民转职的时候，通天灵塔的本意只是让所有人了解一下自己的职业和被动技能，并且熟悉一下武器。第一次全民副本也不会有太难的怪物，主要还是帮助刚刚转职的玩家熟悉整个过程。”龙阳秋自然是明白这一点的，缓缓地点了点头。可是现在他们面前这个林毅似乎偏偏要打破这一点。1级的时候不仅血量少，攻击低，更是连一个主动技能都没有，他怎么去对付那些怪物？他到底是无知者无畏，还是真的天赋异禀呢？华夏真的能够出现一位带着他们一转颓势的天才吗？林毅此时的心情其实还是很放松的，刷一个怪而已，有什么难的？正好还能利用小怪锻炼一下他的无敌闪避技巧。暴风雨前夜刷怪的确是林毅突然的奇思妙想。林毅认为，既然系统都没有限制他们进入怪物活动的区域，那不就是证明可以刷吗？穿过幽暗寂静的长廊，林毅3人只能听见他们自己的脚步声悠然回荡在耳畔，前方已经开始传来阵阵的嘶鸣声音。整个校园静悄悄的，所有班级都被隔绝在了各自的班级内，没人像林毅一样敢随意离开教室。林毅倒也是乐得清静，他刷怪的时候也不希望有人打扰。苏婉宁好歹刚刚也是看到过那些变异的巨大蚂蚁了，可唐俊仁此时心中充满着未知的恐惧，他已经死死将左手中的盾牌挡在了自己的身前，右手颤颤巍巍地握着长剑，这便是骑士的专属武器盾与剑。毅哥，咱们这是要去哪啊？我从来没觉得学校这么阴森过，那些嘶鸣声是怎么回事啊？此时唐俊仁的牙齿已经开始了打颤，看向前方的眼神充满着畏惧。林毅开口劝慰道：“别怕，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转职者了，你要记住，你的职业其实是很强大的。你不要怕那些怪物，而是那些怪物应该怕你。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学校的操场，那里有一些好东西。”唐俊仁吞咽了一口唾液，心中不安的感觉更加强烈了。他总感觉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终于，操场到了。此时嘶鸣更加震耳欲聋，唐俊仁也终于看到了那一群巨大的蚂蚁。那些蚂蚁随便一条腿可能都比唐俊仁的大腿还要粗，它们额前的触角更是仿佛牛角一般，上面有着漆黑的倒刺，在黑夜之中闪烁着让人胆寒的光芒。唐俊仁哪里见过如此场景，后退一步就想要逃跑。唐俊仁刚要一声尖叫喊出来，林毅就把他的嘴巴给捂住了。小点声，你不招惹他们，他们是不会过来的。没玩过网游吗？小怪都是有固定的活动范围的，只要你不走进他的攻击范围，他们是不会对你发动攻击的。唐俊仁这才稍微平静下来一点，眼神示意林毅自己不会再喊了。林毅这才松开手。毅哥，既然他们不会攻击咱们，那么咱们快走吧。万一我们不小心走进了他们的攻击距离，岂不是危险了？林毅却是轻笑一声，将苏婉宁带到了唐俊仁的身后，开口道：“走，我就是冲着他们来的，为什么要走？老唐，保护好苏婉宁，绝对不可以让他受到半点攻击，知道了吗？”林毅按着唐俊仁的肩膀，目光无比认真地看着唐俊仁。唐俊仁愣住了，这种眼神是他前18年间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个眼神之中满是信任。刚刚唐俊仁是看到了的，林毅为了护住苏婉宁付出了多少努力，哪怕是雷正义的刀已经挥舞到了他的头顶，他也不曾后退。唐俊仁自然能够明白苏婉宁对于林毅有多重要，所以下意识的唐俊仁想要退缩。我不行吧？林毅却是轻轻摇了摇头，语气严肃无比，继续道：“我相信你，老唐，你绝对可以的。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吗？我们是伙伴，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伙伴，所以我信任你。”唐俊仁突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他忍住眼泪，坚定的点了点头，然后才反应过来，连忙问道：“那一个你要去干嘛？”林毅挑了挑眉：“我要去刷怪。”第11章云淡风轻的那一步。上。林毅的话差点惊掉唐俊仁的下巴。你要刷怪？唐俊仁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如果自己面对这些如此恐怖的大蚂蚁，会是什么景象？林毅微微颔首，不再过多解释，目光朝着那些突刺兵蚁看去。我们现在是组队状态，所以你们不要离我太远，但也不要离我太近，站在这里就好。若是有什么危险，不用管我，立刻带着苏婉宁离开，明白了吗？老唐。唐俊仁坚定的点了点头。苏婉宁却是有些不放心，犹豫再三，还是开口道：“我感觉这里很危险，要不你还是不要去了。”林毅回头温柔一笑，
他对待其他人都是冷漠冰冷，但是看着这个女孩，林毅那颗被在前世已经被杀戮包裹的心，仿佛也有片刻的温馨存在了。放心吧，全民转职时代开启之后，每个人时刻都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不勇于打破面前的危险，那么绝对活不了多久的。说罢，林毅头也不回地朝着突刺兵役的蚁群走去。林毅心中其实还有一段话没有说，前世的他就是浑浑噩噩的，没有拼搏打破危险的信念，但这一世他必然要做出改变。苏婉宁被林毅的这番话说得有些发愣，一人朝着几十头巨大的蚂蚁而去，这需要多大的魄力？唐俊仁同样被这一幕震撼了，在他们眼中，这时候的林毅背影虽然看起来弱小，但是他的勇气已经足以颠覆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当然，林毅也不是只有一腔孤勇的无脑者，他正在仔细观察着突刺兵蚁的活动范围。如果他贸然靠近的话，很有可能一次性触发多只兵蚁。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被触发的突刺兵蚁同样还可以触发其他的兵蚁。所以，林毅不仅仅要注意自己的走位，更要注意突刺兵蚁的走位，这才是最难做到的。不过由于前世受到的排挤，林毅没少自己一个人练过级，加上他对数据的极度敏感，计算小怪活动范围这件事对于林毅来说轻而易举。林毅站定原地，只观察了2-3分钟，便研究清楚了兵蚁的活动范围，并且找到了一只相对安全的突刺兵蚁。林毅从系统的背包之中掏出自己的新手武器长弓，谨慎地朝着那只边缘的兵蚁靠去。他已经观察到了，这群突刺兵蚁只能进行方块内的对角运动，所以越靠近边缘的兵蚁越不容易触发其他的兵蚁。就在那只突刺兵蚁距离其他兵蚁最远的时候，林毅不再犹豫，直接一步踏入了那只兵蚁的攻击范围。嗡！那只突刺兵蚁的眼睛瞬间变得猩红起来，它的触角也开始疯狂地震动起来，两只前腿兴奋地抬起，然后直接朝着林毅而来。看到这一幕的唐俊仁和苏婉宁魂都快要吓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这真的是他们平时可以随便踩死的那种小蚂蚁吗？怎么感觉现在他们的身份互换了呢？现在他们才是可以被随便踩死的对象。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的蒲怀也被吓了一跳，不过他很快就兴奋起来，开始在自己的系统界面里面疯狂地发送着消息。只有林毅面对着突刺兵蚁毫无感觉，他前世已经见过更多更恐怖的诡异生物了，这只是一只蚂蚁，还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影响。林毅仔细观察着这只突刺兵蚁朝着自己冲过来的路线，等确信他没有触发其他兵蚁之后，林毅这才松了一口气，直接搭箭拉弦，一箭朝着兵蚁射去。这种兵蚁的生命值其实很低，甚至不如雷震一高，但是他们的攻击力极为强劲，速度也非常快。若是被突刺兵蚁碰到一次，直接就是30点血量消失。不仅如此，突刺兵蚁最恐怖的一点就是他的技能。突刺兵蚁真是一如其名，因为他们的技能就是突刺，突刺的速度几乎是难以反应过来的，而且威力会提升到他们攻击力的 150%， 也就是瞬间扣除45点血量。林毅一共也就132点血量，可承受不住这突刺兵蚁的几个技能，所以走位显得尤为重要。好在现在的林毅有无敌闪避技巧，林毅的弓箭落在了突刺兵蚁坚硬的躯壳上，并没有能够造成什么明显的损伤，但是突刺兵蚁的头顶上露出了一个6的字样。林毅见状眉头微皱，怎么会是6？正常来说他的攻击力是11，应该可以扣除突刺兵蚁11点血量。很快林毅明白过来，因为等级压制，这突刺兵蚁的等级可是5级，此时林毅的等级太低，他的攻击将会被不同程度的削弱。林毅这才明白在暴风雨前夜刷怪的棘手之处，无妨，多射几箭而已。林毅淡笑，依旧是云淡风轻的模样。几乎是瞬间，突刺兵蚁已经来到了林毅的面前不远处，抬起了他硕大的前腿，朝着面前的林毅踹了过来。小心！苏婉宁看到这一幕简直是差点魂飞魄散。林毅要是被这一脚踹中，哪里还能活得下来啊？要不是唐俊仁拉着，恐怕苏婉宁已经冲过去了。唐俊仁此时还记得林毅的话，他一定会好好保护苏婉宁。但是唐俊仁也不敢去看接下来的画面，紧紧闭上了眼睛。龙阳秋盯着监视器之中的画面，轻声叹了一口气。哎，这林毅太冲动了，在一级就面对上这个突刺兵蚁，实在是有些太危险了一点。突刺兵蚁这一腿，他恐怕是躲不过去了。虽不致死，但是接下来林毅就很被动了。别忘了，他身旁还藏着一个虎视眈眈的蒲怀呢。操场上，悄悄躲在暗处的蒲怀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恶狠狠的目光死死盯着林毅，在心中疯狂地咆哮着：快，大蚂蚁，直接给他踩碎，这样我就坐收渔翁之利了。这傻逼林毅肯定没想到，我居然会在这里蹲着准备抢他的怪。哈哈，你还是太嫩了，老子驰骋网游的时候，你还在做哪些垃圾数学题呢？哪怕是攻击已经近在咫尺，
林毅仍然保持着射箭的动作。此时那突刺兵蚁恐怖骇人的硕大前腿已经悬在了林毅的头顶，坚硬如钢铁的毛絮似乎已经触碰了林毅的发梢。林毅面色如常，他轻轻松开束缚弓箭的双指，与此同时朝着自己的右侧缓缓迈出一步。这一步就好像是翩翩起舞的舞者迈出拨动世界心弦的舞步。第12章云淡风轻的那一步。下，轰！突刺兵蚁的前腿落下，狠狠地砸在了操场的地面上，轰然的声音响彻整个校园。黑夜之中，在林毅的脑袋上缓缓飘过一个单词 ：miss。那只兵蚁的攻击居然被林毅闪过了，因为林毅已经移动了一小步。云淡风轻的一小步，这一步看似简单，但其实是林毅精妙计算能力和外挂给予的无敌闪避技巧的结合。当突刺蚂蚁抬起前腿的时候，无敌闪避技巧立刻给出了闪避方案。经过林毅迅速的计算求证，他很快得出无敌闪避技巧是对的，只需要简单的一小步就可以脱离了突刺兵蚁的攻击伤害判定范围。这无敌闪避技巧当真好用。看到这一幕，有人欢喜有人愁，还以为林毅会被突刺兵蚁一脚踹死的蒲怀满脸失望，隐蔽起来的身躯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这傻逼蚂蚁这都踹不到。苏婉宁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旋即露出一副欣喜的表情。他连忙碰了碰身旁的唐俊仁，颤声道：“你看，林毅他还活着。”真的。唐俊仁猛然抬起头，当真看到了安然无恙的林毅。唐俊仁和苏婉宁则是对视一眼，皆是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骇。林毅简直是太神了吧，他到底哪里来的信心和勇气，如此笃定自己的不会被打到的呢？这一幕直接让通天塔内注视着林毅的幸存者们全体呆滞住了。卧槽，他们看见了什么？龙阳秋从片刻的迷茫之中反应过来，拳头轰然砸向了他面前的桌子，居然直接把桌子砸了个洞。这小子这要牛，他居然能够精准地判断出突刺兵蚁的攻击范围，并且对自己的判定自信无比。一小步的挪动，直接闪开兵蚁的攻击，并且不忘给突刺兵蚁补上一箭。一步不多，一步不少，就是一小步。这种冷静，这种魄力，这种判断，太牛逼了。龙阳秋身后的女性炫灵法师的双眼仿佛冒出了点点星光，喃喃道：“简直太优雅了，我从没见过有人能在和怪物战斗的同时还如此优雅。你们看。”甚至是自始至终，林毅的脸色都没变过，他对自己的判断有着无比的信心。尤婉平日里若是看见龙阳秋破坏通天塔内设施，他一定会怒斥龙阳秋。上次龙阳秋不过是做坏了一个凳子，就被尤婉追着骂了1个小时，毕竟损坏是要赔偿的。可是这次尤婉也顾不上责骂了，无比兴奋地说道：“而且他刚刚计算突刺兵蚁的攻击范围时，不仅速度很快，胆子也很大，或者说他对自己的计算非常自信。我想到了。他的数学成绩，他恐怕天生就对各种数据敏感，但饶是如此，也仍然精准的可怕。我刚刚通过电脑计算了一下，你们看。”尤婉在电脑上显示出突刺兵蚁的活动范围。所有人都看到林毅在踏入那个范围之前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就绝对会触发突刺兵蚁，他十分自信。龙阳秋好奇地看向尤婉，开口问道：“若是你多久能够计算出这一切？”尤婉一愣，立刻把自己带入进去林毅刚刚的状态。片刻之后，尤婉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论：他计算的速度不弱于现在我，但是我是有上百场厮杀的经验，而当时刚刚觉醒的我，绝对是远远弱于现在的林毅的。其他人听到这句话，瞬间把惊骇的目光看向了尤婉。尤婉是幸存者之中计算能力最强之人，有他这句话，无疑是将林毅再次拔高了一个层次。此时，林毅加点选择的错误和队友选择的失误都已经被所有人抛到了脑后。他们只想知道接下来的林毅还会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操作。此时不仅仅是华夏的幸存者们盯着林毅，通天塔内各个楼层都是灯火通明，每个国家的小队长和分析员都在疯狂记录着林毅的资料和他从全民转职时代降临之后的种种操作。灯塔国的队长名叫安德鲁弗，一个已经反复被提及的天才。此时的他正眉头紧皱地反复观看着林毅云淡风轻迈出的那一步。他只是一个刚刚觉醒职业的普通人，他到底是如何判断出来这一切的？这简直太神奇了。安德鲁身旁的一个金发碧眼妹子正紧紧挨着他，妹子那高山一般的胸脯不断摩擦的安德鲁健壮的手臂，似乎在暗示着他什么。哦，安德鲁，别在意那个小子了，不如让我们去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安德鲁不耐烦地直接将那个妹子推到一旁，看向身后的另一名男子，沉声问道：“这个平行世界是不是已经是最后一个了？”他身后那个男子满脸大胡子，极为邋遢，嘴角甚至挂着昨天或者前天吃的披萨酱，但是大胡子的双眸极为清亮，
仿佛世间的一切都逃不出他的算计。大胡子在手中的平板电脑上计算一番后，肯定的点了点头。通天塔已经经历过43个平行世界，没错，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也就是第44个。等这个平行世界的44个灾变副本结束之后，恐怕通天塔就会再次发生异变了。到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副本。安德鲁闻言，眉头更加紧皱了。如果这灵异活到了最后，华夏国的危险程度会是多少？大胡子再次低头计算起来，在计算的时候，他的眼神之中甚至能够迸发出夺目的光芒。很快他就给出了一个答案：噩梦级。安德鲁的脸色瞬间大变，灵异可没时间去感受死里逃生的侥幸。灵异趁着这突刺兵蚁这次攻击之后的僵直，瞬间射出2箭。其实以他搭建拉弦的速度来说，想要再射出1箭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了。这突刺兵蚁的攻击方式并不仅仅只有前腿这一种，他甚至可以用自己的触角进行扫荡攻击。若是灵异和他贴身的话，是十分危险的。灵异迅速地拉开了距离，既保证了不会超出突刺兵蚁的活动范围，又不会离突刺兵蚁太近，给突刺兵蚁机会。若是离开了突刺兵蚁的活动范围，这突刺兵蚁是会迅速转身回到初始位置的，这样灵异辛辛苦苦打掉的血量也会被恢复如初。灵异可不想自己的努力白费。可是当灵异刚搭建拉弦，想要继续攻击突刺兵蚁的时候，异变突生。这突刺兵蚁居然突然昂起了头，晃了晃脑袋，前腿也弯曲了下去。灵异双眸微凝，这突刺兵蚁要释放技能了。若是被这突刺兵蚁撞到，瞬间就会扣掉自己45点血量，那么自己接下来的刷怪难度可就要大幅度提升了，一定要尽可能的躲开。灵异瞬间放弃继续射箭，将长弓收入背包之内，这样会微弱的提升他的移动速度。虽然不明显，但在此时聊胜于无啊！这个技能的攻击范围可是比突刺兵蚁的普通攻击范围宽得多，想要躲避绝对没有那么容易。而且这突刺技能还会微弱的移动方向，这更是增加了灵异的躲闪难度。但是这突刺兵蚁毕竟是没有什么灵智的怪物，灵异还是有对策的。虽然把握不大，但是总要试一下。终于，这突刺兵蚁准备完毕，硕大的身影瞬间如同鬼魅一般朝着灵异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那长长的触角如同一根硕大的长矛，闪电般朝着灵异的胸膛刺来。灵异在突刺兵蚁准备冲出来的前一个瞬间，佯装自己要朝右躲避。这一幕自然是被突刺兵蚁猩红的眼睛捕捉到了，所以突刺兵蚁的前腿便微微朝向灵异躲闪的方向偏移，然后瞬间冲出。但灵异在这一瞬间却突然改变了方向，朝着反方向扑了出去，然后在空中将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像是一个球一般落地，再次翻滚出去了一段距离。这一幕仿佛游戏之中的翻滚画面全被一个真人做了出来。当然，这还是得益于无敌闪避技巧的帮助。灵异此时无比庆幸自己选择了兑换这个奖励。唐俊仁等人瞬间瞪大了双眼，这一哥练过武术不成？居然还会这一招，太神了吧！灵异给他们的震惊简直是如同海浪一般，一浪接着一浪，浪不停歇。但是不得不说，若不是他的诱导让突刺兵蚁的方向发生了偏移，加上翻滚躲避，他是绝对来不及闪开突刺兵蚁的技能的。毕竟距离实在是太近了。如果说刚刚躲避突刺兵蚁的那一小步移动表现了灵异精准的计算能力，那么这一次的诱导和翻滚便体现了灵异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计谋，加上灵活的身体控制，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普通高中生能够表现出来的程度。果不其然，这一幕瞬间让通天塔内沸腾了。恐怖，简直是太恐怖了！这灵异可以啊，这一个翻滚也太帅了。但是还是有点问题的，如果他翻滚的同时射出一道追魂箭，就能一边躲闪一边攻击了。你是傻逼吗？他才1级，你让他用10级的技能追魂箭开挂呢？我操！看得我太入迷，我都忘记了。主要是他的操作实在是不像是一个1级的新人啊。那名华夏幸存者懊悔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他居然都有些忘记了，自己看的是一名只有1级、刚刚觉醒不到半个小时的新人。此时有的新人还没看完职业介绍，有的新人却已经可以独自挑战一只变异怪物，这就是世界的参差吧？对啊，所以这灵异的接受能力是真的强。龙阳秋听到身后队友的讨论，脑海之中突然灵光一闪，刚想要拍桌，而且才想起自己的桌子早就已经被自己拍坏了。但是这不影响他兴奋的起身，高声道：“我知道这个灵异天赋是什么了，就是无与伦比的接受能力。”众人听了龙阳秋的话，都也是一头雾水。龙队，你什么意思啊？龙阳秋有些兴奋，指着自己手中那些灵异平平无奇的报告。在原本的普通世界，他的确表现得普通无比，因为那个世界运行的规则从每个人生下来就安排好了，每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读书学习考大学，所以
林毅的接受能力并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可是现在全民转职时代突然降临，所有人的计划被打破，规则被改变，这时候林毅的能力就凸显了出来。一旁的尤婉也明白了龙阳秋的意思，接着说道：所以他在播报都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发现了身旁同桌的异变，迅速出手破坏了脓包，成为了全服首杀第一人。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有奖励，只是这个东西出现在他面前，他下意识地选择了破坏。接着他迅速接受了全民转职时代降临的事实，无视其他人的茫然，迅速分析出实力是此时通关副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选择刷怪。别人用1天才能理解和接受的事情，他只需要1瞬间就可以明白，这就是他的天赋。龙队是不是想这么说？龙阳秋听着尤婉比自己还要详细的分析，厚着脸皮点头，满脸兴奋地说道：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尤婉还没说完，此时他的情绪同样激动，继续说道：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刚刚已经发现的，他的计算能力。在他数学天赋的帮助下，他可以很快洞悉全民转职时代的规律，并加以运用，这种数据流是很容易成为强者的。龙阳秋连连点头，不受控制的不停鼓掌，称赞着：这个林毅实在是太让我惊喜了。不行，我现在就想上报领导者。龙阳秋激动地说道。一直支持龙阳秋的尤婉却是迅速冷静下来，理智让他缓缓地摇了摇头，开口道：现在就惊动领导者恐怕不妥，这才只是第1天呢，我们还是应该再继续观察观察。在通天塔之内分为几种人，一是龙阳秋这种幸存者，他们全都是在各自平行世界通过44次灾变副本存活下来的强者。除此以外，还有领导者。领导者神秘无比，没有重要决策一般不会露面。传说领导者皆是被通天塔从幸存者之中筛选出来的，至于在网上只有传说中的决策者，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是我冲动了。听了尤婉的话，龙阳秋平静下来，目光再次落在了屏幕之上。现在甚至连第1次灾变副本还没经历，自己说这些的确是有些早。不过现在的他已经对林毅抱有极大的希望。龙阳秋把目光看向华夏服务器的其他屏幕，此时其他的屏幕大多都是大同小异，哭泣、茫然、摆烂，只有林毅所处的屏幕上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不过这次龙阳秋看的不是林毅，而是不远处一直潜伏着的蒲怀。你们说林毅能从这蒲怀的偷袭之下活下来吗？第13章，想抢怪。意料之中的背刺。躲过突刺冰蚁的技能之后，林毅的压力可以说是骤减。虽然每次只能攻击掉6点血量，好在这突刺冰蚁本身的血量并不多，现在的林毅只需要再射出1箭，就可以将这个突刺冰蚁成功击杀。按理来说，这时候的林毅应该就可以放轻松一些了。唐俊仁和苏婉宁就是这样的想法。他们2人看着突刺冰蚁的血条，长出一口气。林毅真的成功了，一哥太厉害了，如果是我，肯定早就死了。唐俊仁发自内心的说道。苏婉宁也是点头同意。正在拉弦的林毅却是勾起一抹冷笑。厉害吗？这才刚刚开始呢。现在我就要给你们2人再上一课了。全民转职时代内，比怪物更可怕的永远都是人性。当微弱的脚步声在林毅身后响起的时候，林毅冷笑一声，轻声道：等你很久了，好兄弟。林毅的剑矢骤然破空而去。可是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突刺冰蚁，而是一片虚空。就在唐俊仁和苏婉宁以为林毅射空了的时候，一道身影居然突兀浮现。蒲怀，那是他们的同班同学蒲怀。他居然凭空出现在了夜色之中，一脸惊骇地看着林毅径直射向他的剑矢。不可能，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林毅嗤笑，不可能的事情太多了，偏偏这一件事是可能的。暗影刺客的隐身技能可不是无敌的。暗影刺客的被动技能叫做隐身，可以持续5分钟，只有被攻击到或者主动攻击才会再次显形。在蒲怀的眼中，这技能无疑是偷袭的最强技能。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林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居然能够预知他的位置。下一刻，剑矢击中蒲怀之后，再次划出一个弧线，朝着那只残血的突刺冰蚁射去。突刺冰蚁的血量瞬间清空，而此刻林毅、唐俊仁还有苏婉宁的身上金光一闪，他们升级了。抢怪失败，蒲怀气愤的双眸猩红，死死地看着面前的林毅，眼神之中满是愤怒。林毅，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你真以为我抢不到怪就杀不掉你了？我发誓，你和苏婉宁这个贱女人很快就要一起下地狱了。林毅看着面前的蒲怀，神色依旧淡然，只是眼眸之中已经宛如冰天雪地。远古时期的仇恨如同潮水一般再次涌入了林毅的脑海。他和这蒲怀算起来可以说是积怨已久，原因正是苏婉宁。
初中时期的蒲怀和林毅其实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林毅喜欢苏婉宁这件事，蒲怀自然也是了解的。可是蒲怀仍然是偷偷朝着苏婉宁表了白。被拒绝之后的蒲怀恼羞成怒，居然当众造苏婉宁的黄谣，更是大骂苏婉宁只是装纯的婊子。这件事让林毅暴怒不已，狠狠揍了蒲怀一顿，俩人关系也彻底决裂。虽然高三再次分到了同一个班级，但两人从来没再说过一句话。前世蒲怀在后面找了林毅不少次麻烦，若不是林毅运气还不错，恐怕前世就被蒲怀杀掉了。这一次林毅可不会再给蒲怀这种机会了。林毅目光微眯，先是确定了一下苏婉宁的安全，接着冷眼看向对面的蒲怀，冷笑道：就凭你吗？你还是1级，而我已经2级了，你明白这其中的差距吗？手持匕首的蒲怀露出了满脸的狞笑。林毅，你别给我装了，2级又如何？你还能上天不成？你当我是雷正义那个蠢货，只会单打独斗？你真当几句话就能吓住我？不如你看看你的身后。林毅的余光一边盯着蒲怀，一边朝着身后看去。此时他的身后居然站着7、8位他的同班同学。之前就对苏婉宁很不满的梅莲赫然站在其中。除了梅莲刚刚和自己发生过一点矛盾，其他的那几个同学平日里林毅并没有怎么接触过啊。可是他们眼中虽然有那么一丝对于林毅的畏惧，但更多的是仇恨和狰狞。林毅有些不解，为什么他们会对自己有如此之大的仇恨呢？蒲怀满意的看着林毅表现出来的诧异，他狞笑一声，猛地朝着刚刚赶来的那几位同学高喊道：同学们，你们愿意和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同在一个屋檐上生存吗？甚至这个恶魔还庇护着系统让我们杀掉的恶灵，他这种自私的行为终将会把我们推向死亡的深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怎么可能和这种恶灵共同生存？虽然他之前也是我们的同学，可是他现在已经变了，我们不能再有怜悯之心了。大家说，这林毅和苏婉宁该不该杀？蒲怀此时还在不停地蛊惑那几位同学。蛊惑人心一向是蒲怀的拿手好戏，刚刚蒲怀就一直在通过系统空间之中的加好友的功能挨个私聊，准备悄悄召集起来一批队伍将林毅杀掉。那几位同学虽然有些害怕，但是他们毕竟人多，加上蒲怀一直的煽动，此时这几人全都紧握着自己手中的武器，怒吼一声：杀！我们要杀光恶灵，杀死林毅！他们对于蒲怀的洗脑十分信任。蒲怀满意的看着这一切，你看吧，林毅，大家都很痛恨你，很想杀掉你啊！你这人还当真有够失败的。你2级又怎么样？我们这里一共9个人，想要杀掉你们3人，简直是绰绰有余。蒲怀狭长的眸子看向一旁还在瑟瑟发抖举着盾牌的唐俊仁，咧嘴耻笑道：你这死胖子，长得不怎么样，眼光也不好，居然选择与这个恶魔一起。不过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现在回头把你身后那个贱女人杀掉，我们就既往不咎，如何？唐俊仁此时心跳得很快，他看着那些同班同学阴鸷和疯狂的面庞，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居然会变成这样。蒲怀那循循善诱的话语并没有在唐俊仁的心中掀起半点波澜，他仍然记得刚刚林毅鼓励他的那一番话，他觉得林毅绝对不是坏人。唐俊仁举着盾牌的手忽然就不再颤抖了。你放弃吧，我是一哥的伙伴。蒲怀见状也失去了唐俊仁继续说话的兴致，只是不屑地嗤笑一声：伙伴，我看你也就只是一条忠诚的狗罢了。第14章计划祸水东引。林毅看着面前的不断叫嚣的蒲怀，突然感觉有些可笑。9个人很多吗？林毅在心中笑笑，懒得理会蒲怀，在脑海之中打开了属性面板，将新获得的属性点加到了体质和幸运上。此刻由于等级的提升，林毅的数据面板再次发生了变化。林毅第一滴血称号佩戴中，等级2，血量193左圆括号175加18右圆括号，攻击力17左圆括号15加2右圆括号，法强11左圆括号10加1右圆括号，蓝量83左圆括号75加8右圆括号，敏捷20左圆括号18加2右圆括号，幸运2。林毅还不忘提醒唐俊仁一句：老唐，升级之后属性点可别忘了加。一脸紧张的唐俊仁一愣，然后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打开面板，将2点自由属性点全都加在了体质上面。刹那间，唐俊仁的血量变成了215点。林毅刚刚惊鸿一瞥，已经确认过了。他的身后一共8名同学，其中有2个炫灵法师，2个喋血战士，一个黑暗猎人，一个荣光牧师和2个暗影刺客，加上林毅面前的蒲怀也是一个暗影刺客，一共9个敌人，4个远程职业，5个近战职业。林毅现在的血量是193点，其实不算少了。但是只要9个人中每个人都命中林毅2下，
林毅恐怕就要当场毙命了。想要杀掉这些人，还是得依靠智斗。自己的处境虽然很危险，但林毅知道，这时候不能慌不能乱，一定要冷静。越是危险的时候，就越要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时，林毅的余光看到唐俊仁想要上前帮忙，连忙沉声呵斥道：“老唐，别忘了我说的话，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情，别管我。”唐俊仁刚刚迈出的脚步一顿，再次缩了回来。可是唐俊仁身后的苏婉宁却是不断催促着：“你快去啊！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啊？你不用管我，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苏婉宁脸上猩红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停过，看起来十分的瘆人。但是唐俊仁不为所动，死死将苏婉宁护在身后，固执地说道：“一哥让我保护好你，那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他们想要伤害你，那就得踩着我的尸体过去。你放心吧，一哥那么厉害，绝对不会有事的。我们两个就尽量做到不要捣乱就可以了。”林毅见到唐俊仁听话的在保护苏婉宁之后，便放下心来。他开始在心中思考对敌的对策。这几个职业的话，炫灵法师在一级的时候，除了用法杖发射法球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还算好对付。黑暗猎人对于射箭技术的要求也很高，想要射准并不容易，可不是什么人都有林毅这种前世经验作为外挂的。前世的林毅为了练习射箭，都不知道下了多少苦功夫呢。至于荣光牧师这个职业，也基本没有什么战斗能力，所以林毅真正要注意的，其实只有2个喋血战士和2个暗影刺客。林毅挑衅的目光看向面前的蒲怀，轻笑道：“你们是准备一起上吗？”似乎是感受到了林毅嗤笑的目光，蒲怀心中更加歇斯底里。他想不明白，明明都死到临头了，这个林毅为什么还可以笑得出来呢？蒲怀讨厌林毅这副做什么事情都稳操胜券、云淡风轻的模样，他想要杀掉林毅的心情更加疯狂了。蒲怀阴沉着脸，握着匕首的右手青筋暴起，咬牙切齿地嘶吼道：“难道没人说过你很装逼吗？所有人给我上！今天你和这个贱女人全都得死！林毅，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代价！”随着蒲怀一声令下，所有人全都瞬间朝着林毅冲来。林毅反应也很快，瞬间先和距离他最近的蒲怀拉开一点距离，同时用余光观察其他几个近战职业的位置。蒲怀冷笑一声，鄙夷道：“跑？你觉得你能够跑过我们几个人吗？”蒲怀手中的匕首闪烁着让人胆寒的光芒，整个人已经朝着林毅冲了过来。林毅看到了蒲怀目光之中的狠戾和杀机，蠢货！林毅嘲讽一声，神速搭箭拉弦技巧熟练的使用出来，然后一箭射了出去。蒲怀顿时如临大敌，想要躲掉这一箭。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箭并没有射中自己，而是歪歪地飞向了一旁。见状，蒲怀简直是乐坏了，嘴角咧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哟，你怎么了？这是连我在哪都看不清楚了吗？手居然抖成这样！蒲怀觉得肯定是林毅怕了，林毅这家伙只是在装作镇定而已。可不远处的梅莲却满脸惊恐地指着蒲怀的身后，颤声道：“蒲怀，小心！你身后的怪物动了。”林毅冷笑。没错，这一箭林毅压根一开始就不是朝着蒲怀射去的，而是朝着蒲怀身后不远处的突刺兵蚁射去的。被箭矢攻击到的突刺兵蚁瞬间变得双目猩红，硕大的触角摆动起来，扭过头看向箭矢射过来的方向。林毅在一箭射出之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马朝着反方向狂奔起来，顺带还躲避了一只敌方黑暗猎人射歪了的箭矢。不止这一个，无数的箭矢和法球瞬间朝着林毅射去。这些人刚刚转职，对于法球和弩箭的飞行速度掌握不好，没办法预判，导致几乎全部射歪掉了。正是得益于林毅跑得果断，当突刺兵蚁回过头的时候，林毅已经跑出了他的攻击范围。于是突刺兵蚁茫然又猩红的目光扫视一圈之后，就落在了距离他最近的蒲怀身上。这就是林毅的第一步计划，祸水东引。第15章，狗情侣，这就送你去见他。当蒲怀被梅莲提醒着向后看去的时候，突刺兵蚁已经朝着蒲怀冲过来了。那硕大的突刺兵蚁轰然朝着自己冲过来的时候，蒲怀的魂都差点被吓飞了。卧槽，这大傻逼，又不是我打的你，你朝我冲过来干什么？还好他刚刚也在旁边偷看过林毅的应对方法，对于突刺兵蚁的攻击方式还是有一些了解的，连忙躲避着突刺兵蚁的前腿。可是看着突刺兵蚁那骇人的前腿，蒲怀只觉得双腿发软。而且刚刚林毅的躲避看着简单，等到蒲怀自己对战突刺兵蚁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林毅简直是个怪物。他是怎么在黑夜之中清晰地判断出突刺兵蚁前腿的落点呢？蒲怀慌乱之中躲闪不及，直接就被突刺兵蚁的前腿扫中。蒲怀整个人瞬间就被突刺兵蚁扫飞了。幸运的是，蒲怀被前腿扫中之前，手中的匕首碰巧也刺在了突刺兵蚁的身上。15、34，
2个数字分别在蒲怀和突刺冰蚁的脑袋上飘出，少一点的是突刺冰蚁头上的，多一点的是蒲怀头上的。林毅看到这一幕，微微挑眉，有些惊诧，蒲怀居然能够造成15点伤害，是林毅的2倍还要多。要知道，这还是经历过等级压制的削弱之后的数字。林毅迅速计算了一下，蒲怀的攻击力应该是20点。想要达成这么高的攻击力，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蒲怀把2个天赋点全都加在了力量上。这家伙还真是不要命了，2点力量，那他的血量就太脆了，速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失去了刺客拉扯能力强大的优势了。被打飞在地的蒲怀看见自己这一刀居然就斩去了突刺冰蚁接近30%的血量，还是很吃惊的。刚刚他看见林毅一剑也就只有6点血量，也就是说再有个3刀左右，他就可以杀掉这个怪物了。如果他可以提升等级的话，那他击杀掉林毅的几率就更高了。想到这里，蒲怀有些兴奋，这林毅是在给他自己挖坑啊。蒲怀迅速爬起来，看了一眼那边的战局，4个近战职业的玩家想要追上林毅还需要一点时间，但远程职业已经可以凭借着手长的优势朝林毅攻击了。虽然全都被躲避了，但蒲怀不信林毅还能全躲掉了，这林毅不过就是瓮中之鳖罢了。快，所有近战快过来，跟我一起打这个家伙，1人1刀就结束了，其他人继续去追林毅。蒲怀激动地朝着其余8人喊道。近战职业闻言挑了挑眉毛，虽然有些不解，但还是放弃追逐面前的林毅，朝着蒲怀面前的突刺冰蚁冲去。面对着这只大蚂蚁，他们还是有些畏惧的。蒲怀却是不耐烦地催促起来：上啊，一起上，只要有砍中3刀这个怪物就死了，死了我们就可以升级了。正在一边躲避那些远程职业攻击的林毅不着痕迹地勾起了一抹笑容。去吧，那边可是我给你们留的陷阱哟。林毅回头看向不远处的4个远程职业：炫灵法师、黑暗猎人、荣光牧师。他的目光锁定在荣光牧师身上，那是一名个子不高的女生，林毅若是没记错，是练体育的，叫韩然。你说你一个荣光牧师，5级前1点作用都没有，杀伤力也不高，跟着凑什么热闹？活着不好吗？韩然眼神狠厉，你杀雷正义的时候怎么不说让他活下去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你杀了他，我必须要给他报仇。林毅恍然，原来是狗情侣，那他可以理解了。林毅笑笑，没事，别急，我这就送你去见他。说罢，林毅用其他人都有些看不清的手速搭箭拉弦，一箭骤然射出，这一箭直奔韩然而去。韩然惊骇之下想要躲避，却是根本反应不及，直接被箭矢命中。这可把梅莲给气坏了，他们一共4个人围攻一个林毅，居然还被他先命中一箭。梅莲有些气急败坏地喊道：你们都是废物吗？他现在站在原地不动了，还不杀了他？一旁的黑暗猎人连忙学着林毅的模样拉弓射箭，可惜他的箭矢速度没有林毅的快，准度也差得很，林毅轻飘飘一个迈步就成功躲掉了。林毅也不在意，一边慢悠悠后退，一边又是一箭射出，目标还是韩然。可这一次林毅射出的箭矢居然有了异变，原本木柄的箭矢突然变得通体漆黑了起来，宛如被一层黑雾缠绕。林毅见状一喜，卧槽，触发黑印，运气不错，因为血量的提升，现在他的黑印伤害已经提升到了4点伤害了，一共10秒，这可是40点伤害。要知道林毅一箭射出也就不过17点伤害，被动技能触发就相当于2箭还要多。这韩然只有1级，他肯定不会增强自己体质的，那他现在也就还剩下66点血量，这只是看上去还有66点，等10秒之后黑印的伤害全部扣除完毕，他就只有26点了。2箭，林毅笑笑继续拉弓射箭，他根本不管其他人，只要射箭绝对是冲着韩然去的。而他一边攻击韩然，一边还能躲避攻击，直到现在林毅的血量也还是满的。又是一箭射出之后，林毅的目光看向了蒲怀那边。此刻赶过去的几个近战职业刚刚靠近，猛地举起手中的大刀和匕首，朝着那突刺冰蚁砍去。从地上爬起来之后的蒲怀同样也冲了上去，蒲怀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要是全命中了，可就直接秒杀了。林毅却是鄙夷一笑，一帮蠢货，真当这大蚂蚁是傻子呢？果然，下一刻突刺冰蚁几根触角猛地摆动起来，整只蚂蚁朝着蒲怀踩去。蒲怀顿时大惊失色，卧槽，疯了吗？这个突刺冰蚁怎么还打他？第16章，到底谁才是来抢怪的？没错，蒲怀不知道的是，这突刺冰蚁是有类似网游的仇恨值系统的，他的攻击目标始终都只会是仇恨值最高的人，其他人哪怕距离他再近，突刺冰蚁也不会攻击。如果蒲怀在远处不动，这突刺冰蚁或许真有可能被砍中。可惜蒲怀还是太嚣张了，
他甚至想要尝试自己亲自杀掉这只突刺冰蚁。猛地站起身来的突刺冰蚁，后方的触角横扫，直接将侧翼的2个近战职业给扫飞了。正面的2人倒是幸免于难，成功砍中了突刺冰蚁。15，两串数字在突刺冰蚁的头顶飘起来。慌忙躲避的蒲怀大喜，快，他就剩5点血量了，只要一刀，这大蚂蚁就死了。可就在这时候，一根他怎么也想不到的箭矢破空而来，瞬间击穿了突刺冰蚁的身体。蒲怀懵了，他没能升级，所有的经验居然都被抢了。谁抢了他的野怪？蒲怀的眼神猩红的朝着四周看去，下一刻他就看到了林毅灿烂的笑容。多谢了呀！此刻林毅的身上接连闪过2道金光，林毅连升2级。蒲怀满脸的不可置信，不，林毅，你不得好死！他愤怒地嘶吼了一声，恨不得现在冲上去将林毅给撕成碎片。蒲怀胸膛不断起伏，脸色迅速涨红，双眸血丝遍布。抢怪，他被抢怪了。没错，他隐身都没能抢掉林毅的怪，可是现在他却是眼睁睁看到林毅将他的怪给抢了，轻描淡写。可就在蒲怀准备冲上去的时候，一声惊恐的声音突然传来：不好了，我又触发了一只突刺冰蚁。蒲怀豁然扭头看去，是那个被击飞的暗影刺客，他居然正好被击飞到了一只突刺冰蚁的面前。那只突刺冰蚁当然不会惯着他了，抬起那粗壮的前足就朝着那名暗影刺客踩了下去。35，高额的伤害在暗影刺客头顶飘起。救我呀，蒲怀，救我！那暗影刺客哪里见过这种架势，顿时开始拼了命呼喊。蒲怀也懵了，只能连忙嘶吼道：快跑啊！那暗影刺客也想要逃离突刺冰蚁的攻击范围啊，可是突刺冰蚁这一脚下去，那暗影刺客都快要被嵌入地面里面了，哪有那么容易逃掉？他拼命地扒着地面想要爬出去，可突刺冰蚁的下一次攻击已经到了。轰，又是一脚落下。35，依旧是熟悉的数字。接连承受了2次突刺冰蚁的攻击之后，那暗影刺客的血量赫然见底了。这下子那暗影刺客的眼泪都给吓出来了，拼了命想要爬起来。我错了，我害怕，不要杀我。可惜哪怕那暗影刺客的叫声再凄厉，突刺冰蚁也不会手软的。这突刺冰蚁没有灵智，他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杀掉他面前的所有人类。轰，在所有人的面前，突刺冰蚁活生生将那暗影刺客给踩死了。3下攻击，只用了3下攻击，那暗影刺客便化作了烟尘，消散在了这世间。他想来杀掉林毅，却没曾想到林毅还没杀掉，他先殒了命。蒲怀还有其他几个近战职业都看呆了，距离最近的几人甚至感觉自己的腿都开始发抖了。更恐怖的事情是，那突刺冰蚁在杀掉了那名暗影刺客之后，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其余几人，摇晃着自己巨大的身躯，朝着他们冲了过来。这差点把众人给吓得魂飞魄散。还是蒲怀反应最快，连忙喝道：别慌张，这东西没有那么可怕，咱们好好配合一起杀。被吓破了胆的几人哪里还听得进去，有2人拼了命的想要逃窜，再次朝着林毅冲了过去。蒲怀，这怪物交给你们，我们去杀林毅。现在在他们看来，杀掉林毅可比杀怪物轻松多了。蒲怀牙都要咬碎了，这2个混蛋居然把这个突刺冰蚁留给了蒲怀和另外一个喋血战士。他们2人对视一眼，皆是有些面面相觑。蒲怀深呼吸一口，缓缓朝着那喋血战士道：老张，别慌，咱俩好好配合，杀掉这个怪物不是问题。老张紧张的点了点头，他依然没得选，他此刻再想跑已经晚了，那突刺冰蚁已经盯上他了。这一幕全都落在了不远处的林毅眼中，林毅不由得暗笑一声，果然都是傻子，其实只要跑出一定范围就能甩掉怪物的仇恨值了，他们还是太年轻了，年轻那就多吃点亏吧。林毅虽然注意力在蒲怀那边，但是他已经没有放弃攻击。刚刚抢了那一只怪，居然直接让林毅升了2级，现在林毅已经高达4级。之所以他能提升这么多，是因为林毅已经提前取消了和唐俊仁还有苏婉宁的组队。第一只怪物3人分，1人升1级。第2只突刺冰蚁的经验是林毅一人独享的，所以他直接狂升2级。此刻林毅的攻击力直接提升到了30点。这时候韩然看着自己越来越少的血条，他只剩20点血量了。现在他真的有些害怕了。韩然满脸绝望地看着不远处依旧云淡风轻的林毅，嘶吼一声：林毅，你为何一直攻击我？林毅笑笑：你不是想念雷正义吗？我寻思快点送你去找他，没事，既然你不喜欢我打你，那我就不打你了。说着，林毅的下一剑径直朝着韩然身旁的那个炫灵法师射过去了。韩然见状，
长出了一口气，连忙扭头就跑。梅莲看到这一幕，差点没气得发疯。这韩然居然逃了！韩然，你干嘛？快回来！可是韩然却是头也不回。我不杀了，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我还是处女呢。梅莲怒极，韩然，等我们杀了林毅之后，我必然要将你驱逐出我们的班级。一边躲避法球攻击的林毅，一边不屑地笑了笑。想走？哪有这么容易？黑印的伤害还没计算完毕呢，这才刚刚3秒钟。韩然的血量只有20点了，他又没有恢复血量的药剂，不出5秒，他必死无疑。林毅只是懒得再浪费一剑罢了。那2个近战职业快过来了，他得速战速决才可以。第17章，今日我绝不后退半步。果不其然，5秒之后，2声尖叫在操场内回荡起来。一个是还没有来得及跑回班级的韩然，一个则是当时韩然旁边的黑暗猎人。2人的血量同时被林毅清空，只能凄厉的嘶吼，但也阻止不了他们化作飞灰身体，再次陨落2人。而林毅依然是全胜状态。9人参与围攻，此刻就只剩下了6人。蒲怀还有另一个喋血战士，还是被突刺兵役给缠住了，根本无法抽身。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4人去围攻林毅了，可以说是优势尽无。看到这一幕，所有参加围剿的学生都有些怕了，脚步停在原地，不敢再追。梅莲扫了他们一眼，愤恨道：“别害怕，我已经叫了几个援兵，他们很快就到。不仅如此，2大近战玩家已经逼近林毅了，他能一直苟活，就是因为我们全都是远程职业。若是近战职业，2人一起夹击他，他必死无疑。”梅莲话音刚落，有3个远程职业从教室跑出来，满脸茫然地朝着这边跑了过来。看到他们3人，梅莲眼前一亮，连忙撒娇道：“快过来！你们怎么才来啊？我都快被林毅欺负了。”这新来的3人都是男生，平日里算是梅莲的追求者。此刻梅莲一和他们撒娇，3人骨头都要酥掉了。其中一人连忙拍了拍胸脯道：“你放心，我们来了，我们保护你。我们是要去围剿林毅吗？”梅莲没说话，而是看了一眼他们3人的职业，一个黑暗猎人，一个荣光牧师，一个炫灵法师，都是远程职业。梅莲倒是没理会这些，他迅速将目光看向了操场的角落，那个正楚楚可怜躲在唐俊仁盾牌之后的苏婉宁，他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厌恶。臭婊子！梅莲的颜值并不差，可惜的是他和苏婉宁分到了同一个班级。正所谓既生瑜何生亮，苏婉宁自带的温柔气质简直吊打他一条街，这让善妒的梅莲嫉妒无比。就连当时梅莲处的男朋友都是因为追求苏婉宁失败才追求的梅莲。知道这件事之后，梅莲更是对苏婉宁产生了近乎偏激的嫉妒和厌恶，恨不得她死的那种。这也是当时他配合雷正义煽风点火其他人杀掉苏婉宁的原因。他觉得苏婉宁就是一个装可怜的绿茶婊。梅莲咬牙切齿地吼道：“先不管林毅，让那2个近战职业去和林毅周旋，其他所有远程攻击的职业跟我走，咱们先杀那林毅的同伙和这个万恶的诡异恶灵。”梅莲的提议瞬间被其他4人同意。于是2个炫灵法师提着魔法棒，2个黑暗猎人拎着长弓，还有一个荣光牧师举着法杖，就调转枪头朝着唐俊仁和苏婉宁冲去。其中那个新来的黑暗猎人更是直接原地拉弓，一箭朝着毫无防备的苏婉宁射去。没想到的是，这家伙居然还有几分水平，这根箭矢划破长夜，居然精准地朝着苏婉宁而去。而且他射箭的方向，唐俊仁的盾牌是遮盖不住的地方，箭矢飞行速度极快，几乎是转瞬之间就已经来到了苏婉宁的面前。若是这一箭射中，那苏婉宁必死无疑。梅莲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期待的笑容，这个他痛恨的贱人终于要死了。叮！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块硕大的盾牌突然横挡过来，直接将这枚箭矢挡在了盾牌之外。正是唐俊仁。原来唐俊仁的目光一直提防着所有人，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梅莲等人的动向。他的余光死死盯着他们所有人手中的武器，生怕漏掉每一次的攻击。那骤然出现的弓箭在唐俊仁的眼中仿佛是慢放的动画一般，慢悠悠地朝着唐俊仁而来。唐俊仁直接抬起盾牌，轻松地挡掉了弓箭。这一幕可是震惊了那黑暗猎人，自己明明是偷袭的一箭，而且这一箭这么快，这死胖子到底是怎么反应过来的？梅莲看到这绝妙的一箭被挡住，也是失望无比。他连忙尖声朝着唐俊仁怒斥道：“死胖子，你当真要为了这一个杀人恶魔和诡异恶灵和你的同班同学撕破脸吗？”唐俊仁没有理会，仍然是那副坚毅的模样，这可把梅莲气坏了。好，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所有人听我的，散开！其他人立刻明白了梅莲的意思。梅莲看向唐俊仁的目光也充满着讥讽，
他冷笑道：“你唐俊人就算有盾牌，那你的盾牌也不过只能防守一个方向。我们所有人站成一圈朝你进攻，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躲。”唐俊人闻言，心底一沉，暗道不妙，这个梅莲心事当真狠毒。苏婉宁也是面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恐惧的心绪在他的心底泛起涟漪。若是这面前5人同时对他们2人发动进攻，别说只有10点血的苏婉宁，就连215点血的唐俊人也根本坚持不了多久。他不想让唐俊人和自己一起送死。唐俊人同学，你还是快跑吧，或者去找林毅，不要守着我了，我的血太少了，根本就活不下来的。变成这种怪物是我自己的命运，怪不得别人，就算死了也没办法的。你帮我告诉林毅，我很感谢他。唐俊人有些肥胖的大手紧紧握住手中的盾牌，盾牌的手柄处甚至已经将他的肥肉挤成了红色。他目光颤颤巍巍地扫过面前的5个人，一共5个人，每个人每次就算是扣除10多点血量，只需要4次攻击左右，他就会丧命。他们每个人的表情是那样的凶狠，几乎是下意识的，唐俊人就想要躲进安静的角落。他想起了儿时被恶霸欺负的阴影，从那次开始，他发现角落能够给予他无限的安全感。唐俊人想要扔掉盾牌，躲进角落，把自己的头埋在裤裆里，再次当一个缩头乌龟。可是他想起了林毅的话。唐俊人缓缓摇了摇头，他将右手的短剑扔掉，双手紧紧握住盾牌，沉声道：“不行，毅哥说了，让我好好保护你，我是绝对不会丢下你的。我们是伙伴，相信我。今日我绝不后退半步。”第18章眼拙。唐俊人从没有如此被人信任过，所以他不想辜负林毅的信任。他当然知道保护苏婉宁的难度，可是既然林毅能够在困境之中创造奇迹，那他唐俊人为何不可？既然林毅信任他，他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唐俊人胖乎乎的脸上满是坚定，目光死死地看着周围的所有人。而此时梅连5人已经站好了位置，目光邪魅地盯着中央宛如小丑一般的唐俊人和苏婉宁。梅连注意到了唐俊人的不同，他不再颤抖，眼神中也不再充斥和慌张和畏惧。此时他的眼中有光，但是梅连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根本不相信这唐俊人和苏婉宁还能在他们5个人的围攻之下活下来。此时能够看到苏婉宁如此恐惧的模样，梅连心中已经感觉到畅爽无比。所有人攻击！梅连没有一丝犹豫，直接下令攻击。与此同时，他手中的魔法棒射出一团法球，朝着唐俊人冲去。其他4人直接举起各自的武器，一时之间弓箭夹杂招法球，四面八方的朝着唐俊人而去。在常人看来，这么多的攻击同时攻来，只靠一块盾牌怎么可能全部阻挡下来呢？但是在唐俊人的目光之中，所有的飞行物都慢了下来，而且他赫然发现这些攻击飞行的速度居然各不相同，就连同一个职业的黑暗猎人，他们2人因为拉弓的程度不同，也导致箭矢飞行的速度不同。而荣光牧师的法球速度要快于炫灵法师，所以第一个到来的是东北方向的箭矢。唐俊人计算完毕，直接将盾牌置于右手，赫然抬向东北方向。叮！盾牌上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可唐俊人来不及高兴，瞬间将盾牌用左手横起，拦住了正北方的第2根箭矢。接着唐俊人右手松开盾牌，盾牌顺势落下，左手瞬间扛起盾牌，朝着正南方转身。这是荣光牧师的法球到了。噌！法球精准地落在了盾牌之上。说起来很长，可是唐俊人挡住这3次攻击的时间几乎就是转瞬。苏婉宁甚至只看到了一片虚影。可是危机还没解除呢，接下来2个炫灵法师的法球几乎是同时到达，而且是截然相反的方向。更可怕的是，这2个方向都可以攻击到苏婉宁。怎么办？难道他真的要让林毅失望了吗？正在唐俊人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双手突然撑起了他的盾牌，协助他朝着西边举起。与此同时，一道箭矢朝着最后的东方射去。箭矢和法球碰撞，法球提前爆炸，最后一个法球也稳稳被盾牌挡住。所有危机解除。唐俊人愣住了，他抬起头，正好看见了林毅灿烂如暖阳一般的笑容。做得不错，但有时候也不要逞强，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个队友在呢。此刻的通天灵塔寂静万分，所有幸存者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监视器，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龙阳秋感觉自己要疯了，所有人都要疯了。他们都看见了什么？他们这些幸存者居然全都眼拙了。龙阳秋猛拍自己的座椅的扶手，轰然起身，屁股下的座椅瞬间被他一巴掌拍成了碎片。龙阳秋简直是太激动了，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爆发出来的力量。他转过身，严肃地板着脸，沉声道：“我们刚刚都说了什么？说这小胖子懦弱、笨拙，简直是太可笑了。
他们的，咱们居然管这叫懦弱？你们都看见了吗？我华夏所有牺牲的前辈们都看见了吗？他当真配得上忠勇两全4个字？他一人一盾，只为了伙伴的承诺，就敢直面5人围攻，一步不退。咱们他们的，管这叫懦弱？他明明可以全身而退的，200多点的血量，想要逃掉，还是轻轻松松的。就算他是放逐骑士，就算他有伤害减免，就算他215点血量，他又能拦得住5个人的几下攻击呢？那5人还是全部机智加点。但是他甚至连退缩的想法都不曾产生。如果他懦弱的话，那么咱们幸存者小队里又有几个称得上坚毅？这小胖子精准地计算出了各个攻击方式，飞行上只有毫厘的差距，并且把自己的盾牌抡得像是跳舞一般，挡住了来自4面8方的攻击。我们这帮杀千刀的居然把这特么的叫笨拙！我们的这双眼睛啊，真的是可以捐掉了，居然差点就错过了如此有天赋的一个好苗子。此时的龙阳秋已经说得很激动了，他有多久没有看到这种敢为了自己的伙伴奉献出生命的人了？在全民转职时代，杀戮不被禁止，人人都把自己的生存放在了首位。在他人眼中，像唐俊仁这种人可能就仿佛是一个傻逼。正是没有人愿意去当傻逼，导致华夏变得越来越畏手畏脚，没人敢冲锋陷阵，没人敢奋勇杀敌。所以刚刚发生在他们面前的那一幕简直是太震撼了。这一幕给所有华夏幸存者，甚至是全球的幸存者的冲击都是无与伦比，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突然有婉开口道，所以说林毅早就看出来了，他的眼光甚至超越了我们所有人。有婉的话让整个大厅瞬间再次寂静了。没错，有婉提醒了所有人，他们光顾着感慨刚刚他们看走了眼，光顾着感慨这唐俊仁创造的奇迹，可是他们忘了，是林毅帮助唐俊仁做出了抉择，完成了最后一次举盾，也是林毅雷霆般射出了一枚箭矢，解决了最后一个法球，更是林毅在唐俊仁没有展现出任何特别之处的时候，就坚定地选择了他作为自己唯一的队友。全都是林毅。第19章借刀杀人，这操作绝了。当时我们嘲笑的有多热烈，现在打脸就打得有多惨。我们已经质疑过很多次林毅的举措，事实证明全是我们错了。龙阳秋最后更是声音沙哑地张了张口，补充了一句，大家别忘了，他一定计算出了最后2个法球唐俊仁处理不了，他甚至可能只是只看了一眼，一边和面前的敌人周旋，一边想出了应对的策略。这个林毅我们都低看了他的能力远比我们想的还要恐怖。整个华夏楼层沉默了。龙阳秋身后的一个男性荣光牧师此时突然颤巍巍地开口道，你们看见了吗？刚刚林毅的操作。龙阳秋愣住了，刚刚他们全都在看那个小胖子唐俊仁的操作，反而没注意到林毅都干了什么，只看到了林毅突然出现在了唐俊仁身旁，帮他举起了手中的盾牌。那位荣光牧师吞咽了一口唾液，想要开口描述，但是犹豫很久，一直扭捏着没有开口。龙阳秋有些不悦地皱了皱眉头，平日里这个男性荣光牧师就有些墨迹，可是平时没事腰及事也就算了，现在吊着大家的胃口居然还不说，连忙催促道，什么操作啊，你倒是快说啊。那男性荣光牧师叹了一口气，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满脸无奈地说道，我也想说，但是我感觉我描述不出来他当时那一瞬间的操作，要不你们大家还是看回放吧。现在所有人都恨不得立马揍他一顿。还好那男性荣光牧师话音刚落下，有婉就已经把回放的录像调了出来了，直接投在了显示屏上。所有人的目光瞬间朝着林毅看去。正如梅莲所说，此刻的林毅的确也有些没空理会他们这几个远程职业了，他现在正陪着那2个近战职业玩着呢。其中一个喋血战士嘶吼一声，猛地朝着林毅冲过去，我要为我的同窗报仇雪恨，你这个杀人凶手，我现在的血量还有很多，你想要杀掉我必不可能，你还是赶紧放弃抵抗吧。林毅差点笑出声，这家伙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以林毅现在的速度，就算那喋血战士有1速加成，他也根本追不上自己。但是此刻的林毅已经注意到了唐俊仁那边的情况，梅莲这帮不要脸的居然开始围攻唐俊仁和苏婉宁了。林毅神色一冷，他没时间和这2个近战职业耗下去了，必须速战速决。林毅故意将自己的速度放慢，转眼间他身后的喋血战士就已经冲到了林毅的跟前。那喋血战士还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呢。给我死！喋血战士猛然举起了自己的钢刀，骤然朝着面前的林毅砍去。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举刀挥下的同时，林毅居然停住了脚步，反而朝着他们2人中间冲了过来。喋血战士看到这一幕，嘴角咧起狰狞的弧度，暴喝一声，果然是找死。喋血战士哪里愿意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他连忙调转钢刀的方向，想要追随着移动的林毅而去。看到林毅冲过来，一旁的暗影刺客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喜，
这不是送死吗？这灵异居然敢离自己这么近，他们二人马上就快要脸贴脸的撞到一起了。这不是暗影刺客最梦寐以求的攻击距离吗？自己的攻击力极高，若是近身，恐怕用不上3-4秒就能把灵异直接秒杀。而灵异这个远程攻击的黑暗猎人，在近战贴身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的还手能力，只能任他宰割。暗影刺客想到这里，连忙兴奋地挥舞起自己手中的匕首，朝着面前的灵异刺去。灵异此时的嘴角却是突然蓄起了一抹笑容，他借助暗影刺客前冲的速度和惯性，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就在他们两人即将撞在一起的时候，灵异右脚一步迈出，紧接着灵异以右脚为轴，直接躲开暗影刺客刺来的匕首，然后把身体紧贴在暗影刺客的身上，迅速转身。爱打篮球的同学对这个动作恐怕并不陌生，现在这一招转身居然被灵异用在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交锋之上。紧贴着暗影刺客转过身的灵异，直接将自己的手肘狠狠抬起，朝着暗影刺客的后背砸去。这一记肘击当真是让暗影刺客猝不及防。虽然这个肘击并不能造成伤害，但是肘击的冲劲是依然存在的。暗影刺客的身体直接不受控制的朝前冲去，手中的匕首也在慌乱之中举了起来。当那喋血战士看到暗影刺客居然朝着他的长刀扑过来的时候，想要收回自己的长刀已经来不及了。19，一道猩红的数字在暗影刺客的头顶飘了出来，直接让他的血量扣掉了1/3。与此同时，暗影刺客手中的匕首也刺向了喋血战士的胸膛。20，同样是一个骇人的数字，赫然刺激着喋血战士的眼球。灵异居然不仅仅逃出了两人的包夹，还让他们自相残杀了起来。这操作绝了！通天塔内，龙阳秋觉得自己已经变得麻木了。通天塔内其他人也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我只能说，一定要开队友伤害豁免，他们一帮新人哪里懂什么组队，你也太高看他们了。纯路人，请问我这是在看新人的直播录像吗？我真的不是在看大神集锦吗？突然龙阳秋的脑海之中灵光一闪，他猛地一拍脑袋，连忙说道：等会，对啊，我们为什么不提前激活精彩操作集锦呢？精彩操作集锦？所有其他的华夏幸存者都是一愣，这是通天塔系统界面里排行榜之中的一个功能。当玩家的操作被选中之后，所有服务器内的玩家都能够看到并学习这位大神玩家的操作。游婉更是略微皱起了眉头，提前开启，那可是需要10个积分，值得吗？龙阳秋则是因为自己的想法而激动起来，连忙向大家解释道：精彩操作集锦功能正常开启的时间可是在第1个副本之后，若是我们提前开启，灵异获得奖励的概率就更高，能够更加强大，增加活下来的概率。只要灵异能够活着度过44个灾变副本，对于我们的提升可绝对不止10个积分。更何况灵异刚刚为华夏获得了20个积分，我们只是反补回去而已。第20章精彩操作集锦。龙阳秋的话音落下，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龙阳秋说的好像很对，虽然积分宝贵，但是人才更加宝贵。更何况若是没有灵异，华夏根本不会获得20个积分这种巨款。而且这灵异的操作万一当真入选，对于灵异绝对是极为有好处的。游婉皱着眉头思索片刻，最终缓缓地点了点头。其他幸存者队员也没有人一人提出异议。龙阳秋没有一丝犹豫，直接提前开启了精彩操作集锦功能。接着龙阳秋让游婉将灵异和唐俊仁刚刚的操作也全部剪辑出来，上传到了精彩操作集锦功能之上。虽然华夏幸存者可以决定精彩操作集锦功能的开启时间，但是对于这个操作是否能够被精彩集锦功能选中，华夏幸存者并没有决定的权利，只能由通天塔判决。龙阳秋他们只能等待着结果公布。和通天塔内的兴奋不同，喋血战士看到自己头顶飘出的血量，猛然瞪大了眼睛。我操！你疯了！你刺我干嘛？我又不是故意砍你的。要知道，这可不是单纯的血量，这可是代表着一个人命啊！喋血战士怎么能够不在意、不着急呢？那暗影刺客被灵异戏耍，本就气愤，此时喋血战士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他，更是让暗影刺客差点气炸。但还好，他还是个有理智的人。他强忍心中的怒气，从地上迅速爬起来，连忙朝着喋血战士说道：我不是故意的，咱们还是先把这个灵异解决了，他实在是太诡异了。喋血战士也反应过来，连忙寻找起灵异的身影。此时的灵异搭箭拉弦，再次一箭朝着刚刚站起来的暗影刺客射去。此时的暗影刺客手中的匕首仍然是举在身前的，刚想转身，巨大的冲力再次推着他的身体向前仰去。那把举在胸前的匕首再次朝着毫无防备的喋血战士刺去。21，又是一个猩红的数字在喋血战士的头顶飘起来。喋血战士真的要疯了！这暗影刺客2刀下去，他的血量已经瞬间见底了。
死亡的恐惧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他抬起头，浑身颤抖地看向不远处的林毅，嘴唇微张，刚想开口求饶。林毅自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一发箭矢直接带走了喋血战士的生命。没有犹豫，因为不可以犹豫；没有怜悯，因为不需要怜悯。前世百场厮杀，他也不止一次被人背刺，遭人背叛。他早就已经磨练出了他的性格，只要是对他有敌意的，绝对当场斩杀。剩下的那名暗影刺客血量还有一些，但是此时的林毅没有功夫去理会他了，迅速拉弓射箭，一箭秒了那血量已经不多的暗影刺客，然后头也不回地朝着唐俊仁和苏婉宁的方向跑去。接着便发生了所有人都知晓了的事情。至此，录像结束，通天塔内陷入一阵沉默。若不是那个男性荣光牧师，他们可能真的就错过这骇人听闻的画面了。龙阳秋叹息一声，在那电光火石之间，你们能够做到这一切吗？或者你们敢去做这些吗？我先说，我不敢。在通天塔内活得越久，我越怕死。甚至在44个灾变副本的后期，我只敢依靠着我自己的硬实力去横推，一点险都不敢冒。我们过度追求稳健和配合的同时，好像也丢失了这种拼搏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不如灰熊国和灯塔国他们实力强劲的原因之一。或许这个新人林毅身上反而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其余幸存者都微微颔首，心中若有所思的模样。突然，通天塔弹出提示，4段录像画面的审核已经结束。几乎是同时，通天塔内突然响彻了一个机械的电子声音。不仅是通天塔，林毅等人的耳旁也响起了通天塔的机械声音。华夏青年服现已开启精彩操作集锦功能，恭喜黑暗猎人林毅一共3段操作入选全服精彩操作集锦，评级 B、A、A 加。恭喜放逐骑士唐俊仁1段操作入选全服精彩操作集锦，评级 B 加。所有玩家皆可进入系统排行榜精彩操作集锦界面查看。唐俊仁茫然地眨了眨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林毅却是诧异地皱了皱眉，怎么回事？他明明记得这个功能是进入第1个全民灾变副本之后才会开启的，现在为什么提前开启了？居然和前世不一样。林毅莫名想起了那个华夏幸存者队长龙阳秋，莫非是有人操控？真有他不知道的人存在？林毅的目光下意识看向了通天灵塔。若是真有幸存者存在，那么通天灵塔就是他们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但是这种事对于林毅来说还太远，他收回心绪。对于自己有3段操作入选这件事，林毅自然是万分狂喜。因为林毅清楚地知道，这精彩操作集锦入选之后是有奖励可以领取的，这将对他前期获得副本评价第1名的目的产生极大的助力。不过现在的林毅还没有功夫查看，他还要杀人呢。梅莲显然没想到林毅这么快就解决了那2个近战职业，此刻看着依旧是满状态的林毅，梅莲终于怕了，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再次嘶吼道：快，我们一起上，杀了他！新来的3人还没见识过林毅的厉害，自以为3人可以轻松杀掉林毅，立刻自信满面的朝着林毅发动攻击。林毅眼神一冷，轻松躲掉那几波攻击，抬手就是一发箭矢，朝着人群之中射去。这一箭，林毅径直射向的是那个黑暗猎人。这家伙叫李雷，平日玩过弓箭，还跟着他爸去打过几次猎，所以射起箭来技术不错，算是班级之中射得最准的一人了。可惜和林毅比还是差得太远了，箭矢径直朝着李雷射去。让林毅惊讶的是，这支箭矢再次触发黑印效果，这是今晚的第2箭。李雷目光微凝，判断着这根箭矢的位置，突然冷笑道：哼，偏了，傻逼。第21章天不绝我。没错，在他的眼中，林毅这根箭矢偏得很严重，绝对是不可能射中自己的。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李雷甚至直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林毅冷笑，真是不长记性。下一刻，那原本偏移严重的箭矢居然在空中划过了一道弧度，在李雷的后方擦着李雷而过，然后径直有射向了一旁的炫灵法师。又见弧形剑，再次一箭双雕，还直接叠加了2层黑印效果。李雷显然忘记了林毅能够射出这种不符合常理的箭矢，心中大惊。林毅的伤害好高，居然一箭30点。等一下，自己身上这一层黑雾是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林毅又是一箭射过来，再次一箭双雕。至此，林毅就不再管这2人了。2箭是60点血量，1层黑印40点，正好能够磨光他们的血量。林毅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梅莲等人。这一刻，梅莲终于明白过来，他们根本就打不过这个恶魔，哪怕人再多，他们也只是被屠杀罢了。梅莲猛地一咬牙，直接将自己面前的2人朝前猛地一推，然后自己扭头狂奔。就连林毅看到这一幕
都懵了。卧槽，狠人啊！把别人推上来给自己当掩体，这女人有点意思。但林毅也不着急，一个个来杀，都得死。被梅莲推出去的两人肯定想不到，自己最信任的伙伴居然在后方坑骗了自己。他们此时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林毅在他们身后边走边射箭，很快两人化作烟尘消散。而早就被挂上了黑印等待死亡的李雷，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量一点点下降，却没有一点办法。林毅，我知道错了，你别杀我，别杀我，我真的求求你了。李雷真的慌了，他一把将手中长弓丢下，扑通一声趴在地上，朝着林毅磕起头来。林毅有些纳闷地说道：你说你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也只能怪你自己眼光不好，居然看中梅莲这种女人。你看看，把你们都扔了吧。可惜我救不了你，听我劝吧，哥们，下辈子别当舔狗了，就算要舔点正常人。说罢，林毅不再理会他们，而是将目光看向了蒲怀那边。远程职业全部死亡，只有一个梅莲跑得比较快，已经没影了。但是不急，等回教室之后，林毅也得杀了他。现在只剩蒲怀和那名喋血战士了。当蒲怀看到其他所有人都被林毅一个个杀掉的时候，他已经心如死灰了。此刻的林毅已经4级了，蒲怀根本没有和林毅对战的资本，更别说此刻的蒲怀血量还不是最佳的状态。他看向面前因为扛着突刺兵蚁攻击而已经残血的喋血战士老张，又看向血量不多的突刺兵蚁，蒲怀的心中不由得狠厉起来。突然他站在老张的身后，喃喃道：老张，对不起了，现在想要翻盘只剩下一次机会了，老张再见。老张有些不解又有些惊恐的回过头去看向蒲怀，他已经猜到了蒲怀想要干什么。不要，可惜已经晚了。蒲怀赫然抬起匕首，朝着目前的老张看去。老张本就所剩不多的血量瞬间被清零。下一刻，蒲怀再次朝着突刺兵蚁砍去，一道寒光闪过，突刺兵蚁抽搐一番之后化作烟尘散去。蒲怀的身上顿时2道金光闪过，他3级了。让蒲怀没想到的是，一道绿光闪过，一件装备居然掉落在了他的面前，是一把衣服。小怪居然爆装备了！蒲怀愣了愣，旋即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天不绝我，林毅，我命不该绝，要死的人是你！蒲怀连忙捡起突刺兵蚁掉落的那把匕首，朝着匕首的数据面板看去。普通短衫，等级1，品质精良，生命值50。蒲怀顿时眼前一亮，这短衫居然给加了50点生命值，这已经不少了。不远处的林毅也有些惊叹，这小子运气还真是不错，自己刚刚杀了2只突刺兵蚁，也不见有装备掉落，这小子杀了一个居然还爆装备了。更狠的是，他居然杀掉了自己的同伴。林毅有些感慨，你和梅莲倒是天生一对，都是狠人，在全民转职时代下，或许真的很合适你们生存。你们若是不招惹我，也许还真能闯出一片天地。蒲怀迅速将这件普通短衫装备上，冷笑着看向林毅，你被吹牛逼了，死到临头居然还在装。现在我已经3级了，加上这件衣服，我必能杀你。血量你没什么优势，攻击力我又远超你，我还是最为克制你的刺客职业，你拿什么和我打？此刻的蒲怀已经将属性点全都分配给了力量。3级一共6个自由属性点，加上等级提升带来的3点属性点，一共9个属性点全都在力量上，加上新手匕首带来的5点攻击力，现在他的攻击力高达50点。蒲怀走的就是机制路线，这种路线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他的血量很少。比如此刻的4级的林毅，在不计算称号加成的情况下，因为每级都添加1点体质属性点，现在他已经拥有了285点血量，而蒲怀却只有170点，100多点的差距。现在蒲怀用装备算是和林毅拉近了一点差距。林毅笑笑，抱着弓箭站在原地，饶有兴致地看着蒲怀。我不知道你从哪来的自信，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可不会继续站在怪物堆之中了。蒲怀闻言浑身一颤，连忙扭头朝着身后看去。还好这一次他的位置没有吸引到突刺兵蚁。蒲怀有些恼羞成怒的扭头看向林毅，突然露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林毅，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和你聊天叙旧吧？蠢货，我是在和你拖延时间呢。你不玩网游，你恐怕不知道战斗状态这种东西吧？我刚刚和突刺兵蚁战斗完，还是战斗状态，所以不能隐身。可是现在多亏了你和我拖延时间。哈哈哈哈哈！再见。说罢，蒲怀的身影突然消散在了原地。第22章，我们暂时安全了。这可把远处的唐俊仁和苏婉宁吓了一跳。唐俊仁连忙喊道：“一哥，
你快来我这里躲一躲吧。这家伙居然还能隐身。林毅笑笑，并没有动弹，而是朝着身后的唐俊仁和苏婉宁说道：看好了，这一刻我来教你们如何寻找隐身的暗影刺客。暗影刺客的被动技能只是隐身而已，又不是彻底消失了。蒲怀，我刚刚就说过，这技能不是无敌的。比如说，下一秒你将要跑到这。说罢，林毅抬手就是一箭射出，但这箭矢并没有命中，而是插在了地上。唐俊仁和苏婉宁有些懵，可是隐身状态下的蒲怀差点吓尿了。这箭矢就落在了他的面前，如果不是箭矢落下，1秒之后他就会站在那里。蒲怀的背后冷汗流淌而下，不可能，假的，绝对是假的，这是他猛中的。蒲怀喃喃着，再次移动身形，想要朝另一边绕过去。这时候，林毅淡然的声音再次响起：哟，换地方了。说罢，又是一箭，依旧是命中在蒲怀身前。蒲怀终于彻底确认了林毅能够发现自己隐身的位置，现在林毅完全就是在戏耍他。这不可能！蒲怀心态崩了，他好不容易升到了3级，还捡到了掉落的普通短衫，他不相信他会输。他将速度提升到极致，朝着林毅冲去。林毅咧嘴一笑，急了：算了，不和你玩了，我还得带着他们练级呢。说罢，抬手一箭朝着空荡荡的虚空射去。下一刻，蒲怀身形显现而出：我杀了你！蒲怀不顾头顶血量的减少，拼命朝着林毅冲去。林毅则是悠闲的搭箭、拉弦、射箭，全部一气呵成，每一箭没有一箭射空，全部命中。1箭、2箭、3箭，蒲怀终于冲到了林毅面前。蒲怀眼神狠厉，猛地抬起手臂，匕首划过夜空，朝着林毅的脖颈刺去。林毅笑笑，身体轻轻一侧，轻而易举就躲开了蒲怀这一刀。脖子目标太小了，太容易被躲掉了，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边说着，林毅趁着蒲怀收刀的功夫，瞬间搭箭拉弦，一箭射出。蒲怀怒极，呵斥道：闭嘴！这一次，蒲怀朝着林毅的身体划去。在他看来，这一刀林毅避无可避。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林毅没有躲避，而是猛地抬脚，一脚朝着蒲怀踹去。蒲怀的刀哪有林毅的腿长？还没等蒲怀砍中林毅，他居然就被一脚踹飞了，摔在地上吃了个狗啃屎，满地泥巴糊在他的嘴上，模样凄惨。平日里，蒲怀在班级内也算是翩翩公子哥了，可此时却是如此的狼狈。但是在场的3人没有一人感觉到怜悯。林毅不用说，不管是前世还是这一世，蒲怀都不停地准备杀掉他，心中仇恨极其坚定，坚定的甚至有些莫名其妙，走火入魔。苏婉宁也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正是这蒲怀害得他被人用异样的眼光审视了多年，若不是他心思坚毅，他可能早就已经受不了了。唐俊仁则是没什么太多想法，他想的很简单，谁对付一哥，那谁就是反派，谁就该死。蒲怀狼狈地从地上爬起，看到林毅已经慢悠悠地和再次拉开了距离。这时候，蒲怀发现自己的血量只有不到100点了，自己的身上还缠着一缕可怕的黑雾，这黑雾在不停地扣除自己的血量。这时候，蒲怀终于慌了，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他将手中的匕首扔掉，满脸凄然地看着不远处的林毅。林毅，是我错了，是我被仇恨蒙蔽了目光，我不该朝着你下手，更不该朝着苏婉宁下手。当初我明明知道你喜欢苏婉宁，却仍然对她下手，是因为我一时之间被嫉妒冲昏了头脑。林毅嘴角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嫉妒？蒲怀连忙点头，对，当时你的数学成绩很好，你不用付出任何的努力就能拥有我不想都不敢想的分数，所以我……林毅目光之中阴鸷更甚，所以你就编出了那样的谎言，让苏婉宁当时在初中整个人都活在指责和谩骂之中。不远处的苏婉宁显然也听到了两人的对话，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年的事情，眼底闪过一丝畏惧。那段日子他度过得很艰难。蒲怀跪在地上，不停地朝着林毅磕头，不停地道歉，他满脸都是眼泪，不断地抽泣着，哪里还有刚刚那副嚣张的模样。我真的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你能原谅我吗？阿义，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吗？林毅突然笑了。蒲怀看到林毅笑的那一刻，满心以为林毅当真选择了原谅他。蒲怀刚想站起身来，却看见林毅满脸灿烂笑容的朝着自己点了点头，开口道：不能，不是，再见。说罢，林毅双指一松，一根漆黑的箭矢便朝着蒲怀射去。30，猩红的数字在蒲怀的脑袋顶上飘出来。蒲怀看着插在自己胸口的箭矢，目光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下一刻，暴怒瞬间充斥在蒲怀的胸膛。你耍我，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怎样？林毅并没有停止射箭的动作，仍然飞快地搭箭拉弦，再次朝着蒲怀一箭射出，甚至一箭比一箭更快。
林毅的脸上笑容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凶厉。道歉？你觉得这句轻飘飘的道歉有什么用？在别人因为你的一句不痛不痒的玩笑话而遭受误解和围攻之后，你觉得你道歉有什么用？留着你那些可笑的道歉去向阎王爷说吧。终于，最后一道剑矢划过，蒲怀身体幻化成了烟尘，带着他犯下的罪恶，彻底消失在了这全民转职的时代。林毅放下手中的弓箭，看向身后不远处的唐俊仁和苏婉宁，温柔一笑：“没事了，我们暂时安全了。”听到这句话，唐俊仁紧紧抓着盾牌的手终于得以放松，已经过度用力的双手不断的颤抖着，沉重的盾牌咣当一声坠落在地，正如三人心中高悬的那颗石头扑通落地。唐俊仁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擦去身上疯狂流淌的汗水。毅哥，我完成了你布置的任务，我保护好了苏同学。唐俊仁身旁的苏婉宁此时更是已经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刚刚经历了太多，他觉得自己仿佛不断的在生死边缘划过，不断目睹这人世间最恐怖的人性和最血腥的杀戮，这让他有些承受不住。刚刚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苏婉宁差点惊呼出声，哪怕他对于全民转职时代还是一知半解，但是仍然能够看出林毅活下来的十分惊险。当那只大蚂蚁把林毅撞飞出去的时候，苏婉宁感觉自己眼前一黑，差点吓晕过去。他当时真的觉得林毅必死无疑了，不过还好，林毅还是顽强的活了下来。林毅走了过来，轻声安慰着两人。这种事情他前世的确经历过很多，所以他没什么感觉。但是唐俊仁和苏婉宁是刚刚转职，突然就被自己拉入了这一整个漩涡之中，肯定一时之间难以接受。等到安慰了片刻之后，林毅再次扛起自己的长弓，朝着突刺兵蚁走去。他还需要继续去练级。第23章5级。这份沉稳和不知疲倦的内心，不禁让通天塔的众人感到十分恐怖。经历了如此大战，难道都不需要喘息片刻吗？林毅几乎是转瞬间就再次投入了战斗，他是不会累的机器吗？通天塔内，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楼层，此时都是灯火通明，摆在他们所有人桌子上的都是一个人的资料。林毅这个名字从这一刻起响彻整个通天塔，他今晚的所有操作都被做成了轮番动画，不停播放研究，他的所作所为也全都被通天塔注视着。他接下来在副本的表现也同样让整座通天塔期待。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个来自华夏的天才少年到底能够做出什么样震惊全世界的操作。这些林毅自然是不知道的。现在林毅的眼中只有面前这些突刺兵蚁。有了4级的数据提升之后，林毅杀怪变得更加容易了，只需要注意一下这突刺兵蚁的偶尔会发动的技能就行。在无敌闪避技巧的帮助下，突刺兵蚁的普通攻击基本上根本碰不到林毅的衣袖。很快，林毅屠杀10只左右的突刺兵蚁，获得的经验让3人全部升到了5级。就在升级5级的同时，系统机械的声音在3人的脑海之中响起：您当前等级已经达到上限，待完成第1个灾变副本之后，可开启后续等级。对于这个提示，林毅并不诧异，前世的他在论坛之中见过，不只是5级，其实后续还有10级上限和20级上限等等，前世林毅也遇到过。既然已经达到了上限，那么自己今晚的目标也便是达成了。林毅直接收起自己的长弓，就带着唐俊仁和苏婉宁2人准备回到教室之内。他们所有人都不能离开学校，也离不开学校，所以他们今晚只能在教室内度过了。等明日副本结束，按照林毅前世的经历，通天塔会开放新的安全区，到时候林毅等人再重新寻找据点便可。返回教室的路上，林毅开始查看自己现在的数据。此时林毅的数据和1级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毅第1滴血称号佩戴中，等级5，血量374，攻击力38，已含有武器加5，法强28，蓝量165，敏捷30，幸运5。这些数据全都是经过称号加成之后的数据。在血量提升起来之后，林毅的被动技能也有所提升。黑印，黑暗猎人的弓箭会有一定概率附加黑暗腐蚀效果，每秒对敌方单位造成8点伤害，持续10秒。不要小看这看似很少的8点伤害，10秒钟加起来一共可是80点。至少现在的林毅，如果再遇到1级的敌人围攻的话，只要这被动技能触发一次，那么1级的敌人便必死无疑了。幸运的天赋点，林毅每1级都会点，现在已经来到了5点。不过现在这幸运天赋点还是太少了，仍然体现不出差距。林毅前世计算过，这幸运天赋点起码需要达到10点才会出现成效，所以现在的林毅并不急。除了这些数值上的提升以外，林毅最大的提升应该就是解锁了第1个主动技能，5级技能黑暗笼罩，蓝量消耗10点，冷却30秒，
黑暗猎人的下一支弓箭将变成一团黑雾，将中箭的第一个敌人笼罩其中，造成120%攻击力的物理伤害，并100%附带15%的减速效果，有一定概率附带30%的减速效果，持续5秒。这才是灵异最想要的东西。有了这个技能，黑暗猎人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做到放风筝。所谓的放风筝是网游之中的习惯用语，是指远程攻击玩家在被敌人追杀的过程中，利用减速或晕眩等控制手段造成移动速度差，既能给敌人造成伤害，又能保证自己不被攻击的一种手段。此时的灵异若是在遇到当时蒲怀追击自己的那种情况，灵异即使不利用突刺兵以拉开距离，他也能够将蒲怀反杀。这种有关计算的事情，灵异最擅长不过了。不仅仅灵异有所提升，唐俊仁同样数据暴涨。此时唐俊仁的血量也达到了一个恐怖的440点，这自然是得益于唐俊仁的极致体质加点。不过苏婉宁没有任何的提升，等级虽然提升到了5级，但是血量仍然是10点，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成功转职之前，苏婉宁不可能获得一丝一毫的提升。苏婉宁仍然是团队之内必须要保护的人。林毅看出苏婉宁的俏脸似乎有些落寞，于是林毅拍了拍苏婉宁的肩膀，轻声说道：“你放心吧，我和唐同学会好好保护你的。”苏婉宁轻轻点了点头，突然想起刚刚林毅和蒲怀的对话，直到今天他才知道，原来自己这个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一直都在默默地喜欢着自己。那他知不知道自己其实也一直对他有好感呢？第24章，他就是永夜剑神。上，从初中之后，苏婉宁就能感觉到其他人看自己时的那种怪异的目光，但林毅没有。林毅看向自己的目光永远是那么的清澈和自然，或许这就是苏婉宁对于林毅有好感的原因之一吧。突然，苏婉宁想起了一件尘封在她心中的事情。苏婉宁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论坛上，在所有人都对自己口诛笔伐的时候，有一个账号在疯狂地替自己说话。后来那个账号更是花费大价钱买下了学校贴吧的管理员，把所有关于自己谣言的帖子全部删除，把所有传播自己谣言的账号全部封禁。甚至有一天凌晨2点，苏婉宁看着贴吧痛哭流涕的时候，那个账号还在疯狂封禁。可以说，那些个夜晚是这个账号隔着网络陪伴着他度过的。他一直联系这个账号，却从没得到过回复。那个账号的名字叫 Y， 而灵异的 E 首字母也是 Y。 苏婉宁觉得自己的心脏停跳了一拍，他抬起头看向自己身旁正在保护自己的灵异，正如当年默默保护自己的那个账号一般。会是他吗？苏婉宁顿时心乱如麻。突然，整个服务器内所有人的脑海里再次响彻起机械的电子声音。恭喜黑暗猎人灵异一段操作入选全服精彩操作集锦，评级 S。 恭喜全服首个 S 操作已经诞生，请所有玩家顶礼膜拜。通天塔将给予首个展现出 S 级操作的玩家灵异奖励。恭喜黑暗猎人成功获得武器史诗破灭永夜之弓。破灭永夜之弓，品质史诗，可用等级10，攻击力20-25。技能1黎明之剑，使用者弓箭有概率变化成黎明之剑。黎明之剑效果100%附加一次黑印效果，并瞬间引爆。附赠无限剑带。所有人在片刻的茫然之后瞬间沸腾。精彩操作集锦功能界面内，灵异最新的那段视频下的评论几乎瞬间突破999加。玩家们虽然还不知道这个 S 级评价的含金量，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武器的含金量。无数的玩家已经看着这把武器的数据的流下了口水。看完别人的武器，再看看自己的手中的新手武器，简直是货比货得扔啊！在灵异新增视频的下方，瞬间就有玩家开始了讨论：谁是灵异？到底 TMD 谁是灵异？ TMD 他不会是内测玩家吧？怎么这样牛？楼上，你别太离谱，神 TM 内测玩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灵异还真是一种特殊的内测玩家。这个武器绝了呀，攻击力这么高。不懂就问，谁知道这个史诗是什么意思？史诗都不知道。论坛上有介绍的，史诗是武器的等级标准。全民转职时代中的等级分为普通、精良、史诗、传说、绝世5个级别。现在所有人的武器都是普通级别，这史诗级别的武器简直是太诱人了呀！本人硕士学历，经过我仔细的研究判断，这把武器对于目前这个略显孱弱的黑暗猎人来说，绝对是一大助力，直接弥补了黑暗猎人没有爆发伤害这一缺点。这灵异恐怕是现在全服最强的黑暗猎人了。我一个朋友让我问问，能够杀人夺宝吗？楼上的，一看你就没有仔细看这个灵异的视频吧？这是绝对的大神，你敢朝他下手，你有几条命啊？这条评论几乎瞬间获得了上万的点赞，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打开了上面的视频。下一刻，他们仿佛瞬间被置换到了一个虚拟的战场上，一切的场景都是那么的逼真。
不少人都被这突然的一幕吓了一大跳。当时林毅所处的场景也被通天塔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出来。观看视频的玩家就仿佛是林毅身后的一名队友，正近在咫尺地欣赏着林毅的操作，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增强视频的代入感。紧接着，众人便看到了这个视频的主角林毅。此时的林毅手举长弓，神色淡然，一副大神的云淡风轻。而在林毅的对面，有一个漆黑的人影，正举着手中的匕首。人影身后，数只硕大的蚂蚁正在来回转动。卧槽！这大蚂蚁什么鬼？他在哪里遇到的？这要是我，恐怕当场就吓死了吧。这黑影又是什么东西？在视频内，通天塔对于反派的身影进行了涂黑的处理，算是保护了那些反派的隐私吧。下一刻，反派的身影突然转变成了半透明的状态，观众们瞬间反应了过来，这是暗影刺客进入了隐身状态。妈呀！一个脆皮弓箭手对上隐身的刺客，完了！可是接下来林毅的操作完美打脸了弹幕。林毅精准地预判了暗影刺客隐身之后的行踪，仿佛开了挂一般，直接震惊了所有的观众。第25章，他就是永夜剑神。卧槽，这是怎么做到的？隐身也能看见？举报了！开挂！我猜测是有什么隐藏的小细节，能够分辨出隐身的位置吧。但不得不说，这家伙的眼力真的很强，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这个林毅，牛逼！一瞬间，这两个字刷爆了弹幕，所有人的眼前都漂浮着这两个字，所有人都没想到，居然还能这么操作。当林毅一脚将贴近身位的暗影刺客踹开时，弹幕更是笑作了一团。好准的剑，好长的腿！只可惜大家突然没了文化，看着这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操作，也只能大喊出来这两个字：牛逼！林毅的名字和他操作的身影，深深地刻印在了这些人的脑海之中。原本还因为自己的职业有些弱小而沮丧的黑暗猎人们，仿佛瞬间找到了自己的主心骨，再次信心爆满了起来。他们也要像林毅一样。视频的点赞量不断攀升着，短短数分钟里已经突破了10万，而且整个增长的势头还没有停止。林毅之前的操作3个操作也在不断被人反复研究着，他那临危不乱的思维和云淡风轻的走位，瞬间收割了一大批的迷弟迷妹。唐俊仁的操作虽然同样精彩和不可思议，但是在观赏上却远远不如林毅的操作。无数人痴迷看着林毅面对体型庞大的巨兽，信心满满，云淡风轻地迈出那一步。无数人惊叹林毅灵活的翻滚和诡异的变向技术，更多人惊艳林毅戏耍那暗影刺客和喋血猎人的转身和肘击。林毅在这一刻多了一个新的封号，一个所有看过他操作的人给出的封号——永夜剑神。此刻的林毅还不知道论坛上那些玩家给他起新外号的事情，他正和苏婉宁以及唐俊仁一起返回班级内。吱呀一声，木门被推开了，教室之中所有人的目光瞬间朝向了门外的方向。是谁回来了？刚刚蒲怀和梅莲他们带着一批人离开，班级内的同学都是看在眼里的。他们猜测，他们肯定是去报复林毅了。现在回来的是谁？那最后的结果也就很明显了。木门推开，教室内的白炽灯将来人照亮，一张淡然的脸庞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和教室内紧张兮兮的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林毅！所有同学的心底都泛起一抹骇然。难道说蒲怀他们？林毅瞥了教室内的众人一眼，寻找了一番，有些惊诧。哟，梅莲呢？居然没回来，还想着把他也杀掉呢。算了，先不管他。林毅随口呢喃了几句，可这句话却是让全班都脊背发寒。也杀掉？这是什么意思啊？其他人都已经死了吗？有比较胆大的人颤声开口道：林毅，他们人呢？林毅挑了挑眉，他们？你是说蒲怀那些人去找雷正义了？他笑了笑，搓了搓手，继续道：他们都是同学情深，比较想念雷正义，所以我就顺手帮个忙，把他们全都给送过去了。你们若是也想念雷正义了，我也可以帮你们。众人不寒而栗，齐刷刷的退后了一步，根本不敢去看林毅那可怕的笑容。他妈的，谁会想念雷正义啊？那可是意味着死亡啊！不知为何，此时这些班级的同学突然感觉林毅变了，不再是他们平日里认为的那个身体瘦弱，只会整天研究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数字和公式的林毅了。此时的林毅当真就像是一尊行走在永夜之中的剑神。其实林毅没变，变的是他们心中对于林毅的态度，从鄙夷变成了畏惧。林毅笑笑，没再理会众人。此刻他手底下的鲜血已经多达10几人，这震慑力让全班根本没有敢靠近他。林毅和唐俊仁一前一后保护着苏婉宁走进教室之内，寻找了一处角落。唐俊仁稍微布置了一下，利用桌子拼接出来的一张大床，能够容纳3人躺在上面。
其实发生了这种异变，唐军人和苏婉宁都觉得自己肯定是不可能够睡得着的，但是林毅却说一定要有充足的休息，明天的副本绝对不能疏忽，否则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有人都胆战心惊地看着林毅三人的举动。终于有一个自觉先前和林毅关系还不错的女生易梦猛地一咬牙，她先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将校服勒紧，凸显出自己傲人的身材，然后脸上挂上一抹甜美的笑容，朝着林毅靠近而去。林毅此时正坐在桌子上，警惕着周围的一切。苏婉宁依靠着角落的两面墙壁，能够收到攻击的方向就变少了，会更加安全一些。林毅自然是注意到了易梦的举动，右手瞬间握住了自己的长弓，警惕地看向易梦。林毅，那个，我想和你组队，你感觉可以吗？第26章47万点赞。易梦一边说着，一边不断地扭动自己的身体，笑容更是腻的仿佛吃了一整包糖果。不能，你最好离我远点，否则我可能会误伤到你。易梦没想到自己这么主动，还被林毅果断地拒绝了，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身材还不够明显，连忙再次将校服拉紧，装出一副柔弱的模样，说道：“你看我一个女生在那什么副本里面可怎么办啊？你保护我一下，好不好？你那么厉害，你放心，我会给你好处的。而且之前咱俩的关系不是很不错吗？你还给我讲过数学题的。”说到这里，易梦的暗示可以说是很明显了。这一幕让不远处的其他男生都忍不住吞咽起了口水，满脸的羡慕。可是易梦没想到，林毅不仅没有一丝的动心，甚至表情更加厌恶，直接冷声道：“不用了，如果你再如此靠近我，我就要出手了。我不会再容纳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了。至于你，在明天的副本之中就自求多福吧，我帮不了你。至于你说的关系不错，我若是没记错，我那次给你讲完之后，因为我用的公式超出了你的接受范围，你就到处说我不过是不懂装懂的。还有刚刚，你也是满脸激愤要杀掉我的人之一，你管这叫关系好？”林毅冷厉的目光扫向面前易梦那心虚的眼神，继续说道：“还有，补充一下，在全民转职时代，没人能够依靠，你只能依靠你自己。现在你引以为傲的美色也会半毛钱都不值。”林毅如此打脸的话语，几乎是瞬间就让易梦的脸庞涨红无比，加上自己的谎言被拆穿，易梦整个人当场就恼羞成怒了起来。可是他突然想起林毅的实力，只能将自己的怒火压在心中，怒哼一声之后，直接转身离去。林毅用淡漠的目光扫视过所有人，轻声道：“我可以告诫你们大家所有人，最好不要靠近我3米之内，否则我很有可能会误会你们的意图。示好的、求助的、道歉的之类的所有话语都不必和我说，顾好你们自己就可以了。你们就当我只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你不招惹我，我自然不会招惹你们。当然了，除非你们想念雷正义了。”林毅冷酷的话语顿时招惹来了不少人的低声咒骂，他们觉得这林毅太冷酷无情了，明显就是觉得自己火了，不想帮助他们这些同学了。对于这些声音，林毅根本是理都不想理。思索之间，此时的林毅已经打开了系统界面之中的论坛，那铺天盖地的点赞和评论瞬间让林毅惊住了。恭喜您的精彩操作，一共新获得了47万的点赞量。林毅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点赞量。前世的他虽然也因为精准的计算评上过一次 B 级操作，但是那时候大神们已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各种神级操作铺天盖地。他那个区区的 B 级操作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会点开视频观看，就别提点赞量了。不过这次重生之后的林毅不一样了，首先他这个时间点，别的前世大神此时恐怕还在那里熟悉所有的设定呢，压根没人能够和他竞争。其次，有了天秀操作外挂的林毅，加上他本身的最强大脑，两相结合做出来的极限操作，绝对是惊艳世俗的，怎么会不吸引人的眼球呢？林毅大致扫了一番评论，大部分都是膜拜大神的，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在阴阳怪气，说什么可能都是演的，这一切都只是个骗局罢了。对于这些人无关痛痒的揣测，林毅直接就选择无视。如果是当面，林毅可能还会回怼，但是对于这种网络之上的井底之蛙，林毅是没有半点和他们争辩的兴趣。全服首个 S 级评价的奖励此时正躺在林毅的背包之中，林毅的等级还不足以使用这把武器，不过对于这把武器的技能和属性，林毅的评价是千金不换。这把武器虽然只有10级，但是它的这个属性就算是用到30级之前，林毅都觉得不过分。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增加了黑暗猎人的爆发能力，林毅却觉得不止。这技能最恐怖的地方其实是它的清算能力，这个清算包括敌人身上已经存在的黑印。要知道，在30级之前，黑暗猎人是不能够多次叠加被动技能黑印的。也就是说，如果第一剑林毅触发了被动技能，那么10秒钟内不管林毅射出多少箭，都将不再会触发被动技能，直到10秒后被动技能结束。但换上了破灭永夜之弓，
如果林毅第一件触发了被动技能，第二件又触发了武器技能，那么第一件触发的被动技能将会被清算。如果敌方没有死亡的话，接下来林毅第三件还可以重新触发被动技能。这才是这把武器真正的恐怖之处。看来等明天的副本结束之后，林毅需要迅速的提升自己的实力，早日用上这把黑暗猎人前期的神器。林毅把目光从武器上收回，落在了兑换商店这个界面之上。他清楚地记得，操作入选精彩操作集锦之后，根据点赞量可以在兑换商店内进行奖励兑换。自己这47万的点赞能够换来什么好东西呢？林毅充满了期待。第27章兑换商店上，是否将 47.59W 点赞兑换成47点大神点？听着耳边的提示，林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恭喜兑换成功，剩余未兑换点赞数为 0.59W。 下一刻，琳琅满目的商店几乎让林毅瞬间看花了眼。在这商店之中，林毅可以兑换的东西非常的多，比如武器、防具、鞋子、饰品、药剂等等，几乎是大部分需要用到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兑换商店之中兑换。兑换价格也是有高有低，高的能够达到100大神点，低的甚至只需要5个大神点。所有物品按照分类摆好，首先映入林毅眼帘的便是武器区。不管是喋血战士的大刀，还是炫灵法师的魔法棒等等，各个职业的武器都有。但是林毅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在武器区久留，因为武器暂时就不必看了，林毅应该很快就能升级10级，然后开始使用破灭永夜之弓。目前来说，这个破灭永夜之弓是林毅最满意的武器，所以林毅率先朝着防具看去。兑换商店之内的防具一共分为2种，轻甲和重甲。轻甲是所有职业都可以穿戴的，不影响移动速度，但是相应的，轻甲所能够提供的防御力也会比重甲少。重甲只有放逐骑士和喋血战士2个职业可以选择性穿戴，优点是更加强力的防御能力，缺点自然就是会大幅影响穿戴者移动速度，可以根据玩家不同的需要进行选择。以林毅现在的等级，只能在兑换商店之中兑换5到10级的装备，他也可以将大神点积攒起来，等到等级高起来之后兑换高等级的装备。不过林毅并没有那样选择，他很明白自己在前3个副本之内一定要拼尽全力，否则拿不到转职所，苏婉宁就得一辈子保持现在这个模样，这是林毅无法接受的。所以一切目前能够利用的资源，林毅都不会放弃。将所有的护甲装备看过一遍之后，林毅的目光转向了鞋子。鞋子只有一种，所有职业能够穿戴的鞋子都是没有区别的。鞋子的品质越高，提升的速度也就越快，价格自然也是更贵。最后是饰品。饰品算是比较奢侈的一种具有特殊能力的道具，但相应的功能也会更加丰富一点。林毅一个接一个地研究着每一件装备，计算着自己所拥有的大神点，如何购买才能性价比最大化。在林毅沉思的时候，通天塔内的龙阳秋等人刚刚才从激荡的心情里平静下来，他们的目光再次看向林毅，发现林毅正在兑换商店内犹豫，便是闲聊起来。龙阳秋率先发问，还破天荒地拿出来了一根香烟，点燃起来，品味了一口。他已经很久没吸过烟了，但是今天高兴，龙阳秋心里就发痒，想要整一根。你们说他会买些什么？尤婉轻轻一推眼镜，分析道：47个大神点，其实已经算得上非常多了。我猜测林毅会兑换一个5级的武器、防具和鞋子，这些大概需要30点大神点。除此之外，林毅还可以兑换一些药剂，这样能够最均衡地提升他的实力。此言一出，不少人表示赞同，但之前那个暗影刺客的大神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已经有了奖励的武器，再买一把武器是不是有些浪费了？我倒是觉得，因为蒲怀的事情，他应该会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提升自己的敏捷能力。大道理女牧师一边皱着眉，将面前的烟雾扇开，一边也开口分析道：我倒是觉得他会买一个好一点的饰品吧，以他的实力，加上那些饰品的技能帮助，肯定会变得更强。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的时候，坐在教室中的林毅已经做出了选择。第一件，林毅选择兑换的居然真是一个饰品，几乎是在看到这个饰品的第一眼，林毅就立马决定要把它兑换掉。大道理女牧师立马得意地挑了挑眉毛，我猜对了。龙阳秋却是轻笑一声，说道：你仔细看这个饰品的介绍了吗？大道理女牧师一愣，连忙朝着这枚饰品的介绍看去。灵能护符，等级精良，可用等级5，在承受攻击时形成一道持续3秒的灵能护盾，抵挡3秒内所有的攻击，上限200血量。本护符只能使用一次，触发后碎裂。兑换价格15大神点。龙阳秋再吸一口烟，有些戏谑地说道：很明显，这是林毅给苏婉宁准备的。有了这个护符，苏婉宁的安全程度大幅提升，加上林毅和唐俊仁的保护，度过明天的这次副本想必是没什么问题的。这林毅对苏婉宁还真是一往情深啊，可惜这苏婉宁大概率是活不到最后的，也从来没有诡异恶灵能够活下来的记录。
其他人也是可惜的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他应该会给自己兑换装备了吧？第28章兑换商店中，林毅看着背包中的灵能护符，非常满意。接下来林毅选出了第2件兑换的装备，居然是一件重甲，紫金狮甲，等级精良，可用等级5，血量提升120，护甲5，兑换价格15大神点。当看到这件装备的时候，大道理女牧师明显是一愣，喃喃自语道：不对啊，这林毅不是黑暗猎人吗？他根本穿不了重甲呀。一旁的龙阳秋猛吸了一口烟，目光深邃起来，收起刚刚的戏谑，缓缓道：他不是给自己换的，这个重甲应该是给唐军人准备的。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所有人都在猜测林毅会如何提升自己的实力，可是没人想过林毅买的第2件装备居然仍然是给自己队友的。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能够做到的人少之又少。林毅之前说的把唐军人当成自己最好的伙伴，并不是随口一说的，甚至连现在林毅自己的身上都没有一件轻甲，更没有一件饰品。他刚刚获得的那把武器也只能躺在他的背包之中，暂时无法使用。而他选择的2件装备全都是给他的队友挑选的，哪怕面对着整个兑换商店内琳琅满目的诱惑，林毅也没有丝毫的动摇。难道这就是传说之中的奉献精神吗？林毅并不会知道此时通天塔内所有人的感慨，他仍然在认真的挑选他要兑换的装备。截止目前，林毅已经花掉了30点大神点，剩下的大神点已经不多了。林毅此时驻足在武器区，但他看的并不是黑暗猎人专用的长弓。很快兑换了第3件装备，赤金盾与短剑，等级精良，可用等级5，盾牌防御10-15，短剑攻击力8，兑换价格10大神点。很明显，这同样也是一个属于唐军人的装备。现在只剩下最后7点大神点，林毅也没有浪费，先是花费5点大神点给自己购买了一双鞋子，迅捷步靴，等级普通，可用等级5，敏捷5，兑换价格5大神点。这是一双极为普通的白板鞋子，提升的5点敏捷也就是勉强弥补了远程职业和近战职业直接的平衡削减，但是对于林毅来说已经够用。最后2个大神点，林毅选择了兑换药剂，初级战斗回复药剂，战斗时可使用，每秒回复5点血量，持续10秒，兑换价格1大神点。林毅一共兑换了2瓶，以备不时之需。至此47点大神点兑换一空，林毅十分满意。可此时的通天塔内所有人的沉默反而让人震耳欲聋。一共47个大神点，林毅真正给自己用的只有5点，还是一双最普通的白板鞋子。他给苏婉宁和唐俊仁买的都是精良的装备，而他自己却是白板。龙阳秋的烟灰落在了他的腿上，他都毫无察觉。他真的在怀疑林毅这种人真的存在吗？47个大神点，他只给自己买了一双鞋，这小子太傻了。龙阳秋不知道自己是在哭还是在笑，他只感觉林毅有点傻。在全民转职时代，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就连龙阳秋这个队长也从不会牺牲自己的资源去给自己的队友兑换装备或者其他东西。想要活下来，每个人都应该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帮助只能让那些人更加的依赖和懈怠。所以在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自私之后，他们突然看到了一个像林毅这种人，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觉到震撼，也发自内心觉得林毅傻。大道理女牧师悄悄擦了擦自己眼角的眼泪，灿烂一笑道：他确实有点傻，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和他做队友做伙伴，只有这样的人，我才真的敢把我自己的后背交给他。我们牧师没什么自保能力，我当时参加副本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以保护我为理由向我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我不知道摸爬滚打躲躲藏藏经历过多少副本，若不是我运气好，可能我早就死了。我还以为这种队友这种伙伴是完全不存在的。说到最后，大道理女牧师已经哽咽无声，其他的幸存者也全都沉默不语，他们都在思考，林毅真的傻吗？如果有人问林毅这个问题，林毅肯定当场一个白眼翻过去。傻？林毅当然不傻，林毅这种最强大脑怎么会傻呢？他计算过了，以他的头脑和技术，光凭借5级的属性优势，就完全不需要装备的存在，也能轻松通过副本。唐巨人初入全民转职时代，对一切还不熟悉，自然需要更好的装备去保护他自己。有唐巨人在，苏婉宁的安全才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证，这样林毅才可以放心去完成副本之中的任务。这便是林毅要将唐巨人装备属性提升起来的原因，一切都是以成为全服副本排名第1做准备的。教室中，
当林毅从背包拿出这些装备的时候，苏婉宁和唐俊仁全都愣住了。第29章兑换商店下，居然有这么多装备，林毅从哪里弄来的？注意到这一幕的班级的同学更是瞬间投射过来嫉妒的目光，他们想要和林毅成为队友的想法更加强烈了。可是有一梦作为前车之鉴，他们根本不敢上前，只能在远处羡慕地看着。林毅将盾牌和重甲递给唐俊仁，唐俊仁双手颤抖地接过盾牌和重甲，他能够注意到这盾牌和重甲之上闪烁着淡淡的绿光，这是精良装备才有的装备特效，和他手中的这个新手盾牌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看到这盾牌属性的时候，更是震惊的瞠目结舌。他手中的新手盾牌防御力只有小小的5，而这个精良盾牌的防御力居然是10-15，整整翻了3倍。林毅已经跟他解释过，这个区间的意思是每次防御值会存在波动的，最低是10，最高是15。对于这个波动的概率，前世林毅也做过研究，基本上符合正态分布，非常低和非常高的概率都比较小，大部分情况下防御力都是12-13左右。这绝对很贵重吧？唐俊仁看着面前的盾牌和重甲，内心真的是感动不已。唐俊仁怎么也没想到，毅哥居然会给他兑换了整整2件装备。就算唐俊仁再愚钝，他也能想到，在全民转职时代，一个好的装备究竟会有多重要。那么重要的东西就绝对不会便宜，这2件装备绝对是非常昂贵的。唐俊仁感觉自己的眼眶有莫名的温热正在涌动，毅哥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听到唐俊仁的话，林毅轻笑着摆了摆手，满脸的不在意，开口道：不贵重，只要能够增强咱们实力的东西全都不贵重。这个饰品是给苏婉宁的。林毅柔和的目光转向苏婉宁，将手中的饰品递了上去。这是一个有些类似玉佩的饰品，在饰品之上还雕刻的有精美的花纹，在女生眼中绝对算得上是精美的艺术品级饰品。苏婉宁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饰品吸引了，可是林毅救了她那么多次，她现在哪里还好意思收林毅的东西？她做不到如此心安理得地接受林毅对她的好意。林毅自然是十分清楚苏婉宁性格的。林毅喜欢苏婉宁12年，对于苏婉宁的性格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几乎能够明白苏婉宁的每一个想法。林毅拉过苏婉宁的手臂，直接将饰品塞在了她的手中，严肃地说道：苏同学，你记住，我这饰品只是借给你的，花销我都记着呢。你现在的情况特殊，等你以后成功转职了，你一定要记得还给我，怎么样？似乎是怕苏婉宁拒绝，林毅还添了一句：9出13归。说罢，林毅便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苏婉宁看着手中的饰品，仍然有些犹豫，喃喃问道：转职？我得什么时候才能转职啊？林毅保持着笑容说道：很快的，相信我。苏婉宁一愣，抬起头看向林毅那认真的面容。林毅的语气很确定，就像是他在数学课回答老师问题时候那般的坚定。他坚信自己的答案绝不会错。这样充满信心的语气让苏婉宁心中一暖，展颜一笑，收下了这枚饰品，认真地看着林毅说道：好，那我们一言为定，我一定会还给你的。9出13归。林毅看着苏婉宁的笑容，略微有些失神。前世的每一个夜里，他都无数次回想起过这个笑容。那时候的他曾经疯狂质问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表白心意呢？林毅不知道，或许是对于数学的执着，让他想等自己解出苏婉宁心中的那个唯一解之后，再公布答案吧。上天给了林毅重生一次的机会，这次他不会再放弃了。唐俊仁和苏婉宁已经将装备穿戴在身上，唐俊仁泛着淡绿色光芒的重甲和盾牌让他显得更加沉稳了，眉宇之间那些自卑和懦弱仿佛也消失不见了。此时因为装备，唐俊仁的属性也有所改变。唐俊仁等级5，血量560，已含有重甲加120，攻击力28，已含有武器加8，法强20，蓝量150，敏捷32，幸运0。唐俊仁的这个血量可以说是相当恐怖了。要知道，现在大部分人还是1级，血量也就是100左右，唐俊仁将近是他们的6倍。就算是同为5级的林毅，也才374。加上唐俊仁盾牌的防御了和被动技能的举盾减伤，现在的唐俊仁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坦克。现在的他再去承受梅莲等5人的围攻，至少可以承受150次左右的攻击。真正的站着，让你打你都打不死。苏婉宁绝美的容颜搭配上灵能护符，也当真是绝配。灵能护符被苏婉宁挂在胸前，闪烁着动人的光芒。林毅自己也把兑换的迅捷步靴穿在了脚上，敏捷提升到了35。林毅并没有忘记唐俊仁也有一段操作被精彩操作集锦功能选中，唐俊仁的操作应该同样获得了不少的点赞。
唐俊仁查看之后告诉林毅，一共有 5.3W 点赞。林毅微微颔首，比较满意，旋即让唐俊仁兑换了5瓶药剂。至此，三人所有的奖励全部兑换完毕。接下来就是等待明日第一次灾变副本的到来。第30章惊叹值。林毅已经在队伍私聊频道之中给苏婉宁二人讲过这副本的大概设定了。唐俊仁和苏婉宁也好奇林毅是怎么知道的，林毅随口解释是在系统介绍里面看到的。灾变副本的场景大多是来源于生活之中常见的场所，但是这些场所和现在的蓝星一样，都发生了诡异降临的灾变，任何物品或者动物都有可能变成极其危险的怪物。副本的最终目的就是击杀最终 BOSS， 除了击杀 BOSS 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支线剧情，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谜题和 NPC， 解锁的支线剧情越多，最终的副本评价也就越高。没有经历过副本的唐俊仁和苏婉宁十分紧张，特别是苏婉宁，她太容易死亡了，她的血量几乎是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攻击，哪怕是有了灵能护符，她也仅仅只有一次机会。此时已经夜深，林毅让唐俊仁和苏婉宁二人赶紧睡觉，好好休养生息，自己先在前半夜守夜，等3点会叫醒唐俊仁。唐俊仁连忙点头，赶紧躺在桌子上强迫自己入睡，以免耽误3点之后的守夜。其实林毅压根没有叫醒唐俊仁的意思，他会自己守全程的夜。唐俊仁和苏婉宁需要更好的休息来应对明天的副本。苏婉宁躺在最里面，中间是林毅，最边上是唐俊仁。林毅看向系统显示的时间，晚上11点。可教室里的环境仍然是十分吵闹，班级之中的所有人都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他们对于未知的副本充满着恐惧，让他们的神经根本无法平静下来。不得不说，人在等死的时候其实是很疯狂的。比如现在，林毅能够清晰地听见教室右上角一对男女喘息的声音，这让林毅汗颜不已。那对男女趁着末日之前，好好享受着他们没享受过的事情。甚至这种情况并不是唯一，左上角也有一对，右下角还有一对。林毅他们占据的是左下角。这种怪异的声音夹杂着其他乱七八糟的声音，共同谱成了死亡之前最后的乐章。这个夏日微凉的夜晚，夜风吹拂着头发，林毅听着钻入耳边的喧闹声音，心情不免有些烦躁。林毅有些焦虑，他不知道明天的副本到底是随机的，还是按照他前世经历过的顺序出现。毕竟他重生之后，有太多的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比如精彩操作集锦功能的提前开启，这是他前世所没有的。加上他天秀操作外挂上显示的那些奇怪人名前缀，这些都让林毅有些怀疑他现在的经历的一切。他现在严重怀疑，他们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有人在围观操纵的。但现在的林毅根本无能为力，无法阻止这些。林毅晃了晃脑袋，将思绪排空，看向系统界面角落之中的天秀操作外挂。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收获了多少惊叹值。从林毅重生之后绑定这个天秀操作外挂开始，他已经获得了神速搭建拉弦技巧、弧形剑顶级版、无敌闪避技巧3种。这3种技巧都给林毅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否则现在的他恐怕早就已经死了。没了林毅的保护，苏婉宁也绝不可能活得下来，一切就完了。林毅还是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个天秀操作外挂，因为无敌闪避技巧的帮助，林毅很多操作都几乎每次都是死里逃生才完成的，所以林毅觉得这次的惊叹值绝对不会少，至少得有500点吧。算了，还是不能这么贪婪，300点也行啊。林毅一边猜测着，一边打开了天秀操作外挂的界面。下一刻，外挂的播报声在他的脑海里响起：恭喜，你已经成功获得1050点惊叹值。林毅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下，怎么会这么多？1000多，发了呀！来不及惊讶，林毅连忙打开获取记录，这里会记录惊叹值获取的原因。林毅这才明白过来，他获得 S 级精彩操作评价这件事震惊了许多了的华夏服务器玩家，自己那些操作也被更多的人看见，造成了震惊，从而获得了不少的惊叹值。除此之外，林毅发现自己买装备这件事居然还震惊了几个人。林毅有些不理解，自己换装备过程很震撼吗？再仔细看去嘛，被震惊的人正是林毅觉得怪异的那些幸存者们。没想到自己兑换装备的界面他们都能看到，那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外挂界面吗？林毅猜测是不能的，不过不重要了，现在林毅应该考虑的是这1000多惊叹值换些什么比较好。在外挂的兑换界面目前只解锁了2个大类，一种是基本技巧类，另一种是成名技类。成名技类的特点就是比较贵，而且那些人林毅还都不认识，所以林毅并不准备兑换。思索片刻，林毅先是花费300惊叹值把自己的无敌闪避技巧升级到了第2层。第31章，自己在耍流氓吗？无敌闪避技巧分期第2层，300惊叹值。PVE 玩家对战电脑。
1. 可闪避1到15级小怪攻击，成功率 90%。2. 可闪避1到15级小怪技能，成功率 80%。3. 可闪避1到5级 BOSS 攻击，成功率 80%。PVP 玩家对战玩家，可闪避4人及以下的简单攻击，成功率 80%。解锁下一层600金碳值。无敌闪避技巧第2层相比于确实有不少的提升，其中 PVE 的第3条提升对于林毅来说正好急需。林毅微微颔首，这300金碳值花的还是很值的。至于下一层，居然需要600金碳值，林毅摇了摇头，决定暂时不兑换，因为林毅看中了另外一样东西——精准射击技巧。兑换价格300金碳值，林毅射箭的准度只能说是及格线以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距离真正的精准还是有些距离的。所以林毅决定把这个技巧兑换下来，毕竟关键时刻每一箭都是极为重要的。况且有些 BOSS 会有特殊的弱点，若是能够射中弱点，会造成翻倍伤害。无论如何，精准射击这个技巧十分值得300金碳值。还剩400金碳值，林毅仍然不准备留下，他继续翻阅着其他的技巧。突然有2个技巧映入林毅的眼帘：双弧形剑技巧，弧形剑技巧加强版，剑时可进行2次弧形弯折，更加不易闪躲。鬼魅，兑换价格300金碳值。双弓剑法，一次可射出2根箭矢，但2根箭矢准确度将大幅降低，需要搭配其他技能使用。兑换价格300金碳值。林毅其实最开始十分心仪双弓剑法，但是如果现在兑换双弓剑法，还需要搭配精准双箭射击技巧，这需要400金碳值。也就是说，想要完全掌握双弓剑法，至少需要700金碳值。林毅拿不出来，只能先选择先兑换双弧形剑法，花费掉300金碳值。剩下的150金碳值，林毅暂时找不到能兑换的东西，只能留着等以后再用了。林毅满意的看着这些花费900金碳值兑换的东西：双弧形剑技巧、精准射击技巧、无敌闪避技巧第2层。有了这些技巧，林毅在明天的副本之中相比也能更有把握一些。林毅思绪退出系统界面，扭头朝着身旁看去。此时唐俊仁倒是睡得香甜，此时甚至都已经响起了阵阵的呼声。林毅实在是没法把现在的唐俊仁和前世的最强骑士联系到一起。唐俊仁的前世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呢？林毅不愿去想。林毅又把头扭到了另一边。此时的苏婉宁侧着身子，身体蜷缩着，朝向着林毅的方向。看着苏婉宁的侧脸，林毅心中的焦灼似乎瞬间一扫而空。林毅鬼使神差的将手伸了出来，朝着苏婉宁的俏脸凑了过去。就在林毅的指尖即将触碰到苏婉宁时，他猛然回过神来，指尖顿住。自己这是在干什么？耍流氓吗？难道自己也被他们那些声音干扰了吗？林毅自嘲一句，刚想收回自己的手，却突然被一只柔弱无骨的素手抓住。林毅愣住了，居然是苏婉宁！苏婉宁居然没有睡着。不知道为何，林毅的心脏开始砰砰狂跳起来。林毅感觉此时的自己甚至比刚刚和蒲怀生死决斗的时候还要紧张一些。他会说什么呢？难道是和前世一样的表白吗？苏婉宁缓缓睁开眼睛，那双闪亮的双眸仰头看着面前的林毅。他从没像现在这样如此认真地看过林毅。他突然发觉，林毅的眼睛就像是仲夏夜的萤火虫一般，在暗夜之中绽放着属于他的微弱光芒。这光芒会让苏婉宁感到无比的安心。你是当年那个 Y 吗？苏婉宁问出了一直在他心中的疑惑。林毅一愣，他没想到苏婉宁会突然问出这个问题。林毅沉默了，苏婉宁也得到答案了。如果 Y 不是林毅，林毅不会表现出现在的沉默。苏婉宁突然猛地将林毅的手拉下来，林毅恍神之间直接被拽倒下去。还没等林毅反应过来，一双冰凉却温热的嘴唇凑了上来。林毅瞬间瞪大了眼睛，那一瞬间的触感几乎瞬间将他的意识吞没，让他沉沦再沉沦。林毅在经历苏婉宁惨死之痛后，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他还能够如此和苏婉宁缠绵在一起。火热的情感和原始的欲望都在不断冲击着他的脑海，他想要将面前的身体狠狠揉进他自己的身体里。那是前世300多个日夜的思念和12年间点点滴滴的爱恋。林毅感受到了湿润的眼泪在他的脸颊上划过，不是他的，而是苏婉宁的。两唇相分，苏婉宁的目光柔和地看向林毅。第32章，请你喜欢我。苏婉宁轻轻咬着红唇，似乎下了很大很大的决定，开口道：是你一直陪着我度过了我最艰难的时光，你帮我掩去了所有的乌云，也是你帮我遮挡了所有的瓢泼大雨。可我直到现在才知道，现在又是你救了我，让我能够多看看这个世界。我知道你骗了我已经查遍了系统所有的介绍，根本没有说过诡异恶灵可以转职，我的实血量
也根本不可能在这诡异的世界存活下来。我只会给你们拖后腿。我根本就是被这个世界抛弃的孩子。我能在死之前知道当初的一切，我很高兴。你不用再逞强了。苏婉宁的话犹如一盆冷水，直接从林毅的脑袋上浇下来。刚刚所有旖旎的念头和想法都瞬间烟消云散。林毅能够看出，此时的苏婉宁双眸之中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欲望。她一向爱美，或许她受不了以这种可怕的姿态生活下去。她最畏惧别人的话语和目光，所以她不想承受着别人惊恐的目光和恶毒的言论。林毅撑起自己的身体，目光看着面前的苏婉宁。他也从没如此近距离打量过苏婉宁。白如凝脂的皮肤，挺翘的鼻梁，娇艳的红唇，灵动的双眸，这些无一不让他沉醉。但他此时的面色无比严肃。苏婉宁，你喜欢我吗？苏婉宁刚想点头，林毅却再次补充道：感动不是感情，如果除去我做的这些给你带来的感动，你还喜欢我吗？林毅的话让苏婉宁愣住了。苏婉宁感觉此时自己的脑子纷乱如麻，她想不明白林毅所说的这个问题，自己对于林毅到底是感动还是感情？她的确一直对林毅有好感，在知道林毅就是外之后，这种好感更是喷薄而发，所以苏婉宁觉得自己应该是喜欢林毅的吧。我喜欢。可苏婉宁刚想说下去，林毅却用深邃无比的目光认真地看着苏婉宁。可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的喜欢呢？或许你只是感动而已，你并不是喜欢我。你这样的所有行为对我来说不过是你对我最后的施舍罢了。如果你真的想报答我，那么请你真的喜欢上我好吗？让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喜欢，这样我们才是双向奔赴的。你不是我的累赘，你一直都是我的救赎。如果没有你，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我真的不想再经历那样日子了。好好活着，然后让我感受你的喜欢好吗？苏婉宁看着林毅略带乞求的目光愣住了。因为初中的事情，苏婉宁向来不会表达她自己的感情，哪怕对林毅心存好感，平日里她展现出来的也大多都是冷漠，这样似乎的确对林毅不公平。或许她真的应该学习一下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片刻之后，她微微颔首。好。林毅悄悄松了一口气，他注意到了苏婉宁眼神之中再次迸发出一点生机的焰火。林毅直起身，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夜色。他没有解释自己没有骗他，不管自己怎么说，苏婉宁都不会相信。自己重生这种事情，他更是不可能认可。林毅只能帮他慢慢找到希望，尽量的拖延时间。翌日，唐俊仁恍然惊醒，当他看到系统的时间时，直接抽了自己2个大嘴巴子，这可把一旁的林毅吓了一跳。老唐，你干嘛呢？唐俊仁连忙哭丧着个脸，边打自己边道歉道：毅哥，我居然睡过头了，说好了凌晨3点我起来交接班的，我却睡过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是不是你叫我都不醒？我真该死啊！毅哥，你快睡一会吧。林毅哭笑不得地拦住唐俊仁，笑道：没事，本来我昨天就没打算叫你，我平时熬夜熬习惯了，熬一天没事，但是你们不行，今天可是我们第一次参与副本的日子，你们必须打起精神。此时的苏婉宁也已经醒来，他看向面前的林毅，展颜一笑，完全没有了昨晚眼中的消沉。林毅也默契的没有提起昨晚的事情。此时距离第一次副本的开启只剩下5分钟。林毅扫视一圈班级，发现有的人还在呼呼大睡，没有清醒，有的人和他一样一整夜没睡。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今日副本通关之后，他们将被分配在安全区。安全区的每个人都将有各自的房间，他们这些同班同学可能也不会被分在同一处安全区，或许这已经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流转，所有人的脑海里终于响起了播报声。恭喜，你们安全度过了第1夜。1分钟之后，你们将进入第一次全民灾变副本。哭泣的高3楼，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出发。第33章，哭泣的高3楼。全民灾变的副本的通关条件是击杀最终 BOSS， 但是不要忘记寻找每一处支线任务哦。学会利用你们的职业，并且和队友一起配合，才是通关的关键。希望大家都能顺利通关这一次的灾变副本，解锁真正的全民转职时代。传送倒计时0点0分05秒，传送开始。所有人的面前开始变得天旋地转，很多人下意识想要抓住身边的桌椅，却发现此时自己的身体已经变得虚幻。林毅体验过无数次这种感觉，自然不觉得有什么新奇和恐惧。他紧紧抓着身旁唐俊仁和苏婉宁的手，这样他们就会成为同一个队伍。但是这种方法也是有限制的，同一个职业，每个队伍只能有1个。因为全民灾变副本的参与方式是6个人为一队，分别是6个职业的玩家。玩家可以提前组队，也可以等待通天塔的随机分配。林毅其实好奇的是，身为诡异恶灵的苏婉宁会被算作是什么职业，或者苏婉宁能否进入副本之中。等眩晕的画面消失，漆黑阴森的走廊出现在林毅的面前。
林毅恢复意识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身旁的苏婉宁，还好，苏婉宁还在，说明诡异恶灵是真的可以进入副本的。接着，林毅开始打量面前的环境，心中再是一喜，副本的顺序没有改变，这就是前世他参与过的第一个灾变副本。对于这个副本的名字，林毅没什么印象，当时被传送的前一秒，他都还在抱着苏婉宁的尸体在哭泣，哪里有什么功夫注意副本的名字？所以他也是这一世才知道，原来这个副本叫哭泣的高3楼。确认完副本和苏婉宁的安全，林毅把目光扫向了自己的身旁。是你？还没等林毅看清，一道尖锐的嗓音突然响起。林毅听着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这么讨人厌呢？他扭头看去，发出声音的居然就是梅莲，这女人居然和他们分到了同一个队伍。林毅还真是哭笑不得，原本以为他跑了，自己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一些力气，想不到连通天灵塔都不想让他活下去，居然把他分配到自己这里了。此时队伍之中的其他人也逐渐苏醒过来，诧异地看着梅莲。林毅并没有先理会梅莲，而是朝着其他的队友看去。梅莲的职业是炫灵法师，一个满胳膊纹身但骨瘦如柴的男人是喋血战士，一个肥大扁胖满脸胡须的男人居然是荣光牧师。和他形成更大反差的是一个身着工装，腿上包裹着魅惑黑丝的女白领，她的职业赫然是暗影刺客。对此林毅倒是没什么反应，职业的分配和性别与性格没有绝对的关联，完全随机。前世他见过转职成牧师的健身教练，那反差感绝了。林毅注意到了其他职业玩家的数量，居然也是4个人，加上林毅3人，就是一共7人。他们比正常的6人队伍多了1个人，也就是说，苏婉宁的存在并不计算在原有的队伍组成之中。这个发现让林毅稍稍有些兴奋，但林毅的沉默和无视已经彻底惹怒了心眼如针眼一般大小的梅莲。他还记得刚刚播报之中提到的，学会利用你们的职业，并且和队友一起配合，才是通关的关键。他便认为每个职业在副本之中都很关键，林毅绝对不敢再杀自己，所以他满脸晦气且有恃无恐地看着林毅和苏婉宁，怒声呵斥道：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居然和你们这2人一队！现在在副本之中，我就不信你还能杀了我。林毅，你要是杀了我，你们也别想通关这个副本。其余3人自然不知道林毅和梅莲之间的恩怨，但是当他们注意到林毅身旁的苏婉宁时，全都被吓了一跳。那纹身男更是嗷的一嗓子，直接和林毅3人拉开了距离，颤巍着手指向苏婉宁，诧异道：这不是诡异恶灵吗？怎么也和我们站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吗？胖男人也艰难地扭动着自己的肚子，朝着纹身男靠近。他觉得这个纹身男一看就很有安全感。黑丝女白领则是有些踌躇地看了看两边，一边是满脸血腥的诡异恶灵，另一边是略显猥琐的2人组。他当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只能稍微朝着梅莲靠近了一点。至少梅莲是个女生。对于梅莲的趾高气昂，林毅真是理都不想理，只是看着纹身男3人解释道：他不是诡异恶灵，他和正常人无异，你们不必担心。显然林毅轻飘飘的话语很难说服纹身男。纹身男满脸凶恶地举起手中的长刀，恶狠狠地说：拉倒吧，我昨天那个广场上就出现了好几个诡异恶灵，好多人都被他们生生咬死，简直吓人无比。后来还是我带头，才艰难反杀掉所有的诡异恶灵，所以我劝诫你赶紧离那个诡异恶灵远一点，或者直接将他杀死。梅莲也在一旁煽风点火道：没错，他其实也是个诡异恶灵，否则你们那里见过和诡异恶灵一起行动的人啊？梅莲很显然想要利用纹身男杀死林毅2人。这时候一直躲在林毅身后的苏婉宁突然鼓起勇气走了出来，大方地看着对面几人。纹身男被这一幕吓了一跳，差点手中的大刀都掉在了地上。苏婉宁努力让自己不去畏惧这些人的目光，然后深吸一口气，开口道：你们好，我叫苏婉宁，虽然我变身了诡异恶灵，但是我胸前的脓包已经被灵异破坏，所以我现在是有人类神智的，我不会对你们出手，你们可以放心。纹身男仍然是浑身颤动，胖男人和黑丝女白领却是露出了犹豫的神色。这苏婉宁确实和他们遇到的诡异恶灵不太相同啊。那黑暗猎人和放逐骑士一直站在诡异恶灵身旁，也不曾受到攻击。要知道他们遇到的诡异恶灵可是会对周围生物进行无差别攻击的。林毅瞥了一眼系统的计时，发现此时副本的计时已经开始。副本的通过速度也是评分的标准之一，他可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他无视梅莲和纹身男，看向了胖男人和黑丝白领，开口道：你们怎么选择？第34章夺命哭泣。梅莲见到林毅开口，连忙再次蛊惑2人道：你们别信他的，你们真的敢和一个诡异恶灵当队友？你们就不怕这诡异恶灵突然失去理智？纹身男连忙点头，开口道：没错没错，我杀的那些诡异恶灵都非常恐怖。
这种怪物绝不能留。黑丝女白领皱着眉头，来回打量着林毅三人和纹身男三人，终于做出了决定，直接朝着林毅迈步而来。梅莲大怒，连忙怒吼道：“你干什么？你不要命了！”梅莲的怒吼反而让黑丝女白领加快了脚步。我觉得这个诡异恶灵的确不像是我们遇到的那种恶灵，而且我是销售，我很会看人的眼睛。他们三人的眼睛很纯净，而那个纹身男的眼睛从一开始就落在我的腿上，充满着贪婪，我不喜欢。他还说自己带队杀过诡异恶灵，就他吓得这副模样，别说杀了，在旁边看着都费劲。这种谎话连篇的人，我不敢信任。至于你给我一种急躁又冲动的感觉，直觉告诉我你不适合作为队友，所以抱歉。说着，黑丝女白领已经走到了林毅三人的身旁站定，她的眼睛悄悄在林毅的身上打量着。什么眼神，什么纯净，只是黑丝女白领的借口罢了。其实黑丝女白领只是感觉林毅更养眼一些。身为销售，她当然知道要怎么说去讨好自己的潜在客户，而且在这种诡异的地方，她可不想和一个混混还有一个上来就咋咋呼呼的疯婆子待在一起。梅莲听到这话简直是气得要发疯了，刚要大骂的时候，他身旁的胖男人居然也一路小跑的跑到了林毅那边。我是资深菜狗游戏玩家，这三人居然是5级，而我只有1级，我肯定要找大腿抱啊！死在诡异恶灵手上和死在副本手上似乎也没什么区别。胖男人讪笑着，直接跑到唐俊仁身旁，还看着唐俊仁的装备，羡慕地说道：“哎呦兄弟，你的盔甲真好看。”唐俊仁憨厚一笑，并没有说话。这两人也不知是随意还是特意，选择的都是远离苏婉宁的方向。梅莲看着这一幕，简直是气得面目狰狞无比。好，既然你们想要找死，那么你们就随便吧，少2个人，我看你们这个副本怎么过。我就在你们后面，看你们如何被这2个怪物弄死。说罢，梅莲便拉着仍然还在颤抖的纹身男朝后方走去，谨慎地和林毅他们拉开了距离。林毅也无所谓他们在哪里，直接沿着走廊朝前走去。此时的走廊内灯光极为昏暗，朝着窗外望去也是漆黑的夜色，只有惨白的月亮悬挂头顶，透露着说不出的诡异。刚刚没仔细看的时候，苏婉宁还没发现，现在一看，顿觉浑身汗毛竖起，下意识地抓紧了林毅的胳膊。林毅轻笑一声，揉了揉苏婉宁的头发，安慰道：“别怕，没事的，这只是第1个副本，应该会很简单的。”自从林毅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人监视之后，言行都在注意不要透露自己重生的蛛丝马迹，防止被抓去做研究。短暂且狭窄的走廊结束，众人突然迎面走入了一个庞大的回廊。整条回廊呈现回字形，错落地排列着数道房间。这些房间的门窗此时全部紧闭，静悄悄的，没有传来一点声音。在众人的左手边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一间房间，那房门之上赫然写着高3一班，看来这是一间教室。唐巨人望着那个牌子，低声说道。此时回廊顶上破旧的灯泡微微在闪烁，亮起的同时还发出着电流的滋滋声。胖男人跟在唐巨人身后，喃喃自语道：“想不到还是一个恐怖副本。”这时候林毅没有回话，而是悄悄捂住了苏婉宁的耳朵。下一刻，一阵剧烈的哭泣声突然从众人的左边传来，除了早有准备的林毅和被捂住耳朵的苏婉宁，其他人全都被吓得不轻。胖男人更是不停拍着自己的胸脯，许久都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唐巨人下意识就朝着左边竖起了他的盾牌，小小的眼睛警惕着周围的一切。苏婉宁则是诧异的抬起头看向林毅，有些疑惑林毅的未卜先知。林毅只是轻笑一声，巧合，这个副本的名字不是叫哭泣的高3楼，所以我就猜测可能会有哭声传来，没想到猜中了。黑丝女白领躲在唐巨人盾牌的后面，开口问道：“那我们要进去这个屋子吗？”胖男人的眼神里闪出一丝期待。接下来是需要我们杀怪了吗？汇报装备吗？林毅想了想，余光朝着身后瞥去，突然说道：“我觉得很有可能，毕竟这只是第1次副本，一开始的怪物肯定很简单。”一直跟在林毅身后的梅莲和纹身男刚刚同样是被哭声吓了一跳，但当他们2人听到装备的时候，面色大喜。装备，有了装备，或许他们就可以和林毅他们抗衡了吧？必须抢到手！想到这里，2人连忙就朝着那间屋子冲去。纹身男在前，梅莲跟在后方。装备都是我的。他平时不怎么玩网游，但是爱玩绝地求生，此时他恐怕还以为现在是落地捡装备的时候呢。林毅注意到了纹身男和梅莲的举动，并没有阻止，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的举动。蠢货，我说什么就信什么。这种贪婪又怕死的人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队友，有时候这种人活着，对于整个队伍来说可能反而是一种拖累。纹身男直接打开教室的铁门冲了进去，哭泣声戛然而止，很快传来了男人痛苦的嚎叫声。
鬼，鬼呀！他拼命想要逃出那间教室，却根本做不到。他的血量被瞬间清空，几乎是转瞬，他就化作了一片虚无。所有人的脑海之中都响起了一个声音：您的队友英龙已经被最终 BOSS 击杀。胖男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卧槽，什么情况？这个房间里居然是最终 BOSS， 还好我们没进去。其实现在林毅想要和唐俊仁配合起来杀掉这只最终 BOSS 并不是不可能，毕竟他们二人已经5级了。但他现在还没有挖掘一点点的支线剧情，就算是通关了，他们也不可能拿到全服第1的副本评价。所以现在他并不准备能选择进入左边这扇门。林毅还发现，刚刚纹身男子坚持了2秒钟就死掉了，也就是说这 BOSS 的攻击力至少是在50以上的。可是在林毅的印象中，前世他遇到的 BOSS 并没有这么强，所以林毅猜测，不，林毅确信解锁更多的支线道具可以让最终 BOSS 的实力变弱。第35章灾变怪物。胖男人满脸恐惧地吞咽了一口唾液，然后扭头看向林毅，开口问道：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胖男人和那黑丝女白领都能看出来，林毅3人之中是以林毅为首。林毅不假思索地说道：既然左边是最终 BOSS， 那我们就从右边开始走起，走完一圈正好回到左手边这间教室。我想这才是这个副本的正确道路。众人都没有什么异议，准备完全按照林毅的安排行事。此时的梅莲才从纹身男之死上缓过神来，他唯一的伙伴也惨死在他面前，这让他实在是难以接受，声嘶力竭地喊道：林毅，你明知道那里有危险对不对？我刚刚看到了你的目光，那就是一种看着他死的目光，你就是杀人凶手。你们真的要一直跟着这种人吗？你都会被他害死的。梅莲的声音搭配着窗外诡异的呼啸风声，真是更显凄凉，就仿佛是惨死的冤魂正在诉说着前生的怨念一样。林毅一边迈开步伐朝着右手边的回廊走去，一边冷笑说道：我又不是先知，我怎么会知道那里有危险？不是我不救他，而是他自己找死。我不是救世主，我救不了所有人，如果你再继续在这里蛊惑众人，不介意在这里杀掉你。林毅的话让梅莲更加癫狂了，他直接不管不顾地举起手中的法杖。你敢杀我？少了2个人这副本你还想通关？你做梦！你让我说，我偏要说，我不只是说，我还要动手呢。说罢，一团法球从梅莲的魔杖之中涌出，瞬间朝着人群轰过来。早在梅莲嘶吼的时候，唐俊仁的目光就紧紧落在他的身上。此时的梅莲刚一出手，唐俊仁立刻踏前一步，举起盾牌将梅莲的攻击格挡。下一秒，他的头顶浮现出一个2的数字。唐俊仁的盾牌这次触发的防御值是12，加上放逐骑士的被动减伤 20%， 梅莲的攻击对于唐俊仁来说就像是挠了个痒痒一般。但是林毅的目光已经彻底寒冷了下来。很好，梅莲终于忍不住主动出手了。这里毕竟有外人，林毅可不想留下主动杀人的把柄和印象，但此刻是梅莲先动的手，这就怪不得他了。而且林毅看得很清楚，梅莲出手的目标是苏婉宁。如果梅莲只是嘴臭一点，林毅可以选择暂时无视他，慢慢找机会坑死他。但是如果他有朝着队友出手的想法，那林毅绝对不会留他性命。虽然有唐俊仁和林毅在，不论如何也不会让苏婉宁受到伤害，但是这个行为林毅无法容忍。看来你当真选择执迷不悟了。你们都让开！胖男人和黑丝女白领很懂事，并没有向着梅莲说话，连忙就让开了位置，跑到了林毅的身后。林毅此时已经搭箭拉弦，一箭朝着梅莲射去。看着朝自己射过来箭矢，梅莲疯了一般的嘶吼：你疯了！你居然敢对着你的队友出手！此时的梅莲已经全然忘记了，明明是他自己先出手的。黑丝女白领都有些看不下去了，阴阳怪气地说道：不是你先对着我们出手的吗？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句话的？梅莲见到林毅的模样，才知道这林毅是当真敢杀自己。他真的不害怕副本无法通关吗？梅莲是见过林毅杀人的，此时他终于知道了害怕，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求饶道：是我冲动了，我不是真想要杀你们的，我只是嫉妒苏婉宁变成诡异恶灵都有人保护着她，我以后肯定会乖乖的，我只是想让你们也保护我而已，我真的没有恶意，我不想死。梅莲一边尝试着躲避林毅的弩箭，一边想要撒娇求饶。她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女生，低个头认个错，林毅肯定会原谅她的。可是林毅并没有理会的意思，仍然在搭箭拉弦，一箭一箭朝着梅莲射去。梅莲把目光看向了女白领和胖男人，祈求着他们能够开口帮自己说话。可是黑丝女白领只是撇了撇嘴，满脸鄙夷的冷哼道：绿茶婊。胖男人也是四处张望着，没有理会梅莲的眼神。很快梅莲绝望了，此时的她只剩下最后10点血量了，只要林毅再射出一箭，她就真的死了。梅莲撕破她最后的伪装，狞笑着看着面前的5人，
状若疯狂，杀了我，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哈哈哈哈！林毅、苏婉宁，我在地狱等你们。最后一箭射在梅莲的胸膛，林毅没有一丝犹豫地收起弓箭，转身就走。似乎刚刚杀死的只是一个小怪，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胖男人和女白领都觉得这梅莲死有余辜，可是见到林毅这副冷血模样，他们还是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还好当初选择和这个林毅一对，这人对于艺伎真的是毫不犹豫的铲除。此事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林毅觉得必须加快速度了。众人的脚步停在了右手边回廊的第一间屋子前，林毅仰起头，将面前落满了灰尘的牌子擦干净，这才看清这间教室的名称——语文教室。胖男人有些诧异的呢喃道：“这是什么一个诡异的名称？”但林毅已经果断地推开了门。唐军人并没有跟着进入，而是站在队伍的最后方，认真地保护着苏婉宁的安全。这是林毅进入副本之前的叮嘱。看到林毅一点防备都没有就推开了门，胖男人和黑丝女白领顿时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立刻举起了手中的武器。胖男人更是一溜烟躲在了黑丝女白领的身后。刺客姐姐保护我！黑丝女白领。月光照入教室，众人这才看清教室之内的模样。下一刻，黑丝女白领猛地一声尖叫喊出，因为她赫然看见在这间教室的讲台上赫然站着一本硕大的语文书。那语文书上洒满了血迹，原本柔和的字体在月光的照射下却显得无比狰狞。充满褶皱的书页就仿佛张着一张猩红的深渊巨口，要将林毅等人全都一口吞噬。灾变的语文课教材，等级1，血量150，攻击力20，技能1，强制问答，若是回答错误将强行扣除血量50。林毅则是一脸云淡风轻，没错，这就是这个副本之中的灾变怪物。第36章被认出。林毅没有丝毫犹豫地搭箭拉弦，直接一箭朝着讲台上的怪物射去。这种小怪在副本之中几乎不需要任何注意的事项，况且林毅现在技术强，等级高，杀一只小怪简直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在这副本之中，所有的怪物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或者动物遭受到了灾变而成的，分为小怪、精英怪和最终 BOSS。 很明显这只是一只小怪，所以你们不必如此惊慌。躲在女白领身后的胖男人小心翼翼地探出自己的头颅，朝着林毅看去。只见这林毅搭箭拉弦射箭的动作潇洒不已，更恐怖的是他的每一箭几乎都射在了同一个位置。我操！哥们，你是射箭运动员吧？胖男人身前的女白领一愣，问道：“你为什么这么说？还有，把你的手从我的腿上拿开！”胖男人这才发现自己的手不小心搭在了女白领的黑丝长腿之上，连忙讪笑着把手拿起来，开口说道：“你看，这位小哥的每一箭都击中了那本语文书的正上方。在射击游戏之中会有一定的击退设定，每次攻击都落在同一个地方，会让击退感变强。怪物的头部也是击退感最强的地方，所以现在你能观察到，这怪物几乎无法迈出一步。”在胖男人的提醒下，所有人这才注意到，就算这只灾变的语文书疯狂地尝试着朝前涌动，但是他每走一步都会被一箭再击打回去。灾变的语文书气愤地翻动着他的书页，骤然他直接从自己的身上撕下来一页纸，猛然朝着林毅扔来。林毅早有防备，并没有移动自己的位置，而是一箭弧形箭射出。当时林毅对付雷正义的方法再次重出江湖，林毅既没有耽误攻击的效率，同时将语文书的攻击直接轰成了碎片，十分节省时间。看到这一幕的胖男人愣住了，这个操作他怎么这眼熟呢？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操作着自己的系统面板，打开了精彩操作集锦功能，然后彻底愣在了原地。女白领察觉到了胖男人的不对劲，戳了戳他，问道：“咋的了？吓傻了？他这个操作也好帅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抱上大腿了？”胖男人没有回复他。此刻胖男人的嘴唇正在不停地颤抖，他想起来了，刚刚那个死去的梅莲好像叫出的名字就是林毅，自己面前这个黑暗猎人，他居然是林毅。胖男人瞬间激动得不能自已，当然帅啦，他可是林毅啊！胖男人满脸激动地说道。一旁的女白领对于游戏的了解并不多，当时全服的公告他听着也是云里雾里，压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对于林毅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你居然这都不知道？胖男人瞬间满脸震惊，然后一边指导着女白领如何打开精彩视频集锦的界面，一边说道：“林毅，全服第一个击杀掉诡异恶灵的人，更是在一夜直接打出4个精彩操作集锦的神一般的男人。你去看他的操作，无一不是惊艳四方，绝佳的意识，无解的操作，云淡风轻的心态，简直是无敌了。”胖男人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满脸崇拜地看着不远处的林毅。与此同时，林毅已经成功击杀面前那只灾变的语文书。
灾变的宇文书在血量见底之后，痛苦地哀嚎了一声，浑身冒出一缕黑烟，然后瞬间骤缩，变成了一本正常大小的破旧宇文书，安静地躺在地上，全然没有了刚刚那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前世的林毅是和自己的队友配合着杀掉这本灾变的宇文书的。当时林毅还记得，他们费了不小的力气，因为他这个黑暗猎人射得不准，浪费了很多的输出。而现在只是他自己仅仅耗费了4-5秒的时间，就毫不费力地将这怪物杀掉。现在的他比前世的他要强得太多了。林毅走上前去，将那本缩小后的宇文书捡起来，直接放进了背包之中。破旧的宇文书，等级任务道具，属性无。这本宇文书赫然是一个任务道具。前世林毅所处的队伍以一个嗜血战士为首，那是一个和善的大学毕业生。当时就是他提醒大家，这或许是个道具。为了击杀这个宇文书，还让他掉落了不少血量，导致他在后面血量不够，被最终 BOSS 残忍击杀。林毅至今还记得那个年轻人的模样，和他死去时那副不甘心的面容。内心感慨片刻之后，林毅没有继续浪费时间，直接准备朝着门外走去。刚走出门口，胖男人就从身后跟了上来，满脸讨好笑意地问道：“这位小哥，就是林毅？”林毅一愣，自己这是被认出来了，倒也没有否认，微微颔首。这让胖男人大喜，连忙惊呼道：“您真的是？我的天啊，我真的是，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我居然能够抱到这么粗的大腿。刚刚其实我还有些担心，咱们的队伍少了2个人，就少了2个战力，我完全不确定咱们能不能通关。但是看了您刚刚射箭的表现，我立刻就对咱们的队伍充满了信心。那2个倒霉蛋明明可以安全的抱着大腿过关，结果非得作死。哎。”林毅看着他这副模样，倒是觉得有些哭笑不得。此时唐俊仁已经带着苏婉宁站定在了林毅身旁。唐俊仁听到胖男人对于林毅如此恭维和崇拜，就连他的心中都油然而生一种骄傲的感觉，自己可是林毅的伙伴。苏婉宁的目光也落在林毅的身上，眼底藏着浅浅的笑意。第37章烧杯。此时房间之中的女白领关掉了界面之中的视频，流露出了满脸的震撼。她没想到这个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少年居然还有如此实力。她连忙追上刚走远的众人，再次看向林毅的目光之中已经是异彩连连。她很庆幸自己做对了选择。作为一个销售的，她很明白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去给自己谋求收益。女白领的目光扫向了一直跟在林毅身旁的苏婉宁，以她的目光自然是可以看出苏婉宁和林毅的关系似乎不太寻常。但是为何苏婉宁会是诡异恶灵的模样呢？而且她还没有丧失理智呢？女白领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但她并不在意这个，想要诱惑一个男人去达成她的目的，有时候有老婆的更容易成功。毕竟男人都认为家花没有野花香香。女白领的嘴角扬起一个不屑的弧度，身体不由自主地朝着林毅靠近。林毅并没有注意到女白领的变化，此时的他正迅速朝着第2间房间走去。胖男人此时对于林毅是热情万分，对于副本的恐惧几乎是一扫而空。开玩笑，跟着这么一个大神，这副本哪里还有失败的可能性呢？胖男人第一个跑过去，抬头看向这间教室的名字，数学教室。胖男人一拍脑袋，我知道了呀，这些教室都是以高中的学科命名的啊。太久不上学，一时间都没有想起来。林毅微微颔首，仍然是没有犹豫，直接推门而入。这个数学房间内仍然只是一只小怪，所以根本不用在意。木门吱啊一声被推开，一个硕大的圆规猛然朝着开门的林毅刺了过来。圆规那尖锐的钢尖锐利无比，甚至在月光下还闪烁着骇人的光芒。啊！小心！距离林毅最近的胖男人自然是吓了一跳，大喝一声。林毅面色不变，无敌闪避技巧发动。就在胖男人尖叫出声的第一个字时，林毅的头简单的轻轻一歪，便轻松的闪过了这圆规的尖刺。胖男人看到这一幕简直是惊为天人。从林毅看见圆规的攻击到林毅闪开圆规的攻击，这才用了几秒。这林毅的反应速度也太恐怖了吧！他真的是人吗？人能拥有这种反应速度？林毅对于自己的操作倒是没什么反应，因为他早就知道这里的圆规会突袭。毕竟他是一个重生之人，前世在这里开门的就是他，也是他没躲过去，直接被圆规戳中脑袋，掉了20点血量。这个经历在他的后面一段时间里都是他的噩梦来源。林毅迅速搭建拉弦，淡然的目光朝着面前的圆规看去。变异的圆规，等级1，血量150，攻击力20，技能无。毕竟是第一个灾变副本，只是用来让所有人适应自己职业和配合的，其他人甚至连个技能都没有解锁，只有被动技能，如果出现太难的怪物根本就无法处理。饶是如此，阵亡在第一个灾变副本的队伍估计也会超过半数。
第一个灾变副本结束之后，才是全民转职时代真正的降临时刻。林毅轻描淡写的解决了面前的怪物，再次朝着下一个房间出发。通天塔内，龙阳秋正喝着咖啡，观摩着林毅的操作。游婉，华夏其他队伍的进度如何？一旁的游婉闻言，连忙在电脑上查看起来。很快，游婉回答道：目前团灭的队伍已经有12000多个，基本上都是全队选择了左边的房间进入。选对方向的队伍，大部分还在语文教室之中鏖战呢。龙阳秋点点头，心中没有一丝波澜。果然，林毅的进度堪称恐怖。这倒也可以理解，毕竟林毅的等级高，技术好，解决这些小怪恐怕难度并不大。龙阳秋收敛心神，继续认真观看下去。林毅此时已经击杀到了第6个房间，这个教室的名字叫做生物教室。这次变异的乃是一个烧杯，数据和其他的小怪几乎没有区别，仍然是林毅一个人单杀。此时的唐俊仁和苏婉宁站在走廊上，唐俊仁仍然警惕着四周，黑丝女白领和胖男人则是依靠在门框上，欣赏着教室中林毅的操作。胖男人是在欣赏大神的操作，而黑丝女白领则是在欣赏自己的猎物。他越看越觉得这林毅长得白白净净，绝对算得上是90分以上的帅哥，最重要的是技术好，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全民转职时代，绝对是一个满分良配。黑丝女白领甚至看着看着，已经产生了一些奇怪的生理反应。她悄悄地揉搓双腿，想要缓解自己心中的骚动。这一幕却正好被身旁的胖男人看到了。胖男人大惊，旋即低声调笑道：妈耶，这是咋的了？黑丝女白领脸一红，连忙翻了个白眼，羞斥道：闭嘴！胖男人嘿嘿一笑，接着说道：理解，理解，这种小哥谁不爱呢？但是你恐怕是没有机会了，人家有女朋友的。黑丝女白领冷哼一声，拨弄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冷笑道：老娘叱咤江湖这么多年，还从没失手过呢。而且他那女朋友是个诡异恶灵不说，一看就是个小女孩，没有一点经验。胖男人回过头打量了一番黑丝女白领，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苏婉宁和黑丝女白领相比，自然是少了许多成熟女人的韵味在了。然后胖男人目光移开，看向场中的林毅和与他对战的变异烧杯，高喊一声：毅哥，整死这烧杯！女白领总觉得自己被内涵了。两人谈话间，林毅就已经轻松地完成了对变异烧杯的击杀。林毅仍然没有忘记捡起变小之后的烧杯，同时迅速环顾了一圈四周，仔细检查是否有遗漏的道具。每一次击杀之后，他都会这么做，因为现在这6个道具，前世他们的队伍也是获得了的。但是林毅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的支线剧情完成度只有 46%， 评分更是一点都不高。所以林毅一直在注意着周围的状况，生怕错过其他支线剧情的发展。无论如何，这一次他也必须要拿到副本排名的第1名。第38章盾牌横扫。仔细检查之后，林毅的确没有发现任何的其他物品。为了不继续耽误时间，林毅只能离开生物教室，准备前往下一个教室。在他朝着门口走去的时候，黑丝女白领立刻凑了上来，满脸惊诧的嗲声说道：毅哥，你简直是太棒了！这声音差点没给林毅吓出一身鸡皮疙瘩。而且林毅怎么觉得这个女白领的领口变低了呢？是自己的错觉吗？还没等林毅回应，这黑丝女白领率先伸出了自己白嫩的小手，俏声道：毅哥，咱们几个还没正式认识一下呢，我叫纪一波，很高兴能够和你在一个队伍，我刚刚已经朝你发出了好友的邀请，你有空通过一下呗。林毅回应了一个尴尬的笑容，然后象征性的握了一下纪一波的手，旋即放开。很高兴认识你们，不过我们还是赶紧继续推进副本吧。这时候胖男人也挤了上来，一脸兴奋的说道：毅哥，我叫王磊，我也申请你的好友了。如果我的好友里能够有毅哥的名字，那我的兄弟们绝对羡慕死我了。纪一波不悦地瞥了一眼身旁的王磊，责怪他打断了自己的节奏，要不然接下来纪一波其实还是要和林毅继续套近乎的。林毅略微敷衍的微微颔首，从两人身旁走过，来到了苏婉宁的身旁，继续带着众人朝前走去。林毅对于这种虚伪的攀附没有什么兴趣，这两人目前也没有什么闪光点可以被林毅记住，自然是没什么资格成为他的固定队友。至于好友，林毅倒是一边走一边选择了通过。多个朋友多条路，林毅还不至于在全民转职时代里把自己封闭起来。当林毅打开自己的好友界面时，才发现自己的好友申请几乎要爆表一般，上万个申请等待着林毅的回复，想必都是那些看了自己操作集锦的玩家慕名添加的。林毅在申请列表的最上方找到了纪一波和王磊的名字，选择通过之后，便将其他的申请直接清空。这要是让他一个个通过，都不知道要通过多久。纪一波那边很快就收到了林毅的好友通过申请，他的面色一喜，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了前方的林毅。很好，至少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至少能够加上好友，几一波就已经击败了许多人了。接下来他就要发挥自己的能力了。前方的林毅很快来到了第7间教室前。这个回廊一共有9间教室，有了前世的经验，林毅知道这第7间教室开始，怪物不再那么简单容易解决了。林毅抬头看向教室的门牌，晚自习教室。林毅记得从这间教室开始，他将要面对的是比小怪要强大一点的精英怪。精英怪其实就是大号的小怪，可能会拥有更加强大的攻击和更加多的血量。除此之外，灾变副本之中，精英怪和小怪最大的区别还有一个，那就是技能。副本之中的小怪是没有技能的，而精英怪则是有至少1个技能，最终 BOSS 则是至少拥有2个技能。这次林毅没有选择直接将门推开，而是拍了拍身旁的唐俊仁。老唐，现在开始，你需要顶在前面，苏同学我来保护，你需要练习和怪物对战。举着盾牌的唐俊仁一愣，他面对怪物，唐俊仁立马紧张了起来。我行吗？林毅轻笑，不尝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小怪我还可以一个人单刷，但是怪物数量太多的时候，只有尤其是举盾顶在前方，其他人辅助攻击，整个团队才有可能活得下来。说着，林毅把目光看向了身后的纪一波和王磊。不只是老唐，这次你们2人也要出手，现在不练，以后必死无疑，毕竟没人能够保护你们一辈子。王磊点了点头，面色认真严肃。纪一波则是有些心不在焉，他此时心中更加在乎的是如何绑上林毅这棵大树，而不是如何自己去杀戮那些可怕的怪物。这已经是第7间教室了，而且前面语数英物化生6门功课已经结束，接下来的怪物我猜测不会像之前那么简单了，很有可能会出现精英怪。所以一会有老唐推门，推开门进去之后，老唐站在最前方顶住攻击。王磊，你虽然是荣光牧师，但是你还没有解锁技能，不能够回血，所以你就用法杖一直在后面释放法球就可以了。至于纪一波，你是刺客，你需要找机会绕到怪物的身后进行攻击，这样你才不会耽误其他人的输出，并且不被误伤。但如果怪物后方有其他怪物的情况下，你就需要和老唐配合。老唐已经5级了，所以他解锁了他的第1个技能盾牌横扫。林毅示意唐俊仁将自己的5级技能展示出来。下一刻，技能介绍浮现在众人的面前。盾牌横扫，蓝亮10，冷却 30S， 放逐骑士将他的盾牌横扫一圈，造成 60% 攻击力的伤害，正 2% 血量的伤害，并造成 ES 的眩晕，对于最终 BOSS 无效。这个技能主要加强了放逐骑士的控制能力。其实林毅此举并非是为了锻炼王磊和纪一波，他更多是为了让老唐熟悉自己这个职业在团队之中的位置和如何与其他的职业相配合。现在的他们可以依靠强大的自身数据横推通关，不代表以后仍然可以这样，所以必须让老唐学习如何在全民转职时代生存下去，激发出老唐的潜力。很明显，这个技能会造成 ES 的眩晕，所以纪一波，你的任务就是怪物这 ES 眩晕的时间里走到怪物的身后，记住，一定不可以挡在老唐的前面，否则你会被怪物误伤，同样也会造成仇恨的失衡，明白了吗？林毅嘱咐道。纪一波在林毅的面前装作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想要留下好印象，其实压根就没注意听。他将自己的白衬衫再次解开一个扣子，然后朝着林毅凑近，开口问道：那要是人家害怕怎么办？第39章灾变的班主任。林毅鄙夷地看了一眼纪一波，压根就没注意到纪一波敞开的胸口，直接冷声呵斥道：怕？那你怕死吗？在全民转职时代，你要是怕，你就必死无疑。你得时刻记住，这些怪物不死，你就得死。老唐，准备开门。林毅的直男行为瞬间让纪一波气愤不已，可是他偏偏还没有办法发作，只能悻悻地点了点头，朝着前方的唐俊仁走去。此时的唐俊仁在林毅的指挥之下，猛然将教室的门推开了。教室里面闪烁着昏暗的灯光，借助着灯光，他们可以看清一个人的背影，正在讲台上背朝众人书写着板书。同学们，你们时刻记住，此时距离高考只有100天了，不苦不累，高三无畏；不拼不搏，高三白活。你们记住，现在的你们根本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学习的机器，你们的目的就是考试。那位教师一边在黑板上板书，一边语气激昂地诉说着鸡汤。众人这才发现，在教室的四周几乎是随处可见的贴着鸡汤标语，醒目的红色字体不断刺激着所有人的感官。王磊环顾一圈，喃喃自语道：哎呦妈呀，现在的孩子压力这么大的吗？我一个大人在这屋子里都受不了了。突然，背朝众人的老师猛然回过了头，厉声呵斥道：谁在说话？老师扭过头来的瞬间，除了林毅，所有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纪一波更是一下子吓退了半步，颤抖着举起手臂指向那名老师。
鬼呀！这老师居然只有一只眼睛，这一只眼睛却整个占据了他的整张脸庞。老师硕大眼睛疯狂地旋转着，然后死死盯住了门口的方向。晚自习不允许说话，你们不知道吗？晚自习是学习的时间，不学习的孩子都得死。唐俊仁甚至不知道这个老师是用什么地方在说话，但是被这个硕大眼睛盯上的一瞬间，唐俊仁瞬间感觉脊背发凉，冷汗瞬间浸湿了唐俊仁的衣衫。不过唐俊仁仍然死死地抓着手中的盾牌，一步未退。林毅满意地看着这一幕，悄悄颔首。在他身后的苏婉宁悄悄伸出一个小脑袋，朝着前方看去，也是吓得不轻。苏婉宁看着自己面前专心致志保护着自己的林毅，轻咬嘴唇，开口道：“林毅，其实你应该不用一直保护我，你可以去帮助唐俊仁，我在这里应该不会有事的。”林毅却是轻轻摇了摇脑袋，目光落在了王磊和纪一波的身上。防人之心不可无，咱们输不起。放心吧，老唐他可以的，而且我在这里不耽误射箭。闻言的苏婉宁也不再坚持，一双大眼睛扑闪着，继续朝前看去。精英怪灾变的班主任，等级5，血量260，攻击力40，技能强制提问，被锁定的目标将强制回答问题，若是回答错误，强制扣除攻击力150%血量。当看到这班主任数据的时候，众人心底一沉，居然真的被林毅说对了。从这第7间教室开始，怪物的实力瞬间提高了不少，变成了精英怪级别的怪物。下一刻，那灾变的班主任冷喝一声：“看来要给你们一点教训了。”他双手一抬，下一刻，众人面前的3张桌子骤然扭曲了起来。转瞬间，这些桌子居然赫然站了起来，朝着众人走来。灾变的桌椅，等级1，血量80，攻击力15。林毅也在这时候出声提醒众人道：“老唐，注意吸引他们3个的仇恨，其他人暂时不要攻击。现在小怪的身后是精英怪，刺客不要绕后，容易触发精英怪的攻击范围。等待眩晕的时候，趁机走到怪物后方攻击。”关于仇恨的积累，林毅已经跟唐俊仁详细解释过了。全民转职时代之中的仇恨计算方式十分简单，第一个攻击怪物的人会造成大量的仇恨，第一下的攻击一般会让放逐骑士职业发动，将仇恨稳稳拉住之后，其他输出职业再开始攻击。挨打同样会累积仇恨值，除了第一下攻击，其他人的攻击则是按照实际伤害数值来累积仇恨值。灾变怪物会一直攻击仇恨值最高的人，所以输出职业输出的时候也不能肆无忌惮的攻击。前世的林毅经常会听说有的队伍因为仇恨值的问题而导致团灭。听到林毅的话，唐俊仁深吸一口气，然后举起右手的短剑，先是朝着距离自己最近的怪物刺出一剑。28，怪物的头上瞬间冒出猩红的数字。虽然唐俊仁的职业并不擅长进攻，但是5级的属性提升摆在那里，他造成的伤害同样可观。被攻击之后，那桌椅的目光瞬间锁定在了唐俊仁的身上，抬起钢制手臂猛然凿击了过来。还好唐俊仁早有准备，直接抬起手中的盾牌，将伤害抵挡了下来。22，看着这个数字，唐俊仁的内心松了一口气。接着唐俊仁如法炮制，再次将其他2个怪物的仇恨也一同吸引过来。他一个人扛着3只怪物的攻击。林毅看着唐俊仁的操作，满意的微微颔首，至少唐俊仁很明白自己职业的定位是什么。林毅接着开口道：“所有人可以开始攻击。”说罢，他第一个搭箭拉弦，一箭精准的朝着怪物射去。王磊也紧张的抬起自己的法杖，将一个法球朝着怪物射去。可是或许是太紧张了，他这个法球偏移的防线简直恐怖，居然直接朝着唐俊仁而去。王磊大惊，连忙想要高声提醒：“小。”可是下一刻，一道漆黑如墨的箭矢朝着他的法球射去，在击碎法球之后，扭出了耀眼的弧度，越过了唐俊仁，再次朝着怪物射去。是林毅。林毅在法球出手的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一箭射出。王磊连忙歉意的扭过头，看向林毅，开口道：“抱歉一哥。”林毅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在意，毕竟是新人，可以理解。此时的唐俊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他抓住了其中2只怪物同时抬手的时机，直接一个盾牌横扫，瞬间发动。第40章，昨天才认识。技能发动的时候，玩家会不由自主地做出技能的动作。只见此时的唐俊仁右手的短剑瞬间被自动收入背包之中，然后下一刻，唐俊仁双手握住盾牌，直接将盾牌整个摇荡起来，朝着面第3只灾变桌椅砸去。砰！盾牌和灾变桌椅猛烈的撞击在一起，发出剧烈的撞击声音。19，所有的灾变桌椅全都踉跄的后退了一小步，头顶上飘出猩红的数字，同时出现了一个代表眩晕的符号。就是现在！林毅连忙高声提醒纪一波。
纪一波连忙打了一个寒战，朝前迈了一步。可是纪一波看着面前灾变的桌椅，那副扭曲的模样和狰狞的手臂，迈到了一半的步伐，整个人瞬间陷入了犹豫。1秒的时间本就不长，灾变的桌椅很快从眩晕之中清醒过来。原本想要走到灾变桌椅身后的纪一波，瞬间被堵在了中间。林毅见状，眉头一皱，居然这么快就出现意外了。自己明明很明白的和这纪一波讲过要点，没想到这个蠢女人还是犯了错。林毅当真是有些恨铁不成钢。苏醒过来的灾变桌椅瞬间继续朝着唐俊仁的方向攻击，可此时被吓傻了的纪一波恰好挡在了唐俊仁和灾变桌椅的中间，3只灾变桌椅的手臂便瞬间砸在了纪一波的身上。60，一个恐怖的数字瞬间从纪一波的头顶上冒出来，纪一波吓得当时眼泪就飙了出来。王磊顿时焦急地喊道：“愣着干嘛？快跑回来啊！你快死了，赶紧跑回来啊！”没错，纪一波现在的血量只剩下区40点了。若是他再被这3个灾变桌椅攻击一次，他就真的要死在这里了。一次攻击之后，灾变桌椅的下一次攻击也已经缓缓抬了起来。其实这才是其他队伍的常态，其他队伍可没有林毅等人如此之高的等级，很多人只能承受灾变桌椅的1-2次攻击，所以更加考验队伍之间的配合。前6个房间还好说，有些网游经验或者身手比较好的玩家都能够通过，可是第7个房间里面难度骤增加，不少玩家都在第7个房间之中被团灭。见到这一幕，林毅和唐俊仁的反应都很快。林毅此时搭箭拉弦的速度甚至已经快到根本看不清楚了，他瞬间朝着距离唐俊仁最远的那个灾变桌椅射出一箭。唐俊仁则是左手持盾，右手用最快的速度将已经吓傻的纪一波拉到身后，然后连忙将自己手中的盾牌举起。不过由于角度的问题，面对几乎是同时落下的3次攻击，唐俊仁只能同时挡住右边的2个，剩下的最左边那一个他只能选择用身体硬抗。可就在最左边灾变桌椅的攻击即将落下的时候，林毅的疾驰而过的箭矢到了，那箭矢甚至是擦着唐俊仁头皮而过，精准的射在了最左边灾变桌椅的脑袋上。轰！那灾变桌椅剩下的血量本就不多，林毅的这一箭居然直接将那灾变桌椅带走了，漂亮啊！王磊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由衷赞叹了一声。哪怕林毅的角度并不是很好，但是他仍然刁钻的射中了最左边的灾变桌椅，成功避免了唐俊仁血量的降低。这技术，这眼力，不愧是永夜剑神。唐俊仁一边抵御着面前剩下2个灾变桌椅的攻击，一边回头朝着林毅憨憨的一笑。有一哥在，唐俊仁就完全放心，一哥绝对不会让他出事的。林毅也回应给唐俊仁一个笑容，旋即林毅的目光看向了还在哭泣的纪一波，皱起了眉头。虽然林毅理解新人的畏惧和恐慌，但是自己没有义务保护所有人。如果他们不能够早早的领悟全民转职时代的生存法则，那么他们距离灭亡也不远了。林毅已经看到了唐俊仁的能力，所谓的团队磨合便也没有必要了。林毅手起剑落，迅速消灭掉剩余的2个灾变桌椅。看到怪物全部消灭，王磊松了一口气，满脸崇拜地看着林毅和唐俊仁，开口道：“毅哥，你和唐哥的配合也太好了吧，感觉你们2个完全可以单刷整个副本，我们真的是给你拖后腿了。你们是不是已经是多年的好基友了？”唐俊仁憨厚地挠了挠头，没有回答。林毅则是轻笑一声道：“配合也是看天赋的，我们2个算是昨天才真正认识吧。”王磊顿时一脸吃惊的模样，居然是昨天认识就能有如此娴熟的配合，简直是恐怖。闲聊过后，林毅目光紧盯面前的灾变班主任，认真道：“好了，刺客去一边哭。”王磊站好位置，老唐准备开怪。这个精英怪是我们目前见过的最强怪物，而且他会发动技能，大家千万要小心。这个技能并不会按照仇恨值发动，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技能选中。老唐，开怪吧。唐俊仁微微颔首，看着不远处那静止不动的灾变班主任，朝前迈步而去。当他进入灾变班主任的攻击范围之后，那灾变班主任浑身瞬间扭曲起来，恐怖的眼睛剧烈转动之后，看向林毅众人。他那阴恻恻的嘶哑声音也再次传来：“你们居然如此宁玩不灵，如此只顾玩乐，怎么可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呢？看来我必须好好教训你们一番，让你们尝尝记性了。”下一刻，灾变班主任猛然前冲，直接朝着唐俊仁冲了过去。唐俊仁也算是见过一些大场面的人了，当时的林毅直面硕大的突刺兵役，仍然面色如常，他也不能丢了林毅的面子。唐俊仁不进反退，直接举着盾牌朝着灾变班主任冲去。看到唐俊仁的靠近，灾变班主任冷笑一声，猛然举起手中的戒尺，轰然砸了过去。但是他的攻击并不能给唐俊仁造成什么困扰，唐俊仁轻而易举就拉住了灾变班主任的仇恨。林毅不停搭箭拉弦射出箭矢，丝毫不给灾变班主任喘息的机会。王磊的攻击虽然薄弱，但是聊胜于无，也在不停挥舞着他手中的法杖。
在灵异5级攻击力的输出下，灾变班主任的血量疯狂下降，很快就超过了半数。这时，灾变班主任停止攻击，站在原地，脑袋上的眼睛疯狂旋转起来。灵异知道，这是灾变班主任要发动技能了。下一刻，灾变班主任的目光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灵异瞬间微皱起了眉头。第41章强制问答。刚刚止住哭泣的吉一波抬起头，突然看到了那只硕大的猩红眼睛盯住了自己。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完了，这灾变班主任选中的是吉一波。王磊惊恐地大叫了一声。这灾变班主任的技能伤害高达60点血量，若是吉一波命中技能，那么他将必死无疑。听到这话的吉一波眼泪瞬间再次夺眶而出。为什么总是他？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吉一波焦急地朝着前面吼道：“那个大胖子，你快点帮我挡一下，快点！”吉一波说的是唐俊仁，但是他的称呼让林毅有些不太舒服，心中对于他的印象再减1分。一旁的王磊却是叹了一口气说道：“没用的，这个技能上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这是锁定技能，没人能够帮你抵挡。”吉一波一听这个，眼前一黑，直接坐倒在了地上，捂脸痛哭起来。那我岂不是死定了？我还不想死呢！呜呜呜！林毅见状也只能连忙呵斥道：“冷静下来，这技能并不是被锁定了就一定会发动，你需要回答灾变班主任问出来的问题，你若是答对，就不会扣除血量。”吉一波一愣，他的脸庞之上旋即涌上兴奋的神色，连忙把目光看向灾变班主任。真的？什么问题？这时候的灾变班主任扭曲着他的头颅，摇晃一圈之后喝道：“现在请吉一波同学回答问题，若是答对，我便可以放你们一马，但若是答错，可就不要怪我了哟。我不喜欢不学习的学生。请听题。”灾变班主任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竖起了自己的耳朵，认真听着灾变班主任的问题。请问苏轼大诗人在《赤壁赋》之中感慨人类渺小，人生短暂的诗句是什么？回答时间倒计时10秒钟，开始。当灾变班主任这道题一出，所有人全都愣住了。吉一波慌得满脸涨红，疯狂地在脑海里搜索这个问题的答案。赤壁赋他有印象，苏轼他也认识，可是这句诗是什么？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吉一波今年已经26岁了，高考已经是快10年前了，他自然是不可能记得这问题的答案。王磊也是一副抓耳挠腮的模样，十分痛恨当年的自己没有好好学习。吉一波乞怜的目光看向林毅，期待着林毅能够帮他回答出这道题的答案。可是你哪怕是让现在的林毅去单挑一个20级的 BOSS， 他也完全有可能创造奇迹。可是这道题林毅答不出来，他除了数学学科，其他的学科全是半吊子的及格水平，而且经历了前世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厮杀，他还哪里有脑容量去记忆苏轼的《赤壁赋》？难道这吉一波真的只能死在这里了？林毅虽然对吉一波印象一般，但是同样不希望他无辜惨死在自己的面前。就在所有人都沉默不语的时候，苏婉宁突然悄声开口：“祭服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吉一波感激的目光瞬间朝着苏婉宁投去，但是此时的灾变班主任已经倒数到3了，他不能再犹豫了，连忙将苏婉宁的答案报了出来。然后他面色紧张地等待着结果。灾变班主任在听到答案之后，阴冷地笑了2声，硕大的眼睛也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莫非答错了？吉一波的心一凉。下一刻，灾变班主任缓缓开口了：“想不到你居然还真的答对了，这次就饶过你。不过你们几个，我仍然不能放过。”技能结束，灾变班主任恢复成刚刚那副用戒尺攻击的模样。众人见到这一幕，全都松了一口气。真是多亏了苏婉宁啊，要不是她，咱们可能真的要再死一人了。王磊擦去额头的虚汗，笑哈哈地感慨道。林毅也回头朝着苏婉宁微微一笑，他刚刚也是猛然之间忘记了，苏婉宁可是班级里的学霸，这种诗句还是难不倒他的。还好有苏婉宁在，要不然林毅和唐俊仁这2个古诗词白痴，可能真的救不了这吉一波。吉一波也连忙想着苏婉宁道谢。苏婉宁俏脸微红的摆了摆手，有些不好意思：“我们都是队友，这是应该的。”一直没和苏婉宁说过话的吉一波倒是借此和苏婉宁搭上了话。林毅和唐俊仁几人则是迅速朝着灾变班主任发起了攻击。用过技能之后的灾变班主任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有林毅这个大输出位在，灾变班主任的血量疯狂下降。本来正安静站在林毅身后的苏婉宁突然听到了自己系统界面传来叮咚一声，苏婉宁好奇看去，居然是吉一波的好友申请。苏婉宁诧异地朝着吉一波看去，不远处的吉一波避着林毅悄悄吐了吐舌头，示意他同意。苏婉宁没想太多，直接选择了同意。吉一波，哈喽妹妹。苏婉宁，你好。吉一波，嘿嘿，私聊你其实是想问问一个事，当面不太好意思问。苏婉宁看着吉一波发来的消息，有些奇怪，
但还是礼貌地回复了。苏婉宁，你问。纪一波，那个林毅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看他对你那么用心的保护，你真幸福啊。苏婉宁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连忙回复道：苏婉宁，不是的，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们只是同学。纪一波看到这句话，心底一喜，看来这两人只是暧昧期，并没有挑明关系，那么自己的机会更大了。纪一波又闲聊几句之后，终于还是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纪一波，妹妹，为什么你一直站在最后面啊？林毅他因为保护你，似乎有些施展不开拳脚啊。第42章，奇怪的请假条。苏婉宁看着纪一波的话语，眼眸微低，心情骤然低落起来。没错，林毅的确被这样的自己耽搁了许多，否则以他的技术，早就能够在副本里大展拳脚了，哪里还需要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苏婉宁，因为我只有10点血量，所以林毅他才只能守着我，都怪我。苏婉宁脑袋低了下去，若是林毅知道这件事，一定会阻止苏婉宁把他自己的情况说出来的。纪一波是敌是友，到底抱着什么目的？这些苏婉宁根本就不清楚，就如此轻易相信了他，居然坦然把自己最大的秘密说了出去。只能说苏婉宁在全民转职时代之前，身为一个乖学生，还是对于险恶的人心少了太多的了解。看到这段话的纪一波震撼不已，只有10点，那岂不是一碰就死？怪不得。纪一波的眼底闪过一丝阴霾，若是他将苏婉宁害死，那他岂不是更加容易就可以将林毅魅惑到手？下一刻，纪一波连忙摇晃脑袋，将这个念头扔出脑袋。这个想法太危险了。虽然他纪一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是他还是绝对不忍心让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死去的。那自己岂不是杀人凶手了？更何况苏婉宁刚刚才救过自己。纪一波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灾变班主任哀嚎一声，浑身抽搐起来，最终倒在了地上，不再动弹。林毅将苏婉宁交给唐俊仁，照常朝着死去的怪物走去，寻找起是否有掉落的道具。突然，林毅注意到从班主任的口袋之中露出一张白色的纸，这可是前世林毅不曾发现的。林毅连忙弯腰捡起这张白纸。请假单，请假学生江一晚，请假原因：学习太累，心情压抑，止不住的想哭，所以想请假出去散心，希望老师可以批准。班主任意见同意。校长意见。在请假单的最后，校长意见一栏之中赫然是空白。当林毅看到这个江一晚同学请假的原因时，嘴角不由得抽搐了几下。这理由真的不怕被班主任骂吗？但是让林毅没想到的是，这个看似严厉的班主任居然写上了同意二字。此时的王磊等人也凑了上来，当众人看到请假理由的时候，都是不由得嗤笑一声。王磊满不在乎地道：现在的孩子啊，全都是太矫情了，学习有什么可累的？等他们步入社会之后就知道了，学习是最轻松的事情了。林毅扭头瞥了王磊一眼：你刚刚不还说学生压力大？王磊尴尬一笑，接着狡辩道：确实比我上学的时候压力大，但我怎么也不会有挣钱养家的压力大吧？学生时代我打游戏只想当 C 位，想要靠自己的实力去赢得游戏，可是现在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回到家已经没有精力去打 C 位，只能选辅助位抱个大腿。说着，王磊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伤感春秋的表情。唐俊仁身后的苏婉宁却突然开口道：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不管是学习和工作，压力都不能如此一概而论的。学习上有老师的压力，有家长的压力，还有学生自己的压力，绝不单纯的是你们这些大人所想的做几遍题背几个单词的压力。那种不愿意辜负他人期待的压力是无形的。这个老师虽然看起来严厉至极，把学生当作做题的工具，可是他仍然在这张请假单上签下了同意二字。苏婉宁这段话也算是有感而发。他在全民转职时代之前就是一个大家眼中的好学生，成绩优异，外貌出众，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但是或许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压力有多大。苏婉宁的话让王磊沉默了，林毅的目光也朝着苏婉宁看过去，想起当时苏婉宁挑灯夜读的那些日子，若是没有全民转职时代，苏婉宁的未来或许真的是自己可望不可及的吧。收起心绪，林毅等人已经走到了第8个教室的门口。这间教室乃是校长室，这让林毅想起了请假单上空白的校长意见。难道这就是隐藏的支线之一？可是现在的灾变的校长哪里还能有理智去签下请假单呢？林毅的心中思考着，将苏婉宁护在身后，示意唐俊仁打开教室。吱啊一声，校长室的门开了。这间屋子并不是很大，一个一看就很陈旧的木桌摆在靠窗的位置，一个中年男人正端坐在桌子前，仔细阅读着桌子上摆放的资料。一杯略微泛黄的保温杯内满满一杯的热水，升腾着热气。从众人踏入这个副本以来，
这个教室算是最为正常的教室了。恍惚之间，众人还真以为自己回到了年少时期，带着敬意和畏惧敲开了学校校长的门。听到木门之啊的声音，校长抬起头，看到林毅几人，露出了和蔼的笑容。各位同学，是有什么问题吗？现在看来，这个校长所有的举动都是和普通人无异的，甚至现在的校长数值界面都是正常的。校长等级5，血量50，攻击5。王磊和唐俊仁等人皆是诧异的朝着林毅看来，对面前的状况有些摸不着头脑。林毅却知道，这个校长很快就会发狂的。老唐，做好准备，别忘了，现在我们可是在副本之中。唐俊仁微微颔首，举着盾牌，满脸认真的继续朝前走去。只有40血量的纪一波这次并没有跟着唐俊仁，而是站在了队伍的右下角，左下角则是林毅和苏婉宁。很快，唐俊仁踏入了校长的攻击范围。你们别过来！突然，校长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浑身颤抖起来。从他的桌面飞出一团漆黑的气息，朝着他的身体涌入。校长原本正常的脸色突然变黑，双目之中更是布满了血丝，双拳轰然落下，直接将面前的桌面砸成了碎片。还好唐俊仁反应迅速，立刻举起了手中的盾牌，抵挡住了分散而出的碎片。同时，众人发现校长的数据界面发生了巨变。第43章，校长，灾变的校长，等级5，血量300，攻击40，技能安排补课，战斗开始召唤一只灾变的补课丹，然后每3分钟重新召唤一次。若是上一只灾变的补课丹还未阵亡，则将其血量恢复到满值。当众人看到这校长的技能时，瞬间呆住了。这个技能也太变态了吧！还好咱们有一哥，否则这一关有点难。王磊吞咽了一口唾液，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现在的玩家本就实力弱小，很多队伍都会选择放风筝和相互拉扯的方式磨死怪物，可是这个技能几乎彻底断绝了他们耗下去的想法。这个教室也是前世全服阵亡率最高的一个教室，甚至比最终 BOSS 那个教室都还要容易阵亡。不过这个最难的关卡对于林毅等人则是毫无难度的。只见校长狰狞地站起身，轰然一脚踩在地板上，将地板都踩出了数道裂痕。他随手在地上的资料之中扯过一张，猛然朝着众人扔了过来。那张白纸在空中逐渐膨大起来，白纸上原本静止不动的字体仿佛扭曲一般，变换成了眼睛和嘴巴的轮廓，尽显恐怖。林毅双眸微眯，他看清了补课单上的字迹：语文、数学、物理补课各一节，灾变的补课单，等级1，血量200，攻击力10。这补课单的血量很多，但是攻击力相对很低，而且行动不是很敏捷。在林毅的计算之中，通天塔设计这关正确的过关方式应该是由嗜血战士将补课单引走，剩下的所有人围攻校长，将校长杀死之后，补课单便不成问题了。哪怕补课单无限续血，只要嗜血战士不死，就问题不大。这一关主要是考核所有玩家的灵活迎战能力，可惜他们队伍之中的嗜血战士早就死了，而且那只是对于其他队伍来说的正确通关方法。林毅并不准备这么做，他的队伍只需要疯狂推进就可以了。唐俊仁经过前面的锻炼，很清楚现在的自己需要做些什么，直接上前一步，用手中的短剑吸引来补课单的仇恨。王磊也没有犹豫，挥舞着手中的法杖，贡献着自己的输出。这次林毅的运气十分给力，第2剑就触发了黑印，补课单的血量顿时狂降不止。林毅手中剑矢飞舞，短短7-8秒，众人就将面前的灾变补课单集火秒掉。没了补课单的灾变校长也像是没有爪牙的老虎，在林毅和唐俊仁的配合之下，校长也很快血量见底。此时校长的血量只剩下了15点，只需要最后一发剑矢，林毅就可以将校长击杀掉。王磊见状，甚至已经笑嘻嘻的将手中的法杖收了起来。不愧是一哥，打完收工了。这校长也不过如此吗？可是这时候震惊众人的一幕发生了。14，林毅一剑射出之后，那校长的血量却扣除到了1点，并没有死。林毅都诧异的咦了一声。王磊见状，连忙再次举起自己的法杖，兴奋说道：一哥，我来补个刀，让我也感受一下击杀灾变怪物是什么感受。林毅却眉头紧皱，陷入了思考。很快他明白了，他连忙呵斥住想要出手的王磊：住手！王磊被吓了一跳，连忙收回自己的法杖，一脸胡茬茫然的扭头看向林毅：大家都先不要攻击，我想确认一件事。说罢，林毅让唐俊仁过来保护苏婉宁，自己则是朝着校长走去。王磊连忙高呼道：一哥小心啊，你可是没有盾牌的，而且好像马上就到3分钟了。林毅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担心。此时只有1点血量的校长正凄惨地跪在地上，双手微微颤抖，深深低着头。滴答，
林毅似乎听见了水滴滴落的声音，而且很奇怪的是，现在这校长已经很久没有朝着林毅出手攻击了，他只是这么静静地坐在这里。林毅蹲下身子，赫然发现原本校长那漆黑的脸庞和猩红的瞳孔已经消失不见，此时的校长恢复了众人初见他时的那副和蔼模样。校长的数据面板已经变成了先前的模样，灾变的字样消失了。看到这一幕，林毅知道自己猜对了，前世的自己压根没有发现校长血迹的怪异，他们只是沉浸在追赶时间的紧张之中，他们生怕3分钟时间一到，灾变的补课单就会卷土重来。可这次相差极大的数值引起了林毅的注意，这才发现了校长的异变，他居然会在最后恢复原本的未灾变状态。我多想再多帮帮这些孩子们，我知道你们的压力，可是这独木桥是你们飞黄腾达的唯一捷径啊！林毅听到了校长的喃喃自语。此时靠近之后，林毅才发现这校长黑发下隐藏着数根白发，他的右手右指侧边还有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这是长期执笔写字产生的。在那被拍坏的木桌后方摆放的并不是椅子，而是一个轮椅。林毅双瞳微张，内心震撼，这校长当真是鞠躬尽瘁。若是华夏所有的校长都能如此，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呢？他从背包之中取出那张请假单，举到校长面前，同时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笔，轻声道：“老校长，这是我的请假单，可以审批一下吗？”校长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当他看到请假条上的请假原因后，毫不犹豫地接过钢笔，在请假单上签下了同意2个字。累吗，孩子？累就出去休息，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后盾。校长抬起头，目光温柔地看向林毅。林毅稳稳颔首，将请假单收入背包。谢谢您。身后的众人看到了发生的全程，也全都陷入了沉默。或许补课会让同学们怨声载道，可是小城市的孩子若是不补课又不努力，那什么去追赶那些生在了罗马的孩子和那些天赋异禀的学生呢？林毅没有久留，直接带着众人朝着最后一间教室走去，这便是纹身男惨死的教室。可就在这时候，林毅却突然停住了脚步。不对，这数值不对。第44章13个道具。一旁的众人满头问号。众人好不容易做足了心理建设，准备去迎击最终 BOSS。毕竟这间房间不久前才在他们眼前死掉了一个队友，这对于他们这些刚刚经历全民转职时代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心理门槛。还好林毅已经跟他们解释过了，他猜测这些掉落的道具应该是可以降低最终 BOSS 的实力的，否则就 BOSS 这个数值，1-2秒杀掉一个人，哪有一级队伍能够通过？王磊等人一想，觉得的确有道理，这才鼓起勇气准备进入最后一间教室。结果当众人一鼓作气的时候，林毅却突然停住了。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真是让人难以接受。王磊听着林毅的呢喃，有些不解地问道：“毅哥，你在说什么？什么数值不对？”林毅自觉自己暴露了一些不该暴露的，所以对于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只是在心中暗自计算着。前世的他们获得了6件道具，最终副本支线的完成度是 46%， 平均下来一个道具只有 7.7% 的完成度。而现在的他们除了那6件道具之外，只多了一个从班主任那里获取的请假单。莫非这个请假单能够占据 54% 的完成度？林毅不这么觉得， 7.7% 和 54% 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让林毅察觉到有些蹊跷。况且在刚刚校长室内也没有掉落任何的道具，这更是和之前那些教室的调性不太相符。直觉告诉林毅，这绝对有问题。猛然，林毅想起了补课单上的3个科目：语文、数学、物理。林毅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他现在严重怀疑，当补课单出现的时候，这些课程的教室之中会重新刷新一只新的怪物。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林毅直接掉头回去。这个举动可是让王磊几人摸不着头脑。王磊茫然地看了一眼唐俊仁和纪一波，诧异道：“怎么走了？毅哥不会是怕了吧？”唐俊仁没有理会王磊的话语，直接沉默不语地跟上了林毅的步伐。唐俊仁对于林毅可是无条件的信任，而且他也认为，一个人1级的时候就敢面对一名2级刺客和一只灾变大蚂蚁的林毅，怎么可能会怕呢？纪一波朝着王磊冷哼一声，话真多。说罢，也转过身，扭动着自己的屁股，迈开魅惑无比的黑丝长腿，跟了上去。王磊只能拍拍肚子，连忙跟上。很快，林毅来到了物理教室的门口。林毅没有犹豫，直接推开教室木门。果然，原本已经被消灭的怪物再次出现了。王磊见到这一幕，大惊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林毅将苏婉宁交给唐俊仁保护，一边搭建拉弦，一边解释道：“是补课单，既然校长已经下发了补课单，自然需要重新上课，所以这些怪物我们也得重新猎杀。”林毅的话让王磊几人震惊不已，这林毅的心思居然如此缜密。
这也能反应得过来，真不愧是医神啊！王磊喃喃自语道。几人殊不知，他们这支队伍也是所有44个平行世界之中唯一注意到补课丹的队伍。龙阳秋盯着面前的监视器，满心震撼。这个灵异再次让他出乎意料了。要知道，补课丹出现之后需要重新猎杀怪物这件事，整个华夏没人知道。请假条需要签字这件事，全球不少的队伍都发现了，可是补课丹这个真的没人能够看得出来。所有人从校长室走出来之后，都按部就班的朝着最后一间房间走去。而林毅看出来了，或者说林毅是真正的将自己带入到了副本之中。在他的眼中，自己不再是一个副本的玩家，而是一个身处其中的高3学生。这种强大的代入感在探索副本支线上是十分具有优势的。游玩，全球第一个灾变副本的记录是多少支线完成度？龙阳秋侧过头，朝着一旁的游玩开口。很快，游玩便查到了数据，记录是支线完成度 54%， 是由第37个平行世界之中樱花国的一个队伍创下的。他们完成了6个教室，让校长完成了请假单的签订。大部分的队伍只有 46%， 包括当时我所在的队伍。龙阳秋缓缓颔首，轻声道：或许林毅又将要创造一个新的记录了，不知道他们能否达成完美通关啊？游婉眉头微皱，虽然我知道林毅的实力很强，思维更是缜密，逻辑清晰，但是完美通关太难了。龙阳秋没有反驳，只是仍然盯着监视器之中的画面。此时的林毅等人已经完成了3个补课科目怪物的击杀，由林毅出手，以最快的速度无伤杀掉了3只怪物。那画面剑矢飞舞的样子简直让人赏心悦目。而这次他们除了怪物死亡缩小会获得的道具以外，还获得了3张被撕毁的补课单。他们的道具瞬间变成了13个，按照每个 7.7% 的程度来计算，已经达到了 100% 的完成度。看到这里，林毅也放下心来，满脸笑容的带着众人再次朝着最终 BOSS 而去。此时那源源不断的哭声还在持续。经历过和各种怪物厮杀的众人，此时倒是对于这诡异的哭声有所习惯，但是即将面对最终 BOSS 的畏惧还是不变。刚要上前开怪的唐俊仁却被林毅拦住。林毅让唐俊仁保护好苏婉宁，自己率先推开了房间的门。这可让唐俊仁大惊，这可是 BOSS 啊！难道林毅还要选择单刷？王磊更是震惊的说不出话。这一神恐怖如斯啊！林毅当然没那么傻，虽然他的实力足够去单杀最终 BOSS， 可是他为什么要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经过他的计算和分析，拥有13个道具的他们，最终 BOSS 的实力会直接被降到0，也就是退出灾变状态。林毅想要看看到底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第45章，他和自己和解了。当林毅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刺鼻的血腥味朝着他扑鼻而来，整个教室内几乎遍布着猩红的颜色。林毅感觉自己的鞋底变得黏糊，低头看去才发现自己已经踩入了一条血河。这一幕差点把林毅身后的吉一波和王磊吓傻，他们连忙后退几步，拉开了和教室的距离。只有林毅面色不变，继续朝前迈去。借助着月光，林毅看清了教室里的景象，一个少年正坐在椅子上止不住的哭泣，而他哭泣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血液。最终 BOSS 灾变的高3学生，等级5，血量650，攻击力65，状态满状态。这数值面板就连林毅都是微微一愣，看来这就是这 BOSS 的原本面板了。似乎是听到了林毅的脚步声， BOSS 转过头来看向林毅，入目没有可怕的怪物模样，没有变异的尖嘴獠牙，只是一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少年模样了。他的目光似乎能够穿透林毅的背包，看清楚他携带了多少的道具。你帮我完成了课程，你还帮我拿到了请假单。最终 BOSS 一件件细数着林毅背包之中的道具，他的实力也肉眼可见的削弱着。当他念出3件之后，血量500，攻击力50。当他念出6件之后，血量350，攻击力35。这边是前世林毅他们队伍遇到的最终 BOSS 数据。咦，你们居然连补课单都帮我消灭了！最终 BOSS 看着3张撕碎的补课单，猩红的瞳孔之中闪过一丝震惊，抬起头看向了林毅。而此时的林毅注意到，他的数据清空了，最终 BOSS 的名字也改变了。哭泣的高3学生江一晚。林毅知道自己的猜想成功了，收集全所有道具的他们，成功将最终 BOSS 从灾变的状态之中挽回了。身后的王磊等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当时他们看见这最终 BOSS 数据的时候，全都懵了。这怎么打？650的血量加上65的攻击，怪不得最开始那个纹身男会死得那么快，只需要2次攻击
他就死了，怎么能不快呢？可是随着最终 BOSS 挨个念出的他们获得的道具，他们的目光也开始变得兴奋起来。最终 BOSS 越弱小，他们生还下来的几率就越大。渐渐的，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不对。最终 BOSS 的实力越降越低，甚至已经不如隔壁的精英怪校长。接着更是直接清零。假的吧？谁能想到我们居然不用打最终 BOSS？ 王磊喃喃地看着这一幕，内心的震撼简直是已经无法用他的言语去描述了。这个让别人闻风丧胆的最终 BOSS， 在林毅的带领之下，居然直接跳过了，跳关了。他们在危机四伏的全民转职时代跳关了。纪一波更是双目紧紧盯着林毅，眼中闪烁着不加掩饰的渴望和贪婪。若是他真的能够傍上林毅，他的安全绝对可以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证。唐俊仁和苏婉宁更是满脸的自豪，这就是林毅，他们的伙伴。林毅不知道自己的举动到底惊叹了多少人，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最终 BOSS 的眼泪上。此时虽然最终 BOSS 停止了灾变，眼泪也从猩红的血水变成了清澈通明的正常眼泪，可是他仍然没停止哭泣。林毅看着面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轻声开口道：“你可以和我去一个地方吗？”最终 BOSS 一愣，看向这个对他帮助很大的人，下意识点了点头。见最终 BOSS 同意，林毅直接起身朝外走去。最终 BOSS 也缓缓跟了上去。当最终 BOSS 从众人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大家赶紧自己的呼吸都要暂停了。这可是杀了他们一个队友的最终 BOSS 啊！虽然现在他一副柔弱少年的模样，但当时纹身男那凄惨的模样仍然还印在众人心中呢。王磊更是紧闭双眼，不敢和那少年对视，生怕自己的目光触发了什么机关，让少年再次暴动起来，一巴掌将所有人全都呼死。对于林毅的举动，所有人都满心诧异。既然最终 BOSS 已经不反抗了，为什么不直接杀掉他，结束副本呢？就连经过许多副本和厮杀的龙阳秋等人，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大道理女牧师满脸诧异，他要干嘛？尤婉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按照比例来计算，现在他们的支线完成度已经达到了 100%， 应该可以顺利通关了。他这个举动，我也有些摸不着头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林毅带着最终 BOSS 居然走进了隔壁的校长室。此时的校长仍然痛苦地跪在地上忏悔。看到这一幕的最终 BOSS 似乎十分惊讶，连忙小跑过去将校长扶起。林毅站在一旁，指着校长的轮椅和校长满头的白发开口道：“其实校长他老人家为你们付出的也很多，你的请假单他不假思索就选择了批准，还有你们的班主任，虽然对你们严厉，但是他们同样关心你们的成长。”校长抬起头，看到自己面前那少年满脸泪痕的模样，心疼地伸出手将他的泪痕擦去，轻柔说道：“孩子，累了就出去散散心。这条路虽然艰难，但是人生不只有这一条路。虽然它是你们能遇到的第一条捷径，但是或许在你绕路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是我之前对你们太过苛刻了，是我太希望你们能够成才了。”此时的最终 BOSS 哭得更加猛烈了，他断断续续地说道：“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校长听着他的话，轻轻摇了摇头，笑道：“不是的，孩子，你已经很棒了，能够走上这条独木桥的你们就已经很勇敢了。我也有错，我不该这么严厉，这么苛责的让你们补课，给你们带来了太大的压力。”校长还在说着，最终 BOSS 的眼泪却慢慢止住了，他目光之中的颓废和抑郁也一扫而空。林毅知道，他醒悟了。校长的开导远远比林毅帮他解决的那些作业和补课单更加具有冲击力。最终 BOSS 不，高三学生江一晚，他和自己和解了，哭泣的少年已经不存在了。林毅等人眼前的画面逐渐变了，他们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播报声：恭喜林毅、唐俊仁、苏婉宁、王磊、纪一波等人的队伍完成第一次全民灾变副本，副本支线完成度 120%， 评价 S+， 副本奖励计算中。第46章副本奖励上。看着这个通关播报，整个服务器和通天塔之内全都陷入了沉寂。龙阳秋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监视器，甚至茫然地伸出在手指，在 120% 这几个字上扣了扣。他怀疑是监视器坏掉了。我没看错吧？ 120% 完成度，这怎么还超过 100% 了？这是出 bug 了吧？尤婉，其他43个平行世界出现过这种情况吗？早在通报出现之后，尤婉就已经低下头开始疯狂地查找着资料了。很快，他表情严肃地摇了摇头，轻声道：“没有，从没有过。之前最高的记录是灯塔国安德鲁创造的 100% 记录，那也是所有副本之中第一次出现 100% 完成度的评价。至于这个 120% 完成度，我猜测是林毅发现了隐藏的结局。”在场的所有幸存者都朝着尤婉投过来好奇的目光。
他们还从未听说过什么是隐藏结局。尤婉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着说道：大家若是玩过一些单机游戏的，应该都知道，有一部分的单机游戏会根据玩家的不同选择呈现不同的结局。正常选择之下都只会触发普通结局，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会触发额外的隐藏结局。我想就是林毅最后的举动，让哭泣的高三学生不再哭泣，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灾变副本，所以才成功触发了隐藏结局。在林毅的这个结局之中，最终 BOSS 是没有死的。众人这才恍然大悟，看向林毅的目光更加震惊了。这个新人已经带给他们太多的惊喜了。尤婉更是感觉自己的脸颊有些火辣辣的疼。刚刚的他还理智分析说，林毅他们想要完美通关太难了。的确，林毅想要获得完美通关评价有些难了，因为林毅已经不屑于一个小小的完美通关评价，而是追求其他人见都没见过的隐藏结局了。100%的完成度评价之前所有的平行世界之中不是没出现过，可是超越100%的完成度可是第一次。谁能想到会有一个新人第一次进入副本就触发了副本的隐藏结局呢？其实就连林毅自己都没想到，前世的他也没见过120%的副本完成度评价。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此时的林毅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稳了。不管是100%也好，还是120%也好，只要他们能够获得全服的第一评价，那就是最好。和林毅的淡定不同，王磊简直感觉自己要疯了。天啊，他看见了什么？爆表的完成度和 S 加的评价，这个大腿简直是太恐怖了吧。上一次的林毅打出了全服第一个 S 评价的精彩，通天塔就奖励给了林毅一把逆天武器。当时的王磊可是对着那把武器流了半天口水的。经常混迹网游的他当然知道一把强力的装备在前期的重要性。现在他们的副本评价居然是 S 加，甚至还超越了当时林毅创造的记录。通天塔想必也会有更好的奖励吧。有了好装备，王磊便能慢慢的滚起雪球，在全民转职时代站稳脚跟，成为一代大神。想到这里，王磊激动地朝着林毅冲去，想要给林毅一个大大的拥抱。还好林毅灵活，一个后撤步就闪开了，同时把苏婉宁护在身后，诧异道：你干什么？王磊从激动的心情之中回过神来，挠挠头，有些尴尬地说道：不好意思，一神，我实在是太兴奋了。你简直是太神了，咱们居然能够获得 S 加评价，这绝对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我简直是太激动了。看着王磊那激动到跳起的模样，林毅也顿感好笑。王磊满脸希冀地看着林毅，问道：一神，下次副本我们可以组队吗？吉一波听到这个问题也连忙凑了过来：也带我一个好不好呀，一神。吉一波那撒娇的语气让林毅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林毅连忙再次后退一步，和两人拉开距离，轻笑道：如果有缘分的话，我们会再遇到的。组队的事情我会考虑的。林毅说的没错，他的确会考虑的，但是考虑之后的结果大概率是不会继续带着王磊和纪一波二人。他们暂时没表现出任何让林毅满意的特点。王磊还好说，虽然没什么帮助，至少不怎么添乱，也算是听话。那个纪一波，林毅只能说有些娇生惯养的女生真的不太适合在全民转职时代生存下去。王磊最大的优点就是认命和有自知之明，对于林毅的拒绝，王磊虽然失落，但是也理解。这和网游可不一样，在副本之中若是失误，那可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哪怕林毅是大神，他也需要更强力的队友。他王磊还不够格。一旁的纪一波眼底却是闪过一丝阴鸷，但是他同样隐藏得很好。就在这时候，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恭喜你所在的小队副本完成速度排名第1名，现在发布副本完成奖励，稍后等待所有队伍完成副本之后进行副本排名结算，届时将再次发布副本排名奖励。听到这话，所有人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兴奋，居然有2次奖励，以他们的完成度和速度，不用说，绝对是排名第1吧。众人压下心中兴奋，朝着奖励的细节看去。恭喜获得奖励经验500点，您的完成速度加成 20%， 一共600点。系统声音刚一落下，5个人的身上皆是闪烁起耀眼的金色光芒。但是不同的是，王磊和纪一波等人接连闪烁了4次，最终停留在了5级之上。林毅3人的身上则是只闪过了3道金光，最终从5级成功升到了8级。这是因为每个等级升级所需的经验都是不同的，越往高等级升级的难度越高。王磊2人看到自己的等级提升，立马兴奋地打开系统界面，查看自己数值的变化和新解锁的技能。我的天啊，这就是5级吗？太可怕了！王磊看着自己的数值面板啧啧称奇。林毅则是在期待后续的奖励。要知道，经验奖励可是副本奖励之中最平平无奇的一部分了。第47章副本奖励，
中。果然，很快系统的声音就继续播报了起来。恭喜，获得大量物品奖励。同时，一个闪耀着金光的圆球漂浮在众人的面前。目前的物品分配模式为贡献点竞拍分配模式，贡献点可自由交易或赠与。贡献点排名：林毅80点，唐俊仁15点，王磊5点，纪一波0点，苏婉宁0点。看着这个贡献点，王磊不由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和纪一波两人划水的也太明显了吧？林毅和唐俊仁两人就占据了 95% 的份额，自己只依靠丁点的输出，勉强获得了5点贡献值。纪一波更是1点贡献值都没有获得。虽然苏婉宁同样没有贡献值，但是那可是人家一神庇护的女人，不是王磊能比的。所以王磊主动的开口道：“一神，没你们这副本，我恐怕也很难过得去。这装备您就全拿走吧。”一旁的纪一波闻言，越是连忙乖巧的点了点头。纪一波的目的是林毅这个人，而不是这些装备。要是那把林毅这个人搞到手，他就是一件装备都没有，肯定也能活得极为滋润。林毅闻言却是轻笑着摇了摇头，开口道：“先看看都有什么吧。”在众人激动的目光下，林毅伸出手碰触了那闪耀着金光的圆球。下一刻，林毅的手犹如深入了口袋之中一般，消失在了光球的表面。林毅在光球之中摸索着，很快他从光球之中掏出了第一件奖励。众人眼前一亮，是装备，而且是一把武器——麒麟匕首。评级：精良，可用等级10，攻击力15-18，兑换价值10贡献点。纪一波看到这把装备的时候，直接就愣住了。谁都没有想到，奖励的第一件装备居然是贡献值为0的纪一波的。毕竟队伍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暗影刺客。林毅对此倒是没什么惊讶。副本奖励的装备是完全随机的，和在副本内做出贡献多少没有丁点的联系。纪一波怯生生地看向了林毅，一副柔弱的模样，开口说道：“我没什么贡献值，要不然我就放弃了吧。”林毅却是摆了摆手，轻笑道：“没关系，既然是适合你的，你就拿着吧，到时候记得转我5个交易点就行。”说罢，林毅花费自己的贡献点，直接将这匕首拍了下来，递给了纪一波。一个装备而已，还是低等级的精良装备，在林毅看来其实没什么太高的价值。前期换装备的速度太过于频繁，装备的价格是抬不上去的，5个交易点算是合适的价格，甚至林毅小赚。除非是类似林毅获得的那把破灭永夜之弓，评级高，技能强。但是林毅的行为却是让纪一波误会了，他认为这是林毅对自己有戏的预兆。哼，直男的暗示罢了，要钱什么的都是他掩饰的手段。他兴奋地收下装备，将它宝贵的放入了自己的背包之中。或许这就是自己和林毅的定情信物吧。纪一波不由自主地开始了歪歪。林毅自然是没发现他的举动，再次把手伸入光球之中，摸出了第2件物品。第2件还是装备，天腾龙鳞甲，重甲，评级精良，可用等级10，血量提升215，护甲12，贡献点要求10点，是一件重甲。没有任何争议的，这件装备落入了唐俊仁的手中。唐俊仁同样是兴高采烈地将这件新的重甲收下，等达到10级之后再换上。这个10级的重甲对比起他身上这件5级的重甲，可是明显强了许多的。血量提升多了将近100点，护甲更是提升到了12，已经和他手中的盾牌相差无几了。也就是说，现在在他身后没有队友时，也就是不触发放逐骑士被动的情况下，他举盾和不举盾几乎是没有区别的。林毅没有停顿，继续朝着光球摸去。居然还是装备，就连林毅都感觉有些咂舌。恐怕是因为第一个完成的缘故，这副本居然爆出了这么多的装备。而且这一次，林毅居然看到了蓝色的光芒，这可是史诗装备的光芒。一旁的王磊更是呼吸都急促了起来。这一次是饰品。当看见这饰品属性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辉耀之剑，评级史诗，可用等级10，生命值50，技能1青灵之盾，给技能发动者3米范围内的所有队友提供一个 20% 的加速效果，持续3S， 同时给使用者附加一层100点血量的护盾，其他队友50点血量的护盾，持续5S， 兑换价格20点贡献值。这件饰品一出，王磊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就连林毅都感觉有些震惊不已。林毅一眼就判断出这个饰品的价值很高，绝对值得这个史诗的评级。一旁的纪一波则是有些没懂，诧异的开口问道：“你们怎么了？这个装备很强吗？他只加了50点的血量而已啊，这个技能看起来也没什么用啊，都是有时限的。”王磊叹息一声，感慨道：“那是你不懂，这件装备
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很强的。这装备没什么说的，肯定属于异神，也只有异神配拿这种装备了。林毅没理由谦让，因为这件装备的确很适合他。对于纪一波的疑问，林毅轻笑着解释道：饰品的强弱和增加的属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看饰品的技能效果。而这个技能适用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广泛，几乎所有职业都可以用上它，发挥出不同的作用。远程职业可以用来保命，喋血战士和暗影刺客则是可以用它来突然加速拉近距离。5S 的护盾还可以用来规避一小波伤害，增强存活概率。其实 20% 的移动速度爆发已经不少了。3S 的时间足够拉开3-4米的距离了。3S 和5S 的时间已经足够改变一个战局的结局了。这件装备绝对是一件极为优秀的辅助装备，没有任何人有质疑。这件史诗级别的饰品顺利地落入了林毅的手中。有了史诗装备的刺激，所有人都对后面的奖励更加期待了。第48章副本奖励下，接下来的第4件奖励居然还是装备，林毅都懵了。难道他们真的是捅了装备的窝了？在前世通过一次副本，林毅最多也就见到过3件装备，没想到这次已经接连爆出了4件。这第4件装备没能继续出现惊艳的史诗装备，而是爆出了一件10级的精良法杖，适合王磊用。林毅便也直接把这精良法杖给了王磊。王磊自然是感激涕冷，差点没给林毅跪下来。第5件奖励还是装备，不过此时的众人都已经麻木了。这次爆出来是一把精良的喋血战士专属武器大刀，和前面的精良装备没什么区别，都是属于那种比新手武器强得多，但是没什么特色的武器。最后被林毅拿下，等到时候找机会去交易市场卖掉。在安全区之中是有供玩家交易的场所的。全民转职时代里，玩家之间交易所使用的叫做交易点。之前人们所用的钱币在全民转职时代降临之后就已经失去流通的能力了，只能在系统之中按照比例兑换成交易点。所以有钱人在全民转职时代内还是有优势的。前世也不乏现实之中的富二代依靠着自己的财产兑换大量的交易点，然后购买强力装备，走上人生巅峰的案例。除了额外兑换的交易点以外，现在每个人的包裹之中都含有100交易点。通关副本和击杀野外小怪都会掉落交易点。从第6件物品开始，奖励终于不是成品装备了。只见林毅从光球之中摸出了一张卷轴。王磊挠了挠脑袋，有些诧异地问道：翼神，这是什么东西？林毅将手中卷轴的属性展现了出来，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这居然是一份装备图纸。翔天鳞甲图纸，评级未锻造，等级限制10，锻造所需材料铁石乘10，金灵石乘5，土灵石乘5，所需贡献点5。王磊大惊，连忙追问道：也就是说这全民转职时代还有生活职业？林毅微微颔首解释道：没错，生活职业在10级之后可以解锁，暂时只有锻造装备的锻造师和配置药剂的药剂师2种。不过想要转职成这种生活职业，不仅需要10级的等级限制，还需要一份特殊的东西推荐信。看见众人都是一副迷糊的样子，林毅顿觉好笑。其实知道这些并非是因为林毅是重生的开挂者，这些内容明明在系统的论坛之中都是有介绍的，恐怕大家都没有仔细去看吧。毕竟光是6大职业的介绍就已经上千字了，还有各种装备的来历介绍，各种设定介绍。就连当初的林毅也是看到一半就觉得头疼难耐，没有继续看下去。所谓的推荐信呢，就是一种道具吧，会随机在野外小怪的身上掉落。推荐信可以自用，也可以相互交易。获得推荐信之后，去铁匠铺或者草药堂就能成功转职生活职业。听得林毅说完之后，众人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王磊更是不忘拍一拍马屁，不愧是一个懂得真多啊。最后林毅等人接连开出了6张装备图纸，而这6张装备图纸最后都被林毅收入囊中了。王磊能够获得1件法杖已经很兴奋了，纪一波更是不愿去当什么臭烘烘的铁匠，对于图纸没有半点兴趣。既然他们这么懂事，林毅便也乐得如此，高高兴兴地将图纸全部收入囊中。至此他们已经收获了11种不同的奖励，这种数量的奖励当真是林毅生平所见。6张图纸之后就只有好几瓶药剂了和一些交易点了。药剂和交易点没什么争议，林毅直接选择了平分，每人1瓶，因为林毅功劳最大，所以余出来的都给了林毅。当最后1瓶药剂被取出之后，众人面前的金色光球便缓缓消失了。众人明白，这证明这次副本的奖励都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有些意犹未尽，但是他们也明白，这奖励已经是相当丰厚了。还没等众人开口，系统的声音再次在他们的耳畔响起：请几位玩家注意，现发布 S+ 评价奖励。S+ 评价奖励默认分配模式，贡献点最高者分配模式。下一刻，
林毅的手中骤然出现了一件淡绿色的披风，这披风也是饰品的一种。全民转职时代的装备之中，饰品一共分为3种，分别是戒指、挂坠和披风。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民转职时代没有单独的裤子，而是会根据防具生成相应下装。王磊一看这淡绿色的光芒，顿时撇了撇嘴，这系统也太抠了吧 ！S 加奖励才给一个精良级别的装备，我看啊，这装备啥也不用说了，直接给一哥就完事了。要是没有一哥，咱们也不可能打出 S 加操作，你说对吧？王磊用胳膊肘碰了碰身旁的纪一波，纪一波连忙甜美的朝着林毅点了点头，顺带着眉目传情。可惜林毅并没有回应他，林毅果断把这件精良级别的披风收入背包之中。其实就算王磊和纪一波想要争取这件披风，林毅也不可能给他们就是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精良级别的披风对于林毅的帮助，甚至要比刚刚那个史诗的戒指更加强大。给王磊和纪一波一人一件装备，已经是林毅大发善心，仁至义尽了。锻造之神的幸运披风，类型饰品，评级精良，可用等级10，被动技能锻造装备时，锻造出史诗品质装备的概率增加 5%， 锻造出精良品质装备的概率增加 15%。 这居然是前世林毅在论坛上见过的被誉为锻造师的神级装备。别说是史诗装备，就是有人拿神话装备想要换这件装备，都不一定有人换。这件装备对于锻造师的提升绝对是无比恐怖的。第49章排名公布，所有的玩家锻造师能够锻造出来的装备品质大致分为5种：普通、精良、史诗、传说、绝世。但是通天塔并没有公布锻造各种装备品质的成功率。按照林毅前世不太严谨的统计分析，这几种品质的概率大概是：普通 60%， 精良 35%， 史诗 4%， 传说 0.999999%， 绝世 0.000001%。为什么说是不太严谨的统计呢？因为在锻造师这个职业之中，还有一项影响锻造成功率的变量，那就是熟练度。就和打怪能够获得经验值差不多的意思，锻造装备同样可以获得熟练度。熟练度越高，打造出好装备的概率也就越大。前世林毅统计的数据，一部分来源于他自己，一部分来源于他观察别人打造的结果，这个变量无法统一。若是只统计他自己的，又会导致实验数据太少，难以形成有效的规律。所以林毅只能通过一些算法，模糊的将这些概率计算出来。至于说绝世装备，反正他是没听说过有人能够打造得出来，所以这个概率也只是他的猜测。所以由此可见，这个锻造之神的幸运披风对于锻造师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了。史诗装备的锻造成功率几乎翻了1倍，史诗装备和精良装备的概率加起来更是已经超过了半数。要知道，普通人若是能够打出精良装备，就是这波不亏了。万一能够打造出史诗装备，那就是踩到狗屎运的幸运儿。你问如果打造出传说装备是什么级别？那是他妈祖坟冒青烟的级别了。知道一个传说装备意味着什么吗？几乎是恐怖的数值提升，加上至少是3个以上的技能，完全可以瞬间弥补一个人操作上的缺陷，让他摇身一变成为同境界之中的战神。可惜锻造出来好装备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加上全民转职时代之中，装备图纸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材料也没那么容易收集成功，所以每次能够打造的装备数量并不多，撞大运的次数自然就少了许多。概率低，次数少，你说这好装备得有多稀有？所以这锻造之神的幸运披风的及时出现，绝对是林毅打造最强梦之队的极大助力之一。或许是林毅心情好，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面，对于王磊和纪一波的一些问题，林毅都是知无不答。林毅更是不忘利用这点时间来指点一番唐俊仁一些放逐骑士的技巧。苏婉宁安静地站在林毅身旁，安静地眨着眼睛看着林毅，他一直在观察林毅的战斗方式，观察唐俊仁的防守方式。系统论坛之中的所有介绍内容，他也全都一一阅读完毕。这么说吧，重活一世的林毅，现在在某些设定上的理解不一定有苏婉宁强。毕竟苏婉宁在班级里可是全能学霸，林毅顶多是数学天赋爆表，他的其他科目全都是被苏婉宁甩开10条街的。就在几人闲聊的时候，系统的声音终于再次响起：恭喜，所有存活玩家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全民灾变副本。经统计，在第一次全民灾变副本之中，团灭队伍数量为1350万队，额外阵亡人数为1902万人。这第2条播报就顿时震惊了所有活下来的人。1350万队，一个队伍6个人，那岂不是8100万人？加上额外阵亡的1902万人，光是第一次副本阵亡的人数已经将近1亿人了。这太恐怖了吧！所有能够活下来的人无一不再庆幸自己的幸运非凡。
王磊和纪一波更是舌头都快要震惊出来了。他们跟着林毅全程划水，根本没有体验到副本的难度。此时听到阵亡人数，才知道这副本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有多困难。这也让两人更加庆幸了。苏婉宁和唐俊仁听到这个数字也是脸色微变，只有林毅面色如常。这点人算什么？等到副本后期，可能几亿华夏青年人只能留下几万人，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呢。后面的副本一个比一个难度要高。全民转职时代来临，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够活下来。系统听不见众人的惊呼，他只会按部就班的播报。现公布副本评分前3名，前100名完整榜单可以在系统全新解锁的天榜之中查看。第一次灾变副本通关队伍评分排行榜，第1名林毅、唐俊仁、苏婉宁、王磊、纪一波队伍。副本通关用时1小时32分钟05秒，支线完成度120%，评价 S+。第2名严豪、魏慈、邓杰队伍。副本通关用时4小时53分钟34秒，支线完成度54%，评价 B。 这前2名一出，华夏全服玩家的脑子轰的一声，震惊瞬间充斥着所有人的脑海。他们看见了什么？这第1名和第2名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第1名的通关时长居然只有1个半小时，所有人都开始回想自己队伍1个半小时的时候在哪里呢？很快，所有人都感觉有些脸红了。1个半小时的他们好像还在和第1个语文教室的怪物缠斗呢，而这时候第1名的队伍居然已经通关了，这他们差距也太大了吧！第1名这个速度，就算是不和他们这些普通人比，和第2名比起来也相当恐怖吧？提前了整整3个多小时啊，这是什么概念？第1名通关之后，甚至已经看完2个电影了，你第2名才姗姗来迟，这纯是降维打击呀！除了这个完成时间以外，第1名这个完成度120%又是什么鬼？所有人都有些看不懂这个播报了，这怎么还爆表了呢？正常完成度最高不就是100%吗？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有人看到第2名的完成度居然只有可怜的54%时，都不厚道的笑出了声音。虽然完成度54%这个数值仍然比大部分的普通玩家要强得多，可是和第1名这种怪物队伍放在一起，瞬间被秒成渣子了呀！第50章王炸组合。本来获得第2名应该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毕竟能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在几千万个队伍之中排名第2呢？结果因为这个逆天的第1名，现在恐怕第2名心里会像是吃了粑粑一般恶心难受吧。既生瑜，何生亮？系统的论坛界面对于这个副本排名的帖子瞬间爆了表。卧槽，这差距！第2名以后可这怎么见人啊？我严重怀疑第1队这人开挂了。你们难道不觉得第1名这队的名字很熟悉吗？这他们不是永夜剑神吗？卧槽！楼上提醒我了，还真是。林毅，一神，一神求带！我安静话少，听话活好。楼上滚滚滚！有没有点节操了？大神怎么了？大神算什么？大神当然算是我的亲爹。后藏有君，我40米长的大砍刀已经收不回来了。所有人对于林毅这个名字的崇拜再次达到了顶峰，无数人都在呼喊着一神的名字，无数没看过林毅精彩操作集锦之中视频的人都疯狂涌入视频界面，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当看完林毅操作之后，他们才知道，原来弓箭还能这么玩。那些看过视频的也没忍住再看几遍，试图从视频之中学到几分林毅那一身的风骚操作。砰！一把大刀被严豪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操！这怎么可能？和其他一众震惊的玩家不同，此时第2名队伍之中的严豪正满脸扭曲，目光狰狞地盯着系统的播报内容。从小到大，在他的名字之前就从没有出现过第2名这种字样，这3个字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耻辱，他绝不能够接受。严豪一旁的放逐骑士邓杰同样是满脸的不可置信，只有暗影刺客魏慈站在一旁，微微皱起了眉头，不知道在思索什么。严豪满脸都是暴怒的神色，若是现在的林毅等人在他面前，恐怕他会直接不管不顾地冲上前去，把他们暴揍一顿。在严豪的字典里，没有什么是一顿拳头不能够解决的。魏慈没有理会暴怒的严豪，而是在心中认真地思索着。他有些想不通，他们3人这种王炸组合居然没干过那个第1名，这个林毅到底是什么来头？要知道，他们从一进副本开始，不是在杀怪，就是在赶去杀怪的路上。按照魏慈的计算，就算他们不是第1名，他们也不可能相差太多才对啊。可是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们一个大巴掌，完成时间相差3个半小时，完成度更是相差60%多，这完全就是碾压的局面。在他们的队伍之中，3个人的来历全都不小。严豪在全民转职时代降临之前，乃是华夏最年轻的金腰带获得者。
在整个华夏的拳击界都是富有盛名的，人称华夏泰森。在华夏的拳击爱好者中，严豪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而严豪灵活如鬼魅般的脚步，也是他成为最年轻金腰带的秘诀之一。在和副本之中怪物贴身搏斗的时候，他手中的砍刀几乎是刀刀到肉，而那些笨拙的怪物却是很难能够打得到他。他那华丽的刀法简直可以说是让人惊叹不已。严豪的表现，就连当时通天塔内的龙阳秋都给予了绝对的赞赏，同样把严豪作为了重点的观察对象，可见其恐怖的实力。暗影刺客魏慈乃是华夏国家体操队前正式成员，他的身体柔韧性极高，极为灵活。若不是因为一些事由而被开除了国家运动员身份，他很有可能成为为国征战的运动健将。暗影刺客这个职业落在他手中，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为此极度柔软的身躯，让他拥有比普通人更加诡魅的步伐，更加诡异的突进路线和更加恐怖的爆发力。只要严豪能够牵扯住怪物的仇恨，他为此就是最可怕的输出机器。一把匕首如同暗夜之中的死神，疯狂在怪物的身体上来回游走，收割着那怪物本就不多的血量。放逐骑士邓杰，华夏燕京最有名的富二代之一。虽然邓杰资产上富可敌国，但是他的性格上却有些莫名的软弱。严豪的出现正好弥补了邓杰的这个缺点，所以邓杰成了严豪最铁的小弟。魏慈则和严豪是发小，同在一个燕京大院之内长大。严豪从小不爱读书，遇到事情就会习惯询问魏慈的意见。后来严豪去练拳也是魏慈的推荐。邓杰看着愤怒的严豪，怯生生地安慰道：豪哥，没事的，这只是第一次灾变副本，我们还有机会的。而且你忘了，我邓杰最不缺的就是钱。等咱们出去，我给你买一辆你心仪很久了的玛莎拉蒂吧。邓杰在全民转职时代来临之前，经常用自己堪称可怕的超能力来安慰严豪。严豪瞥了他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小杰，你还当这里是燕京吗？现在我们已经买不了玛莎拉蒂了，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得第2名。邓杰挠了挠脑袋，不解道：那我们可以买什么啊？而且上次你和慈哥比算术的时候，你不就输了吗？严豪刚要发火，一旁的魏慈突然开口道：不用吵了，老严说的对，现在活下去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更高的排名肯定就意味着更好的奖励，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变得更强。不过我刚刚已经将系统的介绍全部看完了，等这次副本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安全区了。在安全区内，钱币可以兑换交易点，交易点可以用来购买各种物品。既然老邓这么有钱，我们未必不能买到其他好的装备，同样可以迅速武装起来。魏慈的话让严豪和邓杰惊诧不已。严豪像是看鬼怪一般看着魏慈，诧异道：那么多字，你居然看完了？邓杰也在一旁微微颔首，完全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附和道：就是，而且描述的生涩难懂，不如看小白文小说痛快。第51章告别。魏慈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没有理会这2个文盲。至于这灵异的队伍为什么这么快，我猜是因为等级。听到魏慈说到这个，严豪和邓杰顿时又是一副震惊的模样。他们刚要表达一番自己无知的震惊，魏慈就连忙打断他们2人，继续说道：因为在灵异的精彩操作集锦视频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和一个2级的人产生了冲突，所以在第一个灾变副本之前，恐怕是有方法提升等级的。和他打斗的那个怪物，恐怕就是他提升等级的来源。灵异的等级绝不可能是1级，我们几乎已经把输出做到了极致，他们如果和我们一样是1级，绝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半小时的记录。我猜测他们起码有5级，所以可以看出这个灵异不仅仅操作堪称一流，对于全民转职时代的理解更是超群，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听到这里，严豪撇了撇嘴，不屑道：就他那个操作也叫一流？不就是个精彩操作集锦吗？我也进了呀，而且还是2个 A 加评价呢。那个灵异的操作我看了，他若是和我单挑拳击，就他那2下子3脚猫功夫，我分分钟把他打爆。他也就是占据一个等级的优势，等下一个副本，我一定打爆他们。严豪面目狰狞地挥舞了一番自己的拳头，一旁的邓杰连忙兴奋地鼓掌助威。魏慈无视他的话语，而是在自己的好友系统之中搜索了灵异的名字，选择了添加。现在魏慈对这个灵异有些兴趣了，若是他们可以强强联手，那这个全民转职时代的副本对于他们来说岂不是没有任何难度？灵异这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分析了个底朝天，灵异此时正在激动地等待着他期待已久的副本评价第1的奖励。恭喜，你的队伍获得了所有通关副本队伍之中的排名第1名。物品分配方式：贡献者最高者分配模式。奖励物品：神秘道具部件1。评级：未知。功能：未知。当看到这个奖励的属性面板，原本满脸兴奋和期待的王磊顿时吃了苍蝇一般紧皱起了眉头。
什么鬼东西？怎么全是未知？这可怎么用啊？唐俊仁也好奇地挠了挠头，分析道：“这可是副本排名第1的奖励啊，应该是个好东西。但是看起来需要攒齐其他的部件。”王磊点了点头，他十分同意唐俊仁的看法。以我混迹网游的经验，这种越神秘的东西，价值可能越恐怖。所以这东西就算给我，其他的部件我恐怕也攒不齐，还是一个你留着吧。若是哪天你真的攒齐了，想着点老弟，让我开开眼就好。我猜这肯定至少是一个绝世评级的装备。王磊右手抚摸着他大脸上的胡茬，分析道：“很可惜，他分析错了。林毅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神秘的物品就是转职锁，因为前世有大佬传奇过，而且发在了论坛里面炫耀，林毅才知道这转职锁的存在。而前世那个大佬正是这一世之中第2名的严豪。不过在前世，严豪的队伍可是第1名，因为林毅的重生才改写了这个结局。对于严豪这个人，林毅还是有所耳闻的，因为严豪在前世是和唐俊仁齐名的，被称之为全服最强喋血战士。他的队伍几乎次次蝉联各个副本的前3，甚至大部分时候都是第1。林毅知道，这次是自己钻了一个信息差的空子，才利用等级之间的差距，成功将严豪的队伍踩在脚下。下次的副本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所以林毅还是不能懈怠，必须继续努力提升自己队伍的实力。这个神秘的奖励最终顺利地落在了林毅手中。所有玩家，恭喜你们已经顺利完成第1次全民灾变副本。5S 后，所有人将被传送到各自的主城之中，主城将会开启更多丰富的玩法，还请各位玩家努力探索。主城之内可通过传送门互通，并且主城会随着人数的衰减而逐渐合并。请注意，在主城之中私斗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哦。祝大家好运！第2次全民灾变副本将在3日之后开启，敬请期待。王磊看着面前系统界面上的公告，脸色瞬间苦了起来。卧槽，要不要人活啊？居然3天之后又要下副本，真是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啊！不过看这系统对于主城的描述，这主城应该是个安全区吧，至少还能活3天。王磊一边说着，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幻了，而且不仅仅是他，林毅等人的身体也在逐渐虚幻着。他明白过来，这是开始传送去主城了。王磊看向林毅，恭敬地弯了个腰，笑容满面地挥了挥手道：“一生再见，希望下次还能看见你的名字出现在系统的播报上。”吉一波更夸张，他此时居然已经泪流满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之前的工作是演员呢。吉一波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神情地朝着林毅看去，高呼道：“毅哥，我们还会再见的是吗？我会去你们的主城找你们的，再见，苏妹妹，唐老哥。”吉一波动情地朝着林毅3人挥舞手臂。林毅只是分配主城而已，又不是生离死别了，这是搞什么啊？这个女人真是看不懂。一开始还以为她很理智很聪明呢，看来是自己看错了。林毅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稍微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了。苏婉宁则是落落大方的甜美微笑着，恬静的微微颔首道：“再见，吉姐姐，王大哥。”唐俊仁挠了挠脑袋，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礼貌地朝着纪一波和王磊挥手告别。他们这个暂时的小队伍至此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下一刻，所有人眼前的景象都变换了起来，同时所有人的脑海里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各位华夏服的玩家请注意，华夏天榜已经开启新的排名榜，等级榜成功开启，装备榜成功开启，灵药榜成功开启。”第52章组队。听到这系统播报，不少人立马打开系统界面之中新出现的天榜功能。王磊就是其中一个迫不及待的人。他首先打开的是装备榜，可惜现在这个榜单上并没有装备上榜，因为装备榜只统计玩家打造的装备，目前还没有玩家能够成功打造装备，这榜单自然空无一物。不只是装备榜，灵药榜也同样是空空荡荡。最后，王磊点开了等级榜，猛然瞪大了眼睛，只见那第1名赫然是那个熟悉的名字。第1名林毅8级 24%， 第2名唐俊仁8级 3%， 第3名苏婉宁8级 1%。 王磊不禁有些感慨，还得是一神啊。王磊可能有些习以为常了，可是其他的玩家看到林毅高达8级的等级时，全都震惊了。副本给予的经验是固定的，所有人现在基本上都是5级左右，可是林毅他是怎么做到已经达到8级了呢？论坛上再次疯狂讨论起了林毅的等级，这已经是林毅不知道第几次在论坛之内引发激烈讨论了。大神不愧是大神啊，一神总是那么的出人意料，哪里有榜单哪里就有我一神，哎，真是羡慕。此时的林毅并不知道其他人的惊诧，他已经出现在了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布置很简单，除了一张大床、一套桌椅，
独立卫生间等等生活必需品，以为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东西。林毅对于这个房间的布置没有任何意外，毕竟前世他可是在这种房间之中生活过许久的。如今再回到这间安全屋内，倒是有些感慨。恭喜您被分配到416号主城1125号房间。系统冰冷的声音在林毅的耳旁响起，林毅并没有在意，而是直接打开好友聊天界面，给唐俊仁和苏婉宁发去消息，告诉他们自己的房间号，让他们直接传送到自己这里。唐俊仁和苏婉宁暂时还没有回复，林毅也不着急，他们可能还没注意到自己的消息，或者还沉浸在惊诧之中。这时候，林毅无意的目光注意到自己的好友申请再次爆满。林毅点开好友申请界面，刚想点击全部清除的时候，一个名字却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魏慈，如果林毅没记错，他应该是严豪的队友之一，转职的职业应该是刺客。他就是前世全服最强刺客魏慈。他家自己干什么？林毅突然想起了自己组建一个最强梦之队的计划，想要成功在这个全民转职时代活下去，光靠他自己当然不行了，他必须结识其他同样强大的队友，强强结合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独行侠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他若是能和前世称霸榜单的严豪与魏慈结识组队，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大助力。这般想着，林毅直接选择同意了魏慈的好友申请。几乎是他同意申请的下一刻，魏慈第一时间发过来了一条消息：魏慈，你好，我是魏慈，一名暗影刺客玩家。林毅，你好。魏慈，你就是获得第1名的那个林毅吧？魏慈，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想到提前刷级的？魏慈没有复杂的寒暄，选择了直奔主题。等级榜的公布之后，他已经能够确认自己的猜想绝对是正确的了。果然，魏慈的直接还是让林毅稍稍有些惊讶的。不过这一点倒也不是什么秘密，更何况等级榜公布之后，很多人都应该能够猜出来他们的第1名是怎么做到和第2名拉开那么多差距的了，就是依靠等级。至于第2名接近5个小时的成绩，别看和第1名差距很大，但是林毅是知道的，这同样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成绩。前世他的队伍通关可是足足消耗了8个小时，足以证明严豪等人队伍的实力。林毅，可能是我网游玩的比较多吧，我很快就能想到用等级去提升属性。林毅简单思索之后，直接给予了一个官方的回答。回复过去之后，魏慈也沉默片刻，似乎是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但是他并没有继续追问，而是果断问出了下一个问题：魏慈，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们组队？林毅，你们都有什么职业组成？魏慈，暗影刺客、喋血战士、放逐骑士。当林毅看到放逐骑士这个职业的时候，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一个小队之中，职业是不能够重复的。老唐已经是放逐骑士了，所以并不能有第2个放逐骑士了。看来自己可能和他们无法组队了。虽然遗憾，但是林毅相信凭借自己前世的经验，他仍然可以找到不弱于他们的队友。林毅，抱歉，我的队伍之中已经有了放逐骑士。魏慈，你的队友都有什么职业？魏慈并不惊讶林毅有队友这件事，从等级榜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一点。那唐俊仁和苏婉宁绝对是和林毅同属一个队伍的。林毅，放逐骑士和诡异恶灵。诡异恶灵，魏慈当时就愣住了。这个林毅身边有个诡异恶灵，这怎么可能呢？魏慈，诡异恶灵，你为什么要留着一个诡异恶灵在身边？他有职业吗？有技能吗？魏慈，我的放逐骑士队友是燕京有名的富二代，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有他在，我们的装备完全不是问题。魏慈，你的队友他是叫唐俊仁是吗？他的操作我看了，说实话，虽然被评级了，但是真的很一般，完全就是个废物。魏慈，所以你只需要把你的2个队友全都踹了，然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保证，只要我们4人强联合，这区副本不在话下。魏慈，你考虑考虑。看着魏慈的话，林毅有些不悦地皱起了眉头。这魏慈才艺捧一的话语让他有些反感。林毅对自己的伙伴有着绝对的信心，现在的林毅已经完全没有和对方组队的想法了。这种目空一切的人恐怕不适合做队友。林毅，抱歉，我不想抛弃我的队友。林毅发过来的话让魏慈有些不解，难道这个林毅不知道富二代的价值吗？他是傻逼吗？魏慈心中虽然翻腾着怒气，可是他表面上还是平静如初，继续说道：魏慈，我是前体操国家运动员，严豪是最年轻的金腰带，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们能够拥有的实力。魏慈，我希望你可以认真思考一下。可是这2句话却犹如石沉大海一般，再无音讯。随着时间的推进，魏慈的脸色越来越黑。魏慈虽然平时看起来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云淡风轻的模样，可其实他是一个内心极其高傲的人。林毅这种程度的无视，几乎是在狠狠地抽他的脸庞。
阴鸷的目光蓦然出现在他的双眸之中。好，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既然你执迷不悟，那我也只能让你看看我们的实力了。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后悔。第53章，那个他回来了。林毅其实并不是故意不理会那魏慈的。在魏慈最后说完之后，唐俊仁和苏婉宁两人正好看见了林毅的消息，于是立马发起了前往416号主城1125号房间的传送。在主城之间，传送是可以随意进行的，但是如果想要专门传送到某个房间，则是需要房间主人同意的，而且如果不是好友的话，是无法提出申请的。叮，您的好友唐俊仁、苏婉宁申请传送到你的房间，是否同意？正要继续拒绝魏慈的林毅被这条提示打断，林毅果断选择了同意。下一刻，唐俊仁和苏婉宁瞬间出现在了林毅的小房间之中。落地的唐俊仁和苏婉宁满脸惊诧，他们从没经历过这种神奇的操作。唐俊仁挠了挠头，不可思议地说道：“居然真可以随便传送，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林毅发现唐俊仁这个挠头的习惯恐怕很难改掉了。不管是惊喜、惊诧或者尴尬之类的情绪，唐俊仁都会下意识地挠头。他头顶的头发迟早会被他挠秃。对于二人的惊诧，林毅轻笑道：“全民转职这种玄乎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呢？叫你们大家来，是想带你们一起去刷怪升级。我们要早日升到10级去解锁生活职业转职，刷怪的同时还要多注意能不能刷到推荐书。”唐俊仁有些疑惑，开口问道：“现在外面还有怪物吗？”林毅微微颔首：“当然了，在主城外有不同等级的炼级区，在系统、地图、功能内都有标注，我们也可以通过地图直接传送。”说着，林毅直接从虚空之中掏出了一张羊皮卷纸，摊开之后，赫然就是一张地图。唐俊仁目瞪口呆地看着林毅的操作，他刚刚光顾着惊诧突然出现的小屋子了，还没开始研究新解锁的系统功能。苏婉宁则是已经将新功能都摸索的差不多了，对于林毅能够从虚空之中掏出地图的举动，并不感觉惊讶。林毅指着地图之中的学校操场1到5级，开口道：“我们还是前往老地方练级吧，尽早刷到10级。别忘了，我们刚刚还获得了6份装备图纸。我们只有3天时间，还是有些紧张的。”唐俊仁对于林毅的计划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的，连忙点头。可是苏婉宁看着面前的地图，却微微皱起了黛眉。等一下，林毅的目光其实一直盯着苏婉宁呢，他就是在等苏婉宁开口。从全民转职开始到进入第一次全民灾变副本，所有的决策几乎都是林毅进行拍板的。当然，这是因为林毅拥有前世的经验，有他在，所有的决定都可以免去很多弯路，而且很多时候他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可林毅并不希望唐俊仁和苏婉宁会形成依赖自己的习惯。就算现在的他有最强大脑加上最强外挂，但是他仍然不敢保证自己绝对能够活到所有副本结束。他不希望在没有自己的时候，唐俊仁和苏婉宁就是2个无头苍蝇，只会乱撞。所以他故意说错了最佳练级的地点，他希望有人能够指出自己的错误。果然，学霸苏婉宁并没有让他失望。在经历短暂的迷茫之后，林毅喜欢的那个自信学霸苏婉宁又要回来了。等一下，我觉得这个练级地点好像有问题。苏婉宁的声音有些小，似乎她还在犹豫自己说的是不是对的。林毅没有催促，只是轻声附和道：“哦，有什么问题？”苏婉宁盯着地图，越来越觉得自己想的绝对没错，声音也昂扬了起来：“我们不应该选择学校操场1到5级这个练级场所。”林毅微微挑眉，继续追问道：“为什么呢？”苏婉宁目光认真，抬起头看向林毅，思路清晰地开始分析。这副模样像极了当初苏婉宁被老师提问轻松回答的模样了。我看过全民转职时代的设定介绍了，我们现在的等级是8级，如果再去猎杀1到5级的怪物，获得的经验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衰减。而且现在大家恐怕都会反应过来开始练级，学校操场的玩家恐怕会很多，不利于我们快速刷怪。如果你真的想迅速升级的话，我建议到这里。现在其他的玩家大部分都在5级左右，应该很少有人会选择进入6到10级的练级场所，而我们拥有更高等级的8级，我们可以。说着，苏婉宁伸出手指指向了地图。林毅和唐俊仁目光朝着苏婉宁的手指看去，只见那白皙的修长手指指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学校艺术馆6到10级。看到这个地点，林毅脸上欣喜的笑容都快要藏不住了。但为了不让苏婉宁看出端倪，林毅还是装出一副诧异的模样，询问道：“为什么偏偏是这里呢？如果你是因为等级选择了这里，那么你为什么不选择这里呢？”一边说着，林毅的手一边朝着地图上另外一个地点点去。学校后院6到10级，这2个地点的怪物等级是相同的。苏婉宁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回答了林毅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查阅了所有的地图介绍，
学校艺术馆中怪物有一定几率掉落的乃是金灵石和土灵石，而学校后院虽然怪物等级相同，但是掉落的是木灵石和火灵石。我们获得的装备图纸需要的大部分是金灵石和土灵石，所以我才选择了这里。说到这里，苏婉宁的脸上绽放开来一个如同暖阳般明媚的笑意，笑意逐渐朝着她的眉梢之处荡漾开来，行至她微微上扬的嘴角。第54章艺术馆。这笑容让林毅的心中怦然一动，连忙有些慌乱地转移开自己的目光，不敢继续直视下去。意识到自己失态的林毅连忙咳嗽2声，然后语气肯定地笑道：苏同学说得很好，是我疏忽了，若不是苏同学指出错误，我们好不容易提升起来的进度可能就会被人赶上了。现在时间还早，我们抓紧时间出发吧。听到林毅的夸奖，苏婉宁脸上的笑容更加欣喜了，连忙俏生生地点了点头，说道：好。说罢，三人进入组队模式，然后同时选择了传送到学校艺术馆内。下一刻，三人眼前的画面扭曲起来，轻微的眩晕感袭来，接着他们眼前变换了模样，温馨可爱的小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阴森昏暗宽敞长廊，微弱的灯光照亮着有限的场景。原本熟悉的艺术馆，此时却仿佛陌生的地狱一般，吞噬着人们的理智和勇气。一幅幅犹如黑洞一般的画像安静地挂在墙上，那原本是艺术馆用来装饰的画框，此时却显得格外诡异，特别是那种人像油画，阴森的笑容的，仿佛正紧紧盯着突然出现的林毅三人。您已到达艺术馆。唐俊仁和苏婉宁看到周围这阴森的环境，一时间皆是有些难以接受。唐俊仁警惕地看着那些诡异的画作，生怕他们会像副本之中的灾变怪物一样突然变成活物，朝着他们发动攻击。苏婉宁则是下意识地拉住了林毅的衣袖。三人之中也只有林毅还能保持着冷静，因为他很清楚，至少以他们现在的等级，这些画作暂时还不会活过来。他们要消灭的怪物是在前方不远处的雕塑。走吧，我们可能还需要往前走一走。林毅轻声开口道，饶是如此，声音仍然在空荡的艺术馆内回荡。唐俊仁举着手中的盾牌，吞咽了一口唾液，声音沙哑地问道：这次我们要杀的小怪是什么样子的？已经仔细研究过这张地图的苏婉宁回答了他的问题：是艺术雕塑，但是我们要注意躲避3种雕塑。唐俊仁一愣，怎么同是雕塑还有不一样的情况吗？为什么？面对唐俊仁的追问，苏婉宁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就像是全民转职时代之前，他从不会拒绝其他同学向他询问题目一般。在地图中一共有2种怪物，一种便是我们昨天遇到的那种大蚂蚁，它们是最弱小最普通的怪物，称之为小怪。它们的优点就是击杀容易，数量大，刷新快，危险性低，但是它们同样有不容忽视的缺点，那就是爆率太低了，很难出现一些珍贵的武器或者道具。此时走在最前面的林毅都有些诧异的回过头来看向苏婉宁，这么恐怖的吗？他记得通天塔给出的介绍可没有写的这么简明扼要啊，光是介绍小怪，通天塔就用了1000字，简直是水文的一大好手啊。现在苏婉宁总结出来，居然让人瞬间就能听懂，这就是学霸的力量吧。苏婉宁并不知道林毅内心的惊诧，继续介绍道：第2种则是精英怪。精英怪从弱到强一共分为3个等级，1星、2星和3星。在这个地图之中，1星精英怪的雕塑模样乃是米开朗基罗大卫。唐俊仁诧异地瞪大了眼睛，米开朗基罗大卫这个雕塑可以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想不到在全民转职时代，他被栽变成了1星的精英怪。2星精英怪的则是断臂的维纳斯，至于最强大的3星精英怪，则是我们更加耳熟能详的兵马俑了。唐俊仁更加惊讶了，不过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股华夏民族的骄傲油然而生。不愧是华夏呀，就连我们华夏的雕塑灾变之后都比其他国家的强。苏婉宁没想到唐俊仁平时看着那么一个老实忠厚的人，脑洞居然跳跃得这么快，他当时研究的时候还真没注意到这一点。轻笑一声之后，苏婉宁接着叮嘱道：这3个精英怪的属性恐怕不是现在的我们所能够对抗的，所以我认为如果遇到了精英怪，我们应该躲开。前方的林毅嘴角却是悄悄勾起一抹笑容，躲开？遇到精英怪，躲开的才是傻子。今天林毅的目标就是猎杀一只精英怪，因为林毅清楚地记得首次击杀精英怪是可以登上系统公告的，这样他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惊叹值，在他的最秀操作外挂之中兑换更多的逆天操作了。刚刚在苏婉宁介绍怪物的时候，林毅选择了打开自己的外挂，这段副本时间收获的惊叹值再次让林毅目瞪口呆。恭喜，您已经成功获得1530点惊叹值，居然比上次还多。林毅连忙查探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居然获得了那么多惊叹值。首当其冲的震惊事件自然就是自己副本排名第1，并且差距和第2名拉开极大了。
这个震惊事件不知震掉了多少华夏吃瓜玩家的下巴，给林毅贡献了海量的惊叹值。所以林毅反应过来，像是这种能够登上全服通告的事情，很容易收获大量的惊叹值，这才让林毅萌生了击杀精英怪的想法。除此以外，就是自己的精彩操作被通天塔选中，进入精彩操作集锦界面，这样既能获得大量惊叹值，还可以用点赞兑换大神点，然后兑换更多的装备和道具。其次的震惊事件是自己副本支线完成度 120%， 同样是疯狂震惊了很多的华夏玩家。对此林毅只能说，哎，哥的潇洒你承受不来。除了这2件大事之外，林毅还发现有几件小事震惊了那些神秘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还真是无时无刻不盯着自己啊。目前来说林毅倒也无所谓，而且他也阻止不了，反正他们一直看着也好，还能给自己增加惊叹值。关掉惊叹值获取明细，林毅第一件事就是把之前心心念念的双弓箭法和与之配套的精准双箭射击技巧兑换了下来。还没来得及兑换其他东西，三人已经走到了一群雕塑的面前。第55章2星精英怪。见到这些雕塑的一瞬间，唐巨人下意识地迈前一步，将林毅挡在了身后。接着他那狭小的眼睛开始认真地辨认雕塑的模样，谨防有精英怪混入其中。这副模样倒是让林毅看着顿感好笑。不用那么紧张，精英怪会有很明显的光芒在身上闪烁，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况且你们可不要认为遇到精英怪是一种十分倒霉的行为，要知道精英怪的奖励可是相当丰厚的哦。唐俊仁点点头，朝着面前的一群雕像走去。在唐俊仁踏入雕像攻击范围的一瞬间，那些原本在原地随意闲逛的雕塑瞬间扭过了他们的头颅，这猛然一动，他们脖子上的石膏甚至有些碎屑掉落了下来，噼里啪啦的砸在地面上。诡异雕塑，等级6-10，生命值280，攻击力35，技能凝视，雕塑将原地不动，在3S 内回复自己100血量，濒死时 50% 触发。看着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雕塑，唐巨人不由得浑身微颤，但他还是迅速举起了他手中的盾牌，护在了身前。他这次一共招来了3座雕塑，3座雕塑整齐划一的朝着唐巨人走去。还是先前配合的老办法，由唐巨人先手抗怪，然后林毅一边保护苏婉宁，一边疯狂输出。现在几人的等级提升起来了，对付这种小怪简直是易如反掌。3只小怪不过1分多钟就被林毅和唐巨人2人屠戮干净，击杀难度降低不少，但是升级的进度可是比之前还要慢了许多，因为现在升级的经验值要求可是越来越多了。当初林毅1级的时候，只需要击杀1只怪物就能够升级，现在恐怕至少刷个30-40只才可以勉强提升1级。几人按照这种方法，3只为一组，按部就班的慢慢刷着。至少这个练级地图和苏婉宁分析的一样，现在暂时还没有其他人在，没人和林毅几人抢怪，几人刷的也算是颇为惬意。这些雕塑会掉落少量的交易点，偶尔还有装备爆出，但是全都是普通评级的装备，也就是白装，没什么利用价值。林毅直接扔进背包之中，到时候出售给主城的商店，还能够换取一些交易点。林毅还趁着刷怪的时候，再次对唐俊仁进行各种放逐骑士技巧的训练，迅速提升着唐俊仁的实力。毕竟一个优秀的放逐骑士在团队之中简直是太过重要了。林毅对于放逐骑士的了解主要来自他在前世观看过的精彩操作集锦，这些操作很多都是后来的最强放逐骑士唐俊仁发明出来的。现在的唐俊仁恐怕也没想到，他在提前学习未来自己创造的技巧。林毅对于放逐骑士职业技能的了解，让通天塔上的幸存者们诧异地皱起了眉头。龙阳秋摩挲着自己的胡茬，疑惑问道：“你们说，这个林毅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些技巧的呢？这简直是太奇怪了。”尤婉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冷静地分析道：“恐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段时间他通过观察唐俊仁的操作，再结合通天塔对于放逐骑士职业的介绍，总结出来的技巧，就像是当时的他刚一摸上弓箭，就能够发现弧形剑的用法一般。”大道理女牧师满脸痴迷地看着监视器上的林毅，感慨道：“这也太神了吧！”虽然大道理女牧师这副痴女的模样很让人不齿，但是不得不说，这林毅的创造力实在是太强了。女牧师旁边的男刺客抱着肩膀，沉声道：“全民转职时代降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天时间了，其他有天赋的玩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就比如同样入选了精彩操作集锦的严豪和魏慈几人，他们的操作同样有不少的亮眼之处，而且他们的运气似乎比林毅他们要强。没错，在全民转职时代，运气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林毅旁边的监视器上显示的画面，正是已经升到6级的严豪、魏慈和邓杰3人正在围杀一只怪物。他们的技术同样受到了通天塔众人的关注，被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奇怪的是，
严豪三人围杀的这只怪物，看起来似乎和林毅他们的遇到的小怪不一样。这怪物身上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芒，这居然是一只2星精英怪。2星精英怪钢铁甲壳虫，等级1-5，生命值1200，攻击力45，技能狂暴翻滚。钢铁甲壳虫用坚固的躯壳将自己裹紧，然后迅速翻滚起来。翻滚期间所受伤害减少 80%， 持续5S。翻滚造成的伤害为攻击力的 50%， 可反复计算。对于男刺客的话，龙阳秋缓缓点头，评价道：“这个邓杰倒是很有背景，短短10几分钟就能够聚集如此之多的人帮他们保驾护航。”没错，此时在严豪三人的外围，还有10几个人围成一圈，警惕地提防着想要靠近的其他玩家。这只精英怪其实并不是严豪等人发现的，而是邓杰的狗腿子提供的线索。在发现这个精英怪之后，狗腿子自然是不敢亲自击杀，连忙就通知了自己的大哥邓杰。等第2个副本结束，他们恐怕会是第1个组建成工会的队伍。游玩，他们到底是什么背景？就在龙阳秋问出这个问题的下一秒，游玩已经看着手中的资料，迅速开口：“邓杰是燕京最有名的富二代之一，这些人都是他之前的小弟。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他有这么多小弟，但是他本人却是严豪的忠实迷弟。他最大的能力就是超能力。他在刚通过交易点兑换系统，用1亿钱币兑换了10万交易点。游玩的话，当时就让龙阳秋愣住了，嘴巴张得甚至能够塞进去一个鸡蛋。多少？他们的1个亿！物草，这是什么级别的富二代啊？真是太豪了！”第56章，转角遇到怪。游玩轻笑，继续语不惊人不罢休地念着手中的资料。资料上显示，这恐怕还不是他的全部身家，这1个亿他还是有所保留的。这时候龙阳秋彻底说不出话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他当初想用交易点去购买一件20级的精良装备，硬是吭哧瘪肚的不停刷怪好几天，才终于攒够装备要求的交易点。众所周知，通天塔出售的装备有3大特点：价格贵、质量烂、选择少。可是没办法啊，在全民转职时代之中，装备至关重要，但获得的途径却并不是很多。第一就是副本通关奖励。一般来说，一个副本通关奖励最多3个装备，6个人分，至少1半人分不到装备。第二则是装备图纸，图纸打造的装备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有些材料获取没那么容易，想要打造出精良级以上的装备，当真是困难重重。第三是通过交易点，在交易中心和其他玩家交换，这种完全要看运气，还要看对方给出的价格，你是否能够接受。在全民转职的前期，更多人会选择以物易物的方式去出售装备，比如他获得了一件放逐骑士的盾牌，但是这个人是一名喋血战士，那么他大概率想要用这个盾牌直接交换一把喋血战士的大刀。以上种种导致有些倒霉蛋不得不花费昂贵的交易点在系统商城购买一些破烂装备先用着，总不能20级了还拿着新手的5级装备吧。很不幸，当初的龙阳秋就是这种倒霉蛋。游玩显然知道龙阳秋这个黑历史，强行憋笑继续说道。兑换完交易点之后，他直接大手一挥，在系统商城之中买下了13套精良装备，分发给他的所有小弟和严豪为此几人。所以现在的你能够看到这个害人的绿色光圈。一开始他们是10几个人一起攻打精英怪的，哪怕这精英怪血多防后也撑不住这么多人打。现在这只精英怪的血量不多了，其他人就变成了围成一圈警戒，由他们3人进行击杀。照这个血量看，不出2分钟，这只精英怪就会被击杀。游玩看着监视器之中的画面分析起来。这时候一直盯着灵异那边情况的大道理女牧师突然指着面前的监视器高声说道：“你们看，灵异这边居然也刷新了一个精英怪。”众人立刻被吸引过去了目光。只见在灵异前方的拐角后面，一尊兵马俑闪烁着微弱的橙色光芒，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灵异几人将眼前的3只小怪清掉之后，绝对会避无可避地遇上这尊兵马俑。龙阳秋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漆黑无比。这下子糟了，我们只能祈祷灵异他们不要继续前进了。为什么偏偏是3星精英怪呢？灵异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和有上帝视角的龙阳秋等人不同，灵异等人并不知道前方有什么东西等待着他们。灵异拉起弓箭，一发精准的弧形箭经过2次转折，居然接连穿过3只小怪，一发箭矢造成3次伤害。这种操作恐怕也只有灵异能够干得出来吧。有灵异的这种操作在，几人刷怪的速率简直飞升。灵异一边搭箭拉弦，一边计算起来：我们在这里刷怪也有2-3个小时了，现在咱们3人全部9级90%多，大家加把劲，应该只要再杀1-2只小怪，我们就能升到10级了。苏同学，道具掉落情况如何？苏婉宁站在灵异身后，谨慎地和所有的怪物保持着距离，然后甜甜一笑说道：
我们掉落的精灵石和土灵石数量起码足够打造2个装备图纸了，运气还不错。林毅微微颔首，但旋即面色一苦，可惜还是没有推荐书。这推荐书想要在小怪身上掉落实在是太难了，实在不行只能去交易市场找一找有没有人卖了，但大概率我们也买不起。又是一箭射出，小怪应声倒地。现在他们面前所有的小怪已经清除完毕，想要继续杀怪，除了等待刷新以外，就只能继续往前走。唐巨人回头看来一眼林毅，林毅示意他直接右拐，于是唐巨人直接朝着那漆黑的拐角迈去喜悦的步伐，自己马上升级了。他还心心念念那件刚获得不久的10级重甲呢。突然他好像看见了一道橙色光芒在他眼前闪过。咦？唐巨人挠了挠头，将有些遮挡视线的盾牌移开，仔细看去，只见那一尊兵马俑正静悄悄地立在黑暗之中，双眸无神，却仿佛紧紧盯着面前不远处的唐巨人。雕刻出来的盔甲栩栩如生地紧贴在他的身上，一把威武的长枪更是被他死死地握在手中。当唐巨人看到兵马俑的那一瞬间，他上一秒迈出的步伐已经来不及收回了，狠狠地落在了地面之上。砰！鞋子和地面撞击在一起，唐巨人也瞬间踏入了兵马俑的警戒范围。那尊仿佛已经沉睡了很久的战神缓缓地举起了他手中的长枪，枪头在艺术馆微弱灯光的照耀下更显锋锐。警告！您的队友已经发现了3星精英怪帝国护卫兵马俑。林毅和苏婉宁的耳边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两人的反应却是大不相同。苏婉宁大惊失色，下意识想要拉着林毅跑开，林毅则是瞬间露出惊喜的笑容。来了，精英怪真的来了。这时候唐巨人略带哭腔的声音传来，完了一哥，我闯祸了，这精英怪在拐角，我没注意到，他已经被我触发了，你们快跑吧，我来拦住他。唐巨人此时还想着让距离比较远的林毅和苏婉宁先跑，林毅则是扭过头看向苏婉宁，认真嘱咐道：苏同学，从现在开始，你需要和我保持至少5米以上的距离，找一处墙壁，一定紧贴墙壁，否则你可能会误触发新刷新的小怪，明白了吗？苏婉宁一愣，看着林毅认真的面孔，心中升起了一丝惊诧，连忙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跑吗？这精英怪我们能打过吗？林毅的嘴角挑起一抹笑容，打一下试试才能知道啊，这可是3星精英怪啊，如果打赢了我们就赚了。林毅贪婪且期待的目光缓缓看向了不远处的那只兵马俑，就像是一头饿极了的狼盯上了一只鲜美的肥羊。第57章幸运石。苏婉宁见状不再劝说，连忙听话的按照林毅的嘱咐，紧贴着墙壁和拐角拉开了距离。虽然他不知道林毅是通过什么判断出来贴墙不会触发小怪，但他心底对林毅充满着信任。林毅确认苏婉宁已经找好安全位置之后，连忙朝着唐巨人靠近过去。看到林毅不仅没跑，居然还朝着自己跑过来的唐巨人顿时慌了。此时的唐巨人双腿不停颤抖，甚至在他的心中已经不认为自己还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了。原因无他，面前这个3星精英怪的数据和技能简直太恐怖了。3星精英怪帝国护卫兵马俑，等级6-10，血量3500，攻击力200，技能1横扫千军。帝国护卫兵马俑经过短暂蓄力后，将手中长枪横扫，周围3米范围内的敌人全部会被扫飞，并受到 80% 攻击力的伤害。技能2无畏冲锋，帝国护卫兵马俑在始皇的命令下对敌人发动冲锋，100%迅速冲到被锁定敌人的面前。先不说这高额的血量，就说这恐怖的攻击力200，就算是举盾的唐巨人也至少要受到170至180点左右的伤害。现在的唐巨人最多只能抗住5次攻击左右，更别说没有盾牌的林毅了。只需3次，这兵马俑就能够将林毅斩于马下。而且这兵马俑的技能更是恐怖无比，多达2个技能，一个大范围伤害技能，一个冲刺技能，简直是不给玩家活路。只要一个冲刺技能近身之后，只需几秒，林毅就会毙命。所以此时的唐巨人看到林毅居然靠近过来，这么激动的原因，毅哥别管我，你们快跑，这3星精英怪绝不是咱们能杀的，快走。林毅没有跟唐巨人多废话，直接开口道：没关系，听我指挥，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一次你辅助我，我来吸引他的仇恨。唐巨人还没从林毅的第1句话之中缓过神来呢，林毅的第2句话更是差点把他的下巴都给惊掉了。什么？你来吸引仇恨？毅哥你疯了，这怪物几巴掌就能拍死我们啊？是我没注意关注环境，把咱们拉入这种危险境地，你们别管我了。林毅却直接打断唐巨人的忏悔，迅速道：别跟个娘们磨磨唧唧的，赶紧闪开，然后紧贴墙壁，越过拐角处去吸引一只小怪的仇恨，然后把他击杀掉。我会把兵马俑吸引开，
让他不去打扰你的刷怪，保证你的安全。一定要快，可以随意让小怪攻击你，但是杀的一定要快。我不确定我能够拖延多长时间。杀完之后，我还需要你的帮助。林毅盯着已经缓缓朝前迈出步伐的兵马俑，语气匆忙地安排道。他信任唐俊仁绝对可以明白他的意思。果然，唐俊仁见林毅心意已决，将自己那些胆怯的想法直接压在心底，朝着林毅说的小怪看去，目光坚定地迈出步伐。唐俊仁已经明白林毅的想法，林毅要升到10级，换上新装备和解锁新技能的两人，未必不能击杀掉这3星精英怪。林毅见到唐俊仁已经就位，并没有从剑袋之中抽出剑矢，而是直接拉开弓弦。下一刻，一团剑矢形状的黑雾朦胧地出现在长弓之上，林毅直接松开手指，黑雾剑矢嗖的一声朝着兵马俑射去。那黑雾剑矢在接触到兵马俑的下一个瞬间，直接爆炸开来，缠绕在兵马俑的身上。45，这是林毅第一次用出了自己的5级技能黑暗缠绕。没想到这第一次使用就直接触发了技能暴击，给这兵马俑附加上了持续 5S 的减速 30% 减1 buff。 被攻击的兵马俑目光瞬间从唐俊仁的身上扭转过来，雕刻出来的狭长双眸冷冷地盯上了面前的林毅。他举起手中长枪，轰然挪动起自己的脚步，可是却被那一大团黑雾缠绕，速度缓慢。哦哟，我这运气可以啊！林毅这时候突然反应过来，不只是现在，就连刚刚刷小怪的时候，他也经常会触发自己的被动黑印，大大提升了刷怪的效率。恍惚之间，林毅猛然想到一件事，他的目光连忙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幸运10，初始的1点幸运天赋属性点，加上林毅每升1级都会分配的1点自由属性点。现在他的幸运的天赋点终于达到10点。在林毅前世的研究之中显示，幸运天赋点每次积攒到整数的时候，提升就会比较明显。林毅现在技能命中的概率提升，恐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林毅心中一喜，手中射箭的频率同样没有丝毫的降低。他的目光不仅注意着面前这只兵马俑，还时刻紧盯着唐俊仁那边的进度，甚至还在用弧形剑辅助唐俊仁。如此强敌在前，他居然还敢3心2意，真是找死。5S 减速时间结束，兵马俑的速度陡然提升起来。而且或许是林毅这几秒里对他的压迫让他生气了，他居然直接发动了他的第2技能无畏冲锋，这让林毅顿时有些措手不及。虽然这无畏冲锋并不会造成伤害，但是拉近距离之后，林毅的危险程度绝对会大幅提升。下一刻，兵马俑那张僵硬的面孔骤然出现在林毅面前。林毅已经果断地收起自己的弓箭，死死盯着兵马俑手中的长枪。这兵马俑的攻击力虽高，但是攻击速度适中，林毅还是有一定的把握能够闪避过去的。毕竟他可是有最秀外挂存在的。第58章发帖。为了保险起见，刚刚林毅已经瞬间将无敌闪避技巧的第3层兑换了，嗖的一下就扣出了他600金碳值。原本林毅并不准备兑换这个，但是现在强敌当前，先苟活下来才是王道。无敌闪避技巧分期第3层600金碳值。 PVE 玩家对战电脑。1. 可闪避1到20级小怪攻击和技能，成功率 90%。 2. 可闪避1到20级精英怪攻击，成功率 85%。 3. 可闪避1到10级 BOSS 攻击，成功率 80%。 PVP 玩家对战玩家，可闪避4人及以下的攻击和技能，成功率 80%。 解锁下一层900金碳值。林毅听到外挂的播报声，心中一喜，不错，这次提升之后大大增强了林毅面对精英怪时候的作战能力。不过还是得赶紧新办法拉开身位，否则一旦兵马俑发动技能横扫千军，他就会陷入极度的被动。心绪飘忽的瞬间，兵马俑枪出如龙，他手中的长枪夹带着阵阵破空声，猛然朝着林毅刺了过来。这一枪的速度远比林毅想的要快，而且这一枪是正朝着林毅的面门刺来。林毅的脑海里疯狂运转，只是一眼他就知道这一枪他只能后仰去躲避，不管左移还是右移，现在都已经来不及了。在枪尖已经快要戳到林毅鼻子的时候，林毅猛然后仰。或许是醉袖操作外挂让他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柔韧性，他的腰居然直接弯了下去，整个人几乎是瞬间折叠过去，险之又险的将枪尖躲过。这一幕更是让一旁时刻注视着林毅的苏婉宁心脏砰砰狂跳，真的好险，他甚至都以为林毅躲不过这一枪了。这兵马俑看似抬手抬脚笨重无比的，可是没想到真正发动攻击的时候居然如此迅猛，当真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啊！虽然躲过了这第一击，但林毅并没有松懈，他趁着兵马俑收枪的空隙，弯折的身体如同弹簧一般弹起，朝着后方冲了出去。但是很快林毅面色一沉，因为前方7、8米之后是一个死胡同，自己已经无路可跑。
剩下只有2个方向，一个是苏婉宁所处的右边，另一个则是唐俊仁所处的前方。2个方向都不能跑。林毅眉头紧皱起来，背后更是再次传来兵马俑轰然的追击声音。兵马俑笨重的身体狠狠地落在地面上，每一步都会产生剧烈的震荡。可兵马俑的速度仍然奇快无比，只是寥寥数步就马上要追上身前的林毅了。这时候，林毅黑暗笼罩的技能冷却时间到了。林毅毫不犹豫地从背包之中取出他的长弓，回头一箭射出。很可惜，这次并没有能够触发技能暴击，只让兵马俑减速了 15%。不过这 15% 仍然足够林毅再拉开几步距离了。此时林毅感觉十分庆幸，还好自己当时给自己兑换了一双鞋子，否则自己的移动速度恐怕真的难以和这兵马俑拉开距离。7、8米的距离很快就跑到了。现在的林毅已经无路可跑，身后兵马俑虽然步伐稍慢，但是始终都在林毅的身后死死跟随着。想要逃脱，林毅必须从兵马俑的身前绕过去。除非林毅已经距离墙面很近了，但是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减速，甚至更加拼命地朝着墙面冲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林毅因为太过紧张而没有看清墙面呢。当然不是，当林毅冲到墙边的时候，猛然起跳，整个人直接一步踏在了墙上，借助着冲力，林毅直接朝着后方翻了过去。与此同时，林毅身后的兵马俑正好减速时间结束，原本笨拙的身体猛然冲了出去。当兵马俑看清面前乃是一堵后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反应了，直接狠狠地撞了上去，陷入了短暂的昏迷。这便是前世很常见的利用地形对灾变怪物造成伤害或者控制。灾变怪物毕竟不是人类，他们对于各种情况的反应也不可能像人类那般迅速，所以前世就有一些身法大神会利用墙面或者转角来卡视野，戏耍一些灾变怪物。灾变怪物撞击在墙面或者柱子等地方都会触发 ES 的眩晕，看似短暂，但是对于现在的林毅来说，这是再珍惜不过的机会了。林毅一个后空翻落地之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朝着反方向狂奔去。就在这时，所有人的耳边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播报声，是全服公告。不过这次登上全服公告的人并非是林毅了。叮！恭喜严豪，为此邓杰的队伍完成了2星精英怪的首杀，请全服玩家顶礼膜拜，祝贺大神玩家完成壮举。如此生死存亡之际，林毅也顾不上理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能埋头狂奔，等待着下一次技能的 CD。 但此时林毅不知道，系统论坛上一篇针对林毅的帖子悄然出现了，揭秘林毅副本排名第1的奥秘。他根本没有所有人想的那么强。这篇帖子几乎是在系统播报响起的同时直接被发布出去的，而发布人正是严豪。正在论坛水帖子的玩家看到这篇帖子的标题，还以为是哪个想要蹭热度的脑残写的，可是当他们看清发帖人姓名的时候，全都愣住了。哦哟，有八卦啊！这不是刚刚击杀2星精英怪的严豪吗？这个等级就能依靠3个人击杀精英怪了，真是恐怖如斯啊！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严豪的队伍当初就是副本排名的第2名吧？现在居然亲自下场手撕一神了，这种强冲突最吸引众人的眼球了，所以几乎是瞬间，这篇帖子的评论数就超过了999加，直接成为了论坛目前最热门的帖子，被置顶到了最上方。而这个帖子的1楼并没有任何的文字，而是贴出了一张图片，2星精英怪的数据截图。所有看到这恐怖的数据，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卧槽，这是怎么击杀掉的？第59章。不过如此，1000多生命值，45的攻击力，只要是我2巴掌就能给我扇成傻子。而且这个甲壳虫看起来好吓人啊，他们是怎么做到和这种庞然大物作战的？我光是看图片就已经胆战心惊了。3个人击杀2星精英怪，算你们 MB， 这恐怕连1神都做不到吧？楼上的，我可是资深一吹了，我家1神1剑就能秒杀最终 BOSS。 魏慈看着论坛中疯狂跳动的评论，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笑容。虽然这发帖人是严豪，但是帖子的所有内容都是为此设计的。之所以让严豪发，是因为严豪这个名字更加有名气，而且严豪本人也更爱出一些风头，他极为享受这种被人吹捧的感觉。此时的严豪正吮吸着从系统商店买回来的香烟，片刻后吐出一个烟圈，缓缓道：“你是说那小子拒绝了你的邀请，并且说咱们几个手下败将就是垃圾中的垃圾？”为此点了点头，脸部红心不跳的往林毅身上泼着脏水。严豪脸上的肌肉瞬间扭曲起来，他健壮的双臂肌肉隆起，充满着阳刚的爆发力。身为最年轻的金腰带，严豪除了灵活的走位，力量也是极为强大的，一拳轰死一个普通人绝对是不成问题。由于他的能力转职之后，他的力量属性点也高于普通人。操，咱们能看得上
他那是他走了8辈子的狗屎运，他居然还看不上咱们。我若是在主城遇见他，非得劈死他不可。魏慈闻言却是轻笑一声，接着说道：在主城劈死他恐怕有些困难，主城内私斗可是有处罚的，就算是要动手，那也绝不可能由我们先动手。主城之中私斗会产生罪恶值，罪恶值会让主城之中维护治安的 NPC 对你出手，甚至把你关进监狱。想要消除罪恶值，只能通过野外刷怪逐渐消除，可是很麻烦的。严豪根本不知道这些主城的要求，系统的介绍他也根本看不进去，此时只能紧紧皱眉，问道：那你说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把这口气咽下去吧？魏慈指了指系统论坛之中的帖子，这不就是我们的报复吗？魏慈的话让严豪有些一头雾水，发帖骂人算哪门子报复啊？这不是跟那街边上的泼妇没什么区别吗？根本就是不痛不痒的，根本没法把那狗东西怎么样。邓杰站在一旁也是不太理解魏慈的做法，但是他知道魏慈这么做肯定有魏慈的理由。他们几兄弟当初在燕京叱咤多年，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但是都依靠着魏慈的智慧和邓杰家里的背景化险为夷。倒是魏慈被国家队开除，成为他一生的污点。这件事之后，严豪和邓杰或多或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总想着弥补魏慈。魏慈却仍然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仿佛从来没把国家队的身份放在心上一般。魏慈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继续道：当然不是骂他这么简单了，而是要搞他心态，让他的名声变臭。想要毁掉一个人很简单，那就是让他身居高位，然后狠狠坠下来。身居高位他自己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瞬间坠落谷底。不知为何，严豪和邓杰觉得魏慈此时的笑容显得是那么阴险可怖。几人对话的时候，帖子的热度仍然在不断的攀升，有林毅的忠实粉丝过来辱骂发帖人瞎胡说的，也有林毅的黑粉过来耀武扬威的。毕竟林毅从开服到现在出的风头简直是太多了，有看不惯他的人很正常，更多的则是好奇的吃瓜路人。在万千吃瓜群众的催促下，严豪终于再次发帖，而这次的内容可以说是更加的劲爆。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严豪吧，我是第一次灾变副本第2名的队长，在精彩操作机警功能之中也有不少我的操作视频，大家可以去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如果熟悉拳击的人应该更加了解我，没错，我就是华夏的那个最年轻金腰带。严豪上来就先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第二更是为了提升自己接下来爆料的可信度。当严豪说出自己金腰带身份时，成千上万的拳击爱好者猛然反应过来，卧槽，全是严神！一开始我还没注意，以为是重名呢，居然真的是本人。不管严神说什么我都信了，严神可是真正为国争光之人。卧槽，我刚刚去搜了一下，这严豪的履历简直牛逼到飞起了啊！跟他一比，林毅真的像是一个暴发户，他原本寂寂无名的。严豪的发帖瞬间再次引起热议，这次人们更加期待严豪接下来的爆料了。严豪也抓住了这个热点，在众人最期待的时候继续发帖。首先解密为何林毅的队伍为何能够领先那么多，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依靠的是自身绝对的实力，我只能说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可笑了，他们依靠的不过就是等级压制罢了。他们在进入第一次副本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5级，你们大家自己想想，如果你以你现在的5级的数据去通关第一次的副本，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此帖一出，全服哗然，他们盯着帖子上的问句，全都陷入了沉思。楼主说的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啊，我现在的攻击力和血量比1级的时候翻倍都不止，杀掉那几个怪物，一个队伍一人砍几刀，几乎几十秒一个，这么算下来似乎都用不上1个小时啊。惊，原来一神就是5级之后的我，早知道就不崇拜了，还以为是什么大神呢，真晦气。但有人没这么容易被引导，连忙问道：你凭什么说他们提前就达到了5级？对于这个问题，甚至不用严豪回答，很多人迅速回帖。很简单，等级榜，副本奖励经验是固定的，他们却能够达到8级，所以他们通关副本的时候绝对不是1级。一时间，众人对于林毅的崇敬可以说是急转直下。但很快又有人意识到了不对劲，连忙发帖质问：那精彩操作基金怎么解释？第60章，他就是个影帝，那可是系统评定的 S 级，还是首个全服 S 级呢？这总不能是等级的原因吧？视频里的一神可一直都是1级呢。这个质疑迅速得到了许多林毅粉丝的支持，毕竟他们喜欢林毅，崇拜林毅，都是因为林毅那精彩绝伦的操作和堪称奇迹的事迹。若是林毅当真被踹下神坛，所有让人震惊的事迹都是因为提前刷级这种简单的信息差所致的话，那么所有粉丝都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没人喜欢被骗，轻则脱粉，重则粉转黑。对啊，
我们一神可是第一个登上精彩操作集锦的，哪怕他等级高，那也是他自己亲自刷出来的，同样代表了他的实力。就是，一神面对硕大的蚂蚁仍然临危不乱，一步优雅的躲闪就将危机解决。你行吗？对于这种质疑，为此冷笑一声，只能感慨这对手也太弱了，这不是给别人送人头呢吗？为此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让严豪将自己的精彩操作集锦转发到了帖子上。他的视频虽然看的人挺多，但远远不及林毅的影响巨大。这就是你说的操作吗？这不是有腿就行吗？这也能称得上是值得夸奖的。只见那视频之中是严豪对战副本的最终 BOSS， 活下来的所有人都经历过这最终 BOSS， 也全都明白这最终 BOSS 有多难缠。可是在严豪的刀下，那名哭泣的高三学生仿佛像是小学生一般，被严豪玩弄在鼓掌之间，十几次攻击居然全被闪开。严豪这最年轻的金腰带选手还真不是吹的，那灵活的步伐让最终 BOSS 根本就摸不着他的步伐和路线，而严豪的每一刀都能精准地砍在最终 BOSS 的头颅之上，刀刀见血，极为猖狂，完美地表现出来一种暴力美学，让人直呼过瘾。这个视频一出，那些为林毅说话的粉丝再次调转枪头。我承认你的步伐的确灵活，可是一神那种临危不惧的反应，死里逃生的决策，你怎么说？这些粉丝的反应全都在魏慈的掌控之中，毫不犹豫地指挥着严豪再次发帖。很简单，因为那些全都是演的，看着惊心动魄，其实都是和玩家的对战，这种操作的水分简直是太大了。要说这林毅不是个大神，但是个影帝。严豪这种轻蔑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林毅的忠实粉丝，无数回帖几乎是蜂拥般涌现，吃瓜群众高呼看得简直太爽了，这种一人撕一群人的感觉简直是太痛快了。此时华夏服内除了林毅的铁粉以为，其他路人和黑粉绝大部分都已经信了严豪的说法，毕竟林毅那个 S 级的视频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了，只剩下一滴血这种绝境，林毅居然还能那么云淡风轻，大家是不太相信的。所以这么看来，就更像是提前安排好的剧本了。回帖之中有一条呼声最高，你说林毅是演的，可是他为什么呢？他做这些又是图了什么呢？对啊，林毅冒着生命危险拍这种视频是为了什么吗？难道就是为了成名吗？可是全民转职时代，就算他成名又能怎么样呢？他是能开演唱会，还是能去拍电影？他不还是得乖乖的下副本吗？何苦呢？林毅的粉丝们还以为自己抓住了反击的关键点，一个个斗志昂扬的等着严豪的哑口无言。严豪则是不紧不慢的回复了一个表情，真是傻逼。因为入选精彩操作集锦之后，你们的点赞都会化作大神点，给你们的偶像带来更强的装备。说完之后，严豪还将兑换商店和用点赞兑换大神点全部截图发在了帖子上。没有入选过精彩操作集锦的人是看不到兑换商店的，所以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点赞还能兑换大神点。所有人看着兑换商店里面琳琅满目的装备，任君选择的高等药剂和眼花缭乱的道具，都懵了。他们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破烂的新手装备，一种被欺骗和戏耍的情绪涌上心间。这时候严豪还没准备放过大家，再次发出一帖，若是林毅不心虚，他为何至今不站出来发声呢？这一句话可谓是绝杀。上一秒还气宇轩昂的林毅粉丝们全都泄了气。是啊，这帖子热度这么高，没道理林毅看不见吧？现在这个时间正是大部分人躺在床上准备休息的时间，正常人都会刷一刷论坛的吧？这也是这帖子短短半个小时就能如此火爆的原因。所有的林毅粉丝的沉默了，他们第一次开始了对自己对林毅的怀疑。难道严豪说的都是真的？此时恐怕也只有王磊还没有放弃，疯狂地发着帖子呢吧。现在的王磊简直是心急如焚，他疯狂地想要联系上林毅，让林毅赶紧站出来说两句。可是此时的林毅哪里有功夫回应他呢？在林毅艰难的拉扯下，终于坚持到了唐俊仁将两只小怪杀死。唰！林毅浑身一道金光闪过，他骤然提升到了10级。与此同时，他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播报声：您当前等级已经达到上限，待完成第2个灾变副本之后，可开启后续等级。林毅一愣，居然10级就是第2个副本的上限，3天时间想要从5级升到10级，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看来自己这次副本的等级优势即将烟消云散了，想要获得副本排名第1的难度又增加了。但林毅知道，此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林毅瞬间从背包之中取出那把心心念念许久的破灭永夜之弓和刚刚获得的辉耀之戒装备上。林毅此时身体上终于不是凄凉的白色光芒了，而是闪烁起充满神秘色彩的淡蓝色光芒，这是史诗装备特有的光芒。与此同时，他的心思沟通系统将自由天赋点果断分配掉，
此时灵异的数据已经再次相比于之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灵异第一滴血称号佩戴中，等级10，血量615+50，装备+67，称号，攻击力50+20，装备+7，称号，法强50+5，蓝量275+28，敏捷41+5，装备+5，称号，幸运11。第61章，杀戮盛宴即将开始。除了数据的变化，灵异升到10级更是成功解锁一个新的10级技能，加上5级技能和辉耀戒指的主动技能，现在的灵异已经拥有高达3个主动技能。10级技能追魂灵剑，蓝量消耗15点，冷却45秒，无需黑暗猎人拉弦，自动射出一发箭矢，追踪锁定敌人而去，造成120%攻击力的伤害，不可被闪避，可触发被动技能和其他箭矢附带属性。这个技能对于黑暗猎人来说，前世众人的评价是鸡肋。虽然是100%命中而去伤害提升，但是 45S 只能射出一箭，对于精准不高的黑暗猎人几乎没有什么太大提升。输出该低还是低，但对于灵异来说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技能的出现可以让灵异不浪费任何输出的时间。若是他正在聚精会神的躲避，无法搭建拉弦进行攻击，那么他就可以使用这个技能弥补这段空缺时间的输出。所以这个技能对于灵异来说是真正的锦上添花。唐巨人此时也升到了10级，正拎着盾牌，一脸焦急地朝着灵异冲过来，想要保护灵异。但灵异怎么可能让他过来和兵马俑硬碰硬呢？灵异依靠灵活的走位，还算是可以和兵马俑周旋。若是唐巨人上场，那就是纯纯的硬刚送死。唐巨人就算血量再厚，他也扛不住这兵马俑几枪啊！于是灵异连忙高声喝道：“不要过来，后退3步，卡在墙壁拐角处那里等我的指挥。我不让你动，你千万别动。我只要一喊冲，你就用我教你的冲盾，明白了吗？”所谓的冲盾是放逐骑士5级技能盾牌横扫和10级技能迟钝冲锋的一种妙用。放逐骑士10级技能迟钝冲锋，蓝量消耗10点，冷却60秒。放逐骑士举起盾牌，迅速朝着前方队友的身旁冲去，会给自己和半径1米之内的队友增加5%生命值的护盾，持续3S。盾牌横扫可以造成控制效果，而迟钝冲锋是一个位移并且给盾的技能。前世的大神玩家便将这2个技能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冲盾的技巧。放逐骑士在迟钝冲锋结束的前1S提前使用盾牌横扫，可以利用迟钝冲锋的关系增强盾牌横扫的威力和控制时长。若是运用得当，甚至可以打断怪物的技能。用得好的话，完全可以救下一条必死的人命，是前世每一个放逐骑士的必备小技巧。刚刚练级的时候，灵异已经详细的和唐巨人介绍过这个技巧了。唐巨人闻言一愣，下意识的对自己不信任，喃喃道：“我才刚刚升到10级，根本还没有练过。若是我不行……”此时的灵异轻笑一声，一边和身后的兵马俑拉开距离，朝着他预计的位置跑过去，一边开口道：“我现在的大概700血，能够承受住这兵马俑3枪，所以你可以失误3次，放心。”唐巨人顿时被灵异的话吓到面色苍白，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失误3次以上，灵异就会死。灵异此时已经顾不上唐巨人了，不过他信任唐巨人一定可以，毕竟前世这冲盾技巧就是唐巨人发扬光大的。现在的灵异放缓脚步，将手中的破灭永夜之弓握紧，从剑袋之中抽出2根箭矢，目光坚定地看向不远处正朝着他追逐而来的兵马俑看去。你追了我这么久，现在轮到我来出手了。等待唐巨人击杀小怪的这段时间里，灵异大部分时间都在跑路，拉扯他与兵马俑之间的距离。10级之前，他的攻击效率实在是太低，也没法使用装备的技能黎明之剑，所以索性灵异就全程不怎么攻击，只躲避，撑到10级再说。现在灵异可就要开启他的猎杀时刻了。从最秀操作外挂之中兑换的双弓剑法，他也终于藏不住了。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击杀这兵马俑，那么他就必须全力以赴。这场专属于灵异的猎杀盛宴即将开始。看到灵异居然一次拿出2根箭矢，一旁时刻准备着的唐巨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下一刻，他更是诧异地看着灵异将2根箭矢同时搭在弓弦之上，彻底愣住了。一哥这是要干嘛啊？灵异的操作同样让通天塔上的众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此时的大道理女牧师正不停指着严豪的屏幕破口大骂着。论坛上发生的一切，他们自然是可以看到的。大道理女牧师绝对是通天塔内灵异的第1大迷妹了。对于严豪他们的污蔑，大道理女牧师自然是看不下去。看完全程的她绝对清楚，这严豪所说的一切大部分都是子虚乌有的污蔑。龙阳秋等人倒不是很在意这种事，人红是非多，灵异这么有天赋，常人难以理解很正常。若是灵异如此容易就会被影响心态，
那么他也的确不会太适合在全民转职时代生存下去。敌人的诋毁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褒奖。不过龙阳秋等人对于严豪和魏慈几人倒是低看了几眼，林毅从头到尾都没有让他们抛弃队友的意思，而他们上来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龙阳秋有些反感。哪怕龙阳秋也知道，若是严豪和林毅双强联手，肯定可以创下更加恐怖的记录。可惜一个不合适的队友只会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并非是强强联合就一定能够成为最强。这一点无论是 NBA 还是电子竞技领域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但现在他们最疑惑的还是林毅的举动，同时搭2根剑，你们见过这种玩法吗？龙阳秋扭头看向身后的众人，所有人都缓缓摇了摇头。一个黑暗猎人玩家果断开口道，想要同时射出2根剑，这太难了，或者说这完全就是天方夜谭。第62章黎明之剑，哪怕是现在全球最强的黑暗猎人玩家，他也做不到。就算是在全民转职时代之中，弓箭能够射出依靠的也同样是拉弦带来的动能，同时发射2支箭就相当于把原本作用于1支箭的能量一分为2，作用在箭上的能量大幅下降，速度必然大幅下降，射程和杀伤力紧跟着也大幅下降。本来能射200米远，现在只能射100米远了。况且2根弩箭一起射出，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根本无法保证准确度。2根箭射出去到处乱飞，那还不如1根都不射呢。林毅他恐怕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听着这位黑暗猎人的话语，所有人都沉默了。他说得很明白，很斩钉截铁。因为全民转职时代到来之前，他是一名物理研究生，对于弓箭射出的原理了解得极为透彻。在他看来，同时射出2支箭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很显然，他不知道林毅可是一个开挂的存在。从某种程度来说，林毅的行为已经不可以用简单的科学来形容了。他马上就会被他武断的发言而打脸。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物理研究生都对他学了足足10年的物理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学校艺术馆内，林毅轻轻松开弓弦，巧劲之下，他射出的2根箭矢居然相互之间完全不受影响，唰的一声，精准的犹如一颗定向导弹，朝着兵马俑射去。而且林毅的幸运属性再次爆发威力，这使用新武器的第一箭居然就直接触发了黎明之剑这个技能。2箭之中，左边的箭一切如常，而右边的箭却在射出的那一刻突然闪耀起灼热的光芒，就连漆黑的艺术馆内都被瞬间照亮。我操，这么幸运！林毅都诧异的惊呼了一声。下一刻，2根箭矢同时落在茫然的兵马俑身上，爆发出高额的伤害。252，一瞬间的时间，林毅就计算出这252点血量的具体来源。首先最大头的就是黎明之剑的效果了。黎明之剑会100%附带一次黑印效果，并且瞬间引爆。现在林毅被动的伤害乃是13点，一共10S， 所以也就是130点伤害。林毅的攻击力现在是77点，但是这种精英怪都会附带一定量的护甲值和远程伤害减免，所以林毅只造成了61点伤害。这也就是为什么黑暗猎人天赋点选择加力量，在后期会疲软的原因了。后期不管是小怪还是 BOSS 的远程伤害减免都很高，黑暗猎人的攻击力越高，被减免的数值就越大，所以提升力量的性价比就会迅速降低。可是被动技能的伤害乃是固定值，不管对方远程伤害减免或者护甲值有多高，只要黑印触发，那么伤害就绝对是面板伤害。252点虽然多，但是在这兵马俑几千点血量面前，似乎也有些不太够看。林毅并不着急，这次只是第一箭呢。林毅毫不犹豫，又是2支箭矢一起搭箭拉弦，然后射出。这次没能再触发黎明之剑的技能，但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了林毅。其中一把箭矢居然是漆黑色的，他成功触发了黑印。射完这2箭之后，兵马俑血量还剩下3010的点，但兵马俑的距离因为林毅速度的减慢，已经再次追了上来。不过林毅并不慌，一个黑暗笼罩射出去，然后再次扭头就跑，跑的同时还不忘补上一击追魂灵剑。几乎从升到10级开始，林毅的输出就没有停过。虽然在兵马俑庞大的血量面前来看，每一箭都和挠痒痒没什么区别，但量变引发质变，兵马俑的血量仍然在疯狂下降之中。华夏通天塔内，此时的监视器前安静到一种鸦雀无声的程度。物理研究生眼睛瞪得巨大，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发生的这一幕。2箭齐发，精准无比，打脸无比。他现在只觉得喉咙沙哑，想要说话都有些困难，但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惊诧。这牛顿转世了，牛顿放弃华夏这一片了。一旁的大道理女牧师挥了挥自己的粉拳，俏生生地喊道：耶！不愧是灵异，什么物理学全都限制不住我的一哥哥。
这一声一哥哥，让原本沉默的众人全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龙阳秋没忍住回过头来，吐槽道：“司初初，你正常一点。”被训斥的司初初吐了吐香舌，继续朝着监视器看去。一旁的尤婉则是感慨道：“这是多少次我们全都看走眼了，这灵异仿佛就是和我们作对一般，我们越觉得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偏偏越要做给我们看。这种充满创造力又能把他的创造力变成现实的人，简直太少见了。”此时的艺术馆内，那兵马俑似乎是被灵异一直放风筝，放得有些愤怒难忍了，终于再次释放了他的技能。之间，兵马俑再次摆出即将俯冲的姿势，这赫然是兵马俑又要发动他的无畏冲锋技能了。在看到这一幕的瞬间，灵异立刻高喊：“老唐，准备！”听到灵异的呼喊，时刻准备着的唐俊仁瞬间绷起精神，朝着灵异看去。此时他已经明白灵异需要自己做什么了，他要让自己来打断这兵马俑的无畏冲锋技能。灵异此时还在疯狂调整着自己和兵马俑的位置与角度，他的脑海里也在疯狂的计算，兵马俑可给不了灵异那么多的时间，这无畏冲锋的起手动作时间也就 ES， 灵异必须在 ES 内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就在兵马俑即将冲出来的同时，灵异再次嘶吼一声：“冲！”听到这声呼喊的同时，唐俊仁发动自己的10级技能迟钝冲锋，朝着灵异冲去。现在的唐俊仁、灵异和兵马俑三人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交叉，灵异是这个 Y 最下点，唐俊仁和兵马俑分别是左边和右边的顶点。就在刚刚那一瞬间，灵异计算好了两者的速度和他们相遇时间。在唐俊仁冲锋的过程中，他赫然看到自己即将遇上同样朝着灵异冲去兵马俑。唐俊仁顿时惊为天人，一哥这恐怖的计算能力，若是计算偏移，哪怕 ES， 唐俊仁也不会和兵马俑相遇。此时不是惊诧的时候，唐俊仁果断用5级技能盾牌横扫中断了迟钝冲锋，一个盾牌直接扇在了兵马俑的脑瓜上，硬生生遏制住了兵马俑的无畏冲锋，成功了。第63章危机再现。一旁一直盯着两人的苏婉宁也难掩激动的心情，挥舞着自己的小手庆祝了一番。此时苏婉宁的不远处，几只雕塑正在来回踱步，但都没有对苏婉宁发动进攻。他站的这个位置恰好就在雕塑的攻击范围之外。苏婉宁也不得不感慨，灵异当真是神通广大。此时的苏婉宁从灵异开始和兵马俑相互拉扯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系统之中的录像功能，方便苏婉宁回去慢慢复盘灵异的操作。自从那次消沉的心境被灵异挽救回来之后，苏婉宁不仅开始慢慢去观察灵异的这个人的优点，去了解他不曾了解的灵异，还开始对于灵异的各种操作进行研究。虽然苏婉宁不能亲自上场和怪物战斗，但是他也想要发挥出他的作用。他想尽快追上灵异的进度，不给自己的队伍拖后腿。至于灵异说的转职，苏婉宁觉得那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借口罢了。此时场中，由于唐俊仁打断了兵马俑的无畏冲锋，兵马俑并没有能够和灵异拉近距离，反而被唐俊仁的盾牌冲撞给冲昏，造成了高达 1.5S 的眩晕，这给了灵异很好的机会。老唐，干得漂亮，你果然是个天才，相信我，你绝对能够成为华夏最强的放逐骑士。现在你暂时撤回去，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千万不要被兵马俑盯上了，下面的还是交给我。灵异轻笑一声，一边再次勾起2根箭矢，疯狂地朝着兵马俑射去，一边毫不吝啬自己对于唐俊仁的夸奖。唐俊仁挠了挠头，似乎是被灵异说的有些不好意思，然后他反应过来，连忙准备撤出兵马俑的攻击范围。可惜唐俊仁的移动速度在重甲的影响下有些太过缓慢了， 1.5S 并不足以唐俊仁离开。兵马俑从眩晕状态之中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居然就是再次发动技能横扫千军。不好，老唐小心！灵异暴喝提醒，可惜还是有些晚了。只见兵马俑手中的长枪一横，被雕刻的面部没有任何神情，然后猛地将手中长枪横扫，那闪烁着骇人荧光的枪头在昼夜之中划出一道明月，可惜是夺命的明月。躲闪不及的唐俊仁赫然被枪锋扫倒，直接倒飞了出去，在他的头上更是赫然飘出了160的字样。加上之前刷怪的时候，唐俊仁抗伤害造成的血量下降，虽然有自动血量恢复，但是现在唐俊仁的血量仍然已经不足半数。更加危机的是，此时兵马俑已经盯上了唐俊仁，缓缓朝着倒飞出去的唐俊仁走去。唐俊仁更是直接进入了3、4只雕塑的攻击范围，那些雕塑从地上爬起身子，缓缓朝着唐俊仁走去。而有一只距离比较远的雕塑，则是将自己空洞的双眼缓缓朝着身旁不远处的苏婉宁看去。原本形势大好的局面，居然被这个兵马俑一个技能就给瞬间打破了。林毅这一刻感觉心脏都骤然停跳一拍，但是他没有失去理智，立刻搭箭拉弦，朝着兵马俑2箭射去，将兵马俑的仇恨拉扯了回来。
虽然兵马俑的危机暂时解决了，可是那4只雕塑还在一旁虎视眈眈呢。老唐，快！从地上爬起的唐俊仁瞬间就看清楚了现在场上的形势，也明白了林毅让他干什么。唐俊仁顾不上朝着自己走来的雕塑，疯了一般朝着靠墙边的苏婉宁冲去，然后果断将自己的盾牌竖在苏婉宁身前，将她死死地护在身后。苏婉宁身前的那只雕塑立刻开始朝着唐俊仁发动进攻，他愤怒地举起由石膏构成的洁白拳头，轰然落在唐俊仁的盾牌之上。猩红的数字从唐俊仁的头顶冒出来，21。在盾牌防御和放逐骑士被动作用下，小怪的攻击仍然是造成了21点的伤害。虽然一只雕塑造成的伤害并不算高，可是别忘了，此时还有3只雕塑正在靠近，马上就能朝着唐俊仁发动攻击。若是4只雕塑，每秒就能攻击唐俊仁84点血量。以现在唐俊仁的血量，根本就撑不了几秒钟，危机根本就还没有解除。苏婉宁看到这一幕，意识到唐俊仁可能难以支撑下去，连忙开口道：“唐同学，快，喝药剂！”唐俊仁这才反应过来，他的背包里还背着不少战斗回复药剂。初级战斗回复药剂，战斗时可使用，每秒回复5点血量，持续10秒。可是光是这一瓶药剂作用根本就太小了，哪怕加上药剂，唐俊仁也根本撑不过5秒。绝望，唐俊仁此时心头只有无尽的绝望。这时候，一道箭矢划破夜空，朝着唐俊仁盾牌前的雕塑射来。唐俊仁猛然扭头看去，全是林毅。林毅居然能够做到一边和兵马俑周旋，一边还在援助唐俊仁这边。唐俊仁此时真的感动到眼泪都快流了下来，至少林毅还没有放弃他们。林毅每次射出2把箭矢，一箭打在兵马俑的身上，既可以阻碍兵马俑的前进脚步，又能造成伤害，消耗兵马俑的血量。另外一箭则是支援唐俊仁，帮助他尽快消灭面前的雕塑。不仅如此，林毅还发动了自己的追魂灵剑，再次压低那只雕塑的血量，否则唐俊仁真的会被雕塑磨死。虽然唐俊仁的近战伤害极低，但他还是不停挥舞着手中的短剑，朝着面前的雕塑发动攻击。在唐俊仁和林毅的配合之下，其中最近的那一只雕塑瞬间被2人消灭，也给唐俊仁留下了喘息的空间。战斗恢复药剂缓慢地恢复着唐俊仁的血量。林毅这边，兵马俑正在朝着他逼近，接下来的他恐怕无暇帮助唐俊仁了。怎么办？林毅的目光扫过此时场中的一切，无数个数字瞬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在寻求破局之法。第64章赌。3只雕塑，唐俊仁425点血量，唐俊仁至少可以坚持 7S 以上。现在这3只雕塑距离唐俊仁 2S 左右的路程，也就是说老唐最多可以坚持 9S。 5级技能黑暗笼罩刚刚用过，此时已经无法再给兵马俑进行减速，而兵马俑距离自己还有4米，大概 5S 左右就能追上。兵马俑追上自己之后，只需要3次攻击，也就是 3S 就能将自己击杀。如此说来，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 7S， 自己必须在 7S 内将兵马俑杀掉。分析完毕，林毅的目光迅速锁定了不远处的兵马俑。此时的兵马俑血量还有1080点。无数的数字在林毅的脑海里排列组合之后，他的心中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夜色下昏暗的艺术馆内，兵马俑势不可挡地提着手中的长枪，朝着林毅迈步而来。此时的林毅却猛然停住了自己的脚步，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从剑袋之中迅速抽出2根箭矢，没有丝毫犹豫地搭箭拉弦，然后嗖的一声直接朝兵马俑射去。2根箭矢精准地射在兵马俑的脑袋之上，传来叮咣的声音。虽然兵马俑的脚步微微一顿，但是这点阻碍根本就影响不了什么。刚刚的计算，林毅早就把这一点停顿计算进去了。兵马俑和林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林毅面色沉静如水，没有一点躲避的意思，仍然站在原地，目光坚定地看着不远处的兵马俑，再次射出2箭。他居然选择了战撸。所谓的战撸是一种游戏术语，与先前提过的放风筝相反，它是指远程玩家放弃所有的走位，选择站在原地不停攻击。一般来说，只有在没有怪物仇恨在身上的时候才会选择这种攻击方式。可现在的林毅不顾朝着自己冲来的兵马俑，选择战撸，这绝对是一个让人惊骇的选择。此时通天塔内关于林毅的举动，大家已经开始争论不休。男刺客皱着眉头分析道：林毅他这不会是放弃了吧？他若是继续拉扯，绝对可以把这只怪物磨死的呀。但现在他站在原地，很快就会被兵马俑一枪捅死啊！哪有一个脆皮的黑暗猎人站在原地站撸的？司初初看着画面中深陷陷阱的唐俊仁和苏婉宁2人，缓缓摇了摇头，反驳道：若是林毅选择继续拉扯，唐俊仁根本就坚持不了那么久，哪怕他杀掉了精英怪，他的队友也必死无疑。他恐怕接受不了那样的打击。我能够看出
他是一个把队友看得极为重要的人。此时的司初初眼泪甚至都已经在眼眶之中打转了。他很明白此时林毅心中的绝望。男刺客却更加疑惑了，接着问道：那他这样站在原地就能解决问题了？若是不想他的队友出事，他可以先帮助队友把3只小怪清掉。监视器前的尤婉却突然开口道：那样的话，他有很大的可能会被兵马俑杀掉。想要杀掉那3只小怪，起码需要5S 时间。若是林毅选择边拉着边攻击，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5S 时间足够兵马俑拉近和他的距离，只要被近身，林毅就会彻底陷入被动的局面。到时候可真就是神仙难救了。尤婉的话让所有人都听懵了。男刺客挠了挠头，还是有些不解地问道：那他现在站在原地找死，不是一样的结果吗？一直盯着监视器没有说话的龙阳秋突然轻笑一声：如果我没猜错，他在赌吧？没错吧？尤婉，你应该已经计算过了吧？我一向不擅长这种计算的东西，但是我凭借我的直觉猜测，他在赌一种唯一可以两全的办法。其他众人听的全都是一头雾水。怎么现在大家说话都和说谜题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呢？林毅在赌什么？到底如何才能保证他和队友全部活下来呢？尤婉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睛，镜片反光下照射到了他刚刚疯狂计算的手稿。没错，他的确在赌10发箭矢之中至少会出现1发黎明之箭。现在兵马俑还有1080点，他每一箭平均可以造成61点血量，林毅每秒2箭，也就是122点血量。唐巨人最多可以撑 9S， 若是林毅可以 7S 内解决兵马俑，那么他就可以活着救下唐巨人。7秒钟内他必须触发2次黎明之箭，或者1次黑印和1次黎明之箭。那样的话，林毅的总伤害就能达到1114，足够他将兵马俑杀死。这就是林毅的赌局。尤婉一通计算把在场不少人都绕晕了，这数字那数字的，一般人一时半会真的有些反应不过来。大道理的司初初不管那么多，他扬起已经梨花带雨的姣好面庞，连忙问道：也就是说，林毅他们肯定能活下来吗？还没等尤婉回答，便立刻有人发出了质疑：这黎明之箭恐怕也没那么好触发吧？而且还是2次，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龙阳秋回过头看向众人，勉强在脸上挤出一抹笑容，开口道：你们不会忘了林毅的加点选择了吧？他加的可是幸运属性啊！触发2次黎明之箭这种事，在我们身上可能不会触发，可是对于林毅来说，并非全无可能。但不得不说，他的加点让他在这一刻拥有了翻盘的机会。现在就看老天是否能够眷顾他了。众人恍然大悟。可是还有最后一个疑问，那就是2秒钟真的够救下唐巨人他们吗？但已经没有人问出这个问题了。他们不想让本就不多的希望再次破灭了。经过这2天的观看监控，他们在心中都已经把林毅3人当成了自己的队友，他们绝不希望3人出事。所有人都把希冀的目光看向监视器，等待着奇迹的事情发生。林毅，他绝对可以的。第65章，毅哥，站我身后。此时艺术馆内，时间眨眼间就已经过去了3秒。林毅仍然还在不停地射出箭矢，目光紧紧盯着越来越近的兵马俑和已经开始被围攻的唐俊人，仿佛是命运在和林毅开玩笑。足足3秒过去，林毅射出了6支箭，虽然触发了1次黑印，但是并没有能够触发黎明之箭。黑印缓慢的伤害，如果没有黎明之箭来帮助爆发的话，在如今这个分秒必争的情况下，的确有些杯水车薪。林毅的额头甚至缓缓流下来几滴冷汗。现在的他远远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冷静和自信。林毅自然知道，现在自己是在用3个人的性命去赌一个概率，他输不起。林毅此时拼命抑制着双手的颤抖，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管如何，他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又是2箭，仍然没有触发黎明之箭。这黎明之箭的被动效果就仿佛消失了一般，整整8箭毫无声响。此时的兵马俑已经冲到了林毅的面前，唐巨人的血量也在疯狂下降，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一边抵御着攻击，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短剑。他心中对于林毅的信任支撑着他咬牙抵抗下去。唐巨人索性不去管自己血量的变化，此时他只想杀掉眼前的怪物。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第5秒，林毅再次搭箭拉弦，2根箭矢笔直射出，还是没有。林毅没有任何犹豫，再次搭箭拉弦。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那长弓上的箭矢，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站在林毅面前的兵马俑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他青铜色的手掌猛然握紧长枪，一枪刺出。拥有无敌闪避技巧的林毅没有选择闪躲，如果他躲开，那么他这一箭的拉弓就会被打断，救下唐巨人2人的机会就更加渺茫。给我爆！一直以来平静如水的林毅此时也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急躁，嘶吼一声，在长枪刺入林毅身体的同时，
他松开了手指，剑矢离弦而出。林毅的身上赫然出现了一个猩红的数字204，光是这一枪就让林毅的血槽狂降1/3，而林毅的这2剑仍然没有成功。难道重来一次也是棋差半招吗？幸运的加点或许是错的吗？重生之后的我是不是有些太过自信了？我似乎根本还没有能够完全掌握全场的实力。这一瞬间，林毅心乱如麻，他只剩下最后2剑的机会了，是生是死就决定在这最后2剑之上。苏婉宁早就发现了一动不动的林毅，他虽然不知道林毅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林毅现在很危险。他不止一次痛恨自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全民转职时代毫无还手之力，他在这种时候只能躲起来，根本就帮助不了唐俊仁和林毅。他能够看出来，此时林毅需要的就是时间。他的脑海中在不停地思考着如何才能帮助林毅创造时间。如果唐俊仁的技能能够再快冷却就好了。猛然，苏婉宁想起自己看过的系统介绍，在其中有一款初级冷却药剂，服用之后可以瞬间减少45S 的 CD 值，3个小时可以使用一次。他连忙抓住面前唐俊仁的衣角，急声问道：唐同学，在你的大神典兑换商店之中有没有一款初级战斗冷却缩减药剂？快把它兑换出来，然后去救林毅，他已经坚持不住了。正在抵御小怪的唐俊仁一愣，连忙进入兑换商店，居然当真一眼就看到了这款药剂。这药剂的价格并不算贵，凭借着新增的点赞量，唐俊仁迅速兑换了药剂，并毫不犹豫地使用。用完之后，唐俊仁抓准时间，在雕塑的攻击即将落下的时候，立刻对着面前的雕塑使用出了5级技能盾牌横扫。这一下不仅仅雕塑的上一次攻击被打断，而且还会晕眩1秒钟，两相结合，瞬间为唐俊仁争取了2秒钟的时间。此时2秒钟时间对于唐俊仁来说简直太关键了。唐俊仁连忙兴奋地看了一眼自己10级技能的冷却时间，却是顿时面色一沉。10级技能还有2秒钟，毅哥躲开啊！唐俊仁一边拉着身后的苏婉宁，一边连忙大喊。他疯了一般的朝着林毅的方向跑去，因为林毅现在的血量已经见底了。苏婉宁的反应极快，立刻喊道：脱掉重甲！唐俊仁一愣，瞬间反应过来，来不及惊诧，苏婉宁的脑袋转得真快，他扛着盾牌迅速朝着林毅冲去。1秒钟之前，林毅这边最后2箭已经射出，让他绝望的是仍然没有触发。他赌输了，赌输的代价就是死亡。当时那第一箭就出现的黎明之剑，仿佛是上天对他开的一个玩笑，也是对于一个赌徒的惩罚。林毅的嘴角露出一抹苦笑，其实也只能怪他自己，他根本没做过实验，也不清楚这黎明之剑的概率到底是多少。这种逆天的技能怎么可能拥有极高的概率呢？而且现在他的幸运不过是11点而已，根本难以真正的影响大局。如此冲动的压注，除了输的彻底，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只可惜了苏婉宁和唐俊仁，他们2人也会被林毅的自大害死。全民转职时代，这次我林毅又输了。可这时候，林毅的耳畔突然响起盾牌挥舞的声音，这是放逐骑士的5级技能。怎么会？老唐不是刚刚才……林毅猛然反应过来，那个被他遗忘的药剂，初级战斗冷却缩减药剂。林毅的余光看见了举着盾牌朝着自己冲过来的唐俊仁，还有跟在他身旁的苏婉宁。林毅突然笑了，他好像还没输，他还有队友。林毅的目光看向面前的兵马俑，自信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面对那朝着自己面门汹涌而来的长枪，林毅云淡风轻的一个扭身，直接扭到了这致命的一枪。下一刻，唐俊仁技能冷却结束，迟钝冲锋瞬间发动，一个毅然决然的身影出现在林毅身前。此时唐俊仁的血量也只有97点，哪怕他的血量不多，哪怕他可能会死在这一枪下，但是他还是来了，因为他的队友需要帮助。毅哥，站我身后！唐俊仁举着盾，回过头朝着林毅灿烂一笑。第66章刺破黑暗的黎明。一旁的苏婉宁这次也根本没有选择躲避，别忘了他的身上还有一个灵能护符，这护符可以抵挡200的血量，也就是可以抵挡兵马俑1次的攻击，这是他能够为林毅做到的最后的拖延时间了。苏婉宁朝着那兵马俑疯狂跑去，想要帮林毅拦下兵马俑的下一次进攻。反正他也没办法转职，能够保护一次林毅，让林毅继续活下去，他便也心满意足了。他停步在唐俊仁身前，猛然张开自己的双臂，毅然决然地看着面前的兵马俑。大怪物，冲我来，不许伤害我的伙伴！林毅有些惊诧，他没想到有一天苏婉宁也会因为想要保护他而站在了自己身前。唐俊仁更是目瞪口呆，想要拉开身前的苏婉宁。此时林毅已经再次拉开了长弓的剑弦。拉开这一剑的时候，
林毅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林毅的手指微松，一道来自黎明的光芒冲破众人面前的黑暗，也带走了来自死亡的恐惧。兵马俑最后的长枪终究没能刺出，叮咣一声掉在了地上。他那被雕刻出来的脸庞仿佛流露出一抹遗憾的悲怆。最后，他浑身的陶土化作粉尘碎落，彻底消散在了夜色之中。与此同时，系统的播报声响起：叮！恭喜林毅、唐俊仁、苏婉宁的队伍完成了3星精英怪10级的首杀，请全服玩家顶礼膜拜，祝贺大神玩家完成壮举。通天塔内，众人爆发出一阵激动的呼喊声。林毅他们真的活下来了，而且还杀掉了这3星精英怪。大道理司初还在不停的哭泣，身前的大道理不停的来回晃动，足以看出他的激动。此时的他是高兴的哭。苏婉宁，这个妹妹太勇了，她那么柔弱的身躯，却敢站在那硕大的怪物面前。我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她连一只突刺兵蚁都害怕。现在我真的哭死。看似沉稳男刺客此时也悄悄地抹了抹眼泪。老唐也很帅啊，他当时的那一记迟钝冲锋，明显就是抱着必死之心冲上去的。这才是真正的放逐骑士啊！我想起当年我遇到的那些放逐骑士，一个个的比我还怕死，有的甚至还会故意拉着我让我挡刀。看惯了那些勾心斗角，再看林毅他们3人，我真的感慨颇深。龙阳秋此时也拍着大腿狂笑着，他们华夏真的捡到宝了。一开始他们觉得林毅是最强的，他们认为林毅强在他的意识无敌，操作天秀，计算神速，更是不缺乏那种孤注一掷的勇气。可是现在的龙阳秋觉得林毅最强的是他的眼光，他挑选到了2个最好的队友。龙阳秋不知何时又摸出了一根香烟，吞云吐雾了起来。不得不说，这一次表现最差的反而是林毅。他们3人能够活下来，和苏婉宁还有唐俊仁分不开关系。若不是苏婉宁提醒唐俊仁服用药剂，恐怕现在他们3人全都已经命丧黄泉了。这个苏婉宁，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甚至没人认为她能够活下去。现在她也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就像是当时的唐俊仁一般，冷静、理智、勇敢，记忆力强。若是她真的能够活过3个副本，若是林毅真的能够为了她获得转职所，这个女孩或许会给我们一个奇迹。转职所，所有人的心头都微微一悸，那其实是每个人心头的渴望。林毅说的没错，转职所的确可以让诡异恶灵转职成死灵术士，但转职所的作用可不止如此，其他的6大职业同样可以被转职，转职成为进阶职业。每一个职业都有独特的进阶职业，进阶职业各项属性都会更加强大，更加逆天。最重要的，进阶职业是成为领导者的必经之路。男刺客吞了吞口水，感慨道：转职所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那可是要求前3次副本全部拿到评价第1啊。有的副本并非是你实力强劲就能够拿到更强副本完成度的，前面47个平行世界从来没有一支队伍能够做到前3次全部评价第1。龙阳秋将被他2口吸完的香烟掐灭，轻笑道：林毅他们或许真的可以。艺术馆内寂静无声，只有远处的几只雕塑还在缓缓挪动着身体，发出刺辣的声音。林毅手起弓落，短短数秒钟就把这3只雕塑全部消灭。可笑的是，这几剑里面居然还触发了一次黎明之剑，这幸运属性点的发挥还真是飘忽不定。此时苏婉宁还茫然无措地看着消失在他面前的兵马俑，他仿佛还能感受到那长枪朝着他刺来时带起的风声。可现在这凶神恶煞的兵马俑就这么化作一捧烟尘，消散在了他的面前。听着耳旁传来的播报声，苏婉宁才终于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苏婉宁回过头看向身后的林毅，刚刚收起长弓的林毅同样也看向了苏婉宁。毅哥，我们又活下来了。夹在中间的唐俊仁兴奋的刚想欢呼出声，却猛然发现林毅和苏婉宁的眼神，他连忙堵住嘴，满脸姨母笑意的躲到了一边。他唐俊仁时刻都处于吃糖的第一线，他又不傻，他自然能够看出自己的这2个队友之间不一般的情谊。在他看来，林毅和苏婉宁绝对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没有人比他们更加适合对方了。林毅张了张嘴，刚想说些什么，脑海里却突然响起了一阵急躁的通知声，这是有好友在疯狂地呼叫他。林毅皱起眉头，直接打开系统界面，想要看看是哪个小子坏他好事。点开界面之后，发现居然是王磊。他找自己干嘛？林毅有些茫然，点开了王磊的聊天框。王磊，异神在吗？王磊，异神出事了，你快看论坛上的帖子啊。王磊，在吗？看见速回。我真的气死了，这人明显就是污蔑，泼脏水。王磊，异神，你再不回来，你就要变成做贼心虚了。诸如此类的消息，
王磊居然疯狂地发了几十条，而且不只是林毅这边，苏婉宁和唐俊仁那边他都发了。从紧张情绪之中缓过神来的两人显然也发现了他的消息，三人对视一眼，眉头微皱，皆是点开了论坛，一眼就看见了严豪等人发的帖子。第67章，当然要回应，只是看了几眼，一向好脾气的唐俊仁竟然就被气得浑身颤抖，简直是欺人太甚。咱们招他们惹他们了，就这么诋毁咱们？毅哥，咱们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诬陷你。苏婉宁此时的紧皱眉头，含韵不语，他显然也是被这个帖子的内容气到了。在严豪的带节奏之下，后续回帖的玩家们说的话可以说是越来越难听。他们把一直没有正面回复的林毅当成了默认，有骂林毅是个骗子，把全服玩家当猴耍的，还有更过分的，居然大肆辱骂林毅父母。苏婉宁感受过这种被所有人无限诋毁和谩骂的日子，她自然知道这种感觉有多么恐怖。感同身受之下，她连忙担忧地抬起头看向林毅。林毅，你别看了，他们不过就是只敢在论坛上口嗨的键盘侠罢了，他们就是嫉妒你。唐俊仁也连忙开口安慰道：就是，毅哥，这些人明显是被那个叫严豪的人带了节奏，你别放在心上。林毅并没有说话，而是沉默地滑动着面前的系统界面。片刻之后，他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笑容。幼稚，有时间诋毁我，不如好好去提升自己的实力。说罢，林毅百无聊赖地关掉系统界面，而是朝着兵马俑倒落的金色光球走去。咱们几人现在的血量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先传送回去吧，回去再开宝球。这3星精英怪第一次被杀，爆率肯定极高，我们很可能能够获得很多好东西。此时的苏婉宁和唐俊仁还以为林毅是在强颜欢笑。唐俊仁犹豫片刻，开口道：毅哥，你要是心里有事，可别在心里憋着呀。林毅失笑，轻轻踢了唐俊仁一脚：我憋着什么事？刚刚死里逃生都扛过来了，我还怕他们的谩骂了？骂呗，我身上又不会少一块肉。不过我会记录下他们的名字，若是我们哪个副本匹配到他们了，他们不仁在先，那可就不能怪我不义了吧。林毅此时的笑容仍然阳光，但是唐俊仁却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唐俊仁突然不担心林毅了，他反而有些担心那些嘴嗨的玩家了。本来这副本想要存活下来就很难了，若是运气不好真的遇到了一哥，哎，只能说是自作孽不可活。林毅的话语倒是让一旁的苏婉宁想起了当年在论坛上帮助自己骂回去的林毅。是啊，他一直都是这种不会在乎别人说法的性格啊，自己居然担心这些小伎俩会影响到林毅，看来自己对于他的了解还是不够多啊。这时候唐俊仁愣了一会之后又开口了：毅哥，那咱们就不回应了？林毅笑容更加灿烂了：当然回应，怎么不回应呢？很快有一篇帖子只有简单的2个字，但是他却仍然瞬间就被挂在了论坛最上方，因为这个帖子的发帖人乃是林毅，而且这个帖子的内容更是简单粗暴：傻逼！原本还在疯狂辱骂林毅的喷子们懵了，卧槽，这人居然还敢反击！其实在刚刚，林毅击杀3星精英怪的全服公告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震撼。要知道，这可是10级的3星精英怪啊！严豪他们击杀的只不过是一个5级的2星精英怪，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比性。虽然所有人暂时并没有看到林毅击杀的这只精英怪的具体属性，但是玩过网游的都能猜到，这3星精英怪绝对比2星精英怪强得多。无数林毅的铁粉立马有了底气，原来一神一直不发声的原因是他在击杀精英怪，一个2星精英怪就让你们骄傲成那样，我一神默不作声就是击杀掉一个3星精英怪，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现在还敢说我们一神实力不强了吗？现在还敢说我们一神找演员了吗？几乎是一瞬间，林毅这边就扭转了局势，重新占据了上风。在林毅回应之后，所有林毅的粉丝更像是有了支撑一般，腰杆子瞬间挺直了起来。在之前的骂战之中，林毅不敢回应这一点一直都是黑粉们疯狂攻击的突破点。不管林毅的粉丝如何辩证，只要对面抛出来一句那你家林毅怎么不敢出来发声呢？所有林毅的粉丝顿时哑口无言，甚至不少人都有些开始在心底隐隐怀疑林毅了。但是林毅的风评一时间直转直下，辱骂林毅的人数可以说是突破天际。在最开始严豪的那篇帖子下，更是出现了所谓的林毅同班同学。这些同班同学不仅不为林毅说话，更是疯狂地抹黑他，说他只是一个随意杀人的恶魔。事情发酵的速度，就连始作俑者魏慈都没有想到。10分钟前，此时的魏慈等人正在兴奋地分配着2星精英怪爆出来的奖励。让他们没想到的，他们这次居然运气大爆发，爆出了一个喋血战士的5级史诗级别大刀，这可让严豪嘴巴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想不到还能有如此恐怖的收获，这下子他倒是要看看这林毅拿什么和他竞争那第2次副本的评价第1名。爆出来的装备不只是这一把，还有3件精良装备。
这3件精良装备的属性可比他们在系统商店买的那些要好多了。3人连忙兴高采烈就换上了新的装备。不过严豪3人能够用上的只有2件，剩下那1件就留着让邓杰随手打赏其他小弟去了。魏慈此时正在翻看着他们的帖子，他很满意现在灵异风评的现状。他一边看着大家对于灵异的辱骂，一边自言自语的喃喃道：“我说过，和我作对，你就要等着付出代价。哪怕是燕京当时那些大佬都不一定斗得过我，就凭你一个毛头小子，还想要和我们斗？等你名望坠落到最低谷的时候，我会再次向你伸出我的橄榄枝，到时候我便会成为不计前嫌的圣人，而你只会是人人嘲笑的过街老鼠罢了。”魏慈的幻想还没开始，那生灵异击杀3星精英怪的播报就瞬间让他的脑海犹如惊涛一样炸裂开来。怎么可能？第68章反思，只凭灵异3个人怎么可能够击杀3星精英怪呢？这绝不可能！魏慈满脑子里面都写满了问号。按照2星精英怪的数据来推算，这3星精英怪的血量至少要超过3000，攻击力更是有可能超过200。灵异绝对不可能依靠他们3人杀掉这种怪物。突然，魏慈想起当时灵异说的话，他的队友之中有一个是诡异恶灵。魏慈已经查过了系统之中所有的介绍，都没能查到关于诡异恶灵的记录。除了第1天转职的时候，系统的播报声提到过让玩家们击杀身边的诡异恶灵之外，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诡异恶灵。魏慈他们第1天的时候同样遇到过诡异恶灵，在他和严豪等人的配合之下，倒也算是轻松就将那只诡异恶灵击杀了。莫非灵异他们能够击杀3星精英怪，是因为这个诡异恶灵？难道这诡异恶灵是个 bug？ 想来想去，魏慈也只能想到这一种可能。不过以魏慈的谨慎，对于此事他还需要进行一番确认。反正灵异只靠2个人就能击杀掉3星精英怪这种事，他魏慈绝不相信。这灵异不过就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人，怎么和他们这些天之骄子相比呢？魏慈的眼底闪过一丝阴鸷。正在魏慈惊诧的时候，便发生了后来论坛之上的风云变幻。从全服公告出现之后，灵异粉丝开始铺天盖地般的反扑。不久之后，灵异更是亲自下场，无比霸气的留下一句：“傻逼。”简单的2个字，却仿佛充满了磅礴的大气，更是给人一种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气魄。这让整个舆论的风向顿时出现了扭转的趋势。看着那些再次热闹起来的灵异粉丝，魏慈紧紧皱起了眉头。他自然不能让灵异就这么轻易的翻盘。现在他们和灵异已经站在了对立面，如果让灵异的风头占据了上风，灵异便会获得更多的粉丝支持，更加轻而易举的变强。举个简单的例子，名人效应之下，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给灵异的精彩操作集锦视频点赞，灵异就能兑换更多的装备和物品。除此之外，魏慈在系统介绍上也注意到了接下来的工会组建。虽然暂时还不知具体的流程，但是魏慈坚信工会绝对是拉开顶层和底层实力的关键。所以现在谁能获得更多的粉丝支持，谁的把握就越大。想到这里，魏慈连忙叫过一旁还在显摆新装备的严豪，让他再次发帖。正在喜悦兴头上的严豪眉头微皱，又发？那灵异不是都让骂得狗血淋头了吗？还发什么？这严豪兴奋的居然连系统播报都没有认真听。魏慈也不想多解释，直接把灵异的回应和系统的播报展示给他看。本就是暴脾气的严豪看见这2张截图，顿时气得火冒3丈。我操，他居然还敢骂咱们！哪怕在燕京，都多久没人敢这么和老子说话了？他真是活腻了。严豪连忙按照魏慈说的，再次编辑了一条贴文发了出去。3个人击杀3星精英怪，你骗鬼呢？你真当全服所有玩家都没有判断能力吗？以后作假的时候，麻烦你考虑一下实际好不好？3星精英怪3000多的血量，200多的攻击力，你3个人就能击杀？可笑！我猜你个废物恐怕是找了10几个人围杀的吧？这种拙劣的手段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吧？前面2条是魏慈的安排，后面3条则是气愤不已的严豪擅自发上去的。这可真的把魏慈气坏了。哪怕平日里以沉稳冷静著称的魏慈，此时也有些绷不住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你疯了？你难道忘了咱们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围杀2星精英怪吗？你就不怕咱们被人爆出来？严豪却是大咧咧的摆了摆手，安心了。当时那练级区根本没什么人，大部分人都被我们驱逐了，剩下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怎么会被人爆出来呢？严豪这副自大的模样，当真是让魏慈有些无语。不过事已至此，如果现在删帖的话，反而有些做贼心虚的嫌疑，只能祈祷没人有证据证明这件事了。不出意外，严豪的回应再次在整个论坛引起轩然大波，两方粉丝各执一词，疯狂地吵了起来。回应完那2个字之后的灵异几人已经传送回到了灵异的小屋之中。全民转职时代之中，有着战斗状态的概念。
意思是，在玩家进行攻击或者被攻击后，会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在此状态下，只能服用战斗药剂，自动血量恢复降低，传送等技能禁用。系统内好友消息也会在时静音屏蔽。也正是因为传送这个技能只能在普通状态才能进行，所以并不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随时传送。小屋之中，林毅和唐俊仁原本已经见底的血量正在慢慢的恢复。对于论坛上严豪等人的叫嚣，林毅并不知晓，也并不关心。他只关心面前这个金色光球能够开出什么好东西。在第二个灾变副本内，他们依靠等级能够获得的优势越来越小，所以他们必须在装备领域提升自己的实力。况且林毅有预感，3星精英怪没准可以爆出他现在继续的推荐书。不只是林毅激动，唐俊仁此时同样站在光球前，一副摩拳擦掌的模样，满脸期待地看着一旁的林毅。苏婉宁则是恬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林毅打开光球。纵使此时的苏婉宁满头猩红的发色，也显出一种别样的美感。林毅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打开金色光球，而是抬头看向两人，清了清嗓子，认真道：打开光球之前，我觉得我需要向你们二人承认错误。林毅突然的话语让唐俊仁和苏婉宁二人全都一愣，茫然地看向一旁的林毅。这次是因为我的狂妄自大，才会让咱们3人陷入如此险境。如果这次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第69章开讲上。这次的事情也的确给了林毅很深刻的反思。没错，他现在的确很强，但是全民转职时代从副本队伍的安排上，其实就已经告诉了所有的玩家，这是一个团队游戏。若是并非如此，通天塔根本没有必要强制安排组队参与副本，谁强谁去杀就得了。这次因为他的判断失误，让整个队伍陷入险境，他这个队伍的决策者绝对是难辞其咎。有些决策者或许碍于面子，哪怕是出现了错误，也从不承认错误，从不道歉，最终便会导致队伍之中的间隙越来越大，然后分崩离析。前世在论坛上，林毅并非是没有见过这种帖子，本是相互交托性命的队友，后来却发展成了网上对骂，现实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林毅可不希望如此，所以他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苏婉宁反应的比唐俊仁要快一些，连忙展颜一笑，柔声安慰道：这并不怪你，其实如果当时那只兵马俑不使用横扫千军这个技能，唐同学是完全可以全身而退的。既然你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击杀这只怪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杀？从系统的介绍之中不难看出，这全民转职时代就是一个将法律淡薄到极致，所有人都是为了活着而努力。那我们不努力跑得更快的话，就算这次不死，我们迟早也要死。一旁唐俊仁听着苏婉宁的话，嘴巴都快掉落了下来。苏同学，不，苏姐，你什么时候对于全民转职时代这么了解了？昨天你不还和我一起瑟瑟发抖呢吗？林毅也有这种感慨，想不到活下来的苏婉宁适应能力这么强，逐渐已经能够领悟全民转职时代的真谛了。不愧是当初的全能学霸。苏婉宁掩嘴轻笑，继续说道：而且我们不是伙伴吗？伙伴可不是谁一味付出，而是齐心协力的团体，当然不能只有你来保护我们，我们也可以保护你。一旁的唐俊仁连连点头，挠挠头，苏姐说的对，毅哥，我也是这么想的。林毅看着面前二人，前世自己独身一人摸爬滚打的日子仿佛渐行渐远了，这一世他林毅也是拥有真正伙伴的了。强压下眼眶的酸涩感，林毅露出笑容，转移话题道：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次的收获有什么吧。这次我们一人摸一件，如何？比一比谁的手气最好。有了两人的支持，此时的林毅一扫先前的阴霾，前世的那些血海深仇也暂时被他抛到了脑后。既然重活一次，那就活在当下。唐俊仁闻言有些犹豫，我这人运气很差的。苏婉宁打趣道：那是你之前所有的运气都用来遇到我们了，现在你肯定转运了。林毅也鼓励着，你要相信自己，不仅仅要相信你的能力，还有你的运气。这次就让老唐先来吧。苏婉宁也俏生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见两人都建议让自己来，唐俊仁也推脱不掉，只好把手伸到了金色光球之中。下一刻，他抓住一件物品，缓缓拿了出来。林毅和苏婉宁都期待地等着结果的出现。一道蓝色光芒闪烁在三人面前，三人一喜，目光激动地碰撞在一起。第一件就出好货了，蓝色的光芒可是代表着史诗装备啊！林毅惊呼：老唐，可以啊，你这运气还差，第一件可就是史诗装备。苏婉宁同样是微笑着附和道：就是。唐巨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连忙将手中的这件装备展示了出来。风灵靴，评级史诗，可用等级10，敏捷12，血量80，技能灵活被动，当装备者处于被攻击状态时，移速加3，持续10s，冷却30s。
唐俊仁现在对于全民转职时代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刻，所以他并不能判断这件装备的价值到底如何。但是林毅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件极为适合自己的装备。还没等林毅开口，一旁的苏婉宁就将目光投了过来，笑颜如花：“恭喜，这件装备很适合你。”林毅微微颔首：“苏同学说的不错，这件装备的确很适合我。他的技能能够让我在被近身的时候提升速度，拉开距离。不过要是说最为契合的职业，我倒是觉得是喋血战士。它能够帮助喋血战士更快速的拉近距离，加上喋血战士的被动，简直就是行走的风火轮。”听到林毅的话，苏婉宁眼前一亮。没错，他怎么就没想到呢？他刚考虑了这件装备的用在防御时候的情况，却没有想到这个被动还可以用来发起进攻。看来他和林毅之间对于装备的判断还是有差距，自己还是需要学习。这件装备的属性的确配得上他这个史诗装备的评级。话不多说，这第一件装备我就笑纳了。至于我这双白板鞋子，就给老唐先用着吧，到时候有更好的再进行替换。林毅直接将这件纯白色的靴子穿上，下一刻，一双闪烁着淡蓝色光芒的靴子便出现在林毅的脚上。比起之前那双草鞋模样的白板鞋，的确是要帅气许多。不过林毅倒是不在意颜值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哪怕是巨丑无比的绝世装备，他也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装备上。此时的林毅恐怕是全服史诗装备最多的人之一了吧？他现在浑身上下6个装备位置，居然有3个都是史诗级别，简直是羡煞旁人。第一件装备就开出好货，对于3人算是一个不小的激励。林毅眼神示意苏婉宁，下一个由他来。苏婉宁点点头，伸出纤细白皙的手掌，毫不犹豫地抓出了一件物品。叮！林毅瞪大了眼睛。当看到那件物品的时候，林毅恨不得抱起来苏婉宁狠狠地亲一口。推荐书，道具，凭此道具可以前往主城的铁匠铺或者草药堂觉醒相应的生活职业，使用1次后消失。每人可以转职的生活职业不限数量，此道具可交易。居然真的爆了！苏婉宁拿出来的正是林毅梦寐以求的推荐书，而且还是整整3份。第70章开讲下。林毅可从没听说谁能够一次爆出来3份推荐信的。要知道这东西在前期绝对是极为稀有的物品，起码是1/1000的概率，也就是意味着击杀1000只小怪都不见得能够爆出来1份。当然，这并不是说击杀1000只小怪就绝对可以爆出推荐信。这个1000只小怪的数量是在全服范围内计算的，运气好的人可能击杀1只就能掉落，运气不好的人你杀1万只也可能只是给别人做嫁衣。林毅看着苏婉宁手中的推荐信，兴奋道：“看来苏同学的运气同样不弱呀！我本来还发愁怎么搞到这推荐信呢，现在不用愁了，甚至除了铸造师、药剂师，我也可以一起转职了。药剂师在拥有药方之后，能够配置的药剂比我们在对商店买到的还要更加好用一些。可惜的是，暂时没有药方。对了，我们现在还多1份推荐信，你们2人有转职成生活职业的兴趣吗？”苏婉宁和唐俊仁皆是摇了摇头。苏婉宁对这些东西没啥太大兴趣，唐俊仁更是搞不明白这些东西。反正他们3人之中，林毅已经转职了，他们2人转不转职影响都不大，所以林毅也并没有什么意见。锻造师打造装备这件事本就是吃力不讨好，又麻烦，锻造出好装备的概率又小。但是在一个队伍之中，锻造师这职业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全民转职时代的中后期，大部分强力装备全都是玩家打造的，越早转职成生活职业，就能越早的获得更多的熟练度，在后期锻造装备时拥有更高的概率。想要获得熟练度，就得打造更多的图纸，图纸的获得难度同样不低，所以大部分队伍都会选择把全队的图纸全都集中在1个人的身上，6个人供养1位锻造师。既然你们没有想转的，那么这张推荐信我们找机会去卖掉吧。一边说着，林毅一边把手朝着光球伸去。老唐和苏婉宁2人的运气都不错，他这个加成了幸运属性点的玩家总不能比他们还要差吧。林毅心中如此想着，然后将手伸入了光球之中。下一刻，一道白光随着林毅的手掌一起出现在3人的视野之中。林毅，雾草，逗我呢？3星精英怪能够爆白板装备，这概率恐怕也不大吧？这样自己都能撞见，这到底是自己幸运还是倒霉呢？林毅无奈地将这件白板装备的属性亮出来。不出所料，各项属性都很普通，完全符合这个普通的评级。草席编织的轻甲，评级普通，等级10，生命值50，护甲5。林毅叹了口气，一旁的唐俊仁不知所措地挠了挠头，苏婉宁则是掩嘴轻笑，安慰道：“没事的，运气这东西总是厚积薄发的。”林毅心态调整的还是很快的，他丝毫不嫌弃地把这件装备穿在了身上。
不过现在林毅浑身的穿搭就显得很怪异了。只见他手持一把漆黑如墨的长弓，手指上戴着一枚精致的戒指，身后披着一件充满质感更显神秘的披风，脚上踩着一双洁白如玉的长靴。可他们的偏偏身上和腿上是一件杂草编成的轻甲，这种风格就连唐俊仁和苏婉宁二人都有些忍俊不禁。林毅倒是在前世见惯了，根本不把自己的模样放在心上。光球还没有开完，但林毅说死都不再开下去了。能够遇到3星精英怪的机会本来就少，再让他浪费几次机会那还得了。唐俊仁开始了下一次的摸奖。这3星精英怪仿佛是钟爱各种道具，这次唐俊仁开出来的同样是一个道具，神秘的藏宝图。属性：道具。内容：未知。这上面的古朴文字显然不是你能够解出来的，你需要等待一个有缘人的出现，用他渊博的学识来帮你破解这篇藏宝图。看到这个道具的描述，就连林毅都愣住了，甚至他的前世都没有遇到过这种名叫藏宝图的道具。他绞尽脑汁回忆，似乎才想起来前世有人在论坛上询问过这个藏宝图的事情。很显然，这种东西没能吸引到林毅的注意，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就略过去了。唐俊仁又一次挠了挠头，有些犹豫的说道：“我这次是不是开到垃圾道具了？这东西什么都没有，怎么用啊？”林毅却是缓缓摇了摇头：“不，这大概率是个好东西，但是藏宝图能够破解并且找到的概率并不大。如果真的能找到的话，肯定是极为珍惜的东西。当然了，如果找不到，那就是无用一个道具而已。这个先保留着。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留意这张藏宝图上说的那句话：学识渊博之人，不管是主城的 NPC 还是副本里面的 NPC 都不能放过。”唐俊仁和苏婉宁皆是点头，将这件事记在了心中。接下来又轮到苏婉宁开讲，这次出现的是一个羊皮纸的卷轴。林毅再次眼前一亮，好家伙，还得是苏婉宁啊！难道诡异恶灵这个职业天生增强幸运值吗？苏婉宁开出来的居然是一本药方。刚刚林毅才说过他们没有药方，现在苏婉宁就开出来一本药方。莲花灵剂药方，效果：快速恢复血量，总数为200，受品质影响，电，普通状态消耗 2S， 战斗状态消耗 5S， 饮用冷却 600S， 受品质影响，可炼制等级10级。炼制要求：百草成10，墨草成5，白玄草成1。行了，现在林毅更想抱着苏婉宁亲一口了。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他不想亲唐俊仁？我也不知道，但他肯定不是想要占便宜，他只是太激动了。真的，林毅这么正人君子的人，怎么可能趁着这种时候做出占女生便宜的事情呢？括号内删掉返现5元。这药方来的简直是太及时了。若是我们击杀3星精英怪的时候有这个药剂，我们恐怕也不会那么被动了。这个药剂比商店里面卖的初级战斗药剂可是强了不止一点，而且这2种药剂的服用并不冲突，两者合用更能大大增加我们在副本之中活下来的概率。婉宁，你简直太棒了！第71章被追逐的紧迫感。林毅激动之下，居然还不小心喊出了他在心中称呼苏婉宁的昵称，他自己甚至都没注意到。苏婉宁却是俏脸微红，张了张嘴，没有言语。唐俊仁憨笑一声，同样也是朝着苏婉宁恭喜道：“苏姐太厉害了，苏姐是全队的功臣。”这俩人都给苏婉宁整得不好意思了。这件事造成的结果就是，接下来的奖励全是苏婉宁一个人开的。不过开到这里之后，后面也没有什么珍稀物品了，报了2件3人用不上的精良装备，还报了一堆材料，不仅仅有装备图纸需要的灵石，还有刚刚那篇药方需要的药材，算是比较实用，正好解了材料之急。当苏婉宁最后把一袋交易点从光球之中取出后，光球便缓缓消失在了空中。林毅3人顿时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但林毅知道他们应该满足了。这次击杀3星精英怪的收获已经极为丰厚了，1件史诗装备，2件精良装备，1本药方，3个推荐信，1个神秘的藏宝图和大量的材料和交易点。林毅将交易点收取之后，又建议大家把自己所有的钱币都兑换成交易点。系统已经自动绑定了所有玩家全民转职时代降临之前的账户，统计了所有的资产。林毅统计之后拥有1万块，这1万块之中，恐怕他之前那个手机就得值5000块，其他乱七八糟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大概有4、5千，所以总数是1万。唐俊仁因为家里条件一般，所以资产只有1000块。林毅要是没记错的话，唐俊仁是全班唯一一个没有手机的同学，这也是他总被人孤立的原因之一。至于苏婉宁，则是一个隐藏的小富婆，居然有5万的资产。林毅和苏婉宁都很细心地照顾了唐俊仁的想法，没有在资产上讨论太多，直接兑换成了交易点。钱币兑换成交易点的比例是1比1000，所以他们几人的资产
只能兑换可怜的61个交易点。不过聊胜于无吧，加上初始的交易点每人100点，和今天打怪还有副本的奖励，现在他们一共有892个交易点，这个数量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吧。若是在系统兑换商城之中，恐怕连一件一般水平的精良装备都换不到。交易点的使用不仅限于玩家之间的交易，在主城之中的所有花销都是要扣除交易点的，甚至包括这间房间，每天的金额是5交易点，如果交易点不足，那可是会被驱逐的。所以通天塔就逼着每个人都要出去练级和刷怪，逼着每个人都要习惯这种生活。林毅建立了一个小队基金，然后将所有交易点全部存在了基金之中，这样队伍内的每个成员都可以从基金之中提取交易点使用，比较方便。小额随时都能取出，大额则需要所有队员同意之后方可取出，也算是保障了交易点的安全。林毅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看了一眼系统显示的时间，发现居然已经10点多了。嚯，时间过得居然这么快，都已经这么晚了。你们2个都赶紧回去休息吧，明日我们还要去转职生活职业呢。今天大家都蛮累的。苏婉宁2人也没想到时间居然已经这么晚了，他们似乎一直都沉浸在开奖的兴奋之中。那就晚安了。苏婉宁歪了歪头，看向林毅，眉眼弯弯地说了一句之后，便消失在了原地。唐俊仁也朝着林毅挥了挥手，毅哥明天见。接着嗖的一声化作一片虚无。林毅看着原本还热闹的房间瞬间安静下来，心里顿时空了一块。当他发现的想法时，不由得轻轻嘲笑自己一句，以前不也是一直这么孤独的熬过来的吗？现在怎么反而接受不了了呢？林毅晃了晃脑袋，将繁杂的思绪排出脑袋。他走到桌边坐下，陷入思索之中。目前来说，重生之后他的进度现在他还是很满意的，而且已经成功的拿到了第一次全民灾变副本的评价第1，他的目标也算是完成了1/3。只不过接下来，犹豫片刻，林毅打开了等级榜。现在的等级榜上，自己3人的名字自然是高居榜首，但是在第4名出现了几个林毅熟悉的名字。第4名严豪7级 23%， 第5名魏慈7级 19%， 第6名邓杰7级 18%。 正是在论坛上发帖诋毁自己的严豪3人。虽然林毅不太明白他们诋毁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自己除了拒绝他们组队以外也没做什么别的吧。对于这种无端的恶意，林毅心中只有厌烦。这时候林毅猛然想起刚刚自己忘记回复魏慈的消息了，他们该不会就因为这个吧？那也太无聊了。对于魏慈在论坛上掀起的质疑，林毅没什么兴趣参与。他觉得和他们在网上进行无意义的骂战，除了浪费时间以外，没有任何的作用。在全民转职时代，他林毅也不需要什么粉丝。若是通天塔有匿名的功能，他恐怕会第一时间选择开启。他林毅不过还是想要和自己的伙伴在这个乱世好好的活下去，争取回到原先的世界去。但是林毅可以无视他们论坛上的攻击，但却并不能无视他们的能力。他们现在已经7级了，接下来还有2天的安全日，想来是足够他们升到10级的。这样他们在等级上就来到了同一个起跑线。按照魏慈所说，这个邓杰应该就是那个富二代了吧？前世的林毅倒是对于这个邓杰没什么印象，不过他既然是个富二代，那以他的财力，依靠交易点收揽一批小弟恐怕不是什么问题。装备方面，他们恐怕也不会比林毅差太多。操作方面，能够成为最强喋血战士，严豪的操作绝对不会差。更何况他们的队伍之中还有最强刺客魏慈，强强联手简直是梦幻组合。如此分析下来，第2次全民灾变副本里，严豪几人绝对是林毅的一大竞争对手。林毅深吸一口气，不管是谁，这副本评价第1，我都是势在必得。不过除了装备以外，提升队伍实力还有一个更简单快捷的方法，那就是找队友。第72章上架1万。林毅首选的目标自然是前世的几个最强职业玩家，比如唐俊仁就是前世最强的放逐骑士，再除去最强喋血战士和最强暗影刺客这2个已经成为敌人的职业，那么他的选择只剩下荣光牧师和炫灵法师。荣光牧师，林毅看着这个职业的名字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前世的最强荣光牧师，他还真的有印象，而且是极为深刻的印象。不只是他，几乎前世所有人都对这个人恨之入骨。那个人在前世绝对可以说是骂名累累，因为他就是最著名的奸商，一个2道贩子。在后期，他甚至掌控了整个服务器的交易市场，是整个服务器最有钱的人，没有之一。他不仅有精妙的财富头脑，更是操作上的好手，加上最好的装备，成为最强荣光牧师一点都不奇怪。传闻想要和他组队可是要花大价钱的，有他在，队伍里面想要死人都困难。而现在全民转职时代刚刚降临，这个华夏最大奸商绝对还没有崛起，正是自己挖掘他的好机会。
林毅的目光突然朝着背包之中的推荐信看去。如果林毅没有记错，这推荐信在前中期价格可是相当离谱的。最开始大家都不了解生活转职的重要性，以为就是去给别人白打工，转职之前就上班，这转职之后还让我上班，老子可不干！而且装备那东西杀怪就能掉落，为什么要自己锻造呢？绝对是资本的骗局。所以索性就把这个推荐信卖掉了。虽然开出来的价格不算便宜，但是等到再过几个副本，大家都会意识到一件事：玩家打造装备和炼制药剂的必要性。奸商可并不是一个谁都能当的职业，他必须拥有足够敏锐的嗅觉和足够毒辣的眼光，否则你等你看出这件物品的价值之后，其他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了，你又怎么低买高卖呢？所以林毅相信这个大奸商绝对会收购推荐信，没准他就是依靠倒卖推荐信起家的呢。自己的这本推荐信或许就是自己和这个奸商牵线搭桥的桥梁。如果你问为什么林毅不选择直接添加好友，亮明身份和目的，原因很简单，林毅压根记不住这个奸商的名字，他只记得他的外号奸商马。希望到时候自己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可以想起来吧。一边想着，林毅一边登录上了系统的交易市场界面。在这个交易市场，你可以选择在主城内摆摊，也可以选择网上挂售，类似于某宝的形式，甚至还可以选择在拍卖场进行拍卖。林毅选择的是曝光率最高的网上挂售。至于标价，林毅思索片刻，出于谨慎地标上了1万交易点的价格。至少在目前来看，他觉得肯定没人能够拿出这1万。现在才是转职时代的第2天，怎么可能会有人攒够1万交易点呢？什么？你说用钱币去换？那更是天方夜谭了吧？要知道，这1万交易点转换成钱币可是1000万，谁能拿出来1000万买一个这破玩意呢？林毅之所以定价这么高，目的就是装作出他这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模样，更能够吸引那个奸商马来联系他。最后将卖家信息设置为匿名之后，林毅便关掉了交易市场的界面。他不知道的是，他刚刚上架的这个推荐信立马就被人盯上了。120号主城，45号房间内。哎，四哥，你快来！你看这个！正坐靠在地上的邓杰突然激动起身，一旁正在研究系统介绍的魏慈眉毛微挑，朝着邓杰的方向看去。此时的严豪则是躺在床上，一边看着论坛上两方粉丝的骂战，一边傻乐。此哥，居然有人在出售推荐信，只不过这个价格嘛，虽然有些贵，但是并不是不能接受啊。魏慈刚才分析过，这个生活转职技能既然有熟练度的提升要求，那么越早转职优势越大。他虽然不像林毅那么清楚的坚信生活转职的重要性，但是他觉得通天塔绝对不会创造出一个无用的职业，而且还有一个单独的装备榜。若是玩家打造的装备全是垃圾，那么为什么要单独为玩家打造的装备安排一个装备榜呢？这个逻辑应该没错吧？所以魏慈才要求邓杰去交易市场蹲一蹲。没想到这么快就蹲到了，可是这个价格，魏慈皱起了眉头，太贵了。思索片刻，魏慈朝着邓杰开口问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卖这个推荐信？邓杰没有犹豫，就这一家，而且是刚刚才上架。我刚刚已经看了很久了，大部分都是卖一堆破烂装备，根本没有好东西。魏慈理解地点点头，毕竟现在才是第一次副本结束的第1天，大部分人没打到好东西，或者很可能把好东西都自己留着了。交易市场没什么好东西，很正常。至于这个把推荐信挂出来的人，恐怕大概率是不懂这个生活职业的价值，所以才舍得放弃推荐信。思索之间，魏慈开口道：小杰，你先联系这个人吧，尝试把价格降下来，这样我的心理底线价格是5000，你先还价2000，算了，我亲自来吧。原本魏慈还想要吩咐邓杰去办这件事，但是考虑到邓杰的砍价技术巨差无比，魏慈还是决定自己亲自出马。很快他就在交易市场找到了这个鹤立鸡群的商品，别人的都是几十，最高几百交易点，可这个人呢，1万，他不鹤立谁鹤立啊？魏慈没有理会对方的匿名身份，直接编辑信息发了过去。买家魏慈，你好，你这个价格在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卖得出去。买家魏慈，这个推荐信我最高能够出到1000交易点，你要是能出，我立马拍下。发完之后，魏慈便静静等待着这位卖家的回复。若是对方真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那么自己这一波恐怕就能捡个大漏。第73章100%技能精准释放。林毅并没能第一时间看到魏慈发的消息。关掉交易市场之后的林毅直接打开了精彩操作集锦系统，准备看看这段时间点赞量有没有提升。可当他打开系统界面的时候，才赫然发现自己居然又有一个新的操作入选，评级是 A+。入选的视频内容很简单，是林毅手持弓箭搭建拉弦2根箭矢，然后精准射出的画面。在画面之中并没有显露兵马俑的模样，
不知道为什么采用了黑色马赛克处理，或许是精英怪面子薄，强迫系统给他们打码。林毅自然不会在意这些不重要的小事，他还是更加在意视频里面的自己帅不帅。简单确认一遍之后，林毅点了点头，表示十分满意，自己拉弓射箭的模样还是那么的帅。接着林毅打开了评论区，林毅垃圾，又来骗我们的点赞去致富了，做梦！我在这里宣布，谁给林毅点赞谁是狗，捉到楼上一只好狗，一家军给我冲！这系统瞎了，就这么简简单单射个箭都能评上精彩操作集锦，可笑！楼上不懂的别瞎说，我也是黑暗猎人，我刚刚试过了，这根本就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好狗不是说一神都是演的吗？你演一个给我看看。想不到就连这里的评论区也沦陷了，随便看了几条，林毅便退出视频的界面，打开了兑换商店，耳边便响起了系统的播报声，是否将 11.5W 点赞兑换成11点大神点？确认成功，恭喜兑换成功，剩余未兑换点赞数为 0.5W。 或许是受到了舆论的影响，现在给林毅点赞的人数确实比之前减少了许多，最新的视频才不过 7W 个点赞左右，加上先前视频的新增点赞，才勉强达到了新增 11.5W 点赞数。林毅等级提升起来之后，兑换商店内的装备也进行了一批等级的换新，大量10级装备涌现。不过这些装备的价格同样是很高昂的，并不是现在的林毅能够买得起的。林毅看了一眼自己现在的装备栏，转职时代里每个人的身上有6个装备槽，分别是武器、防具、鞋子、护符、披风、戒指。现在林毅的武器乃是史诗级别的破灭永夜之弓，这把武器30级前林毅恐怕都不会考虑更换，除非有更加强力的技能出现。防具方面是新获得的白板轻甲，林毅应该会考虑想办法在进入第2次副本之前把这件装备换掉。鞋子乃是史诗级别的风铃靴，没有更换的计划。戒指是在副本之中爆出来的史诗戒指辉耀之剑。披风是锻造之神的幸运披风，这件披风比较特殊，它算是更倾向生活职业的，所以如果获得了其他披风，林毅完全可以只在锻造装备的时候穿上幸运披风，其他时间穿上更具有战斗方面提升的披风，所以披风也可以考虑搞一件。至于护符，现在的林毅暂时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第2次副本之前，他需要给自己淘到3件装备。林毅考虑自己的时候，自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队友。唐军人的3个饰品位置全是空荡荡的，还有鞋子也是一双白板鞋子，需要替换。这样看来，林毅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这点大神点压根不够用啊。林毅接着翻看了一番兑换商店，并没有什么让他心动的装备能够兑换。换句话说，让他心动的装备他现在也根本换不起。这11点大神点就先留着吧，等这2天打完装备之后，看看大家的身上缺什么，再进行一个查缺补漏吧。林毅嘀咕一声，关掉了兑换商店，接着选择打开了最秀操作外挂的界面。恭喜宿主获得470点金碳值，开幕雷击。这次新增的金碳值当真是让他大跌眼镜，居然这么少。林毅似乎已经习惯了每次点开外挂都能有1-2千的金碳值增加，这次只增加了470点，倒是让林毅有些不习惯。林毅连忙轻车熟路地点开了金碳值的获取明细，这次大部分的金碳值来自那些一直存在的观众，小部分金碳值则是来源于林毅击杀3星精英怪之后的全服公告，这和林毅之前总结的规律相违背了。按照常理来说，登上全服公告应该能够震惊更多人，获得更多的金碳值啊。可是为什么这次？林毅突然猛地反应过来，或许是由于论坛上帖子的影响，导致这次的系统公告有很多黑粉都是鄙夷和质疑的态度，导致没能产生更多的金碳值。这样看来，我还真不能让我的名声就这样跌落下去啊！不仅影响了我的点赞，甚至影响了我的金碳值，这2个东西可全是我继续变强的关键啊！林毅摩擦着下巴，准备思索一番如何将名声挽救回来一些。但在这事情，林毅准备把金碳值进行兑换。上次兑换之后还剩下230左右的金碳值，加上这次的正好能有700左右。林毅翻看着外挂的兑换界面，思索着如何把这700点金碳值花费出去。扫视的过程中，林毅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外挂技巧，100%技能精准释放。解锁此技巧将不浪费任何一个主动技能，掌握各种技能最佳的释放时机，将技能使用效果最大化。兑换价格500金碳值。目前来说，林毅掌握的主动技能只有3个，分别是5级技能、10级技能和辉耀之戒的主动技能。之所以林毅对这个外挂技巧比较动心，原因其实是这一次和兵马俑的作战，林毅自觉自己技能的释放没能做到极限。比如辉耀之戒的主动技能清灵之盾，若是他能够好好利用清灵之盾的加速技能，或许当时的战局就会发生改变了。想到这里，林毅不再纠结，果断地兑换下这个技巧。
虽然价格有些小贵，但是林毅觉得这个技巧在后续技能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绝对会发挥极大的功效。第74章，你不想试一试吗？还剩下200的金碳值，林毅感觉恐怕是很难换到什么优质的技巧了。毕竟现在这些技巧动辄都要500金碳值以上。可就在林毅即将关掉兑换界面的时候，却突然扫到了一个外挂技巧：最强名师授课技巧第1层。兑换此技巧后，在玩家传授给他人技巧和指点他人操作时，增加他人 60% 领悟能力。兑换价格200金碳值。当看到这个技巧的时候，林毅的脑子轰的一下，瞬间亮起了一个大灯泡。他想到了一种绝妙的操作。林毅连忙激动地关掉基本技巧门类，打开了成名技类别的界面。一时间，以大量林毅不认识人的名字命名的技巧映入林毅的眼帘。这些技巧的价格更是参差不齐，有的很便宜，只需要100金碳值，有的却是贵的离谱，需要上万的金碳值。而且这些技巧囊括了6种职业。一开始林毅解锁这个外挂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疑惑：他一个黑暗猎人，为什么要花费金碳值却解锁其他职业的技巧呢？比如这个安德鲁福的劈砍技巧，明显是专属于喋血战士的技巧，自己难道还能学过来之后用长弓去砍人吗？显然不能。而且用长弓砸人是没有办法造成伤害判定的。现在林毅终于明白了，他可以兑换下来，然后通过最强名师授课技巧去讲解给自己的队友，教诲他们，这样自己就能把只有他一个人强大的局面变成所有人全都强大。林毅越想越激动，如果他将系统之中所有的成名技全都兑换，并且交给自己的队友，那么自己将拥有一支何等恐怖的队伍。林毅毫不犹豫，直接把最强名师授课技巧兑换了下来。虽然只是第1层，不过至少这次没有搞坑蒙拐骗那一套。至今林毅还记得当初货不对版的那一次经历。至此金碳值算是全部兑换完毕了。虽然有了最强名师授课技巧，但是林毅仍然不想随便寻找几个玩家当做队友。林毅虽然能够教导技巧，但是他教导不了天赋和性格。挑选队友这件事，林毅还是需要谨慎，再谨慎一点。刚想提前研究研究的，到时候兑换什么成名技的时候，一条好友对话申请突然打断了林毅。林毅诧异点开，发现居然是那个黑丝女白领纪一波。纪一波，异神在吗？纪一波，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我可以传送去找你吗？这没头没尾的讯息让林毅一愣，犹豫片刻，只回复了一条：林毅，什么事情？此时的纪一波正坐在自己屋中的床上，在他面前是系统的聊天界面。有趣的是，他一共打开了2个对话框，一个是林毅的，另一个则是严豪的。就在10几分钟之前，魏慈吩咐严豪先后联系上了王磊和纪一波。王磊对于魏慈他们的态度很恶劣，直接骂了2句就删除了好友。可纪一波看着严豪发来的讯息，却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终于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林毅的聊天框，编辑了刚刚那2条短讯过去。看着林毅回复的消息，纪一波暗骂一句死直男，老娘的暗示都这么明显了，你居然看不明白，我真是服了。纪一波平复一下心情之后，然后再次发过去一条讯息。纪一波打字说不清楚，我们当面说如何？说罢直接发出了朝着林毅房间传送的申请。林毅看着面前弹出来的申请，更加不解了，到底什么事情非得当面说呢？而且在全民转职时代，没人有义务替别人做出任何指导行为。林毅学着唐俊仁挠了挠头，最终还是选择了同意。这次等他过来，自己就和他说清楚吧，以后大家其实就是陌生人了，他自己好好努力去吧。下一刻，一个身影出现在林毅的面前。林毅刚想开口，却猛然瞪大了眼睛，你这是要干什么？此时的纪一波没有穿着副本时的那件工装，而是披着一件浴袍。他浑身的头发湿漉漉的，显然是刚刚沐浴过。浴袍下则是露出半截白皙的小腿，玉足赤裸的踩在地上，脚趾甲上还细节的涂上了红色的指甲油。而他的面容上满是魅惑的笑意。我干什么？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一边说着，纪一波一边就要拉下他身前的浴袍，将那浴袍掩盖着的性感暴露在外。林毅此时整个人都慌了，连忙一步上前，按住纪一波的手腕，呵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似乎还不是很熟吧？纪一波顿时摆出一副娇滴滴的模样，眼泪甚至都瞬间蓄满了他的眼眶。他抬起自己楚楚可怜的脸庞，啜泣道：现在这个时代简直是太危险了，我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的，就像是一根漂浮的野草，怎么可能在这种狂风暴雨的时代之中生存下去呢？可我真的不想死。说着，纪一波更是呜呜呜的哭泣起来。林毅顿时脑袋都大了，他现在甚至感觉面前这个纪一波比刚刚的3星精英怪兵马俑还要难缠，他到底该怎么办？就在林毅愣神的时候，纪一波却突然冲上来，直接抱住了林毅，一双红唇疯了一般的就要凑上来。
而他的手也不停在林毅的背后画着圆圈。他用指甲轻轻划过林毅的肌肤，造成一种奇妙的触感。林毅反应过来，连忙伸出一只手，阻挡在他和纪一波之间，防止纪一波亲上自己。此时，纪一波的目光柔和如同一汪春水一般盯着面前的林毅，诺诺地说道：“你要了我好不好？以后我就做你的情人。没人会知道这件事的，你只需要庇护我在这个世界安全就可以了，好不好？你也对我有意思的，对不对？你当时那么贴心的给我分配了装备，你在暗示我，对不对？我这么好看，难道你不想试一试吗？”纪一波伸出舌头在林毅的手掌上舔舐起来。为了诱惑林毅，此时的纪一波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林毅感受到了手掌上的湿润，顿时浑身一颤，也顾不上什么绅士风度了，直接一把推开了纪一波。第75章铁匠铺。你冷静一下。被林毅推开的纪一波直接摔在了地上，由于惯性，他整个人直接仰了过去，暴露了一大片的春光。林毅连忙避开了自己的视线，开口道：“我不会同意你的要求，也不会和你做这场交易。全民转职时代，你想要活下去，除了和你相依为命的队友以外，你能够依靠的只有你自己。你不要以为你的美色是无敌的手段，别人能够因为你的美色而保护你，就能因为厌倦而抛弃你。只有你自己的实力才是最可靠的。另外，我分配给你装备是因为我们是临时的队友，爆出了你能够使用的装备，按照常理来说，的确应该分配给你。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所以现在我希望你能够离开。”林毅说到最后，语气已经冷了下来。纪一波在短暂的懵逼片刻之后，看向林毅的目光之中充满了不可置信。怎么可能有男人能够抵御住这种诱惑？明明每次我都是无往不利的，为什么这次会这样？你喜欢的是那个苏婉宁，对不对？她不过就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黄毛丫头，她有什么好的？此时被拒绝的纪一波已经有些恼羞成怒，他不顾散落的浴袍，一直用双眼瞪着面前的林毅，语气之中充满着不解和愤恨。林毅仍然别着头，语气冰冷地说道：“若不是这里是主城，我不想冒风险动手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一句侮辱他的话。还有，就算我没有喜欢的人，我也不会接受你。你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我真的感觉到厌恶。”既然彻底撕破了脸，林毅说话便也不用顾及别人的心情了。他说的也全是实话。纪一波感觉自己的脸上就像是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一般。他一向对于自己的美貌极为自信，作为一名销售，他更是把这项优势发挥到了他认为的极致。也正是这一优势，给他带来了高额的承担率。至于别人在背后怎么说他，他并不在乎。只要自己能够更好的活下去，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呢？可是这一次，他居然在林毅这里碰了壁。他现在心里甚至在怀疑，这个林毅是不是取向不正常。纪一波狼狈地抓起自己的浴袍，从地上爬起来，看着林毅的目光没有了半点妩媚，他的声音变得尖锐，整个人都显得歇斯底里。林毅，你绝对会后悔的，你给我等着。说罢，纪一波的身形便消失在了房间之内，只留下淡淡的沐浴液香气，证明着纪一波刚刚的却出现在这里过。纪一波走后，林毅好久才缓过来状态。这叫什么事啊？林毅反应过来，连忙把纪一波的好友删掉，生怕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林毅前世经历过不少惊险刺激的生死局面，但是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投怀送抱的事情。刚刚纪一波那白花花的身体不断在林毅眼前萦绕，让他不断热血翻涌。毕竟林毅也是个热血沸腾的年轻小伙子。看了一眼时间，林毅才发现此时已经快11点半。现在的林毅可是没有半点的睡意。既然如此，不如我趁着晚上人少，直接铁匠铺转职吧，这样我还能多获得1天的熟练度，倒也是聊胜于无。如此想着，林毅直接选择了传送。他并没有选择叫苏婉宁和唐俊仁一起，现在已经这么晚了，或许他们两人都已经休息了。转职生活职业这种事又不是平时一起练级，如果他们二人不来，就无法获得经验值。下一刻，他的身影出现在了铁匠铺。此时夜半，铁匠铺外的确如同林毅所料的空无一人。林毅没有停留，轻车熟路地朝着铁匠铺的 NPC 走去。前世他也没少来过这个铁匠铺打造装备，不过前世的他独狼一个，根本没什么人帮助，更别提什么熟练度的积累了。单靠他自己打图纸加上打材料，进度可以说是极其缓慢了。所以他的装备大多都是他自己打造出来的白板垃圾。走进铁匠铺之后，铁匠铺的 NPC 王大锤敬业地站在锻造台旁，满脸微笑地看着走进门的林毅。欢迎来到铁匠铺，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林毅直接从背包之中掏出推荐信，展示在了王大锤的面前。王大锤顿时做作地展现出一副惊诧的模样。我的天啊，居然是传说中的推荐信！那么我的这位朋友，你是想要转职成为一名荣誉的锻造师吗？林毅点点头。
王大锤目光之中闪过一丝赞许，但还是犹豫的开口道：“不过呢，想要成为锻造师，你还需要进行一段小小的考验。毕竟荣耀的锻造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担任的。考验的内容很简单，我先给你示范一遍打造装备的过程，你需要记住操作的顺序，完美的复刻下来我所有的操作。稍后我将对你的表现进行评价哦。”说着，王大锤居然还抛出来一个媚眼。这些都是通天塔安排的剧情，这个 NPC 王大锤在这里会不断和不同的玩家触发相同的剧情，但如果是初次体验的话，或许还真能获得不错的代入感。可惜林毅已经经历过一次了，此时对于王大锤这种油腻的动作显然有些厌倦。终于挨到王大锤介绍完毕，林毅不敢耽搁半点时间，生怕他重新介绍一遍，连忙点头道：“我明白，那么我们开始吧。”王大锤点点头，一副孺子可教也的模样，然后走到锻造台前，开始了他的表演。在转职时代里面，锻造是需要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的，完成步骤的速度决定着锻造完成的速度，任何一个步骤出现错误都会导致锻造的失败。锻造速度越快，对于熟练度的积累也就越迅速。不过通天塔已经明确提到过，锻造速度和锻造品质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第76章顶级锻造技巧。当王大锤站在锻造台之前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变了，不再像刚刚那般一副夸张搞笑的模样，现在的他充满着严肃认真。接下来是锻造的第一步，王大锤缓缓开口，俯身奋力拉起了风箱。拉风箱的目的便是完成第一步，点火。等待火焰熊熊燃起的时候，就可以往里面扔铁块等材料了。这里的材料是每把武器都不尽相同的。王大锤用来展示的只有最普通的铁石。将铁石扔进去之后，火焰瞬间将几块铁石包裹，噼里啪啦的声音在铁匠铺内回荡着。这时候，王大锤拿起一旁的锻造锤。接下来是第二步。锻造锤看起来不大，但是很有分量。王大锤握住锻造锤的时候，明显身体一沉。接着，王大锤借助着身体的惯性和力量的爆发，直接将铁锤抡起，狠狠地砸在了被烧红的铁块上。这第二步的名字叫做锻打。锻打是锻造武器的过程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了。锻打的效率决定了锻造的效率。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挥石锤可能只有2-3锤能够落在正确的地方，所以这一步是需要苦练的。王大锤身为 NPC， 自然是不会犯错，每一锤都精准地打在了铁料上。一边打，他一边讲解，很快便锻打完毕。接下来就是进行淬火和回火了。这2步没有什么难度，只需要按要求操作即可。当回火完成，这把武器也就算是炼制完成了。王大锤语气轻松，手下动作特意放慢了一些，方便林毅看清。转职时代降临前，想要锻造一把武器可没这么容易。但是在铁匠铺内的锻造台上，所有步骤都被加速了，所以王大锤仅仅消耗了5分钟就完成了整体锻造。锻打的过程中，铁料会被自动锻打成图纸中武器的模样，不需要玩家控制。不管是轻甲还是靴子，甚至是长弓，都可以通过锻打成型了，算是方便了各个职业的玩家。接下来需要进行的操作只剩下鉴定这一步。当武器炼制好的时候，评级和属性都是不显示的，必须在铁匠铺购买鉴定药水才能激活装备的属性。初级鉴定药水在铁匠铺的售价是5焦1点。王大锤随手拿起身旁的一瓶鉴定药水，洒在了面前的长刀上。长刀瞬间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全是橙色光辉，这可是传说级别装备的专属光辉啊！很多第一次观看王大锤锻造的人都忍不住想要出手抢夺这把武器，但林毅清楚，想从 NPC 手里抢东西，做梦！这王大锤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可是林毅前世可是看见过他出手的，一脚就把一个刚刚10级的玩家踹飞了出去。被踹飞出去的玩家瞬间就只剩下1滴血，吓得那玩家屁滚尿流的赶紧跑了。不跑不行啊，不跑小命不保！王大锤看着手中长刀的橙色光辉，似乎有些失落，随手扔到一旁，开口道：“好了，我已经演示完毕了，现在到你了。”林毅点点头，直接走上锻造台。其他新人可能还会有些紧张和拘谨，但林毅前世锻造经历丰富，完成锻造还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他同样要认真对待，因为这第一次的锻造，王大锤会根据玩家的表现给予初始熟练度，初始熟练度越高，起点越高。就在林毅深吸一口气，准备俯身拉动风箱的时候，脑海里却突然叮咚一声，叮！最秀操作外挂解锁新技巧，推荐宿主兑换顶级锻造技巧，兑换价格100金碳值，是否兑换？林毅一愣，顶级锻造技巧，这倒是现在极为实用的技巧，可惜他获得的700金碳值刚刚才被他用光，现在的他也拿不出100金碳值啊！而且他已经站在了锻造台上，现在离开可是会被王大锤判定为放弃的。直接熟练度从0开始，那可真就是得不偿失了。叹了口气，
林毅随手打开了外挂界面，想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技巧解锁。恭喜宿主获得109点金碳值。突如其来的播报声再次让林毅一愣，怎么回事？怎么自己突然又获得金碳值了？林毅连忙打开金碳值获取明细。华夏幸存者小队队长龙阳秋10点。金碳原因：宿主拒绝了美女的投怀送抱。其他人也都是同样的理由，但震惊程度不同，金碳值获取的数额也不同。林毅懵了，卧槽，这他们也行？而且这有什么好惊叹的？甚至就光龙阳秋的金碳值就给了足足10点。这家伙是有多惊讶自己拒绝美女投怀送抱这件事？恐怕是他自己做不到，看到自己真的拒绝了才会这么惊讶吧。林毅很无语，但是能够有着突如其来的金碳值，林毅还是很高兴的，连忙将顶级锻造技巧兑换了下来。下一刻，林毅感觉自己站在锻造台前的感觉都不同了。一旁的王大锤看着林毅站在锻造台上发呆，好心提醒道：“如果还没学会，我可以再教一次。”林毅摇摇头，朝着王大锤轻笑一下，俯身拉起了风箱，火焰如同巨龙出巢一般轰然在锻造台之中燃起。然后林毅将系统给予的铁石全都扔进锻造台之中，开始了锻打。当他握住锻造锤的时候，整个人的气质陡然一变。接着林毅将锻造锤荡了起来，锻造锤在空中仿佛划过了一轮轮的圆月，速度极快，但却极为精准，每一锤都精准地打在了铁石上。被火焰烧得通红的铁石形状迅速改变着。王大锤刚刚用了15锤才让武器的模样彻底成型，可现在的林毅只用了12锤，这就是外挂的恐怖吗？林毅在心中微微咂舌，他挥锤不管是力量还是速度都已经超过了刚刚的王大锤。锻打完毕，林毅又进行了淬火和回火的操作，一把和刚刚一模一样的大刀出现在了林毅的手中。至此，林毅只消耗的2分半钟，足足比刚刚的王大锤快了3分钟。林毅从旁边拿过铁匠铺给予的免费鉴定药水，洒在了大刀上，光芒闪现，是白光，说明这是一件白板装备。但是林毅并不在意，这只是锻造师的入门考核，就算他打造出来了绝世武器，那也不是他的，肯定会被系统回收的。完成锻造的林毅立刻将自己灼灼的目光看向了王大锤，因为武器的品级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大锤的评价。第77章神将之姿。目睹林毅锻造全过程的王大锤满脸震惊，他嘴唇不可置信地颤抖起来。虽然王大锤是 NPC， 但是全民转职时代的 NPC 可不像是普通网游里面的 NPC 那般死板，他们更像是带有智慧的 AR。 这种简单的震惊情绪他们还是有的。我的天啊，你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锻造天才，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恭喜你被我评级为神将之姿，初始熟练度为500，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一名锻造学徒了。恭喜玩家黑暗猎人林毅成为全服第一个转职成功的锻造学徒。林毅没想到在王大锤开口的同时，系统居然也发出了公告。此时已经晚上11点50多了，本来全服的其他玩家在论坛上都骂累了，准备休息了。可是当他们刚躺下，这突如其来的一声系统公告让他们再次兴奋了起来。卧槽，异神这是又开始搞事情了，大晚上还不休息，居然成功转职成锻造学徒了。一时间论坛上林毅的粉丝再次迎来了春天。我们异神果然是一门心思的搞事业，他根本就不在意你们这帮黑粉。大半夜了，异神居然还在努力，我真的哭死。果然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见过夜晚11点的铁匠铺吗？话说你们的豪猪呢？恐怕早就呼呼大睡了吧。哈哈哈，没别人起点高，还没别人努力，就这样的也敢和异神叫板，不就是先人一步到达了10级吗？我也有推荐信，只不过我还没到10级而已，这也能吹？两方粉丝再次火药味十足的吵了起来。林毅不知道，也暂时不在意，但是魏慈在意。此时房间里魏慈的后槽牙都要被咬碎了，怎么又被这个家伙抢先了？魏慈感觉自己要被气疯了。他当然知道越早成为锻造师就能越早提升熟练度了，他可不想被林毅落下，还从来没人敢如此无视严豪和他们几人。这林毅是第一个。魏慈打开交易市场界面，发现那个卖家仍然没有回复他，这让魏慈更是心头燃起熊熊怒火。他不希望事事都被这林毅走在前面。魏慈从椅子上起身，走到床边，拍醒床上正在呼呼大睡的邓杰，又在聊天界面联系上了已经回到了自己房间之中的严豪。魏慈，赶紧醒醒！严豪，怎么了？发生了什么？魏慈，我们去练级，这次我们去6到10级的地图，赶紧升到10级。严豪，你疯了？为什么这么着急？明天又不下副本。魏慈不愿多说，还是和之前一样，之前扔截图。他扔的分别是系统公告和论坛上林毅粉丝的嘲讽。魏慈，
林毅他已经成功转至锻造师了，他耐够比我们多获得1天的熟练度，积少成多。你难道就想要任其走在我们前面？严豪，干！我当然不想，我穿个衣服，这就来。看到严豪的消息，魏慈没再回复，但是他紧皱的眉头还是没有舒展开来。他扭头看向一旁的邓杰，吩咐道：小杰，你也继续联络那个卖家，如果升到10级前我们没能打到推荐信的话，你就直接买下这个1万交一点的推荐信吧。1万换1天的熟练度，勉强算是值了吧。除此之外，去收购装备图纸和材料，这次我一定要把林毅踩在脚下。林毅不知道这些发生的事情，他此时还站在锻造台前。如果林毅知道魏慈的想法，恐怕只会替他悲哀。500的初始熟练度，这个数值意味着只要林毅每天将熟练度刷到极致，那么魏慈几乎是永远也无法超越他的熟练度。哪怕魏慈赶在8点精力重置之前将精力全部刷完，也是无济于事。没理会全服公告，林毅从王大锤的手上接过他递过来的锻造学徒徽章，别在自己的胸前，这便代表着他已经正式成为了一名锻造师。林毅瞥了一眼时间，11点53分。林毅又打开了自己的系统界面，在自己的数据旁边出现了一个新的界面，生活职业。在这个界面里显示着林毅的生活职业数据：等级锻造学徒500-1000，精力100。所谓的锻造学徒是锻造师的第一个等级，在网上有正式锻造师和锻造大师等等。每次的锻造都将花费10点精力值，这表示锻造并非是无穷无尽的。以林毅现在的等级，每天最多只能锻造10把武器，而精力值会在每天的早上8点进行重置。虽然打造装备消耗的精力值相同，但是打造不同等级的装备能够获得的熟练度奖励并不同，这和装备的等级相关。打造10级装备就能获得10点熟练度奖励，打造15级装备就是15点，以此类推。除此之外，打造装备的品级不同也能给予不同的熟练度奖励。若是打造出史诗装备，熟练度奖励乘2，传说装备则是乘3，绝世装备则是乘5。举个例子，如果打造出10级的绝世装备，那就是获得50点熟练度。玩家转职是有限制的，每天只能转职1次，所以转职成药剂师只能等着明天8点重置之后了。今晚林毅决定专攻锻造师。现在林毅手上的图纸有6张，有4张是林毅等人可以用的，剩下2张是别的职业的武器。今天打到的材料也都在林毅3人的小队仓库之中。林毅清点了一下，想要把6张图纸全都打完的话，还差一点材料。问题不大，我去刷几个小怪应该就足够了。第78章再遇精英怪。林毅打开地图，开始选择了对应的练级地点。林毅倒是没有因为缺少唐俊仁和苏婉宁而感到畏惧，毕竟自己练级这种事他前世天天干，不用担心唐俊仁和苏婉宁2人安危，林毅反而可以更加放开手脚。这次他没有继续前往学校艺术馆，缺少的这几块材料在学校艺术馆是没有的，所以这次林毅选择的是学校后院。这地图里的怪物同样是6到10级的。选定之后，林毅直接选择了传送。下一刻，他便来到了一片荒凉的广袤土地。这个所谓的学校后院其实就是一片荒废的土操场，原本这里是计划建造一个新的教学楼的，可是因为资金问题暂时搁置了，久而久之就成了荒废的后院。现在这里杂草遍布，一眼望去，除了稀疏的枯木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的东西。而后院的小怪便是灾变的枯木树枝。其实正常的学校后院压根没有这么大，这是通天塔放大之后的地图，目的就是能够容纳下更多的玩家练级。饶是如此，一张地图也不可能同时容纳全服所有的玩家，所以同样的地图其实是存在非常多的。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关于练级地图的设定。当没有玩家进入的时候，每个练级地点只有一张地图，编号001，每张地图能够容纳的人数并不相同。拿学校后院这个练级地点举例子，便是100人，前100个传送到这里的玩家都会进入001号地图。当第101个玩家出现的时候，那么通天塔就会立即复制一张002号地图，将这名多出来的玩家传送到002号地图之中。这002号地图和001号地图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系统会根据涌入地图玩家的数量开启不同数量的复制品，所以哪怕是都在同一个练级地点内，也不一定会分配在同一张地图内。林毅所在的地图编号乃是001号，看来大半夜的根本没几个人来练级，所以林毅直接被分配到了001号地图。在林毅踏入小怪的攻击范围时，那些原本缠绕在树干上的枯木悄然落下，随着不断的扭曲膨胀，变成一个个枯木树精拦在了林毅的面前。灾变的枯木，等级6-10，生命值265，攻击力38，技能缠绕，枯木自断身体，扣除自身血量50%，射出一段枯木将敌人缠绕3S，
无法移动，但可以使用技能。这个灾变的枯木技能很有趣，颇有一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气势。但若是真被击中，那可是后果相当严重的。血量少一点的，扛不住小怪一波进攻的，很有可能当场死掉。林毅并没有这种顾虑，这枯木的缠绕技能风行速度很慢，以他现在的身法，想要闪避掉枯木的攻击，简直是轻而易举的。林毅一次直接引来3只灾变枯木，2只弓箭一拉，几秒钟就能杀掉1只怪物。很快，林毅就杀掉了10几只小怪，一整个区域都空荡了起来。但是他需要的土灵石还差2块，真是倒霉，杀了这么多只，才掉了3块土灵石。这幸运属性真的靠谱吗？林毅不禁皱了皱眉，吐槽道。虽然这些被杀完的怪物还会继续刷新，但是需要等个10分钟左右。林毅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只能朝着下一个区域走去。一张地图太大，所以分为了许多的区域，每个区域之间有传送门。只见林毅的身影陡然消失在了原地，进入了下一片区域。林毅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不久之后，有3个身影传送到了他刚刚所在的区域，正是严豪3人。看着被林毅击杀一地的尸体，严豪大骂晦气：这他们这个时间点了，居然还有人敢跟老子抢怪，真是晦气！今天晚上有一个林毅已经很让人心烦了，连刷个级都不让我痛快。一旁的邓杰连忙道：要不我叫点小弟过来，然后帮咱们一起杀，这样杀得快一点。严豪当然不会拒绝这种提议。就在3人准备前往等下一个区域的时候，林毅击杀这些怪物的10分钟刷新时限到了，原地重新刷出了新的怪物。他们3人便没有离开，留在这个区域开始了奋战。有严豪和魏慈在，他们杀怪的速率同样不慢。现在他们的等级已经全都冲过了8级大关，距离10级已经越拉越近。林毅这边，林毅的身影兀自出现在了下一个区域之内。这一区域和上一个区域没有什么区别，还是那么的荒凉。但林毅刚要上前一步的时候，诧异发现这里居然散落着一地的枯木尸体，还没消失。很明显，这是有人刚刚才在这里练过级。地图是公用的，有人在这里练级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林毅并没有在意，便准备再朝着下一个区域走去。总会有一个区域有怪物可以杀的。可就在此时，林毅却听到身旁不远处传来了怪异的声音，似乎是某种怪物的嘶吼声。林毅突然眼前一亮，这似乎是精英怪的嘶吼声啊！难道自己的幸运都体现在这里了？今天居然接连遇见2个精英怪。可惜，既然这精英怪已经发出了嘶吼声，说明肯定是有人和他打了起来，自己恐怕是和这个精英怪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林毅犹豫片刻，还是迅速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而去。既然都遇到了，那就总要碰碰运气的。万一这些人解决不掉这精英怪呢？那么自己便可以出手相助，正大光明的获得分奖励的资格。当然，若是对方可以解决，那林毅就没有出手的必要了。抢怪这种事情，林毅还是不屑去做的。林毅穿过一层层枯木的阻碍，终于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带，而入目的这一幕却让林毅一愣。林毅以为和精英怪厮杀的至少会是一个3、4人的小队，甚至可能是10几人的小队，可是他没想到和精英怪厮杀的只有1个人。第79章，杨开朗，那是一名男性喋血战士，微弱的月光照耀在他的脸上，也只能够看出他似乎年纪不大。在那少年的对面是一只异星精英怪，灾变的巨树强森。这精英怪是半截树木灾变形成，庞大的树桩恐怕2、3个人都没法合抱得住。在树皮表面似乎附着着怪异的浓绿色粘液，也不知道这粘液的来历到底是什么。硕大的枝干形成了巨树强森的左右手，此时的他就是在疯狂地挥舞着左右两边的树干，对面前的少年发动着猛烈的攻击。虽然异星精英怪的实力相较于当时林毅他们遇到的那只3星精英怪要弱小不少，但这终究也是精英怪，实力可不是那些小怪可以比的。更别说这少年只有1人，少年的等级更是只有7级。林毅看到这少年头顶的血条只有1/3左右了，而对面那只异星精英怪的血量还有2/3以上。照这么下去，这少年恐怕是必死无疑。现在的他完全就是一个挨打的状态，哪怕他拼命的想跑，却也无法跑出这个区域，因为他处于战斗状态，他不能进行传送。这只异星精英怪的技能也是非常特别的，技能粘液，所有攻击此精英怪的玩家皆获得 15% 减速效果，持续至精英怪或者玩家死亡。 15% 看似不多，可是这少年可只有7级啊，移动速度本就不快，这技能粘液更是让少年雪上加霜。分析完少年的局势，林毅果断开口，这样下去你会死的，拉我组队，我帮你杀，收益平分。林毅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那少年一跳，差点没一个踉跄摔倒在地。然后少年惊恐的目光朝着林毅看来，不知为何，林毅感觉他看到自己比面对这只怪物还害怕。不至于吧，自己表现的应该很友好啊。
并没有直接出手啊。他莫非误会了？对于林毅的问话，少年似乎张了张嘴，但是声音太小，林毅压根就听不到。你说什么？林毅有点懵，林毅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什么意思，是拒绝了自己的建议吗？莫非是这少年不会如何当面加好友？林毅感觉这个猜测有可能，于是林毅的目光锁定那名少年，然后心中默念组队申请。系统默认发送组队申请的同时，会发送一个加好友的申请，这也是方便组队的玩家可以在小队语音之中交流。如果是非好友组队的话，是不可以使用小队语音的。申请成功发送的同时，林毅看到那名少年一边躲避着身后精英怪的攻击，一边再次略带躲闪的看了林毅一眼。该说不说，林毅觉得这个少年刚刚的步伐还是蛮不错的，而且他在面对这只精英怪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畏惧，目光更是凶狠无比。自己的血量都已经这么低了，他甚至还敢跟这个精英怪进行换血。所谓的换血也是网游之中的术语，其实就是在和敌人互相对拼中，以自己的血量为代价去压制敌人的血量。只要有攻击的机会，不管代价是什么，这少年都会勇猛的劈砍上去，可以说是气势磅礴。可惜他的攻击力和精英怪的攻击力相差太大了，如此换血下去，肯定是以死亡为结局的。好在林毅提出申请后不久，他同意了。但是让林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同意了组队的申请，然后拒绝了加好友的申请，这是什么怪人？此时的林毅也来不及多想，在组队成功之后，迅速拉起弓箭，朝着那精英怪射去。两根箭矢划破夜色，其中一根箭矢浑身漆黑，嗖的一声刺入精英怪的体内。黑印触发，两道箭矢发射的下一秒，几乎是分秒没有浪费，林毅发动了5级技能黑暗笼罩。而且他这个技能的发动，利用了前一次射箭的后摇，省去了一次举弓的动作，比平时释放技能要快上 0.5S。这就是100%技能精准释放技巧的指点。可千万不要小看这 0.5S， 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或许就是这 0.5S。这次的黑雾笼罩再次暴击，瞬间给精英怪挂上了一个减速 30% 的 buff。林毅连忙朝着那少年大喊：快跑过来，先和他拉开距离，你的血量太危险了。组队的时候，林毅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杨开朗。杨开朗听见林毅的话，仍然是嘴巴微张，似乎说了些什么，但是在精英怪喧闹嘶吼声的遮盖下，林毅还是没听清他说了什么。但是不重要了，至少他听了林毅的话，毫不犹豫的扭头后撤。那精英怪自然不会放任杨开朗如此轻易的跑掉了，庞大的树干扭曲着，脚下的根茎迅速攀爬，朝着杨开朗的方向追去。可惜30%的减速让他步履维艰，而且别忘了，在他的面前还有林毅在呢。林毅一边后撤，一边不停的搭箭拉弦，仍然是每次2根箭矢。这次他的运气似乎又回来了，仅是10箭，居然就触发了2次黎明之箭，加上最开始触发的黑印，这一星精英怪巨树强森的血量几乎在疯狂的下降。逃到林毅身后的杨开朗回头看去，发现林毅自己一人居然已经牵制住了那硕大的精英怪，不由得惊诧的睁大了眼睛。他朝着系统界面中显示的队友名字看去，赫然看见了林毅2字。他居然是林毅。杨开朗也有关注论坛和全服公告，林毅这个名字他自然不会陌生。论坛上那篇对于林毅技术的质疑贴他也有看到，他并没有在论坛上发表过任何的看法。他这个人不喜欢把他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他害怕有人会抓住他表述的错误，对他进行网暴。这种事情不是没发生过，不管他如何谨慎，他都总是会被人抓住把柄。久而久之，他就不喜欢发表任何的意见了。不过此时看来，那篇帖子恐怕绝对不属实。这精英怪有多难缠，他再清楚不过了。可是现在的林毅却能够轻松地将其压制，那凌厉的弓箭甚至打得精英怪难以上前一步。杨开朗感觉自己的手心有些出汗，一会他该如何与林毅开口交流呢？他是一个社恐，他第二害怕的是与人交谈。至于他第一害怕的是，那就是与陌生人交谈。第80章，沉默的死神。林毅暂时还不知道身后杨开朗担忧的事情，此时的他还在全神贯注的和面前的这只巨树强森拉扯着。除此之外，林毅也在小心的提防着身后不远处的杨开朗。毕竟这是全民转职时代，防人之心不可无。万一这杨开朗等着精英怪快死的时候突然朝自己出手，自己时刻提防之下，才能更快的做出反击。这是林毅前世总结出来的经验。巨树强森的粘液技能大大提高了林毅的放风筝的难度。不过在技能精准释放外挂的帮助下，林毅不断利用自己的5级技能黑暗笼罩和辉耀之界的主动技能青灵之盾来和巨树强森保持着距离，加上林毅新获得的那件史诗级别的风灵靴，让他的移动速度提升颇多。现在的巨树强森对于林毅几乎没有任何的威胁，毕竟这巨树强森不像是之前的兵马俑，没有强制的突进技能，
只要林毅可以保持现在的放风筝节奏，杀掉面前这个巨树强森不过只是时间的问题。林毅的这一番操作让站在后方不远处的杨开朗目瞪口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这人社恐，所以平时基本上都是蹲在家里打游戏，玩过无数网游的他自然能够看得出这林毅的技术有多高超。对于远程职业来说，放风筝的能力决定了远程职业的上限。放风筝能力极强的不一定大神，但是大神的放风筝的水平一定极高。正所谓活下来才能有输出，而就他来看，这林毅对于距离和速度的把控堪称完美。巨树强森不同的速度时，林毅会采用不同的攻击方式，每个技能和平 A 之间的衔接更是丝滑无比，不会浪费一丝一毫的输出空间和技能控制时间。这就是拿了多次全服公道的男人吗？果然恐怖。最重要的是，这样实力的人居然都有人敢黑。网络果然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杨开朗一边认真地研究着林毅和巨树强森的对战画面，一边原地嗑药，恢复他所剩不多的血量。刚刚的他只剩下不到1/3的血量了。若不是林毅突然出现，此时的他恐怕已经命丧这巨树强森手下了。原本他还有些担心这林毅一个人行不行，结果现在看下来才发现，自己恐怕是多余的吧。自己上去贸然加入战斗，恐怕只会给林毅添乱吧。可是如果自己一直不动手，他会不会怀疑自己是在划水啊？要不到时候奖励分配的时候我就不要了吧。如此想着，杨开朗决定先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打量着林毅的神态。若是林毅表现出半点的不悦，那他就赶紧冲上去。可是万一需要交流的时候，他该怎么开口呢？杨开朗还在自顾自的胡思乱想的时候，那巨树强森的血量只剩下不到一半了。想来这巨树强森已经坚持不了太久了。林毅渐入佳境，剑时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朝着巨树强森射去，不断带走巨树强森的血量。杨开朗仍然还在一旁犹豫，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这时候冲上去是不是有抢人头的嫌疑啊？不对，我们是队友，好像不管谁杀的都可以吧。那我还是上去帮帮忙吧。脑海之中的念头辗转数次，杨开朗终于下定决心。他抬眸看向不远处的巨树强森，目光瞬间变了。刚刚他已经仔细观察了这巨树强森的攻击手段，如果现在让他去单挑巨树强森，他绝对不会像刚刚那么狼狈了。毕竟他在网游界曾经有一个绰号——沉默的死神。原因很简单，所谓的沉默很好解释，大部分人玩网游的时候都喜欢开麦交流，一边和队友聊天打屁，一边享受游戏的乐趣。可是杨开朗从不开麦，没人知道他的性别、年纪，甚至连他是人是狗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在电脑的对面，你的队友一定是一个人呢？毕竟有些队友的操作连狗都比不上，他们只知道杨开朗技术很强，只要是被他盯上的 BOSS 或者副本，几乎没有他通过不了的，而且全是以一种碾压的姿态通过，所以他也是不少公会拉拢的首选。只是很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公会和小队之中，神秘无比。死神这个名号则是因为他的战斗风格十分狠辣果断，依靠着不断的进攻，让敌人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与他单挑的人几乎都会有窒息的感觉。只要杨开朗动起手来，几乎没有半点的停歇，从头到尾连招到死。当然他并不是无脑莽，他最擅长从换血之中获取优势，比如 BOSS 朝他挥出一拳，他应接这一拳之后，能够迅速利用这一拳的僵直去砍出3-4刀，甚至更多。刚刚他被巨树强森压着打的最大原因是这巨树强森的出现太过突兀，而且攻击方式之类的杨开朗并不了解，在一开始便落了下风，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现在这个等级想要单杀精英怪几乎是天方夜谭。对了，他面前这个林毅不算，这是个变态，但林毅能够如此顺利的将巨树强森掌控在指尖，也是和巨树强森没有突进技能有关，否则一个突进技能就能够打破林毅所有的拉扯。就在杨开朗进入状态，握紧手中大刀，准备一个旋风斩冲上前去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林毅同样也听到了突如其来的脚步声，而且林毅能够听出他们的人数恐怕不少。林毅眉头微微皱起，看着面前 BOSS 所剩不多的血量，心底闪过一丝担忧。他做不出抢怪的操作，不代表别人做不出来，可是现在想要将精英怪拉走，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一个谄媚的声音传来：豪哥，我刚刚就听见这边有声音，没准我们能遇到精英怪呢。另一个声音不屑道：你当精英怪这么好遇到呢？咱们连一个破烂推荐信都打不到，还想着精英怪呢？下一刻，走在最前面的人拨开拦路的荆棘，赫然看见了正在和精英怪战斗的林毅。他先是一愣，旋即满脸激动的大喊：豪哥，豪哥，真有精英怪。第81章，你是林毅？走在后面的魏慈眉头微挑，什么？真遇到了？他连忙挤出人群，
拨开面前的荆棘，朝前看去。众星捧月般走在正中间的严豪也是一愣，嚯，运气这么好，老子果然是天命之子。我一天击杀2只精英怪，我看这个灵异还怎么跟我比？没错，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正是严豪的队伍，但他们现在不只是一个3人的小队伍了，他们又叫来了7个帮手。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刷了几十只小怪。此时的严豪3人已经全部9级了，距离10级只有1步之遥。之所以他们能够杀得这么快，得益于他们的杀怪方式。他们一共10个人，分成了2队，严豪3人一队，另外7个人一队。那7个人的小队就是纯纯的工具人。这个刷级的方式还是魏慈发现的。严豪3人自己击杀小怪的同时，会将另外一队的小怪补掉，这样他们就可以多获得 50% 的经验，更加迅速的提升起来。而工具人小队辛辛苦苦击杀小怪，却还要被严豪3人分掉 50% 的经验，所以他们现在还不到7级。没办法，他们身上的装备全是邓姐给的，身为小弟，这是他们必须做的。当魏慈看到围杀这精英怪的只有2人时，微微一愣。一旁的严豪很兴奋，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嗓门直接扯了起来，喊道：那2个人听着，要是不想死的话，赶紧滚蛋，这个精英怪我严豪要了。听到这话，还在和巨树强森拉扯的林毅眉头紧紧皱起。严豪居然是在论坛上抹黑自己的严豪，这人行事居然如此霸道，毫不犹豫就要出手抢怪。林毅可能让怪吗？当然是不可能的。林毅瞥了一眼对方的人数，一共有10个人，自己这边就算把身后这个奇怪的喋血战士算上，也不过2人，似乎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林毅刚想给唐俊仁发去了消息，不过转念一想，这个时间恐怕唐俊仁早就呼呼大睡了吧，他应该收不到自己的消息。再说了，对方可是10个人，把老唐叫过来，不是让老唐来趟浑水吗？林毅心头微沉，人数上自己恐怕难以占据到什么优势了，那么想要活下来，恐怕需要找别的办法了。林毅的目光迅速在整个荒地上搜寻起来，在野外战斗，地形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在这荒地上出现最多的恐怕就是枯树了吧？可是自己如何才能利用这些枯树呢？突然林毅有了想法，但是这个巨树强森的位置他需要调整一下。恐怕没人注意到，林毅此时射箭的方式已经从2箭变成了1箭，而且他的每一箭都是弧形箭。林毅利用的便是箭矢对巨树强森造成的轻微击退效果，通过这些轻微的击退效果，把巨树强森朝着某一个角度进行着调整。严豪见到那个黑暗猎人一直不说话，不悦地皱起了眉头。在燕京的时候，哪有人敢用这种态度对他？你是个哑巴？老子跟你说话，你敢不回答？他们的兄弟们给我上，杀了他们！本来老子今天心里就有气，居然还遇到一个上来送死的。一直在仔细观察林毅的魏慈却突然开口拦住了所有人。都等一下，先不要动手。他已经看出了不对劲的地方，这个黑暗猎人的等级居然是10级。他刚刚已经打开等级榜确认过了，此时10级的黑暗猎人只有1人，那就是林毅。其实想也知道，除了林毅以外，还有谁能够一个人单独拉扯一只精英怪？严豪诧异地看向身旁的魏慈，不明白魏慈为何阻止了其他人的行动。魏慈没有理会严豪，而是目光灼灼地看着不远处的林毅，沉声道：你就是林毅吧？想不到我们居然在这里见面了，我是魏慈，我想我们可以谈谈。魏慈此话一出，包括严豪所在的其他人全都愣住了。想不到现在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林毅。杨开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整懵了，他真的没想到严豪居然出现在了这里。这2人在论坛上可是死敌啊！此时杨开朗的那种狠辣的表情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懵逼和惊恐。下一刻，面前弹出的系统消息让杨开朗一愣，您已被林毅踢出队伍。这时候林毅一边腾挪着自己的方向，一边朝着杨开朗喊道：你快走吧，你现在应该不是战斗状态了，你可以传送，他们是冲我来的。林毅自然能够感受到严豪等人的来者不善，林毅并不想把这个杨开朗拉扯进他和严豪的漩涡之中，更何况如果带一个拖油瓶的话，恐怕也不方便他的计划进行。听到林毅的话，杨开朗更是原地发愣。他不傻，他能够看出这是林毅在保护自己。和杨开朗说完之后，林毅手下的弓箭不停，抬头朝着边缘的魏慈等人看去。是我。严豪一听到这人真是林毅，瞬间整个人就炸毛了。雾草，居然是你这个垃圾！就凭你也想要和我争锋？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才是这全民转职时代的最强者！严豪的脾气本就暴躁，在燕京从小的娇生惯养，让他养成了整个世界唯我独尊的想法。只要有人不顺遂他的心愿，严豪就会暴怒不已。
多次踩在严豪头上的林毅，自然是严豪怎么也无法忍受的。此时的严豪满脸通红，别误会，这可并非是害羞。严豪生气的时候，便是会满脸通红。他嘶吼一声，便要扛起他的大刀，就要朝着林毅冲去。魏慈再次一把拉住严豪。此时正处于暴怒边缘的严豪，对待自己的队友也没有什么好脾气了，直接愤怒地回过头呵斥道：“魏慈，你老是拦着我干什么？这是练级区，又不是主城，杀人还不行了？你莫非对这个林毅也要大发善心？”魏慈懒得和无脑的严豪解释太多，他直勾勾地看着林毅，继续道：“加入我们，我饶你不死。你的实力我很欣赏，虽然我们之间有些不愉快，但若是你愿意道歉，我可以考虑接纳你。”严豪听到这话，更是满是不解地瞪大了眼睛：“你疯了？我们又不缺队友，你为什么偏要这家伙？”第82章死路。魏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因为他很强。说实话，魏慈和严豪一样很厌恶林毅，但他同样有些忌惮林毅。魏慈看起来表面上和善待人，其实他内心的骄傲绝对不比严豪差。林毅对于他们的无视，同样让魏慈无法接受。可是除了愤怒，魏慈还是有理性存在的。他原本并不相信林毅可以带着2个拖油瓶去击杀3星精英怪，可是现在的他正在目睹林毅单挑1星精英怪，他有些信了，所以他更加忌惮这个林毅了。林毅的操作领先同服其他的黑暗猎人太多了，如果这个林毅真的可以为他们所用，绝对是他们的一大助力。若是林毅识相选择臣服，他不介意把这个林毅利用起来。当然了，如果林毅选择拒绝，那么今天他们必须让林毅交代在这里，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听到魏慈的话，林毅嘴角扯起一个不屑的笑容。他这人什么都能学会，但恐怕就是命硬学不来弯腰。林毅这人吧，别人对他善，他就100倍善，但若是别人对他恶，他就100倍恶。严豪等人先是让他抛弃队友，又在论坛上抹黑辱骂，林毅自然不可能一笑泯恩仇。他一边拉扯着面前的巨树强森，调整着巨树强森的位置，一边冷声地说道：“要我道歉？原谅我？你们还真是挺把自己当成一盘菜啊！10个人而已，你们当真以为我必死无疑了？”严豪等人一愣，林毅这嚣张的姿态简直是让他们怀疑到底谁才是人多的一方。片刻之后，林毅的话瞬间点燃了严豪等人的怒火。此时就算是魏慈也拦不住严豪了。严豪挣脱魏慈的手臂，举起手中的大刀朝前冲去。严豪的头号小迷弟邓杰也怒不可遏，怒吼一声：“所有人给我听令，今天必须把这个林毅杀掉，给我冲！”其他小弟自然不会犹豫，举着各自的武器直接朝着林毅冲去。但林毅表情仍然没有丝毫的慌张，甚至他还诧异地看向一旁的杨开朗，疑惑问道：“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可真的走不了啊！”杨开朗没有说话，而是人生第一次主动发起了一个组队申请和好友申请。林毅疑惑地同意了。很快，对话框出现了一行文字。社恐的杨开朗不好意思说话，只能通过打字了。好在系统的打字是意念打字，速度极快。杨开朗想帮你。杨开朗想的很简单，一报还一报。刚刚林毅在他濒死的时候出手，那么他就做不到放任林毅在这里遭受围攻，他自己不管不顾的离开。而且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存活的希望。别看现在严豪那边人多，但是混迹网游多年的杨开朗明白，人多不一定就占优势，技术有的时候是能够弥补人数上的差距的。他自觉自己技术还不错，面前这个林毅更是不用多说，所以或许他们2人合力之下还有一线生机。林毅看着杨开朗发过来的消息，第一反应并不是感动之类的，而是意识到这杨开朗刚刚不说话只打字，莫非是个残障人士。林毅当然不会撕开别人伤口去特意询问杨开朗原因，帮忙林毅还是很高兴的。若是这杨开朗能够配合他的指挥，或许他也能从一个拖油瓶变成大杀器。林毅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听我指挥，我们要利用地形来和他们智斗，若是操作不慎，咱俩恐怕很危险。林毅，你的血量太少，不要靠近巨树强森 ，BOSS 还是交给我来。杨开朗没有说话，连忙点点头，跟着林毅朝着后方跑去。林毅跑位的举动显然被严豪等人误会了，严豪脸上露出鄙夷的笑容：“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你不还是被我追得屁滚尿流？这地图就这么大，我倒要看看你往哪跑！”其他小弟更是气宇轩昂地朝前冲去，想要在老大面前表现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10个人围杀小小的脆皮黑暗猎人，那还不是手拿把掐。至于旁边那个7级的喋血战士，甚至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那恐怕就是个路人甲吧。等他们把林毅击杀掉，还能够捡到一个精英怪，今天还真是个好日子。希望到时候老大看在他们表现积极的情况下，把精英怪爆出来的好装备给他们分一分。
其中一个黑暗猎人更是贪婪地盯上了林毅身上的装备。那把破灭永夜之弓可是一个好东西啊！在10个人中，有9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猖狂和贪婪的笑容，除了魏慈。魏慈总觉得林毅的举动很反常，他跑动的方向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啊。他明明可以直接转身朝后跑去，但是他却选择了斜向跑动，这样的话他会更容易被自己和严豪等人追上的。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呢？严豪等人没想这么多，他们只知道自己马上就可以追上林毅了。很快，林毅带着一旁的杨开朗从2棵硕大的枯木中间穿行而过。这个奇特的逃跑的路线让一旁的杨开朗大为不解，连忙在好友频道之中发问：杨开朗，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不是死路吗？我们会被他们毒死在这里的。没错，在这2根硕大枯木后面大概7、8米左右，有一条猩红的标线，这代表着系统的空气墙边界。虽然看着后面还有路，可是所有玩家都是无法穿过猩红标线之后的。在硕大枯木的2边则是斑驳杂乱的荆棘丛，虽然不是彻底封死的，但是想要出入却是有些困难的。换句话说吧，林毅跑进了死胡同，他把他自己的给封起来了，这不是送死吗？所以哪怕是最害怕与人交流的杨开朗也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疑问。林毅没时间解释太多，只能迅速用意念打字：林毅，相信我。这时候严豪也注意到了林毅的逃跑路线，他顿时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咱们大名鼎鼎的全服手杀永夜剑神林毅。你们看看啊，他现在都已经有些慌不择路了，恐怕是被我严豪的名头吓到了吧。真是太可笑了，就你这样的，我真是不屑于把你当做我的敌人了。不如你跪在地上给我磕几个头，我考虑放你离开，如何呀？缩头乌龟林毅第83章卡地形。严豪感觉从来他很久没有像现在这么肆意了，他似乎找回了小时候在燕京胡同里面神挡揍神佛挡打佛的日子了。严豪甚至有些百无聊赖地停住了原本追逐的脚步。罢了，你们把他杀了吧，这种垃圾我真的都懒得动手了。说罢，严豪便在原地抱着肩膀，冷眼看着即将迎来死亡的林毅。老大停下了，迷弟邓杰当然也就停下了。魏慈则是一言不发地站在了严豪的身旁，他总觉得现在事情的发展有些诡异。只剩下7个小弟，还得继续冲锋陷阵。不过他们此时的嘴角都快要咧到脸后面了。7个人围杀1个人，虽然这个人是10级，但是那又怎样？他还能1打7不成？而且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他连躲避都做不到。7人之中的跑得最快的叫李一。李一从初中开始就跟着邓杰混了，因为邓杰的关系，他家没少捞好处，他自己也成为了学校之中的风云人物，所以他对于邓杰可以说是比较忠心的。此时在他的面前就有一个表明忠心的最好时机，若是他能够将这林毅杀掉，他在邓杰眼中的地位绝对可以继续提升许多，或许他也能够进入邓杰的3人小团体之中。想到这里，李一看向前方停步的林毅，目光充满阴鸷和狂热。很快就是他飞黄腾达的日子了。小心！突然不知道是谁在身后喊了一声。李一心中不屑，其实在他们这些小弟之中也是存在竞争的，就比如现在这次，谁能杀掉林毅，或者谁能率先伤到林毅，都是事后邀功的资本。所以李一下意识地以为这一声呼唤是有人想要抢夺他的第1名位置使出的手段。他跟着邓杰混了那么多年，还能不知道这些门道？李一冷笑一声，没有丝毫的减速。可是突然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身后撞了他一下，他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犹如狗啃食一般摔在了林毅的面前，而他的头顶还飘起了一个巨额的伤害数字92。李一的职业是喋血战士，等级只有6级，虽然他每一级都会在体质上投入一个天赋点，但他现在的血量加上装备也不过才400出头，光是这一下就让他血量少了1截。他们的是谁？李一惊恐地回头看去，却没有看见他的任何一个队友，只看见了一个正在不断扭曲的巨大树桩子，那树桩子上的绿色粘液还在不停地朝下流淌着，是巨树强森。这巨树强森居然卡在了那2棵巨树中间，震惊！杨开朗惊了，卧槽，还能这样？懵逼！为此懵了，卧槽，这样也行？现在那硕大的巨石强森卡在巨树之间，他们几个便被隔挡在了外面，根本就没法从2棵枯木之间进去攻击林毅。而李一则是因为跑得太快，在听见小心的时候没有躲闪，直接被巨树强森的硕大树桩撞了进去。原本7打2的局面瞬间变成了1打2。李一有些欲哭无泪，他颤巍巍地抬起头看向身前的林毅，想要求饶。他才6级，这林毅可是10级，而且对方还是多次登上全服公告的大神，他怎么打？甚至旁边还有一个喋血战士在那里虎视眈眈的。现在这情况，
他的队友进不来，他出不去，怎么看他都是必死的局面。可是还没等李一开口，林毅已经冰冷开口：杨开朗，你来杀掉他，我辅助你，我还需要不停地调整这个巨树强森的位置。没错，虽然现在巨树强森已经卡住了，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动的话，巨树强森会放弃林毅身上的仇恨，快速恢复血量，回到初始位置的。这是通天塔为了防止发生卡怪杀 BOSS 的设置，一旦巨树强森触发恢复机制，那林毅他们就白打了。所以林毅必须保证让巨树强森不断挪动身体，来阻止巨树强森触发恢复机制。方法也很简单，林毅只需要不停攻击巨树强森，并且不断移动位置就可以了。这样巨树强森就会不断尝试从各种方式挤进枯木，而不是呆傻的站在原地挨打。可是不管巨树强森怎么挪动身体，他都是不可能进得来的。林毅刚刚已经经过了缜密的计算。杨开朗听到林毅的话，没敢去看林毅的脸，连忙点了点头，举起大刀，有些犹豫的朝着李一迈步而去，甚至步伐都有些畏畏缩缩的。李一见状，心底升起一丝希望，这是什么废物，居然连步子都走不好。而林毅需要拉扯 BOSS， 没办法朝着自己出手，或许自己还有机会。李一目光凶恶的看向了畏畏缩缩朝着自己走来的杨开朗，冷笑一声：找死！然后李一直接从地上爬起，举着大刀冲了过去。奇怪的是，在李一表现出敌意的那一刻，杨开朗也变了。首先变的是杨开朗的眼神，那眼神之中没了茫然和畏惧，取而代之的乃是凶厉和狠辣。怎么回事？李一没来由的浑身一颤。此时在巨树强森的身后，为此紧皱着眉头。原来这就是林毅的计划吗？利用地形卡住怪物，也把我们的人隔绝在外面，有点意思。不愧是林毅，可惜这两个大枯木旁边的荆棘丛可是能够过人的，你的算盘恐怕要落空了。想到这里，魏慈连忙朝着茫然的6个人喊道：走旁边，穿过荆棘丛进去，你们3人一组，分头行动。林毅的这个行为不过是他自作聪明的作茧自缚罢了，他自己把自己困在了这个荆棘囚笼之中。第84章旋风斩还能这么用？那6人听到魏慈的话，浑身精神一振。对啊，他们也不是非得从这一处地方进去，其他地方明明也是可以进去的，虽然麻烦一些，但是现在的林毅就如同瓮中之鳖一般，无处可逃。只要他们能够进去，这林毅不就是唾手可得吗？况且在这种狭小的区域之中，可是极为限制黑暗猎人发挥的，就算这林毅技术再强，他也不可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之中放7个人的风筝，等待他的只有被乱刀砍死。想到这里，剩下的6个小弟逐渐从惊诧转换为了狂喜。懵逼了一瞬的严豪也反应过来，大笑不止，不断的嘲笑着被困在荆棘囚笼之中的林毅。被魏慈提醒之后的6人不再犹豫，迅速默契的分成2队，朝着两边的荆棘丛跑去。那2棵硕大枯木两旁的荆棘丛相互缠绕，堵死了大部分的道路，留出来的可供玩家钻行的空间很小。不过每次通过1个人是完全足够的，这也是魏慈让6人分别从2边进入的原因，这样可以大大缩短他们钻进去的时间。可还没等第1个人挤进去，他们就听见了一声凄厉的尖叫。那声音光是听到就感觉让人胆战心惊。发生了什么？啊！魔鬼！别过来！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惨叫声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几人脑海之中的播报声：警告！您的队友李一已经被杨开朗击杀。轰！6个人全都呆住了。这才不到1分钟的时间，李一居然就死了。李一的技术明明不错啊，而且林毅是个黑暗猎人，如果被近身的话，应该不太好还手才对啊。等会，播报上说的是杨开朗击杀了李一，这他妈杨开朗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刚刚大家的目光从头到尾都只落在了林毅的身上，压根没注意到他身旁的那个喋血战士。可他们没想到，第一个产生击杀的居然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喋血战士。为此第一时间查询了等级榜，现在这个等级榜暂时算是唯一能够迅速评判一个人实力高低的榜单了。但是迅速浏览下来之后，魏慈并没有看到杨开朗的名字，他也并非是当初林毅的队友团成员，莫非这是个过路的？魏慈面色微沉，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不好的预感。2个正钻在荆棘之中往里爬的小弟也有些犹豫了，进还是不进？短暂犹豫之后，那2个小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左边荆棘丛的小弟叫做王二，王二是个狠性子，之前在燕京打架的时候，他也是冲的最猛中的一人。那里一本就被精英怪攻击了，血量不是很足，而且里面还是只有他1个人，被集火秒杀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他们其他6人都是满状态，而且一次能够进去2人，后续的队友也会很快到达，这林毅肯定难以招架。想到这里，他猛然一咬牙，
毅然决然地继续朝前钻去。另一位陈三显然没有他这么的坚决。李一的惨叫让他心生畏惧。要知道，这可不是真正的网游啊，在网游死了可以复活，在现实世界并不行。这一瞬间的犹豫让陈三直接呆在了原地。而此时，王二已经钻进去了。当他看到对面空荡荡的荆棘丛，心里突然咯噔一声：“陈三，你个王八蛋，你敢卖老子！”王二怒喝一声，接着便迎面看到了一双狰狞的双眸。王二混迹燕京这么多年，他没见过如此狰狞的双眸，哪怕他自认为天不怕地不怕，此时他也怕了。这时候，还在朝着精英怪输出的林毅突然提醒道：“使用旋风斩。”林毅所说的旋风斩乃是喋血战士的5级技能，如果在前世玩过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的，恐怕对这个技能都不算陌生。旋风斩，蓝量消耗15点，冷却 45S， 喋血战士挥舞手中的大刀冲向目标，最多3米，对冲锋路线上所有敌人造成 60% 攻击力伤害。这个技能在前世的时候，一开始都是被喋血战士们当作冲刺技能的，毕竟这个位移的距离可是3米啊，不算近的，是很多远程职业最恶心的技能之一。这个技能的伤害倒是很少被人重视，毕竟只有 60% 攻击力的伤害并不算多，但很少有人知道，有一种情况下，旋风斩的伤害可是极为爆炸的。旋风斩顾名思义，使用的时候，喋血战士会如同一个旋转的陀螺，一边旋转一边朝前冲刺，从开始到停止一共旋转4圈，而旋转的这4圈，每一圈都可以造成1次伤害，它的伤害是可以叠加的。突然听到林毅的话，杨开朗有些懵，为什么要用旋风斩？但是林毅大神的招牌还是让杨开朗选择了无条件信任林毅，毫不犹豫的直接朝着面前的王二发动了旋风斩。王二虽然气愤陈三的出卖，但是事已至此，他只能拼命拖延时间。但他没想到林毅居然让这个眼神非常吓人的喋血战士朝着自己使用旋风斩。王二没忍住嗤笑一声，这不是傻子吗？王二的职业是暗影刺客，喋血战士手中的长刀单论攻击距离是比暗影刺客手中的匕首要长的，所以会玩的喋血战士甚至可以拉扯暗影刺客。杨开朗这种冲向暗影刺客的举动肯定是极为痴呆的。要知道，暗影刺客可是近战爆发之王，贴身之战没人能够杀得掉暗影刺客，更别说王二的暗影刺客还是极致加点。王二的嘴角咧起了一个残忍的微笑，真是送死。可是下一刻，王二懵了，24，接连4个24从他的头顶上冒了出来，这一下子就是96点血量没了呀。王二没加过体质点，现在他的血量才不过300出头，这杨开朗只是一个技能就把他的血量砍掉1/3了。不仅王二猛，杨开朗也猛，这旋风斩居然还能这么用。第85章反杀3人，会不会玩？他的行进路线因为被荆棘丛挡住了，所以只能原地旋转，于是他的技能便从旋风斩变成旋转斩，他面前的王二便吃到了全部的4段伤害，血量疯狂骤降。就在王二还没缓过来劲的时候，又是2发箭矢朝着他射来，是林毅。而且更让王二绝望的是，这2支箭矢之中居然还有1发箭矢闪烁着刺眼的光芒。黎明之剑，130、140，2个巨额伤害在王二的头顶冒出来，王二连痛苦尖叫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化作虚无，消失在了这世间。林毅显然也没想到这一剑会触发黎明之剑，此时的他只觉得庆幸，还好他没把这一箭射在精英怪的身上。林毅从开始更改精英怪方向的时候，就已经逐渐放慢了击杀精英怪的速度。现在的精英怪对林毅2人来说是一种保护，若是精英怪阵亡，2个枯木之间的空隙就会被敞开，那时候的林毅可真就是被瓮中之鳖了。但他不能停止攻击，长时间停止攻击的话，精英怪同样会触发恢复机制，所以他必须拖延时间，让精英怪尽量晚点死，尽量去衰减炎豪队伍的人数。思索片刻，林毅居然选择将破灭永夜之弓暂时收了起来，换上了最开始的新手武器。这样的话，他就不必担心杀得太快了。一旁的杨开朗没注意到林毅的动作，此时的他正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倒下的王二，这已经是死在他面前的第2个人了。这林毅高额的伤害当真让他感觉到恐怖，但最匪夷所思的还是林毅对于游戏的各种理解，他居然能够想到在死角处使用旋风斩可以打出多段伤害。这个技巧虽然简单，但却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果然是第一人。此时的林毅其实对于杨开朗也是刮目相看，刚刚的李一可是完全由杨开朗单杀，杨开朗抡起大刀来可谓是大开大合，不给对手留下半点的喘息时间。那个李一几乎是被杨开朗从头压制到尾，憋屈致死。这个操作让林毅眼前一亮，
而且没看错的话，这杨开朗是自己独自练级的。一个近战喋血战士能够自己消灭那么多的小怪，可以看出他的绝对是有实力的。要不尝试拉他一起组队？林毅心中升起了这个想法，但林毅知道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活下来再说吧。这时候，右边的荆棘丛再次传来瑟瑟的声音，又来人了。正是刚刚一直在犹豫的陈三。他听见了王二的怒吼，自然明白是王二已经进去了，这才连忙放弃犹豫，赶紧爬进来。这其中消耗的时间可能也就不过2-3秒。陈三还在心中打起了如意算盘，有王二的吸引火力，没准他可以悄悄的偷袭也说不定呢。只要穿过这荆棘丛后，他便可以发动他的被动技能，引起身来偷袭林毅。若是他能够绕到林毅的背后，便可以发动暗影刺客的5级技能。5级技能被刺，蓝量消耗10点，冷却60秒。若暗影刺客的下一次攻击是从背后刺入，那么将造成180%伤害。这个技能极其符合暗影刺客的身份。若是一个极致加点的暗影刺客使用出这一技能被刺，那么他将会在瞬间爆发出恐怖的输出。可当陈三从荆棘丛钻出的时候，发生的一切显然和他猜想的不太一样。他居然没看见王二的身影。难道王二先跑了？这不像是王二的性格啊。可是总不能是被杀了吧？这才几秒钟啊。这时候陈三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警告，您的队友王二已经被林毅击杀。居然真的死了。陈三的脑子瞬间乱作一团，导致当他现身的那一刻，还没来得及开启被动技能，一团黑雾就笼罩在了他的头上。是林毅的技能黑暗笼罩。陈三顿时感觉步履维艰。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下一刻，一个举着大刀的喋血战士猛然朝着他冲了过来，一刀就是朝着他的面门砍来。陈三想要举起手中的匕首反击，可是被黑暗笼罩的技能限制，动作变得缓慢起来。还没等他抬起胳膊，喋血战士的下一次攻击就已经到来了，连绵不绝，压迫力十足。加上那喋血战士凶厉的双眸，陈三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最终和王二一样化作虚无消失。警告，您的队友陈三已经被杨开朗击杀。接二连三的播报声在严豪等人的耳边响起。为此简直要气疯了，7个打2个，居然被人反杀3个了。会不会玩？瓮中之鳖这么简单的事情，这帮蠢货都做不好吗？那个该死的陈三居然还在中途退缩了。若不是如此，林毅他们2人哪能那么容易的激活王二？快往里冲，不许停！谁敢犹豫以后就别跟着我混了。为此暴喝出声，言语之中将他的怒气显露无遗。那些小弟很少能够见到魏慈如此生气，一个个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有胆怯的想法，一个个疯狂地朝着荆棘丛之中钻去。林毅听着耳边荆棘丛传来的声音，知道又有人来了。你留在原地守着左边洞口，右边这个交给我。还有，把这个药剂用了，你的血量有些危险，如果血量低于1/3的话，不要犹豫，直接后撤，剩下的交给我。林毅迅速吩咐下去，并且递给杨开朗一支初级战斗药剂。虽然恢复的不多，但是聊胜于无。杨开朗接过药剂，然后自顾自地点了点头。杨开朗混迹那么多年网游，虽然没当过指挥，但是眼界绝对不差。他很清楚精英怪现在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很奇怪，精英怪的血量已经不多了，那为什么严豪等人不先集火秒到精英怪呢？林毅似乎是看出了杨开朗眼中的疑惑，轻笑一声，开口解释道：怎么，很疑惑是吗？其实很简单，精英怪的击杀是讲究贡献值的。当多个小队同时击杀一只精英怪的时候，贡献值高的队伍才有资格获得物品的分配权。现在你我的手上掌握着贡献值已经超过了一半，就算他们抢到了怪物的击杀，他们也抢不到物品的分配权。所以他们想要先将你我击杀，让你我的贡献值清零，再出手击杀精英怪。第86章血债血偿。听到林毅的话，杨开朗猛然感觉背后冒起了冷汗。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严豪他们一直没有动手，原来是一直在等着这个呢。也不怪他没有想到，因为网游之中哪怕是被灭团，贡献度也不会清零。可这里是现实世界，人死了那就是一了百了，当然不会有贡献值存在了。杨开朗现在的想法还是停留在网游层面，林毅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让他幡然醒悟。就在杨开朗陷入沉思的时候，身旁突然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打断了杨开朗的思绪。是严豪的人已经进来了。杨开朗迅速收回思绪，再次举起他的大刀，朝着面前那人砍去。由林毅负责的右边洞口几乎是同时钻出另外一人。林毅光速将弓箭换了回来，再次握着破灭永夜之弓，然后2根箭矢搭在箭弦之上，轰然射出。右边洞口那人叫做赵四，此时赵四的心里慌的一批。出来的第一瞬间，他就朝着对面的洞口看去。
他想要迅速和自己的队友会合，然后一起拖延时间，等待大部队的来临。接连死去的3人已经让他们全都慌了神，他们没有了最开始的那种冲锋陷阵的勇气和信心，剩下的只有畏惧。可是赵四看到的是已经和杨开朗缠斗起来的队友，赵四的心再次一沉，想要会合恐怕是有些困难了，他只能拼了。他也是一个喋血战士，他想要借助着自己的被动技能快速朝着身前不远处的灵异冲去，可惜他太低估灵异了。此时的灵异宛如一尊真正的杀神，只要有人敢从这个洞口之中钻进来，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一发发箭矢朝着赵四的脑门来，不痛，但是疯狂下降的血量让赵四胆寒不已。要知道，那些可不是简单的数字，那是赵四的生命。终于，赵四吓破了胆，他尖叫着想要扭头逃离这里，可是早就已经晚了。或许是在他听到邓杰召唤来到这片炼级区的时候，也或许是在燕京他仗着邓杰的权势作威作福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赵四最后的血量被林毅的箭矢收割掉，林毅甚至都不曾去看一眼赵四逐渐化作虚无的尸体。他先是用最快的速度更换弩箭，朝着面前的精英怪射出一箭弧形箭，然后再换回破灭永夜之弓，搭箭拉弦去援助杨开朗那边。弧形箭划过面前的巨树强森，然后朝着杨开朗的方向飞去。杨开朗的对手是一个炫灵法师，这种远程职业还敢钻进来，其实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两人的输出加在一起，那个炫灵法师没坚持超过2秒。虽然死前他射出了几个法球，但那些法球全部被林毅精准的箭矢射碎。全民转职时代之中，黑暗猎人的普通攻击是箭矢，而炫灵法师和荣光牧师的普通攻击全都是法球。他们之间的判定是强的击碎弱的。林毅此时的攻击力远超这位炫灵法师，所以林毅的箭矢可以轻易击碎炫灵法师的法球。警告！您的队友赵四已经被林毅击杀。警告！您的队友钱武已经被林毅击杀。机械的警报声用最冷静的话语播报着最恐怖的结局。5人，已经足足5个人了。整个地图都仿佛安静了下来，除了巨树强森摩擦枯木发出的尖锐声音，还有他偶尔传来的嘶吼声，整个地图都似乎安静了下来。还在荆棘之中钻行的2名小弟听着耳边的播报声，全都懵了。前面5人全都死了，如果他们进去，除了死，还有别的情况出现吗？他们真的怕了，来自死亡的恐惧几乎瞬间笼罩了他们全身，他们的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其中1人更是当场崩溃大哭：“杰哥，我不敢，我退了，我不混了。”那人的身影消失在原地，他传送走了。另外1人则是毫不犹豫地扭过头，疯了一般的朝外冲去，似乎在他身后有着比死神还恐怖1万倍的东西。很快，他也传送了，甚至在传送的同时，把邓杰等人的好友也直接删掉了。他们不混了，他们跟着严豪等人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站在整个服务器的巅峰的，而不是来送死的。原本还在狂笑的严豪，仿佛被人掐住了喉咙一般，笑声戛然而止。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这一幕，他们一共10个人，居然被杀5人，吓跑2人，而他们甚至连林毅的汗毛都没摸到。一种被狠狠打脸的羞耻感涌上严豪的心头。操，都是废物，我他妈亲自来！说着，他提刀就要朝着荆棘丛走去，却被魏慈再次拦下。这已经是魏慈今天第3次拦下严豪了。严豪目光狰狞地回过头，他对魏慈的忍耐度很快就要消失了。严豪不留任何情面地冷喝道：“你到底要干嘛？咱们死了这么多人，难道你要就这么算了？”魏慈面色严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现在进去，危险性太大。林毅他们的位置易守难攻，而且他的等级优势太大了，他比我们多一个技能，装备也要更好。这是我刚刚疏忽了。况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那个帮手恐怕也不弱。这次是我们栽了。”严豪暴怒：“放屁！我栽在谁手里，也不可能再栽在林毅的手里。不就是10级吗？我也9级了，我倒要看看我和他差在哪。”看着严豪这副冲动的模样，魏慈双眸逐渐冷了下来。我们超越林毅是迟早的事情，你一定要在这里逞强吗？你真的不听我的建议吗？你还记得当初的事情吗？你已经以为冲动吃过一次亏了，难道这次你想把你的命也送掉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尽管去，我不拦你。魏慈的话犹如一盆冷水一般泼在了严豪的头上，他几乎是瞬间就冷静了下来，当初的一些破碎的画面跳跃般的浮现在严豪的面前。严豪抱住自己的头，疯了般的想要把那些记忆甩出脑海，那些他最不愿意回忆的画面让他冷静了下来。一旁的邓杰也根本就不敢说话。片刻之后，严豪完全平静下来，他再次开口：“我听你的，你说吧，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魏慈冷漠地微微颔首，现在太晚了，我们暂时叫不来更多的人了，所以我们只能放弃。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邓杰，去把那个推荐信买下来。魏慈看似冷静地吩咐着，只不过他的目光一直盯着面前不远处的巨树强森。但是魏慈想要看到的是巨树强森身后的林毅。林毅，这一次我记住了，下次我一定让你血债血偿。第87章，我的运气太差。严豪三人离开了，他们气势汹汹的来，最后却只能灰溜溜的走。严豪那些嚣张的言语，最终也只是打脸了他自己。说实话，看到他们离开，林毅甚至是有些失落的。林毅心底里其实更希望严豪也能失去理智的从荆棘丛钻进来，若是如此，林毅至少有90%以上的把握将他们三人全都留在这里，一劳永逸。毕竟这三人可是自己获得副本评价第1名的极大竞争对手，若是能在这里将他们遏制在摇篮里，也不失为是一件好事。可惜他们三人之间还是有人理智尚存的。罢了，既然他们已经离开，林毅便也不再去纠结这些，反正迟早还会再遇到的。林毅手中的长弓不再藏锋，而是奋力地射出每一箭。巨树强森的血量疯狂下降，没过多久便轰然倒地。一个闪亮的金色光球悬浮在2棵硕大的枯木中间。杨开朗同样是兴奋地看向那颗金色光球，但其实这颗光球和杨开朗的关系并不大，至少90%的输出都是林毅一个人打出来的。这只异星精英怪说是林毅单杀的，其实也并不为过。巨树强森倒地，林毅松了一口气。其实他刚刚一直在提防着刺客突然的出现，万一那个魏慈又杀了一个回马枪，那恐怕真能杀林毅一个措手不及。好在信心受挫的魏慈压根没想到这一点，况且就算他想到了，恐怕也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甚至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的事情。抢精英怪干嘛？又分不了装备，难道是冲着那些经验吗？魏慈才不傻呢。林毅见一旁的杨开朗一动不动，刚想要自己去打开金色光球，却猛然想起了今天不，已经过了12点，是昨天了。林毅却猛然想起昨天自己从金色光球之中开出白色装备的事情，他顿住了自己的脚步，看向一旁的杨开朗，要不你去开吧，我这人开奖运气一般。这句话让杨开朗瞬间紧张起来，他开，万一开不好怎么办？会被骂吗？会丢人吗？杨开朗犹豫着想要拒绝，却不知怎么开口，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这时候林毅再次开口道，你放心，开出来的装备咱俩平分。杨开朗心中流过涓涓暖流，一神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嘛。杨开朗前世混网游的时候也接触过不少所谓的网游大神，那些人无一不是掏空了心思为自己着想，遇到任何的装备和道具通通全都不放过，他们能用的就留着自己用，不能用的就留着去卖，反正不会分给队友就是了。你若是提出质疑，他们就会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模样，冷哼，没我你们能打得过。这在网游界并不稀奇，杨开朗也理解他们这种行为，毕竟是大神嘛，需要更多的资源去保证自己的地位。所以当林毅说起装备评分的时候，杨开朗稍微有些意外。走到光球边，杨开朗不再犹豫，沉默着一件一件的从金色光球之中掏出装备。1星精英怪注定是比不过那只3星精英怪的。杨开朗掏出的第一个物品乃是一件精良装备，可惜这是一件精良的荣光牧师武器，林毅和杨开朗都用不了。杨开朗直接把装备递给了林毅，压根没有说话，一切都在不言中。杨开朗的人生宗旨，能少说话就不说话，能少交流就不交流。林毅微微颔首，也没有拒绝这把武器，因为林毅注意到，这虽然只是一把精良的武器，但法强提升还不错，已经接近史诗水平，应该是爆了伤害。有些装备就是这样，虽然评级是精良，但提升的属性却又远超精良品质的属性，称之为爆了。这样的精良装备会比普通的贵一些。杨开朗开出的第2件物品是一件精良匕首，同样不是杨开朗能用的。看来杨开朗的运气没比自己好多少啊，林毅暗戳戳的想到。杨开朗的现在都不敢抬头看向林毅，也停住了伸向光球的手。杨开朗，我的运气太差了。队伍里突然跳出杨开朗的消息，林毅连忙摆手，无妨，继续。若是此时让杨开朗别开了，岂不是真的表现的像是林毅觉得杨开朗运气不行吗？林毅还是很暖的，关爱弱势群体从林毅做起。杨开朗没办法，只能继续。接下来已经不是装备了，而是装备图纸。或许是转运了，杨开朗居然在这只1星精英怪之中开出了3份10级图纸，其中有2张图纸都是喋血战士的长刀图纸，甚至有一份15级的披风图纸，一共4张图纸。看到这里，林毅露出笑容，不错，不如这样吧，我给你打造一件武器，算是分配给你的物品了，如何？
林毅一开口，杨开朗都吓得浑身一颤，他连忙摇头，想说让林毅不用麻烦了，自己本就没出力。可是当杨开朗还在措辞的时候，林毅已经继续说道：“别忙着拒绝，反正我也要打造装备，去冲一冲熟练度，就这么说定了。但是我保证不了打造出来的品质啊。”于是杨开朗就这么稀里糊涂和林毅说定了。杨开朗很想控诉，你压根没给我说的机会啊！可是杨开朗的性格让他注定说不出口，只能沉默着低下了头，继续在光球之中摸奖。下一件也是好东西，赫然是一个推荐信。林毅满意颔首，看来这精英怪掉落推荐信的概率还是蛮大的。虽然现在用不到，但是这都代表着钱啊！看到推荐信，林毅也想起来自己昨日挂到网上的那份推荐信，也不知道奸商马联系自己了没。心里这般想着，林毅打开了自己交易大厅的界面，登时愣住了。第88章卖出去了。林毅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标价1万交易点的推荐信，居然他们的卖出去了。卧槽，谁这么冤种？想要在这第2天就攒够1万交易点，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人只可能是通过钱币兑换的交易点。系统的兑换比例可是1比1000，这1万交易点可是代表着1000万钱币啊！什么人这么土豪？林毅的目光迅速朝着买家姓名看去，在交易大厅之中，卖家和买家的身份都是默认匿名的，比如林毅就是匿名的身份。但是如果玩家故意设置的话，也是可以设置成公开显示姓名的。比如这位买家就骚包的显示出了自己姓名邓杰。邓杰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呢？林毅在心中念叨一句，才猛然反应过来，严豪的那个土豪队友就叫邓杰，居然是他这个大冤种买走了自己的推荐信。林毅还注意到，不管是魏慈还是邓杰都给自己发了很多条消息。林毅大致扫了一眼，全都是砍价的，一路从1000涨到了5000交易点。但是当时的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消息，所以全都没有回应。而就在魏慈等人离开之后不久，邓杰没有再次提价，而是大气的直接花费1万交易点拍下这份推荐信。林毅真的是有些绷不住了，恐怕他们是被林毅给刺激到了吧。林毅转职成了锻造师，所以他们也要追随着林毅的脚步转职成锻造师。若是严豪他们知道卖家就是林毅的话，会作何感想呢？那幅画面一定很有趣吧。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交易点，林毅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林毅知道，随着系统功能的逐渐解锁，交易点的用处也会越来越多。比如可以用交易点买到在原本世界里面极为昂贵的美食，亦或者将自己的安全屋进行装修扩大。林毅就曾在论坛上看到奸商马的大豪宅。说到奸商马，刚刚林毅的交易大厅之中还有几个人发来了消息，其中一个名叫马华的人发过来的消息十分与众不同，吸引了林毅的注意。马华兄弟，你这价格是在做梦吧？你便宜点，我要了。马华在吗？在吗？别装作高人不说话。马华罢了，我服了。这样吧，我看咱俩也挺有缘的，要不咱俩合作，肯定能够做大做强。马华，我知道你一定在看，你不信我说的，我跟你说，你把这个推荐信送我，我让你入股。马华，我操，全卖出去了。马华，马华。林毅在心中咀嚼着这个名字，前世模糊的印象扑面而来。他现在已经有80%的把握了，这应该就是前世的奸商马。看起来他果然是发现了推荐信上的商机啊。只不过从他的言语之中看得出来，他现在的手头似乎不是很宽裕啊。看来这是自己把他拉上贼船的最好机会。林毅没有犹豫，直接点开对话框，意念一动，打字便完成了。林毅，合作？怎么个合作法？不如我们当面商议。发过去之后，林毅转念一想，都这么晚了，马华应该已经睡了吧，估计回复也得明天了。林毅直接关掉了聊天界面，把目光再次看向面前的杨开朗。此时的杨开朗已经完成了金色光球的探索，图纸后续就没什么好东西了，大多是一些材料。不过正好有林毅缺少的材料，虽然还新获得了4张图纸，其中甚至还有一个是15级的图纸，但是林毅惊喜地发现自己猎杀的3星精英怪掉落的一些材料，正好就是这个15级图纸所需的材料。现在距离8点的重置时间还早，林毅准备把这10件装备全都打完再回去睡觉。林毅满脸笑容地看向一旁的杨开朗，走吧，我们去打装备。此时的杨开朗经过3-4分钟的思索，终于想到了拒绝的理由，在林毅开口的瞬间连忙发出消息。杨开朗，很困了，要不算了吧。杨开朗心中其实是有一点小骄傲的，他自认为这个理由无懈可击。果然看到这条消息的林毅一愣，若是群体的身体本就虚弱，的确不该熬夜，倒是自己疏忽了。好，那我先去打造装备，明天我会再联系你的，到时候我把装备给你。我记住你的名字了，你的操作很不错，继续努力。林毅拍了拍杨开朗的肩膀，
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目瞪口呆的杨开朗。什么？明天找我？我明天还得想办法拒绝。杨开朗真的感觉有些欲哭无泪，他还以为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呢。亏得他还是一直特意在屋子里11点多才敢偷偷出来练级，他怕的就是遇到很多的人。在练级区经常会发生不认识的人组队练级这种事，可是他没想到大半夜还能在这里遇到林毅，甚至被林毅救了一命之后，还和林毅并肩作战了一场，现在更是和林毅约了明天见。自己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杨开朗感觉自己的脑壳都开始隐隐作痛了。杨开朗不知道，此时脑袋疼的不只是他。马华原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睡不着觉，今天那个推荐信简直太让他痛心了。怎么会有人真的用1万交一点买推荐信呢？为什么卖出去的人不是自己呢？马华经过分析，他知道推荐信这东西作为每个团队的刚需，爆率却这么低，在最近一段日子里面绝对会暴涨。而且马华已经做好了全部的策划，关于这份推荐信的炒作的计划。虽然他想明白了推荐信的重要性，但是没想明白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他先要让大家都想明白，然后再制造焦虑，或者说制造需求。他计划的方式是论坛发帖，让大家对于获取推荐信这件事产生焦虑，让民众产生如果再不赶紧获得推荐信打造装备的话，很快就会在副本之中阵亡的想法。死亡的威胁往往是最奏效的。第89章被锤了。当然了，在做这些之前，马华必须最大限度的囤积推荐信，这样他才能在民众产生焦虑之后迅速出手，高价卖出。他相信这次他绝对会成功。可惜他的启动资金并不多，他只有2000交一点，这已经是他全部的身家。所以马华才想要和这个人合伙。如果这人什么都不懂，那么自己只要随便哄骗他几句，就能把他的苦茬子都骗翻天。如果这人很懂，那么自己只要认真的哄骗他几句，还是可以把他的苦茬子都骗翻天。马华对自己有这个信心。可是他们的自己的计划第一步就失败了，任凭马华在那里说的天花乱坠，这卖家一句话都不回。还没等马华用尽全力的时候，这推荐信居然被卖了。马华真的接受不了，所以他气得睡不着。这时候交易大厅的消息突然响起，马华本就烦躁，发现自己忘开静音，更是暴怒不已。他们的，谁大半夜跟我发消息？我绝对饶不了你！你马爷爷，我这张嘴不仅可以挣钱，还能骂人呢！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马华猛然从床上坐起身来，满脸气愤地打开了系统界面，再打开了那个倒霉蛋的对话框，刚要骂出口，才赫然看见之前的聊天记录。自己像是一条舔狗一般，舔了人家10几条，结果别人1条都没有回复。没错，给马华发消息的正是那个卖推荐信的幸运儿。马华对于他真的很羡慕，甚至是很嫉妒。如果能够有这1万交易点，他绝对能够挣到100倍1000倍的交易点。所以他真的很不想回复。可是这个人现在说的是，居然是要和他面谈合作，难道真的有戏？马华满脸激动，他几乎是光速回复了林毅的消息。马华，可以。你在哪？我现在过去。真是舔狗。可是马华不介意。1分钟很快过去，5分钟也过去了，马华激动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们的，又不说话了，有病吧？马华真的感觉自己现在脑袋很疼，一种要炸裂的疼。没错，马华疼。此时造成马华很疼的始作俑者林毅已经在铁匠铺里挥洒汗水了。再次进入铁匠铺，那位 NPC 王大锤还是很热情的欢迎了林毅。林毅随意的摆了摆手，算是回应了王大锤的热情，然后就直接走上锻造台开始锻造。有顶级锻造技巧的帮助，林毅很快就叮铃咣当的锻造完成了。今日的精力也被消耗一空。林毅看着10把半成品，也就是只差1步鉴定的装备，思索片刻，决定还是明天鉴定吧。将10把半成品扔进背包，林毅直接传送回了自己的小屋之中，简单洗漱之后，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极波带来的影响早就已经消失不见。至于被遗忘的马华，此时还在咬牙切齿的辗转反侧。要是被我见到你，我要是不把你换洗的苦茬子也给骗走，我就不姓马。另一边，一个小屋里，杨开朗缩在角落，拙劣地排练着明天的拒绝。某张练级地图里，还在击杀小怪的严豪3人面面相觑，邓杰抽动的嘴角表达了他的无奈，为此眉头紧皱，眉毛更是气得抖动起来。他们的，这系统故意的吧？他们之前还没到10级，所以就收拾心情再次前来练级，结果就在这仅仅10只小怪之中掉落了2本推荐信。2本小怪，可是他们刚刚才花费1万交易点买下了1本，一个队伍里面有2个生活职业就足够了，所以他们买的这1本推荐信相当于白买了。1万交易点打了水漂，哪怕邓杰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
更何况现在的钱币只会越花越少，因为邓杰的父亲已经不能再给邓杰打钱了。马德，一定是那个林毅，遇见他就准没好事。严豪怒骂着，为此只能无奈地摆了摆手，算了，这本推荐信我挂交易大厅卖掉吧，看看能不能回点血。之前是我昏了头，有些冲动了，我道歉。走了，我们去转职。这林毅能够做到的，我们同样可以做到。正说着呢，为此脚步一顿，然后愣在了原地，很快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邓杰诧异，此哥怎么了？笑得这么猥琐？为此瞪了他一眼，就你会用形容词？不过还真是个好事。那个和林毅在第一次副本里是队友的纪一波，他同意在我们的帖子里发声了。翌日清晨，林毅已经自然清醒，虽然他昨晚睡得很晚，但是他还是在7点自然而然地清醒了。这已经成为了林毅的生物钟。为什么是7点？很简单，全民转职副本的开启时间是早上8点，7点起来正好可以简单的热身活动一下，也能让自己的身体清醒过来。林毅在系统那里花了一个交易点买了一份可口的早餐，在他下单的瞬间，早餐就出现在他的桌子上。通天塔的手艺说不上好，但至少可以吃。一边吃着，林毅一边翻看着论坛的消息。经过2天的适应和第一次副本的筛选，留下来的玩家都是比较能够接受新事物的玩家，所以关于全民转职时代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不过热度居高不下的还是严豪和林毅的帖子。就在林毅翻看的时候，严豪的帖子突然再次爆发了热度。林毅诧异之下直接点进去看看这严豪又想做什么妖。入目是醒目的几个大字，林毅队友亲自指认，他的一切荣誉其实都来自于开挂。看到这里，林毅眉毛微挑，操，自己被锤了。如果自己说我没开挂，会不会被封呢？林毅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莫名其妙地站起身来，继续翻动帖子朝下看去。我叫纪一波，大家可以在排行榜上看到我的名字，我就是林毅队伍的一员，所以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接下来的话语。第90章矛盾转移。纪一波。看到帖子的开头，林毅眉头微皱，先前那些旖旎的画面再次不受控制地涌上林毅眼前。林毅连忙晦气地摇了摇头，想要将那些画面全都排出脑海去。不过林毅还是有些疑惑，这纪一波怎么又和严豪他们混到一起去了呢？他为什么要在严豪的帖子下面发声呢？林毅连忙继续看下去。我本无意占用公共资源，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那个道貌岸然之人受人崇拜。其实林毅的技术根本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更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聪明绝顶。他还玩弄了我的感情，他就是个渣男，他的一切不过都是伪装出来的而已。看到这里，林毅都忍不住笑了。这严豪他们也太没创意了吧，开始用纪一波来攻击他是个渣男了。如果林毅是渣男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好男人吗？林毅轻笑着摇摇头，压根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反正只要自己的伙伴都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这也就足够了。名声虽然影响大神点和金探值，但这种诬陷林毅本就百口难辩，不如直接不辩。公道自在人心，他的一切优势其实都是来自于全民转职时代的一个漏洞。林毅正是从这个漏洞口中不断获取副本的信息，然后依靠着这些信息带领我们几人完成了第一次灾变副本，所以我们的完成度才那么高。然后他们抢走了副本所有的奖励，一件都没留给我。而这个漏洞就是他的队友苏婉宁。这个苏婉宁的职业和我们所有人都不同，他是一个诡异恶灵。惊诧吗各位？没错，就是我们大家刚刚转职时全都遇见过的那个诡异恶灵。林毅猛然瞪大了眼睛。前面的所有内容林毅都可以云淡风轻，但是林毅怎么也没想到纪一波居然把矛头对准了苏婉宁，他们居然开始往苏婉宁的身上泼脏水了。林毅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这绝对是严豪等人的指示。他们为了扳倒自己，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好，很好。林毅的双眸之中逐渐升腾起了熊熊的怒火。严豪他们可以随意诋毁林毅，林毅其实都没什么所谓。可是林毅知道苏婉宁的过往，当初苏婉宁就是被同学之间的流言暴力搞得天翻地覆，险些抑郁成疾。林毅绝对不想这样的事情重演。在这条帖子下，已经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玩家发表了恍然大悟的言论，更是有很多人开始对着诡异恶灵苏婉宁开启了嘴炮攻击。原来是这样，我就说那林毅是怎么获得的120%完成度，居然都超过100%了，简直离谱。原本是路人，看了楼主的爆料，我转黑粉了。这林毅抄答案直接选择全抄，不得改几道题吗？没抄过作业。我的天，诡异恶灵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啊？玩弄你感情？细说细说。看了姐姐主页的头像，我觉得我可以让姐姐报复在我身上。抵制林毅，杀掉恶灵。除了这些，各种不堪入目的评论更是数不胜数，
甚至有人还不知道从哪里查到了苏婉宁的头像，发在了评论区之中，还写上了很多辱骂的话语，绝对是任何人看了都会血压暴涨的程度。但成千上万的评论之中，同样也有替林毅等人说话的，比如王磊。王磊正在疯狂的和纪一波对线，你他妈被狗咬了，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苏妹妹救了你，你就这么害她？你有良心吗？还他妈玩弄你感情？你确定异神看得上你，不给装备？你现在那件精良匕首又是哪来的？王磊不停地发着帖子，可是纪一波根本不回应他，他的帖子也根本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人们只想看到他们想看见的。现在的吃瓜群众和灵异黑粉只想看见灵异身败名裂，这样的事情或许可以让他们在全民转职时代之中找到一丝乐趣。还有什么比顶流巨星塌房更好吃的瓜？现在的灵异就像是全民转职时代最初代的网红，想要看到灵异被锤的人数不胜数。除了王磊，还有唐俊仁也一直在帮忙解释，可是唐俊仁的名字已经和灵异捆绑在一起了，只要是唐俊仁发出来的帖子，瞬间就会被无数人冲爆。唐俊仁本就木讷老实，哪里能和那些键盘侠对线？灵异的瞳孔已经彻底燃起，无尽的怒火让现在的灵异非常想痛快的嘶吼一声，但是他还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做。灵异第一时间打开了苏婉宁的对话框，开口道：灵异，网上的帖子不要去看，不要去管，交给我。灵异不知道苏婉宁看没看到那些言论，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也不知道要如何劝慰苏婉宁，所以他想要从根源解决问题。然后灵异直接点开了魏慈的好友对话框，奇怪的是，灵异没删魏慈，魏慈同样也没有删掉灵异。灵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发完之后，灵异再次切换对话框，给唐俊仁也发出去一条消息：灵异，不必解释，不必再发帖，交给我。三人之中，第一个回复灵异的居然是魏慈。魏慈，怎么急了？魏慈，想不到天不怕地不怕的灵异居然有这么一个软肋，还真是要感谢季姑娘告诉我这些呢。魏慈，我想要什么？很简单，魏慈，我想要你死。魏慈，只要你死，帖子我立马删除。怎么样，很划算吧？灵异看着魏慈的文字，甚至都能想象出他那副嚣张的嘴脸。灵异想要杀掉一个人的想法第一次这么浓烈，这个魏慈的做法已经彻底惹怒了灵异。严豪三人已经悄然登上了灵异心中的死亡笔记，不就是前世的最强喋血战士和最强刺客吗？灵异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本事。第91章，苏婉宁站出来了。此时的魏慈难得露出了得逞的笑容，他现在眼眶上顶着一个大大的黑眼圈，但他很高兴。昨晚他一夜没睡，转职成锻造师之后，他就连夜把装备全都打造了出来，将精力消耗一空。现在他的熟练度已经高达300，他的初始熟练度被王大锤评为了精英匠师，获得了200熟练度。魏慈自认为现在他的熟练度绝对比灵异高了，他的操作精准无失误，速度更是和王大锤相差无几，所以才能获得精英匠师的评价，连 NPC 都对他表现得惊诧不已，由此可见他表现的优异，所以他并不相信灵异能够比他做得更好。全服第一个转职那又如何？灵异能有那么多钱去收购图纸吗？不能。灵异能有那么高的初始熟练度吗？不能。打造完装备之后的魏慈还没来得及鉴定，就开始帮着纪一波计划如何利用纪一波的身份来扳倒灵异。还是在纪一波的建议下，他们决定把矛头转向一旁的苏婉宁，把一盆根本洗不干净的脏水倒给苏婉宁。魏慈觉得自己就是个天才，这次的舆论灵异绝对抵挡不住。果然吧，现在灵异已经按捺不住自己暴怒的心，居然主动发来了消息，这说明灵异已经慌了，这让魏慈感觉自己的熬夜全都是值得的。虽然现在灵异还没有回复，但是魏慈已经能够想到灵异在那边抓耳挠腮的模样了，他在痛苦，魏慈很畅快，而且魏慈自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灵异，既然有了伤口，那就多撒点盐吧。于是魏慈开始有些疯癫般的自言自语：魏慈，现在知道和我们作对的后果了吧？魏慈，可惜你现在反悔已经晚了。魏慈，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来翻盘，你拿什么来回应？魏慈，你就等着身败名裂，然后死在副本之中吧。魏慈，对了，你恐怕还不知道吧？下一次副本之后，系统可是会开启工会功能的，以我们现在的声望，我们绝对会是全服最大的工会。魏慈，到时候你就真的混不下去了，我会让我们工会的人见你一次杀你一次，除非你天天待在你的小屋子里面。哈哈哈！魏慈，你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要针对你？很简单，你太狂了，我不喜欢比我们还狂的人。魏慈，而且踩着你上位才能获得更高的声望。声望？
才是真正属于上位者的东西。魏慈，你还不配拥有。林毅一直没有回复，似乎已经被魏慈对得哑口无言，满面涨红。魏慈对此十分满意，但魏慈不知道的是，林毅不回复的原因是林毅压根就没有在看魏慈发的消息。此时林毅已经陷入了沉思，杀掉严豪三人这件事，他是绝对不会莽撞出手的。虽然林毅现在愤怒不已，但理智仍然存在林毅的心中，他需要有完整的计划。从昨晚的相遇来看，严豪已经拥有了不少忠心的小弟，他的势力恐怕已经出现雏形。自己若是贸然出手，恐怕会面临被围攻的陷阱。林毅现在还没强到能够一打多的程度，虽然随着外挂能力的提升，以后有可能做到，但是绝不是现在。严豪具有很庞大的实力，这一点其实从前世就能看得出来。前世严豪创立了一个综合实力全服排名前3的公会，属于严豪的势力遍布全服，其中元老级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在燕京的时候就跟着严豪混的小弟，正是他们那种地痞流氓般不要命的作风，才能让严豪的势力扩张迅速。但也是这种鱼龙混杂的成员造成了严豪公会的人均实力并不强，所以综合实力排名并不是最高，全靠最强喋血战士和最强暗影刺客来撑场子。虽然不是传说中的全服最强公会，但是绝对是存在感最强的公会之一。林毅原本并没有建立公会的打算，他只想和自己的队友们一起在这个乱世生活好好下去。但是现在林毅想要和严豪等人对抗，似乎公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必要的存在，只有势力才能对抗势力。林毅将这个想法暂时记入心中，毕竟就目前情况来看，别说组建公会了，现在他连一个6人小队还没拉扯起来呢。满打满算6个职业，现在他确认的队友也就只有唐俊仁一人。喋血战士他已经有了方向，就是昨天遇到的那个杨开朗，稍加指点，他的实力应该是可以突飞猛进的。荣光牧师则是奸商马，但是这位暂时还不能确认，毕竟自己还没有和奸商马见面，还不知道对方的品行到底如何。林毅选择队友的标准很简单，你的技术可以差一点，只要天赋不是差到离谱，林毅都可以依靠外挂来慢慢指点。但是如果品行不行，这根本不是外挂能够改变的。如果这2人都可以确定下来，那么自己还有2个队友的位置空缺，一个炫灵法师，一个暗影刺客。前世的暗影刺客已经和林毅结了仇，不用多说。至于前世最强的炫灵法师，林毅陷入思索，一个疯癫的身影闯进了林毅的脑海，让林毅不由得打了个寒战。那个女人，还是算了吧。看来找队友这种事情也不能太过着急。林毅将思绪拉回，看着面前魏慈的聊天框，他知道和这种无赖恐怕没什么可说的了。2人早就已经正式成为了死敌，说再多无用的废话，也不如到时候直接2箭射死他来得痛快。林毅已经准备打开论坛，亲自发声辟谣了。林毅他想到了一个有些偏激的解决方案，但林毅感觉这个解决方案是最简单粗暴的了。可就在这时候，唐俊仁的对话框突然亮起。唐俊仁，毅哥，嫂子她居然站出来发帖了。林毅不由得心头狂跳，嫂子自然是指的苏婉宁。苏婉宁她居然发帖了，她疯了吗？她本就是众矢之的，此时站出来岂不是会被无数的口水给淹没？不是说了让她交给自己处理就好了吗？她为什么要站出来？林毅有些慌乱，他连忙打开论坛，目光朝着热门帖子看去。果然他很快就在热榜的第5名看到了苏婉宁的名字。第92章王者归来，我就是苏婉宁。我看到了几亿波发的帖子，没错，我的确是转职成了诡异恶灵，但是我有理智，我和那些失去理智的诡异恶灵不同。你们觉得我是系统的漏洞？我可以提前知道过关的技巧，其实我倒是蛮想有这种能力的，那样我也可以在团队之中做出属于我的贡献了。但很可惜，我并没有。无论你们信不信，我不在意。我们不喜欢与人为恶，可是很可惜，总有无数的恶意朝我们而来。曾经我也经历过这种类似的网暴事件，那时候的我选择了逃避，而一直保护着我的是林毅。现在我和林毅都开始被网暴，我想应该轮到我站出来保护他了。这次我不会再退缩了。这个视频应该会让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帖子的下方是一个视频，林毅茫然地打开这个视频，才赫然发现这是林毅当时击杀3星精英怪的全过程。视频的录制视角就是苏婉宁，苏婉宁应该是在刷怪的过程中就开始录像了，所以视频是从唐俊仁发现兵马俑开始的。接着便是林毅冷静的部署，让苏婉宁躲起来，让唐俊仁去刷怪，然后是自己开始戏耍兵马俑的片段。在某处主城，顾雪荣正一脸严峻地躺在床上，紧皱眉头看着论坛，甚至连他的精良魔杖都被他随手扔在了一旁。他正在疯狂用意识打着字，他在和人对线，一边打字一边还骂骂咧咧，疯癫癫的模样可真不符合他姣好的面容。都特么是黑粉，都是在抹黑我家哥哥，
都给我死！顾雪荣乃是林毅头号铁粉，从林毅第一个精彩视频集锦出现的时候，他就深深被那个帅气的身影吸引了。特别是林毅当时面对硕大蚂蚁迈出的云淡风轻那一步，优雅，太优雅了。顾雪荣本身就是学舞蹈出身的，对于这种优雅到堪称舞姿迈步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从那时候起，顾雪荣就成了林毅的死忠粉。哪怕是后来严豪出现，不断抛出林毅的黑料，他也不曾动摇过。但是这个极一波的出现让顾雪荣如临大敌。顾雪荣疯狂发帖之后，刚想喘息一会，突然一条来自苏婉宁的帖子吸引了顾雪荣的注意。苏婉宁这个名字他自然是熟悉的，这不就是极一波说的那个诡异恶灵林毅的队友吗？他居然发声了，他要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个漏洞呢？他可千万别成了猪队友，越描越黑呀！顾雪荣连忙紧张地点开了这篇帖子。这篇帖子顾雪荣看得很快，苏婉宁真挚情感倒是让顾雪荣稍稍有些动容。对于各种质疑，苏婉宁居然没有选择为自己澄清太多，而是无所谓的留下一句：无论你们信不信，我不在意。这让顾雪荣微微颔首。有的时候解释不如不解释。接着顾雪荣点开了视频，很快顾雪荣就注意到了实线中央的林毅。果然很帅。顾雪荣一副花痴脸。不过很快兵马俑气势汹汹的出现让顾雪荣一惊，接着便是林毅的一串操作。当林毅借助墙体后空翻的时候，顾雪荣甚至都有些忘记了呼吸，简直是太惊险了。不愧是老娘粉的男人，真的帅。接下来便是唐俊仁成功杀掉小怪，林毅升级换装备，然后开始压着兵马俑打的画面。唐俊仁想要帮忙，甚至还被林毅阻止了。他居然想要 solo 这个精英怪。 solo 是顾雪荣习惯的说法，在他们练舞蹈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单词，意思是个人独舞。这里的 solo 精英怪便是个人单杀精英怪的意思了。看到这里，顾雪荣已经惊为天人，特别是在看清这个兵马俑的数据之后，3500的血量，200的攻击力，我的天啊，这要是我，只要被戳到2次就得一命呜呼了。异神他到底怎么赶的啊？猛然间顾雪荣终于明白这个视频的含义了。这个视频不仅证明了依靠人海战术击杀3星精英怪绝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且还直接赤裸裸地展示了林毅的技术。谁还敢说林毅的精彩操作是假的，是演的？你当这里是影视城呢？林毅总不能找到一个兵马俑来配合他吧？顾雪荣在练舞空闲之余就爱玩网游，也算是个电竞少女，所以她能够看出林毅的这些操作和意识的恐怖之处。只需要这一个视频，林毅就能摆脱所有的质疑。这可是全程拍摄，虽然苏婉宁偶尔会摆动视角看向自己身旁来回游走的那些雕塑，但并不影响顾雪荣看到林毅各种惊艳的操作，反而这种摆动的视角更让人有紧张的代入感，仿佛此时正身处于苏婉宁录像的场景中一样。但是突然视频之中转折突生，前去帮助林毅的唐俊仁居然被兵马俑扫倒了。光是扫倒其实并不要紧，但是唐俊仁居然触发了一群小怪，这让本就严峻的局势更加严峻了。顾雪荣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接着便是唐俊仁的不离不弃，林毅的拼命一搏，苏婉宁的灵机一动，可以说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他们几人都活不下来。最终苏婉宁朝着兵马俑扑去的画面更是给了顾雪荣暴击。在苏婉宁的视角看来，这一幕真的很恐惧，那根长矛甚至已经朝着苏婉宁刺过来了。还好最终还是林毅出手救下了所有人。至此3星精英怪倒下。看完之后顾雪荣久久不能平静，他的胸前起伏不定，大口喘着粗气，仿佛刚刚死里逃生的人正是他自己一样。过了许久之后，顾雪荣回过神来，心中突然升腾起一丝委屈。林毅他们这么拼了命的活下去，到头来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按在头上一个依靠人海战术。人海？3个人的人海吗？千夫所指，百口莫辩。不知不觉之间，顾雪荣的眼角已经有了泪珠。顾雪荣擦干眼角的泪珠，再次打开严豪和纪一波的那篇帖子。此时的他已经王者归来。第93章2个视频。此时和顾雪荣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很多原本有些摇摆的粉丝在看到这篇视频的时候都选择了擦干眼泪，站起来再战。严豪说他依靠等级，可是那等级是他冒着被大蚂蚁拍死的风险自己提升起来的。严豪说他是以多打少，现在事实证明，这还是林毅从九死一生的陷阱之中换来的。林毅依靠的从来都不是其他人，更不是造假和欺骗，他能够依靠的只有他卓绝的技术和他无惧死亡的勇气。短短半个小时，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亿，原本一边倒了的风向也瞬间被逆转。无数沉郁很久了的林毅粉丝全都爆发了，有视频，有证明，
严豪还有什么可说？可还有严豪的粉丝嘴硬发帖。行，就算灵异的技术是货真价实的，但是这个视频并不能证明副本完成度120%是灵异自己打出来的。如果没有外挂的话，灵异怎么可能做到？没错，120%完成度这一点你们怎么解释？还没等这样质疑的声音浩大起来，苏婉宁再次发帖。其实120%的完成度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匪夷所思，还是一个以苏婉宁为视角的视频。而这个视频的场景，所有人都再熟悉不过了。这是哭泣的高3楼，无数人现在都对那个走廊有了心理阴影。视频的内容正处于校长室内，而校长的血量此时已经见底。这时候的苏婉宁正在研究系统的各种功能，碰巧尝试到录像功能，感觉还蛮有趣的，就没有关闭了下来。咦，还能录像啊？苏婉宁低声呢喃的声音响起，接着画面亮起，一开始有些混乱和晃动，后来似乎是苏婉宁适应了这个状态，才稳定下来。她怯生生地躲在林毅的身后，注视着林毅所有的动作。很快，校长血量见底，但剩下一滴血。王磊开口想要补刀，林毅拒绝。接着便是林毅上前，让恢复理智的校长签字的画面了。视频进展到这里，弹幕瞬间暴涨。嚯，这校长居然不再变了，原来是这时候签字的。我们当时压根没有签字，我们当时签字了，的确是这样的操作。大家都对这个画面惊诧不已，但后面林毅的各种操作和分析，才更是让所有人惊为天人，同时也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林毅分析的没错啊，出现了补课单，课程当然要增加，当然也要重新击杀了。卧槽！解决完所有课程之后的最终 BOSS 居然数据清零了，这都可以。不过也的确符合逻辑啊，假条也批了，课也没了，开心还来不及呢。林毅要去哪？这是和解了呀？他不哭了？哭泣的高3楼没人哭泣了，自然是完美通关了呀。原来是这样，林毅真正沉浸进入了这个副本，是真正的用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时候暴力不是唯一的办法。这个挤一波不是说林毅玩弄他感情吗？我看人家压根就没搭理他啊，不是没给装备吗？明明第一件精良匕首就给了那个挤一波，他啥都没干，还能分配到装备。这副本全靠一神带飞，这女的也好意思啊？原来是绿茶，操，又被骗了。视频一出，就连最后的一丝质疑声也消失了，大家也更深入的了解了大神是如何通过副本的。沉静、思考、细致、大胆，缺一不可。怪不得人家可以120%完成度，而他们只能完成40%，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真的沉浸进去思考。2个视频让林毅以一种万分耀眼的姿态重回顶流，很多原本严豪的死忠粉也终于闭嘴了。没办法，敌人的攻势太凶猛了，原本占据优势的严豪方几乎是被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方式摧毁了，他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声望也一落千丈。此时刚刚辱骂完林毅的魏慈还在得意洋洋呢，这个缩头乌龟除了装死没有任何的其他能耐。罢了，反正用不了几日，林毅就会彻底成为过去式，而我们3人将会踩在林毅的肩膀上，成为最新的顶流，拥有数以亿计的簇拥。魏慈兴高采烈地打开论坛，准备欣赏一下自己的簇拥们是如何攻击林毅的。此时严豪帖子的热度仍然稳居热度排行榜第1名，而第2名居然是苏婉宁发的帖子。魏慈不动声色地挑了挑眉，但并没有放在心上，负隅顽抗罢了。无趣。接着魏慈点开了严豪发的帖子，可是帖子的内容却和魏慈想象的完全不同。整个帖子一眼望去，居然全是林毅的支持者，偶尔冒出来几个替严豪等人说话的，也会瞬间被冲到自闭。最主要的是，此时严豪的粉丝已经不知道拿什么去和林毅的粉丝抗衡了。我原本就是一神的粉丝，是我信了严豪的鬼话，居然怀疑了一神，结果2个视频抛出来，简直和王炸没有区别。这时候我才知道之前的我错的有多离谱。一神被诬陷了那么久，都没想过公开这个视频，但是他没想到他原本的队友也会站出来泼脏水，所以他才会忍无可忍。一神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癞蛤蟆不咬人恶心人，一神只是想让这场闹剧结束，严豪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罢了。视频，魏慈突然有不好的预感，他连忙打开苏婉宁发的帖子，打开了他发出来的2个视频。当魏慈看完第1部视频的时候，魏慈就意识到恐怕要完了，他们想要翻盘恐怕有些难了。单杀3星精英怪，有这等殊荣在，谁还能说林毅的实力不强？虽然视频之中唐俊仁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仍然不影响林毅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林毅一个黑暗猎人居然能够依靠走位去拉扯带突进技能的精英怪，光靠这一点，林毅就可称全服最强黑暗猎人。这个男人真的这么恐怖吗？第94章，他们输了。魏慈突然觉得有些苦涩，但他还是有些不信邪的打开了第2个视频，认真的看了起来。很久之后，
魏慈沉默地关掉了视频，所有的谣言都已经不攻自破了，他们真的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魏慈扪心自问，第一次副本的这些细节真的很难想到吗？其实不是，就像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做题，有时候你绞尽脑汁都想不出的一道题，看了答案却瞬间恍然大悟，他们只是被自己的认知蒙蔽了双眼而已。魏慈轻叹一声，他们输了，不仅没能踩着灵异上位，还成为了灵异更上一层的踏板。这是魏大军师在燕京混了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失手，但魏慈没想到，这还不是最后一击。绝杀一击来自邓杰曾经的小弟，也是昨晚落荒而逃的两人其中一个。医生，我无意与你作对，昨晚在学校后院地图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是被胁迫的，请您原谅。帖子的开端是一个道歉信，可是这篇道歉信附带的视频却是相当炸裂。视频的内容是一帮人在围杀2星精英怪的画面，那只2星精英怪正是当时严豪等人手杀的那一只。无数小弟前仆后继一般朝着精英怪冲去，而主角严豪却在一旁抱着刀，饶有兴致欣赏这一切。所有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采用人海战术的是严豪等人啊！他们居然还敢反咬一口，说别人是人海战术。无数的玩家顿时觉得自己像是一条狗一样被严豪耍来耍去。原来严豪一直都只是一个想要踩着灵异上位的小人而已。本就示威的严豪粉丝彻底绝迹了，严豪的帖子也被人弃置，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篇帖子。我们都欠灵异一个道歉。这篇帖子几乎是瞬间便冲上了热门榜的第一。第二是苏婉宁的那篇帖子，灵异这个名字再次响彻在全服玩家的心中，很多玩家自发的去给灵异的精彩操作集锦视频点赞，并且留言道歉。灵异的点赞数量正在疯了一般的暴涨，但是所有事件的主角本人却并不知晓这件事。此时苏婉宁和唐俊仁已经传送到了灵异的房间之中，灵异在反复确认苏婉宁真的没事之后才放下心来。看来现在的苏婉宁的确比当年要坚强多了，这次他们能够翻盘还真是多亏了苏婉宁。至于网上的舆论继续如何发展，灵异已经不在意了，他现在正在联系杨开朗呢。灵异，杨开朗醒了吗？你的房间号是多少？我直接传过去，或者你过来。灵异，算了，咱们一起去铁匠铺，那里有鉴定药水，直接鉴定就可以了。快来吧，我在等你。铁匠铺007号图。杨开朗，其实我……灵异，你别想着拒绝，这是你应得的。你要是不过来，我可是要人肉你了啊！我的影响力你应该知道吧？我这人就是不喜欢欠着别人。杨开朗，杨开朗感觉自己再长10张嘴也不一定能够说得过灵异。杨开朗只能选择屈服，直接传送到了铁匠铺007号外围。在铁匠铺等待的灵异还注意到了昨晚马华的回复，灵异压根没想到马华那么晚都不睡，居然可以秒回。灵异，不好意思，昨天没有看见，我在铁匠铺007号，你可以过来找我。发完之后，灵异便随意的在铁匠铺内坐下，等待着两人的到来。一旁的唐俊仁倒是对铁匠铺充满着好奇，四处打量着，还饶有兴致的和王大锤对话。灵异已经和他们2人简单讲过了昨晚的经历，惊险的经历让唐俊仁和苏婉宁都后怕不已。不过灵异隐去了纪一波的故事，灵异并不觉得他能够拒绝诱惑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其实想活下去不是什么坏事，但是纪一波的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灵异无能为力。此时的纪一波还不知道自己心头靠的大山已经轰然倒塌了，他现在还在挥霍着自己的汗水。片刻之后，他疲惫地爬起，他身旁的严豪则是自顾自地点起了烟。好厉害啊，豪哥，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吧？听到纪一波的呢喃，严豪得意一笑，猛吸一口香烟，开口道：你的表现很好，放心吧，以后在这全民转职时代，我会罩着你的。虽然你不能和我一队，但是我会让他们多多照顾你的。听到这，原本风情万种的纪一波突然脸色一变，声音有些尖锐地问道：你不是说你会让我和你一队吗？严豪吐出烟圈，满脸的不在乎。我们的队伍之中已经有了暗影刺客，不需要再多一个了。难道你以为你可以代替魏慈？女人，你想的太多了。严豪冰冷的话语狠狠地拍打在了纪一波的脸上，他双眸充满着茫然，一种被戏耍的情绪涌上心头。这时候严豪又似乎想起了什么，呢喃道：说到魏慈，他刚刚一直申请传送到我的房间，那时候我正忙着呢，哪里能让他传送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严豪打开魏慈的聊天框，那里有10几条未读消息。什么事这么急？天塌了？这就是他自诩的稳重吗？可笑！严豪心中冷笑一声，打开了信息，当时就愣住了，失声喊了出来：什么？怎么可能？纪一波突然有不好的预感，也顾不上遮挡身体，连忙起身抓住严豪的肩膀问道：怎么了？严豪哪里有心情理会他，
粗暴地甩开纪一波的胳膊，满目诧异地盯着虚空之中的系统屏幕。被甩开胳膊的纪一波看着严豪的模样，意识到估计是论坛出现了问题，连忙打开论坛。不看不要紧，看完之后，纪一波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完了，一切都完了，他的靠山已经轰然倒塌了。纪一波看着论坛上对自己一边倒的辱骂声，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腾而起。或许原本他还有可能和林毅做个朋友，但现在他们已经是站在对立面的敌人了。疲惫和恐惧冲上纪一波的心头，加上他昨晚的休息本就不好，他居然直接就晕了过去。第95章，马华。这一切林毅等人并不知，此刻的他们还在铁匠铺内闲聊着。听完林毅的经历，唐俊仁有些后怕的说道：“毅哥，这也太危险了吧！你下回可以发消息将我强制吵醒呀。”林毅无所谓的摆了摆手，其实那种情况下你来了用处也不大。苏婉宁则是用担忧的目光注视着林毅。林毅能够没事，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苏婉宁很难相信林毅是怎么做到把那么惊险的经历如此云淡风轻讲述出来的。光是听林毅讲，苏婉宁就已经感觉到浑身寒战了。苏婉宁目光认真地看着林毅，轻声喃喃道：“以后不要自己一个人那么冲动了，如果你出了些什么事，我们该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呢？”苏婉宁的话让林毅一愣。一旁的唐俊仁没听出苏婉宁言语之中的深层含义，大咧咧的附和说道：“就是，嫂，苏同学还需要一哥你保护呢，你可不能有事啊。”林毅轻笑，颔首：“放心，以后不会了。”苏婉宁展颜一笑，目光之中满是欣喜。林毅转移话题，讲述了昨日的收获和那1万交易点。更有趣的是，买推荐信的这个人，如此巨额的交易点让唐俊仁和苏婉宁两人全都睁大了双眼，充满着不可置信。唐俊仁挠了挠头：“一哥，他们要是知道卖推荐信的是你，恐怕会气疯吧？”苏婉宁掩嘴轻笑：“算是他们给我们的精神损失费了，不亏。”就在林毅三人轻松闲聊的时候，杨开朗终于到了。其实杨开朗早就到了，不过他站在门口踌躇了很久，一直在犹豫要怎么进去，进去之后要先说什么，然后开始了细致的排练。但现在杨开朗进来了，并不是他练好了，而是杨开朗的身后居然又来人了。那人有些瘦削，鹰钩鼻子，双眸之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和他比起来，皮肤白皙圆润，目光略微呆滞的杨开朗简直就是一个傻子。杨开朗瞬间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压迫感。为了躲避这人，杨开朗迫不得已选择一步踏入了铁匠铺之中。没错，这个瘦削的鹰钩鼻就是马华。几乎是一夜没睡的马华清早收到消息，差点没给他气炸了。他们的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事了，老子才不去呢！真当老子会为了你那区区一点交一点折腰？做梦！等会老子要是不去，岂不是便宜了这个傻逼？不行，我不仅要去，我还得气势汹汹的去，因为这次我不是去谈生意的，我是去骂战的。于是马华气势汹汹的传送了。当马华快要走到铁匠铺的时候，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子正在铁匠铺外，不知道在干什么。不会这小子就是那个卖家？这么傻，还真他妈是傻人有傻福啊！想到这里，马华更气了，直接朝着杨开朗快步而去。也正是他这副气势汹汹的模样，把杨开朗给吓进去了。还敢跑，也知道心虚了。晚了。马华冷哼一声，目光之中满是不屑，跟在杨开朗的身后一步踏了进去。看到杨开朗突然出现的林毅，先是一愣，旋即轻笑起身：“来了。”林毅刚想介绍苏婉宁和唐俊仁的时候，马华气势汹汹的到了，而林毅几乎是第一瞬间就认出了马华。鹰目鹰鼻，这是前世论坛上形容奸商马最常用的形容词。现在林毅真的见到真人才知道这个形容有多准确。你就是马华吧？林毅脱口而出的问道。原本气势汹汹朝着杨开朗而去的马华一愣，这人是谁？他怎么知道自己是谁？啊，是我，你是？林毅轻笑着伸出手：“我叫林毅，就是我邀请你来这里的。”马华这才反应过来：“我操，原来是你小子！”现在笑容满面的，看着还挺亲切，但是怎么在网上不干人事呢？马华刚想呵斥出声，却想起了林毅刚刚的自我介绍，登时愣住了。他刚刚说他叫什么？林毅？连杨开朗这个社恐都知道林毅，他这个热衷于网上冲浪、收集各种讯息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要知道，人的名气就意味着流量，流量就意味着财富啊！林毅，马华瞬间变了一副嘴脸，刚刚心中的气氛几乎是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开玩笑，这可是一神啊！大神有点脾气怎么了？那岂不是太正常了？什么？我双标？在交一点面前，双标就双标吧。马华微微欠身，恭敬的双手握住林毅的手，热情的上下摆动，
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原来您就是林毅啊，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我就是马华，义神请多指教。林毅有些惊诧马华的热情，但也没多说什么。握完手之后，看向杨开朗和马华两人。我介绍一下，这位叫唐俊仁，他是一名放逐骑士；这位叫苏婉宁，他呢是诡异恶灵。杨开朗和马华都看过网上的帖子，对于苏婉宁的身份没有表现得太过惊诧，但两人的反应天差地别。杨开朗沉默着低下了头，甚至不敢去看唐俊仁和苏婉宁。马华则是一副自来熟的模样，踏前一步，先是热情地握住了唐俊仁的手，满脸激动地说道：“原来是您，唐先生！我也看过你的精彩操作视频，你的盾牌用的简直是出神入化，队伍里面能够有您这样的放逐骑士，简直是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马华的热情让唐俊仁都一脸懵，还没等唐俊仁反应过来，马华已经走向了一旁的苏婉宁。和苏婉宁握手的时候，马华是点到即止，一触即离，尽显绅士风范，但态度同样激动。苏小姐，你发的帖子和视频我看了，义神能够绝地反击您，绝对是居功至伟。您和义神之间的感情也让人感动不已。而且说实话，你的红头发很好看。马华发自内心的赞赏道。一旁的林毅倒是露出了敬佩的目光。成功果然从来都是眷顾有准备的人。马华前世的成功，除了他独到的目光以外，他在为人处事上的处理同样让人感觉到舒服。既然都是选择合作的人，为什么不选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合作者呢？不得不说，马华深谙乙方之道。第96章鉴定装备。至于杨开朗的情况，林毅已经提前解释过了。苏婉宁二人也知道杨开朗乃是弱势群体，所以对于他的沉默没有任何的惊诧，反而是有些惋惜。这么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怎么偏偏……哎，老天你不公！马华懂得寒暄点到为止这一点，他的寒暄既能让人感觉到亲近，又不会让人过度的烦扰，这是十分难得的。寒暄过后，马华退回远处，看向林毅：“义神，你说的合作的事？”林毅轻笑：“在商议你我的合作之前呢，我们先来鉴定几件装备。这是我昨晚打造出来的，其中有2把喋血战士的大刀，是我许诺给杨开朗的。要不我们就先来鉴定这2把大刀吧。”杨开朗自然是不会发表任何意见，苏婉宁和唐俊仁两人也微微颔首，一旁的马华更是表现出了盎然的兴趣。义神对于打造装备很有兴趣，我原本也想着转职成铸造师呢，因为我觉得锻造师这样有赚钱的前景，可惜我一直没有打到推荐信。不过经过我人仔细的分析，锻造师这个职业虽然能够赚钱的，但很考验运气。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次次都只能打出白板装备，那么就连收支都很难平衡。听了马华的话，林毅轻轻颔首。这马华对于经济领域的眼光和分析的确不错。马华猜测的没错，前世的确如他所说，锻造装备可以挣钱，但是能够收入大于投入的很少。大多数人都是保证自己队伍能够自给自足就满意了，属于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林毅前世就是一个旱死的。不过这一次有了初始500熟练度的加成，加上自己身后的锻造之神的幸运披风，林毅倒是对于自己的锻造结果抱有一丝期待。当时王大锤对自己的评价可是神将之姿啊，那自己到底能不能成为神将呢？林毅阴恻恻的想，要是不能就抱做一顿王大锤吧。林毅已经在王大锤那里购买了10个鉴定药水，10张图纸之中几乎涵盖了大部分的装备类别，其中有2个喋血战士的大刀，那是属于杨开朗的，还有1把法杖、1个魔杖、3个轻甲、2双鞋子，最后便是那张15级的披风图纸。法杖和魔杖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分辨，法杖是荣光牧师的专属装备，而魔杖则是炫灵法师的专属装备。林毅还记得他昨天的锻造顺序，因为熟练度是会影响装备属性的，所以林毅将目前大家最用不上的装备优先打造了。杨开朗的这2把大刀分别排在了第8个和第9个，那就先鉴定第8个这把吧。林毅从背包里将10把半成品全部掏出，然后拿起鉴定药水直接洒在了那把大刀上。下一刻，一道晶莹的绿光闪过，林毅一愣，哟，不错呀，第1把就是精良。这道绿光瞬间将所有的人目光吸引而来。阿波罗虔诚长刀，品质精良，可用等级10，攻击力16-18，打造人林毅。苏婉宁沉吟片刻，欲言又止。林毅注意到了，轻笑道：“婉宁，想说什么可以说。”苏婉宁颔首，盯着这件精良装备说道：“这件似乎是爆了一点点伤害。”林毅点了点头，表示了肯定。正常的10级精良大刀带来的攻击力提升应该是15左右，这把最多能够到18，已经算是不错。要知道20以上就已经是史诗的水平了，还不错，至少没打出来白板。怎么样，开朗兄弟，你还满意吗？突然被 Q 的杨开朗
浑身一颤，连忙点头。他原本在角落待得好好的，大家的目光都只顾着看向装备，让杨开朗舒服不少。结果这林依依提到自己的名字，所有人瞬间投射过来目光，让杨开朗难受不已。什么时候自己成了林毅的兄弟了？至少有个精良保底了，我也算完成了交代。那我们就来看看下一把吧。此时林毅心情轻松，再次取出一瓶鉴定药水，倒在了另外一把装备上。此时的007号铁匠铺内，其实也并不只有林毅几人，有几个少年少女簇拥着一位男生，刚刚完成了锻造师的转职。嚯，现在本少也是2个职业的人了。那男生名叫路人甲，他觉得今天一定是他的人生巅峰。经过昨天和今天早上开始的刷级，他终于升到了10级，打到了一份推荐信，甚至还登上了等级榜的100多名。在今天早上9点之后，升到10级的第一批玩家开始陆续出现，所以能够转职的玩家也越来越多。这批玩家大多是昨天和今天早上一直都在刷怪的玩家，那些摸鱼的玩家大多还处于8级左右。这个路人甲就属于比较热衷于刷级的那种玩家，他也是所有小伙伴之中第一个升到10级的人。这不，他升到10级的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铁匠铺转职。在路人甲发出兴奋的呼唤之后，旁边一个有些嫉妒他的男生开口道：你才转职有什么炫耀的？你看看人家都开始鉴定装备了，还是个精良的。路人甲不在乎的撇了撇嘴，运气罢了。你看吧，下一件绝对是个白板。那名男生本就看路人甲这副得意的模样有些不爽，此时更是来了脾气，回怼道：他要是不是怎么办？咱俩赌一把。路人甲瞥了一眼人群之中自己中意的女生，他自然是不可能在这时候认怂。赌就赌，我就赌他下一件是白板。男生果断道：那人能够这么早转职，肯定有2把刷子，所以我赌是精良。有了2人的赌注加成，这一行人的目光全都朝着林毅那边看去。林毅倒是不知，手中的鉴定药水已经倾倒完毕。虽然这件装备是排在第9件的，但是林毅并没有对他抱有什么太高的期待。毕竟锻造本就是一个考验运气的事情，能有精良保底，他已经很满意了。可是当鉴定药水进入半成品，那道骇人的光芒瞬间照亮进每个人的眼底。第97章登榜，全服第1件，蓝色，这特么居然是蓝色！马华懵了，苏婉宁呆了，唐俊仁挠了挠头，杨开朗没有抬头，一旁的路人甲疯了。我操，有没有搞错？史诗装备，是我眼花了吧？路人甲猛然揉了揉眼睛，似乎想要将幻境打碎，可是耳边突然响起了播报声，将他的质疑彻底击碎。且听，这是神兵出世的声音。恭喜玩家黑暗猎人林毅锻造出全服第1把史诗装备，恭喜！武器史诗腐蚀瘟疫之狂刀登上武器榜第1名。瞬间，全服所有玩家都懵了。又见林毅，一哥居然打造出了1把史诗武器，而且还直接登上了全服的武器榜。卧槽，这就是什么？不论什么事情都走在全服人的前面。史诗，又见史诗，人家一神史诗拿到手软，我这个废柴连个精良都没有，真是人比人得气死啊！严好，这波你怎么看？有好事。玩家居然在论坛里面隔空呼唤严豪，这个骚操作可是逗坏了其他玩家。严禁过气往黑复活。哎呦，你干嘛？严豪，这波呀，这波锤不了。林毅再次让整个论坛沸腾起来，无数人讨论着林毅刚刚打造出来的装备。在全服公告上是可以看到这把史诗腐蚀瘟疫之狂刀的具体数值的。腐蚀瘟疫之狂刀，品质史诗，可用等级10，攻击力23-25，技能腐蚀剧毒，被动刀刃淬毒，对被此刀劈砍造成伤害的单位造成 5% 减速效果，最多叠加2次，每次持续 5S。 锻造人林毅。装备评分10，等级分加41，评价分等于51分。装备目前榜上排名1。任何一个懂货的人都明白，这绝对是一把极为适合喋血战士的大刀。喋血战士的被动本就有冲锋效果，加上这把大刀的减速效果，可以说是只要被喋血战士近身了，那么基本上是逃脱不掉了。如果你是近战职业，没准还能拼一拼，但若是你是远程职业，那基本上可以等死了。这就是史诗装备的恐怖之处。就连林毅也不得不承认，这把腐蚀瘟疫之狂刀真的很强。林毅也没想到，这把刀居然出了史诗品质，这简直是太惊世骇俗了。自己才是第1天锻造啊！林毅的目光看向了自己的身后的披风，难道是因为他吗？马华激动地拍了一把身旁的杨开朗，差点没给杨开朗吓得背过去气。兄弟，你发了呀！1件史诗装备啊！有了这件装备，你在你的队伍之中肯定能够成为绝对的主力啊！杨开朗有些懵懂地点了点头，他自然能够看出这把装备的强大。
可是自己昨天在击杀一星精英怪这件事上的贡献，真的配拿这件装备吗？说实话，就算是林毅现在反悔，其实杨开朗也能够理解。他知道这件装备如果林毅想卖的话，买家估计能够从燕京排到樱花国去。这不，一旁的路人甲在短暂的懵逼之后，立刻反应过来。卧槽，这人是林毅，自己面前居然是自己的偶像林毅，自己刚刚居然还诅咒他打造出白板装备。路人甲顾不上多想，连忙屁颠屁颠的跑了上去。一神，我叫路人甲，我是您的粉丝，真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您，我也是一个锻造师，对不起，我太激动了。路人甲激动的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他的突然出现也让林毅等人一愣。终于，路人甲捋顺了自己思路，继续说道：这把武器您好像用不了，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卖给我？价格您随便出，500交一点，如何？路人甲见到林毅没有开口，立马反应过来，估计是自己的价格说低了。虽然他路人甲只有500交一点，但是他的朋友也算是仗义之辈，想要借点钱应该问题不大。于是路人甲直接翻倍，1000。一旁的马华听着这话，眉头狂跳。他听见了什么？1000交一点，那可是100万钱币啊！这么一个装备就能挣来100万。要知道这件装备虽然强，但是毕竟只是10级装备，很快就会过时，肯定是值不上这个价格的。有的朋友会问了，那花1万交一点买推荐信的邓杰是什么水平？毫无疑问，大冤种级别。那东西在林毅的推算下，1000交一点其实都是顶天，所以他才随意设定了一个1万的价格。他觉得肯定不会有人肯买才对的。结果看到这路人甲的突然出现，杨开朗反而松了一口气。看来林毅会把这件装备卖掉吧，然后给自己那一把精良的长刀，这样才符合他做出的贡献。若是林毅把这把史诗长刀给杨开朗，杨开朗反而会觉得惶恐。可还没等杨开朗这口气吐完，林毅已经果断地给出了答案。不好意思，这刀不卖，这是我给我朋友打造的。杨开朗愣住了，他下意识抬起了自己一直低着的头颅，看向林毅。林毅刚刚说什么？不卖？那可是100万啊！林毅说，这是他给他的朋友打造的。朋友吗？杨开朗在心中审视着这个词语，他自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朋友。一旁的路人甲似乎有些不死心，还在加价。1500交一点呢？林毅轻笑着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他说了不卖，就肯定不会卖。路人甲叹了口气，又想起刚刚那一把精良的长刀。其实他并不缺精良的武器，他还是很有信心能够自己打造出来一把的。但是这可是他的偶像一神啊，一神打造的装备，就算不用也能收藏啊。在和狐朋狗友炫耀的时候，绝对是一大杀器。那精良的那一把您可以卖给我吗？我想留着收藏。听到路人甲的话，林毅诧异的挑了挑眉。一个破精良装备有什么可收藏的？但是他没有一口回绝，而是指向了杨开朗，轻声道：那把精良的大刀也是他的，你可以问他。路人甲的目光瞬间移向杨开朗，杨开朗瞬间局促了起来。犹豫片刻，他还是鼓起勇气打字道：杨开朗，对不起，我不卖，我也想收藏。第98章，有些社恐。虽然因为社恐的性格，杨开朗没怎么交过朋友，但是杨开朗还是知道身为一个朋友应该做什么的。朋友送他的礼物，他自然不会卖掉，否则那是对朋友的不尊敬。路人甲显然很失落，但是他也没办法强求，他只能做出最后的努力。那一神，我能加您一个好友吗？如果您以后有打造完不要的装备，可以卖给我吗？林毅颔首，因为他的好友申请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增长，所以林毅选择了主动添加面前的路人甲。这可让路人甲受宠若惊，他装逼的事迹又多了一项，拥有一神的好友位，而且是一神主动加的好友。就问你们还有谁？加完之后，林毅指着地上还没鉴定的那一批装备道：或许一会就能有一件。听到林毅这句话，路人甲自然是顺势留在了林毅的身旁，等着其他装备的鉴定结果公布。能够离偶像这么近，路人甲激动万分，他的那些小伙伴也全都凑了过来，等待着林毅的继续鉴定。林毅没急着鉴定，而是先将已经鉴定好的2件装备递给杨开朗。给你。杨开朗看着递过来的2把长刀，有些犹豫。林毅似乎看出了杨开朗心中所想，若是群体嘛，有些敏感也是正常。其实这装备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我的队伍现在暂时还没有喋血战士，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哇！听到林毅的话，一旁的路人甲都要羡慕死了。同样都是喋血战士，一神怎么不邀请我？杨开朗沉默。队友，他要同意吗？不得不说，从昨天遇到林毅以来，杨开朗虽然还没能正式的开口说话，但是他对林毅还是很有好感的。林毅和杨开朗
之前遇到过的大神都不太一样。而且刚刚林毅还亲口说他和自己是朋友，如果是朋友的话，那么成为队友似乎也很正常吧。原本杨开朗还以为自己会一直形单影只的练级直到死去，没想到才只是第2天，他就遇到了林毅。一旁的苏婉宁开口附和着林毅说道：是啊，一起组队来玩吧。唐俊仁也憨笑着挠了挠头，我们都很好相处的。既然林毅觉得杨开朗可以成为他们的队友，那么唐俊仁和苏婉宁是不会有一点意见的。终于杨开朗点了点头，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他微微张了张嘴，第一次在没有排练的前提下开口说话。好，声音很低，但是林毅听清了。林毅惊了呀，这小子会说话。你似乎是知道林毅想要问什么，杨开朗打字回答：杨开朗，我会说话，我这人有些社恐，所以我昨天一直没讲话。看到这句话，苏婉宁没忍住，直接噗呲的笑出了声。唐俊仁同样是满脸尴尬的憋着笑，原来是社恐。林毅恍然大悟，是自己误会了。不过杨开朗这个恐怕不是有些社恐吧？算了，社恐也无所谓，大家经常在一起练几下副本，迟早会熟络起来的，只要能够组队成功就可以了。杨开朗的技术，林毅还是很欣赏的，而且杨开朗很有技术特点，就是那种一套连招连到死的感觉。别忘了，现在可只是全民转职时代降临的第3天，能够有这种水平，说明杨开朗的天赋极高。林毅相信杨开朗的这等天赋，加上林毅接下来的指点，他绝对不会比前世的最强喋血战士严豪差。此时的林毅还是很高兴的，他们的3人小队终于变成了4人。至于这个马华，身为前世的最强荣光牧师，林毅肯定是不会放弃拉拢的。但是要如何拉拢他呢？林毅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现在还是先继续鉴定吧。鉴定完了给杨开朗的装备，剩下的装备其实也就没那么重要了。第1件锻造的魔杖，鉴定结果白板。林毅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对吗？这刚刚上来就鉴定出来一个精良的，然后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史诗品质的装备，真是让林毅感觉有些不太真实啊。现在打造出来一个白板装备，反而让林毅感觉亲切不少。其他人自然不知林毅的这种想法。看到白板出现的那一刻，反应最快的是马华，其次是苏婉宁。哎，义神你别气馁，打造装备嘛，出白板很正常的，我相信你下一次肯定可以。苏婉宁目光温柔，看向林毅，安抚道：别在意。林毅摆摆手，示意大家自己压根就不在意这件事，便开始继续鉴定。下一件乃是轻甲，鉴定结果白板。第3件还是轻甲，鉴定结果居然是精良。一旁的马华此时真的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了。目前为止，林毅一共鉴定了5件装备，这5件装备里面居然有1个史诗，2个精良和2个白板，白板的概率只有40%，这可太可怕了呀！马华突然意识到，对于别人来说，依靠打造装备赚钱难度可能有些大，但是林毅不同。第一，林毅这无与伦比的运气，5件里面只有2件白板是赔本的，其中那1件史诗级别的更是大赚特赚。就算不说每次都有史诗，马华也知道这肯定不可能，但是只要5件能出2件，甚至3件精良，就绝对赚翻天。而且别忘了，这可是林毅啊！这也是马华想说的第2点，林毅具有名人效应。很简单的道理，普通人的签名不值钱，但是明星的签名甚至有人会花大价钱去买，这就是名人效应。从刚刚路人家的表现就能够看得出来了。马华此时是越想越激动，他现在已经明白，只要跟着林毅，他就肯定能够有钱赚。这次合作，说什么马华豁出他这条老命，也一定得给他促成不可。第99章盲盒。心里这般想着，马华看向林毅的目光更加殷切了。林毅自然是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他还在继续鉴定，似乎是运气全都被消耗一空了。接下来的3件装备分别是1件轻甲和2个靴子，居然1个精良都没出，似乎是看惯了精良和史诗的装备，当看到接连3件白板装备的时候，大家都有些失落。林毅则是习以为常，3件算什么？曾经连打10件全是白板了解一下。对网游有所了解的杨开朗和马华或许还能够理解，但路人家身后的那些少年少女已经开始升起了轻视之心，有几人甚至是在队伍私聊里开始讨论起来。甲，这似乎也不怎么样嘛。乙，对啊，全是白板，我来我也行。丙，林毅也不过如此，我还以为能够全精良或者史诗呢。路人家看着这些信息，紧紧皱起了眉头。他本就是林毅的粉丝，他绝对不想看见这种评论。路人家都闭嘴吧，啥都不懂还说什么呢？路人家，打造装备这件事，能够打造出好装备本就是一件考验运气的事情，光是那1件史诗就已经可以碾压全场了。路人家，
要是每件都是精良，那一神他恐怕真的开挂了。那些少年少女撇了撇嘴，没有反驳路人甲，毕竟路人甲在他们的小团体之中也算是个领袖。反正还有2件，若是还是白板，那么这路人甲的脸都得被抽肿。没错，现在只剩下2件装备了，一个是荣光牧师的装备法杖，另一个则是15级的披风。法杖是灵异第7个锻造的，披风则是压轴最后一个炼制的。看着那件还没鉴定的半成品法杖，马华樱目叽里咕噜一转，突然计上心头，要是想和灵异促成合作，自己自然是要让灵异高兴。现在灵异已经打造出3件白板，心情肯定很低落，这时候就是马华出场的时机了。在灵异即将要把鉴定药水滴落在法杖上时，马华突然开口：“等一下。”灵异一愣，微微挑眉：“怎么了？”马华笑容满面，本来年纪不算太大的脸庞上满是褶皱：“我就是个荣光牧师，而这把武器我正好可以用，不如咱们玩个开盲盒。我现在就把这件半成品装备买下来，若是开到白板，我自认倒霉；若是开到精良，那我大赚。要是精良以上，嘿嘿。”马华嘿嘿一笑，并没有继续说下去。开盲盒这个形式也是刚刚马华想到的一种能够大赚特赚的方式。现在以灵异的名声，想要卖出去这种半成品的装备简直太容易了，而且这样的话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甚至没有损失。不过这样的前提是灵异的锻造水平必须极高，否则就算灵异有名人效应，大家的钱毕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怎么会总是当个大冤种呢？他现在突然提出这种盲盒玩法，一是想要让灵异开心，二是侧面展示一下自己的商业头脑。果然，他说完之后，灵异也来了兴趣。盲盒有点意思，那就按你说的办。但是这个盲盒武器你如何定价呢？不愧是前世最大的奸商马华啊！灵异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还是试探性的问道。马华不假思索地道：“定价略低于成品精良装备的价格。经我分析，现在10级的白板装备顶多值50个交易点，至于精良，则是能够达到150交易点左右。系统的精良装备定价是800，它那种属于黑心商贩，所以我觉得150交易点这个价格算是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价格。所以盲盒装备定价100交易点比较合理。如果名气足够大，可以提价120交易点。毕竟一神已经有打造出过史诗装备的经历，恐怕很多人都会来碰这个运气的。万一买到了史诗品质的盲盒，那真就是血赚了。”一说到挣钱方面的问题，马华整个人都是神采奕奕的。一旁的路人甲一听这个，立马来了兴趣：“我也要买！”路人甲身后的少男少女们明显想拦住路人甲，很多人甚至都已经在私聊里面发讯息了：“甲，你疯了！100交易点，那可是10万块啊！你买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白板装备，你有钱烧的？”咦，这个马华一看就是一副奸商模样，或许他们几个都是一伙的，就骗你上钩呢。兵，100交易点得打多少天小怪啊？从昨天到现在，我好像也就捡了30-40交易点。但是这些消息，路人甲全部选择了无视。他当然也知道这个盲盒不靠谱，但是这可是灵异炼制的盲盒呀。灵异看向一旁突然激动的路人甲，有些犹豫，因为除了法杖以外，那个披风他并不想卖。唐军人都还没有披风呢。于是灵异沉吟片刻，开口道：“你有图纸吗？你材料自备，我给你现打一个吧。”路人甲闻言连忙点头：“有，我有。”路人甲连忙从背包里拿出来自己的那张大刀图纸，这本来是他准备留着今天自己打造的。灵异接过路人甲递过来的图纸和材料，直接走上了锻造台，轻车熟路地拉起风箱，开始打造。原本路人甲并没有太注意灵异的锻造姿势，在他想来，这姿势都是系统安排好的，只要按照步骤来就可以了，反正也不会影响锻造的品质。可是当灵异开始抡锤子的时候，路人甲懵了：“卧槽，这是什么操作？抡的真是锤子吗？怎么速度快到连他都看不清了呢？”原本路人甲觉得那个 NPC 王大锤的水平已经很离谱了，没想到这灵异居然比王大锤还快。快也就算了，每次打的都还那么精准，这就是一神吗？不管是那个方面都要做到最强。在路人甲看着灵异动作发呆的时候，灵异已经迅速完成了锻造，将半成品递给了路人甲。“怎么了？你愣在这里干什么？”灵异诧异的看着原地发呆的路人甲。第100章锻造大师灵异。路人甲这才反应过来，灵异已经锻造结束了，连忙接过装备：“没事，我就是看入迷了。”灵异更诧异了，锻造过程千篇一律，有什么可看入迷的？难道说他看的压根不是锻造过程，而是锻造的人？灵异突然浑身打了个寒战，这小子不会是那个吧？想到这里，灵异下意识地远离了路人甲，靠近了苏婉宁那边。苏婉宁一直都在唐军人的保护范围内，看到突然凑过来的灵异，还有些诧异。这时候的马华已经向着灵异发起了交易申请。
交易的内容是100交易点。林毅轻笑，选择了将交易点退还。不必如此，这件装备我送你便是。没想到马华却正色道，再次发起交易申请，开口道：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而且盲盒这种东西就是要有付出才会有刺激感，如果一神你免费送我，反而失去了他作为盲盒的乐趣。林毅失笑，想不到这马华还挺有原则。一旁的路人甲听到这话，立马反应过来，为什么自己总感觉怪怪的了？对啊，没有刺激感。于是立刻的，路人甲也向着林毅发起了交易申请。这可是让林毅愣住了。马华给钱也就算了，毕竟这个装备图纸是林毅的，材料也是林毅出的，这些都是有成本的。可路人家这件装备，林毅付出的不过也就是一点精力值和几十秒的时间罢了，他这不是给自己送钱吗？还没等林毅开口询问，路人家也正色道：一神，我也想要刺激感。林毅，路人家身后的少男少女开始疯狂地吐槽路人家这种脑残行为，林毅则是感觉哭笑不得，最终还是收下了交易点。交易完成，下面就是开盲盒的时间了。马华和路人家同时捏着手中的鉴定药水，准备开始倾倒。此时铁匠铺内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逐渐凑了过来。这些人大多都是刚刚到达10级，准备来到铁匠铺转职的玩家，结果发现这边居然有人在鉴定装备，顿时好奇地凑了上来。有些来得晚的，只看见这边围了一圈人，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好奇地垫脚朝内看去。什么情况啊？这怎么围了这么多人？打架了？前面的围观群众没好气地道：别急了兄弟，在挤前面该说我骚扰他了，打什么架？主城之内不允许私斗，你不知道啊？谁敢在这打架？你真当那个王大锤2个眼睛是长得出气的？后面那人还在好奇，又追问道：那你们在看什么？前面的人耐下性子来解释道：有2个大冤种买了个半成品盲盒，听说花了100交易点，大家都来看这俩人笑话呢。后面那人震惊，半成品盲盒居然要100交易点，他现在兜里才不过是160交易点出头，其中还有100是系统给的初始交易点，这盲盒的价格都快赶上一个精良的装备的价格了，这就是有钱人吗？想到这里，后面的人更来兴趣了。林毅等人也没想到能够招来这么多的围观群众，林毅倒是没什么感觉，只是更加谨慎地保护起苏婉宁了。杨开朗则是早就躲在角落里了，这种人多的场面简直比杀了他都让他难受。马华可是要比林毅紧张多了，这么多人围观，要是他们2个真的都是白板，那以后想要闯出口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刚开始他提出开盲盒，只是想要让林毅高兴，然后展示他自己的能力，想不到变成现在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但是反之，如果这次林毅的这2件装备真的打出了好东西，那么甚至不用他费劲宣传，林毅锻造大师的名声也能瞬间响彻全服。马华只能虔诚的在心中祈祷，至少来一个精良就行，求求了。一旁的路人家显然没有马华心中的那些焦虑情绪，直接问道：咱俩谁先来？马华回复道：我先来吧。路人家点了点头。马华深吸一口气，直接就把手中的药水倾倒在了手中刚到半成品盲盒之上。周围的围观群众顿时将注视的目光凝视而来。来吧，大冤种！很快恐怕就是一道白光闪过了，哈哈哈哈！大部分人心中都是一些阴暗的想法，毕竟人都是不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好的嘛。下一刻，鉴定药水进入装备，光芒显现而出。马华死死盯着自己手中的这把武器，求求了，至少是个精良。终于，颜色暴露在空气之中，是绿光，是精良品质的装备。大预言法杖，品质精良，可用等级10，法强17-18，锻造者林毅。卧槽，居然真的是精良！赚了，而且还是小爆了伤害的精良武器。100交易点能够买到这种精良装备，我简直是赚妈了！马华心中的大石头轰然落下，片刻惊喜后的呆滞之后，他就开始狂飙演技。他必须要借助这次的关注，把林毅锻造大师的名头推出去。一旁围观群众见到这马华居然真得开出来了一个精良装备，心中不免有些嫉妒。100交易点买一个白板装备是怨种，但是买一个精良装备可就是小赚了呀。有人小声嘀咕道：运气罢了，这种盲盒谁买谁吃亏。一旁观众连连点头，显然是很支持这种看法。此时场中的马华已经迅速进入状态，只见他双眼含泪，深情脉脉地转身看向林毅。真没想到，一神除了技术好，连锻造也是如此高等的大师水平，简直让人惊诧。要知道，一神刚刚鉴定了5把武器，其中有2把就精良，1把史诗啊。马华故意抹去了3连白板的事情，毕竟商人嘛，打广告的时候当然是要光挑好的内容说了呀。一旁的人一听这个，登时就愣住了。
他们刚刚还没注意锻造者的姓名，此时这马华一提，众人才赫然发现，这锻造者居然是林毅。林毅，现在整个服务器内，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可是林毅居然在实力超群的同时，还是个运气爆棚的锻造大师。上帝到底给林毅关上了哪一扇窗户啊？